新兰大陆北荒，灵力充盈，强宗灵力，其中以玄天、道天两宗最是强悍。今日乃是玄天宗道子灵号迎娶到天宗圣女梅诗韵的大好日子，一位道子，一位圣女，即将结为道侣，犹如神仙眷侣，谱写佳话传奇。此事一经传开，可谓惊动了整个北荒修真界。但凡有头有脸的大人物，皆聚集于玄天宗，宗门上下张灯结彩，贺喜之声络绎不绝。玄天宗古色檀香的小屋中，林浩穿着新郎官的大红衣裳站在屋里，两个小师妹正在旁边伺候着他。我的头！林浩清秀俊逸的脸庞一阵抽搐，脑海中破碎的记忆碎片犹如暴风般迅速席卷开来。林浩，玄天宗首席大弟子，即将迎娶到天宗圣女梅诗韵，我这是穿越了。林浩张开双臂，痛苦回忆着，他本是21世纪的一个普通大学生，因女朋友处处跟人攀比，于是在情人节的夜晚，他果断和她提出了分手。不料女友气急败坏，一酒瓶子砸过来，他就阴差阳错穿越到了这个刀光剑影的玄幻世界。这具身体的原主也叫林浩，资质惊艳，天赋绝伦。作为玄天宗首席大弟子，林浩在北荒年轻一代可谓一骑绝尘，可惜却是个舔狗，对未婚妻梅诗韵逆来顺受，唯命是从，明知道他心里头装着别的男人，还一个劲儿的舔，也不知道他身上有什么味道，值得他这么低三下气，乐此不疲地抱着他舔。就凭原主这惊世天赋，不凡背景，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非得在一棵歪脖树上吊死。林浩啊林浩，既然我取代了你的身份，那就好好替你找回一个男人该有的尊严吧。大师兄，恭喜你，终于如愿以偿，抱得美人归。小师妹悉心帮他整理着身上的婚衣，一张口，那小嘴就跟抹了蜜糖似的，甜得冒泡。听闻此言，再联想到那枚诗韵平日里高高在上的模样，林浩不屑轻笑，娶这么个玩意有什么可道喜的啊？两个小师妹吓得花容失色，面面相觑，还以为自己是听错了。可就在这时，林浩脑海中又一股全然不同的记忆，宛如炸碎虚空的影像突然席卷开来。怎么还没完？林浩面容极度狰狞且苍白。上界太虚八大古族，罗刹地族，灵族，下来历练疼。好疼，我的头要炸了。砰！林浩应声倒地。大师兄，你怎么了？你哪里要炸了？大师兄！就在林浩昏迷之际，玄天宗一处偏殿门外院子里，两位长老镇守庭院，任何闲杂人等不得擅入。殿内，梅诗韵一把将红色盖头扯下，狠狠地丢到地上，并用脚猛跺。爹，我不要嫁给林浩，你明知道我喜欢的人是唐门的唐。我知道。梅安九无奈地将盖头捡起来，擦着上面的鞋印，耐心道：女儿啊，我知道你喜欢的人是唐晨，可人家是中州唐门的少主啊，身份何其尊贵，他怎么可能会真的把你放在心上呢？他会的，他说过他爱我，他会风风光光的娶我。梅诗韵美眸含泪，愤愤跺脚。可梅安九并不这么看。中州作为新兰大陆灵力最充沛的地方，一直都是修炼者的圣地，整个大陆最强大的修行者们尽数汇集于中州。作为新兰大陆最鼎盛的修炼圣地，唐门在中州亦是威名赫赫的恐怖存在。古往今来，多少传说尽在唐门。唐晨作为唐门少主，身份何等尊贵，怎么可能会看得上这偏远北荒的女子呢？就算他有意纳玉儿为妾，唐门中的长辈们应该也断然不会同意。女儿到现在还抱有一丝幻想，是因为她年纪尚轻，刚过及笄之年，涉世未深的她根本不知人间之尊卑，人心之复杂。一旦他日她沦为男人的玩物，到那个时候再想嫁个好人家就没这么容易了。玉儿啊，你就听爹爹的话吧，唐晨是不会把你放在心上的，更不可能娶你过门。相比之下，那林浩对你千依百顺，不失为一个更好的选择。梅安九苦口婆心，如果可以，他也想将女儿嫁给唐晨，可那不是痴人说梦吗？玄天宗与道天宗在北荒并立双绝，被无数修士奉为神圣之地追捧，可放到中州，也不过就是个三流势力罢了。以唐晨那恐怖的背景，和玉儿实在是不般配，门不当户不对。梅安九也是在权衡利弊之后，才艰难做出了这个决定。哼，爹，你就是觉得唐晨哥哥不会来？我告诉你，今天他一定会踏着七彩祥云来抢亲的，一定会。梅诗韵口吻极其坚决，他早就做好准备，将自己的身心一切的一切都交给他的唐晨哥哥了。至于林浩，他什么身份，怎么能和他的唐晨哥哥相提并论呢？像他这样天生尊贵、美若天仙的小仙女，就该配唐晨那样的人中之龙才对。这时，一名和梅诗韵相貌极为神似的少女推门走了进来，她是梅诗韵的孪生妹妹梅诗诗。玄天宗长老说，
吉时已到。梅诗诗神色复杂，看向姐姐。知道了。梅诗韵满脸不悦，将盖头盖好，在妹妹的搀扶下走出了偏殿。此时林浩那边渐渐苏醒，上界地族，想不到我居然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上界地族林家。重拾那份不为人知的记忆，林浩惊喜忘川。上界乃是星兰大陆所有修士梦寐以求的圣地，而林家的祖上便是太虚八大古族之一的灵族，镇压万古岁月的大恐不存在。这样一个远古大族能横断万古至今，就是因为族内规矩，但凡族内男子一出生就要被送往下界历练，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如此才能让灵族的精英到心坚若磐石，在追寻大道的道路上一往无前。难怪我拥有道体地胎，原来是这样。林浩嘴角噙着一抹弧度，道体地胎与3000大道最是亲密，这便是灵族血脉得天独厚的优势。大师兄，周长老刚刚派人过来，说是吉时已到。小师妹在一旁提醒。知道了。林浩舒展了一下胳膊，无所谓道，一个女人而已，娶不娶意义不大，他现在更在意的是如何完成凡间的历练，重回上界。男人要什么女人？男人要的是天下霸业，独掌岁月长河。凌云殿前偌大的广场如今已宾客满席，玄天宗宗主叶流云此刻正在招呼着宾客们。说起来，他当年收养林浩时，看到对方腰间玉佩写着林浩2字，便以此命名。这么多年来，他视林浩为己出，将宗内全部资源都放在了他的身上。林浩也不负厚望，年纪轻轻就已经一骑绝尘，成为北荒之地名副其实的第一天骄。浩看到林浩自远处走来，叶流云欢喜不已，如同看到自己的亲儿子成亲一般。义父，林浩止步于其身前，恭敬抱拳。恭喜大师兄！大师兄，你终于能娶梅姑娘了，也不枉你这么多年来对她的付出。是啊是啊，师弟师妹们纷纷上前道喜，他们每一个人都对林浩极为恭敬。然而平日里和林浩关系最亲密的小师妹叶灵，此刻却像个受气包一样，坐在贵宾席独自喝着闷酒。她是叶流云的女儿，亦是玄天宗的圣女，和林浩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灵儿还不过来向浩儿道喜？叶流云皱眉道。叶灵闻言不爽地将酒杯落下，抬起醉红俏脸。他分明就不喜欢你，你为何非要娶她不可？此话一出，现场一片寂静。叶流云也明白女儿的心思，可奈何浩儿他就喜欢梅诗韵一人，这感情的事是勉强不来的。如今宾客满堂，叶流云无奈只得上前小声安慰。灵儿，今日是浩儿的大婚之日，你不可有什么情绪，快起来。叶灵绷着小脸闷闷不乐起身，来到林浩面前。大师兄，恭喜你啦，终于如愿以偿。望着小师妹满脸不悦的样子，林浩习惯地将手按在她头上。没什么如不如愿的，成个亲罢了。咦？叶灵错愕抬眼，没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不是，这什么情况？怎么感觉大师兄好像并不太在意这桩婚事一样？叶灵回过身来，无比错愕地望向林浩，这还是他认识的大师兄吗？换作平常，大师兄应该早就跑去恭迎梅诗韵了，他今天这是怎么了？林浩反常的表现不止惊呆了叶灵等人，就是叶流云此刻也有点看不明白了。他不是做梦都想娶梅诗韵吗？这么多年来，他私下将多少修炼资源偷偷送到天宗去，叶流云心知肚明。很多时候为了林浩的感受，他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今日浩这表现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新娘道。突然一声娇喝自远处响起，众人闻声望去，只见一名相貌甜美的少女搀扶着新娘子，在梅安九的陪伴下朝这边走了过来。梅诗诗美若天仙的形象刚出现在这里，便引来不少男子痴望，通过她就能想到她的孪生姐姐一样的风华绝代，秀色可餐。姐妹二人都是北荒1顶1的大美人。林浩，看到我姐姐来了，你为何还不过来？梅诗诗满脸嫌弃道。多年来对林浩呵斥已养成了习惯，根本不顾什么场合。然而曾经的林浩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舔狗，现在他却不是。面对梅诗诗不留情面的呵斥，林浩平静抬眼，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的波动。既然来了，就拜堂成亲，磨磨蹭蹭成何体统？你说什么？梅诗韵闻言一把将妹妹拦至身后，愤怒道。林浩，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一，跪下来道歉，二，咱们的婚事就此作罢。此话一出，全场倒吸冷气的声音此起彼伏。梅诗韵这未免也太强势了点，还没过门呢，就让林浩当众下跪道歉，天底下有这么对自己夫君的女子吗？韵儿，你看你这是何必呢？梅安九尴尬陪笑，但却并未阻止。
他也赞同女儿的做法，婚前就得立规矩，这样才方便日后更好的掌控凌浩，继而掌控整个玄天宗。梅诗韵的强势态度让玄天宗这边一时陷入尴尬之境，为保号不当众受辱，叶流云只能恭维抱拳。梅兄啊，今天是咱们两家大喜的日子，你看这么多宾客看着呢，你还是劝劝令爱莫要动怒吧。我也不想啊，可玉儿她被我宠坏了，她这脾气一上来就是我也管不住。凌浩，你还是道个歉吧。梅安九伪善道，换做平时，梅诗韵让凌浩跪，凌浩就得跪，吐个葡萄皮，他要是接不住，都少不了一顿鞭打。可今天凌浩不止没跪，反而语气略带火气：“女人，你是不是不想嫁了？”你，梅诗韵怒然将红色盖头摘了下来，朝凌浩狠狠丢去，却被凌浩随手一挥，当空炸成漫天齑粉。天啊！叶灵在后面手舞红唇，金目圆瞪，看得豪爽。凌浩这反常的表现实在是太有魄力了。梅诗韵也没想到凌浩会这般强横，气急败坏的他随手将旁边桌子掀翻，颤抖着手指向凌浩：“你抽的哪门子邪风，还敢在我和我爹面前这般放肆？不要以为你在北荒有点名声就可以目中无人了，就你这点本事，去了中州就是只井底之蛙，废物东西。”在梅诗韵眼里，中州之地就好比仙境，随便一个天骄来到北荒都能把凌浩碾死，更不用说是和他的唐晨哥哥比了。银光岂可与皓月争辉？开玩笑！中州，凌浩嘴角噙着一抹戏谑，区区一个中州就能让你这般心驰神往，看来你的眼界也就只局限于此了。修炼境界由低到高分为炼气、破元、阴阳、御空、子府、通幽、神藏、归虚、破虚、登天。然这也只是下界的境界而已。凌浩可是上界凌家的少主，又怎么可能会瞧得上这下界所谓的中州圣地呢？在梅诗韵看来，凌浩就是个跳梁小丑，根本不知什么叫天高地厚。同样，在凌浩眼中，梅诗韵也不过头发长、见识短、鼠目寸光的蠢女人罢了。大婚之日，新郎新娘针锋对麦芒，如此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看得宾客们表面为难，心中则是暗暗称奇。这混小子今天是怎么了？吃错药了吗？梅安九将手掌隐于袖中，握了又握。如此闹下去，凌浩要真是抢先一步，当众退婚，那他们到天宗的脸可就丢尽了。念至此，梅安九强行挤出一抹牵强的笑容。行了，小两口想吵架，以后有的是时间，现在吉时已到，你们也该拜堂成亲了。见梅安九终于肯调和，叶流云也站了出来。哈哈，梅兄说的对，这小两口床头打架床尾和嘛，不至于大动肝火。是，不至于。梅安九偷偷冲女儿使了个眼色，意思是颜面要紧。吉时已到，请新郎新娘入殿拜堂。随着一道嘹亮的声音响起，凌浩和梅诗韵的心都沉了下来。凌浩只是单纯的不想伤义父的心，毕竟记忆中这么多年来，义父对他可谓是掏心掏肺，无微不至。可让他娶这么一颗空有美丽躯壳的烂白菜，说实话，还真是一点胃口都没有。梅诗韵则是顿足于殿外，素手捂着上下起伏的胸口，久久不能平复。怎么办？难道我真的要嫁给他吗？唐晨哥哥，你怎么还不来啊？你是不是忘了在花海中和我许下的誓言？一想到花海中自己被唐晨亲了个遍，梅诗韵就委屈的不行，眼泪吧嗒吧嗒掉落下来。叶灵留意到这一细节，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大师兄也是的，非他不娶。可恶，娶我不比娶他更好吗？吉时已到，请二位新人入殿拜堂。声音再次响起，如同宣判的警钟，让二人的心都石沉大海。轰！就在这时，天空突然响起一道九霄惊雷，因无数宾客抬头张望，在众人视线所及之处，只见一位白衣翩翩的青年正踏着虚空，如俯瞰宵小般凝视凌浩所在的方向。唐晨哥哥！这一刻，梅诗韵再也绷不住了，捂住嘴哭出声来。在下唐晨，来自中州唐门，今日特来向梅前辈提亲。洪亮的声音震撼天地，整个苍穹都为之一颤，就连那无尽云海似乎都承受不住他的惊鸿气势，被压迫得四散开来。那位就是唐门少主。叶流云老脸一抽，险些瘫坐在石阶上。唐门少主真的来了！天啊，唐门，中州的唐门，咱们这小小的北荒怎么会引来这样一位大人物？难道他真是为梅诗韵来的？中州与北荒隔着无尽的距离，唐门之名仍可深深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位修士。唐门面前，一切北荒势力如土鸡瓦狗，不值一提。如此一座庞然大物，中州赫赫威名的远古强宗，今日齐少主竟会现身于这小小的北荒，此等场面可谓惊世骇俗，哪怕是那回荡在天地间的声音都振聋发聩，令人毛骨悚然。唐晨哥哥，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娶我的。
梅诗韵毫不顾及自己目前的身份，在唐晨落到地面时，立刻朝他跑了过去，一头撞进他怀中，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般，哭个不停。傻瓜，我说过会娶你，又怎会食言？唐晨搂着他那纤细的柳腰，目光却是带着一抹倨傲，落到了林浩身上。他今日来到这里，提亲是次要的，主要是他的女人，哪怕就是个侍寝丫头，也绝不允许其他男子染指，不然他的面子往哪搁？唐门的面子又往哪搁？二人亲密相拥，关系已经十分明朗，众人只得将同情的目光纷纷投向林浩。大婚之日，新娘被抢，还是他林浩苦追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才追到手的心上人，真是可怜啊！唐晨的出现，无疑让林浩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现在林浩穿越而来，代替了原主，本来对那梅诗韵就没什么感觉，但若是对方在这种日子跟唐晨跑了，那他岂不是要身败名裂，莫名其妙被扣上一顶绿色的帽子？事关自己和宗门的颜面，林浩不可能妥协，当即一步前踏，冷冷抬眼：梅诗韵，当初你若不想嫁我，就不该答应这门婚事，既然答应了，你就不能反悔。梅诗韵一听这话，抹了抹眼泪，骄傲地扬起下巴，笑死，我凭什么不能反悔？难道你真以为就凭你以前送我的那些修炼资源，平日里对我嘘寒问暖，任我差遣，就能换来我高看你一眼？别异想天开了好吗？难道你没听说过舔狗舔狗，舔到最后终将一无所有？一旁梅诗诗也跟着附和：姐姐说的对，再者今日唐少在此，莫说我爹不敢拒绝他的提亲，就是你爹怕是也没这个胆量。念在咱们两宗多年交好的情分上，林浩，我不得不奉劝你一句，不要整天妄想着吃天鹅肉，想当我姐夫，下辈子吧。姐妹二人一唱一和，那小胸脯都要挺到天上去了，口气这般狂妄，完全就是因为唐晨来了。能为他们做主的人来了，唐晨乃中州唐门少主，身份极其尊贵，家世极其显赫，天赋极其恐怖，和林浩完全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想捏死林浩，那就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没什么区别。不客气地说，唐少甚至不需要自己动手，只需一声令下，玄天宗便会从北荒的疆土上被抹除掉。这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实力为尊是亘古不变的生存法则。林浩，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是不会嫁给你的。梅诗韵终于等到了自己千等万等的男人，索性也不再纠结。你就是林浩？唐晨同样倨傲望来，目露鄙夷，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嘛，就这也配称为北荒第一天骄？在他眼里，林浩也好，玄天宗也罢，不过都是蝼蚁。蝼蚁就要有蝼蚁的态度，好好趴在地上，别抬头。或许他一时心情好，还可以大发慈悲，饶这小子一命。现场一片鸦雀无声，落针可闻。大婚之日，自己的新娘被其他男子抱着，这对于任何一个男人来说都是万万不能忍的。可林浩并不在意他这颗烂白菜，以后被谁抱，被谁拱，甚至被多少人拱，他在乎的是颜面。林浩脸上完全没有其他人的那种敬畏，反而是有些不屑。一个贱货，一个废物，也敢在这里仗势欺人？你们两个毛长齐了吗？林浩的话就像是一道晴天霹雳，振聋发聩，让在场所有的人面色大变。唐晨更是怒不可遏，那冰冷的眼神仿佛让空气都开始静止，凝固着。唐晨可是来自中州唐门啊，在那强者如云的中州，唐门都称得上是擎天一柱。林浩是怎么想的？居然敢跟他叫板？为了一个女人，连理智都丧失了吗？看来这次玄天宗大难临头了。夺妻之恨固然难忍，可面对唐门这样的庞然大物，他不选择忍气吞声，非要逞一时之快，实为不智啊。哎，还是太年轻了。在场的宾客们无限惋惜，在目睹林浩那目空一切的态度后，纷纷和他疏远了距离，生怕到时候唐少一怒，连他们都会沦为被殃及的对象。叶流云额头冷汗直冒，陪笑上前：唐少，浩儿他其实并无冒犯之意。滚！唐晨一个字吐到他脸上，险些将叶流云惊倒。无关人等，莫要多管闲事。唐晨怒视着林浩，如俯瞰蝼蚁。小子，你不过就是一个弹丸之地的土狗，竟也敢在我唐晨的面前大放厥词，是谁给你的勇气？知不知道唐门这两个字，汝之必死。唐晨说话间，眼中杀意流转。一个土狗说是乡野匹夫也不为过，不仅妄想娶他的女人，还敢对唐门出言不逊，简直井底之蛙，大言不惭。林浩平静抬眼，似笑非笑，如同在欣赏一只大野地里突然窜出来的傻狍子。唐门而已，别整天挂在口上，别人惧你唐门，我可不惧。你说什么？唐晨脸色一僵。我说要干就干，别娘们唧唧的那么多废话。林浩勾着嘴角笑回。此话一出，唐晨当场被气笑了。
好啊好啊，如今一个蝼蚁也敢在本少面前学兔子蹬音了。行，那我今日就让你好好瞧瞧，你我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么悬殊。能死在我的手上，你应该感到荣幸。轰！磅礴气势瞬间以唐城为圆心，如风暴般向四周席卷开来，整座山都开始剧烈晃动。令人窒息的压迫感让玄天宗广场上那些人汗流浃背，毛骨悚然。就连玄天、道天两宗的宗主以及宗内长老们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是通幽境后期巅峰。在感受到唐晨那恐怖的气息后，叶流云不敢置信，瞪大了眼睛。通幽境这等强者足以开宗立派，独霸一方了。可唐晨他才多大的年纪啊，竟能修炼到这般境地，这就是中州天骄的惊人天赋吗？完全超出了他所能理解的范畴。唐晨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天赋，纵观整个北荒之地的历史长河，都无人能出其右。见到大家都被吓傻了，梅诗韵趾高气扬，依偎在唐晨怀中，看向林浩的眼神多出一抹轻蔑。看到了吗？你和唐晨哥哥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梅诗韵是不会嫁给一个弱者的。听得此言，林浩眉头微皱。你一直在说他和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怎么他死了吗？你这是要陪他殉葬？混蛋，你说什么？梅诗韵怒目圆瞪。浩儿，要不还是算了。叶流云神色复杂劝慰。唐晨太恐怖了，哪怕他不知道浩儿如今修为到底是何等境界，却也不敢妄想他能有实力和唐晨一争高下。现场风暴席卷，一片凌乱，人们皆被唐晨的可怕气息所震慑，不敢有任何造次。大师兄，叶灵扯了扯林浩的衣角，很是担心。没事。林浩摸摸他的头，身体缓缓升空，在没有气息波动的情况下，很快就来到了高空。见状，唐晨也飞了上去，二人在空中对峙，气氛剑拔弩张，大有要开干之势。玄云宗广场上，无数北荒之地的修士们都无法理解林浩为何要与唐少为敌。难道他还看不明白中州和北荒完全就不是一个世界吗？立于虚空之中，享受着万众敬畏，唐晨饶有兴致看向林浩，缓缓抬起手来，一把玄铁重锤豁然被其握于手中，锤身缠绕着银白色的雷霆，凝聚周遭气旋涌动，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雷云漩涡。唐晨站在雷云漩涡之中，目视林浩，当他将手中的玄铁重锤狠狠落下，竟有龙吟声响彻天地。那是什么等级的武技？下方修士们汗颜惊呼。一锤落下，虚空都被打下去一个巨大的凹槽，肉眼可见足有万丈的恐怖锤影，带着镇压天地的威势，就要将林浩生生碾碎。这一击已经超出北荒修士们所能理解的范畴，这一击足以毁天灭地。梅诗诗抱着双胸，看到林浩死期将至，唇角不由上扬。什么货色，还想当我姐夫？下地狱去吧！在唐晨这一锤落下之际，天塌地陷。一个如此年轻的中州天骄，抬手间就拥有毁天灭地的威势，这场面简直让人叹为观止。轰隆隆的雷鸣声伴随着强大的压迫如期而至，林浩蓦然抬眼，随手轻抬，竟以一指之力硬扛着撼动天地的重锤，他疯了吗？看到这一幕，现场一片紧张。轰！当那巨锤虚影狠狠砸中林浩的手指，咔嚓一声脆响，那声音就好像天空碎裂一般，惊得众人不约而同打了个寒战。破！林浩嘴唇微动，刹那间巨大的锤影蔓延出流光密布的裂痕，直至整个锤身砰然炸裂，化作漫天齑粉，天地为之一颤。唐晨双目血突，扑哧一口鲜血就喷了出来。怎么会？现场一片大惊。梅诗韵金目圆瞪，玉手死死抓着胸前衣衫，几近扯碎。林浩竟以一指之力击碎了唐晨的恐怖锤技，这不可能，他怎么会有这等实力？苍穹之下，林浩依旧没有显露任何气息波动，反观唐晨在吐血之后，气势明显开始有所下滑。唐晨震惊擦拭嘴角血迹，他不能理解一个小小的北荒天骄何以拥有这等深不可测的实力。林浩，你个无耻之徒，卑鄙小人，到底是用了什么卑鄙手段偷袭我唐晨哥哥？梅诗韵愣了半晌，突然如泼妇骂街一样抬手指向高空。听到这话，宛若石化的人们这才逐渐恢复镇定。是啊，若非林浩用了什么卑鄙手段，他怎么可能胜得过唐少呢？看来梅诗韵离开他是对的，这小子根本就不讲武德。林浩，有本事你就和唐晨哥哥公平对决，莫要投机取巧。梅诗韵几近炸毛。投机取巧？林浩低头看了一眼这个只会乱叫的智障东西，懒得理会。而唐晨在听到梅诗韵的话后，反而来了底气。是啊，一个北荒的土鳖修士怎么可能赢得过我？林浩，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这么卑鄙一个人。卑鄙？林浩负手而笑。要不你再试试。通幽境在别人眼中
或许很强，可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试试就试试。唐晨双手合十，灵光附体，随着气息波动不停攀升，一尊银色大锤虚影豁然出现在了他的背后。快看，那是他的魂诀！梅安九抬手惊呼：魂诀是只有修为达到通幽境的修士才能诞生的，一旦魂诀显现，就代表他已经开始认真了，要动用全力了。而魂诀的不同也决定了一个人天赋的强弱。像唐门的震天锤魂诀便是星兰大陆排名前3的顶级魂诀，放到北荒来，足以震慑古今。震天锤魂诀的出现，使得空中风暴狂涌，奔雷万丈。尽管唐晨的气息依旧停留在通幽后期巅峰，但其力量却明显上升了一个档次。和震天锤魂诀相比，就算是我的雷兽魂诀也显得相形见绌。这唐少可真是深不可测啊，不愧出身于中州豪门。梅安九无比激动，看得热泪盈眶。就凭唐少这恐怖的魂诀，未来必定是星兰大陆上的王者。林浩输定了。漫天灵光在巨锤魂诀的虚影下湍急涌动。此时唐晨宛若站在一片虚妄之海中，高不可攀。林浩，我不管你身上有什么法宝，这一击你若是能挡下，我喊你爷爷都行。唐晨双手握住玄铁重锤，高举于头顶，重锤表面散发出猩红流光，恐怖的煞气一跃天地。望着那高高在上的唐晨，林浩随意弹了弹袍间，风轻云淡，朝他竖起了中指。对于这个手势，唐晨很陌生，一头雾水。其他北荒修士们也看不懂。想当我孙子，你还没这个资格。林浩笑了笑，所说出来的话却是让唐晨的脸色瞬间沉到了极致。等你能活下来，再逞口舌之快吧。大须弥锤。唐晨突然单脚踏空，急速旋转，带动着周身巨大的气池也跟着转动起来。当转过9981圈后，终于将手中重锤狠狠砸落。这一击天崩地裂，日月无光，火红的锤影迅速化作万丈之巨，以泰山压顶之势再次朝林浩狠狠砸落。爹，快救大师兄，他扛不住这一击的。叶灵急忙大喊。叶流云闻言正欲动身，不料梅安九却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亲家，你干什么？叶流云脸色暴沉。梅安九阴翳冷笑，语气略带嫌弃。谁是你亲家？过了今天，我们到天宗就要搬到中州去了。你……叶流云和他争执间，那压爆天地的万丈锤影已经狠狠砸落。轰！一声爆响，轰爆天地，无数人忍不住捂住了耳朵。在人们震惊的视线中，滚滚风暴肆虐着高空，已经将林浩的身影完全吞噬殆尽。哈哈哈，哈哈哈哈！林浩，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距，看到了吗？就凭你还敢跟我抢女人，下地狱去吧！唐晨以为自己终于碾死了林浩，开始得意忘形，仰头狂笑。叶灵则是踉跄跪地，泪水冲破眼眶，洒落下来。过往和大师兄一起走过的点点滴滴，如走马观花，历历在目，使得他抬头看向唐晨时，眼中充斥着血红的杀意。这个赖皮狗终于死了，想娶本仙女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配不配得上我？哼！梅诗韵抱着双胸，骄傲轻哼。风暴席卷一袭大红嫁衣，呼啦摇曳，勾勒出完美雏形，惹人浮想联翩。号儿！叶流云悲痛落泪，没想到因为一个女人，林浩竟葬送了自己的性命，这多不值得啊！早知这般，他就不该顺着浩儿的意去到天宗提亲，早知这般，他就该以宗主之名强行让浩儿娶他的女儿，这样浩儿也就不会死在这里了。可一切都为时已晚。梅安九，你可愿将女儿许配于我？唐晨低头笑问。梅安九闻言急忙笑脸赔上，愿意，我愿意。能够巴结上唐门，这是梅家祖上数十代都不曾有过的机缘，这可是光宗耀祖的事啊，他又怎么会不愿意呢？唐晨略微点头，话锋一转道，不过我有言在先，正是他是别想了，但妾是可以有他的位置。妾？梅诗韵不可置信抬头，眼神无比失望。唐晨哥哥你是说要我做一个妾？唐晨，怎么你不愿意？见对方口吻略显不悦，梅安九急忙闪身到女儿身旁，一把堵住她的嘴巴。没有，他愿意。说罢还偷偷在她大腿上狠掐了一把，让她不要冲动。能做唐晨的一个妾，已经足够改变整个到天宗的未来，这是多少人奢望不来的美梦，怎么还能不知足呢？可梅诗韵一向自诩北荒第一美人，第一美人嫁到中州去做一个妾，这话好说不好听啊。眼看梅诗韵心有不甘，唐晨默然说道，韵儿，你要清楚，中州人杰地灵，天骄无数，姿色不输你，天赋又在你之上的比比皆是。我知道了，我嫁。梅诗韵终于不再犹豫，如果她再做下去，万一唐晨不要她了，那她在北荒可就臭了，彻底没人要了。哈哈哈哈。
太好笑了。然而就在这时，一道清朗的笑声倏地自漫天风暴中响起，是林浩，他还没死。梅师运手眼红唇，忍不住瞪大了眼睛，全场一片震惊。在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后，叶流云父女以及玄天宗的弟子们一个个也都喜出望外，朝高空望去。只见那片风暴突然被一股霸道的力量击散，林浩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他不仅没有受到什么伤害，甚至身上的红色衣袍都一尘不染。你怎么会？唐晨如见鬼一般颤抖着手指向林浩。林浩刚看了这么一场戏，如今心情甚好。梅诗韵，你可真是一个千年不遇的贱货啊！你骂我什么？梅诗韵指着自己的穷鼻，一脸震惊。以前的林浩是绝对不会这样骂他的，不管他做出多么出格的事，他都不会。可惜现在的林浩内壳早已换成了他人，再也不是那个舔狗林浩了。我骂你什么？你心里清楚，还需要我再多说吗？林浩笑问。梅诗韵仿佛被他扯掉了最后一块遮羞布，瞬间恼羞成怒。你懂什么？一个女子想寻求一个踏实的生活，有错吗？想要嫁给一个更强的男人，有错吗？林浩随手指向那呆若木鸡的唐晨，道：问题是，他真的比我强吗？一言之下，唐晨老脸通红，梅诗韵却面不改色。他家世比你强，背景比你强，这就是你一辈子都比不上他的地方。林浩嘴角微掀，但愿现实不会让你失望。我失望，我就是小狗。梅诗韵气得腰肢乱颤。这时其妹梅诗诗也走了过去。姐，不必理会这种人，这男人啊，就是看不清现实，接受不了自己弱小平凡的一面，往往得不到的时候就会像疯狗一样说一些语无伦次的话来，只会贻笑大方罢了。别误会。林浩略微一怔，解释道：像你姐这种贱货我还看不上，我只是想说，什么壶该配什么壶，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姿色就可以配得上任何人，在这个世上异想天开的从来就不是男人。呸，下头男，我懒得理你。梅诗诗朝天怒啐了一口，不料被风刮回来，正好刮到脸上，惊得他急忙转身擦拭。总有奇景惹林浩看个热闹，像他们这种货色，林浩是不可能看得上的。说到底只是撩猫逗狗，突然来了点闲情逸致罢了。此刻众人的目光还会集在那唐晨的身上。大须弥锤已是唐晨所掌握的最强武技，同龄之下几乎无敌，可今日却让他在林浩面前输得这么荒唐，这种事他实在无法接受。林浩，你不过就是一只蝼蚁，根本就不可能是我的对手。我唐晨今日定要斩你于此。唐晨话音落下，身形一动，瞬间朝林浩扑去。二人相距100丈开外，以唐晨的速度眨眼便至。面对着迎面袭来的锤影，林浩淡然抬眼，随手一抓便将那重锤轻松接下。这不可能！唐晨大惊失色。啪！清脆的巴掌声肃然响彻。在林浩随手一巴掌下，唐晨直接口吐鲜血，如断线风筝般倒飞而去。见状，林浩脚掌向前轻描淡写一迈，咻！瞬间出现在唐晨身后，侧身一脚正中其腰。嘎嘣！啊！空中响起了唐晨杀猪般的惨嚎。林浩居然能将唐晨吊打，而且到现在依旧没有展露出丝毫灵力波动。如此一幕使得玄天宗广场上的人们皆汗流浃背，不知所措。宗主，这样下去大师兄他会闯大祸的，您还是出手制止一下吧。一名玄天宗弟子上前相劝。叶流云沉默不语。阻止个屁！若非浩儿有本事能击败唐晨，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下场呢。唐门固然神秘莫测，但他叶流云能成为北荒之地一代宗师，也不是吃素的。大不了举宗搬迁，遁入10万大山，看他唐门怎么找他们。天空中，唐晨就像个球一样被林浩踢来踢去，再也没有先前中州绝世天骄那不可一世的桀骜林浩的强大，超出所有人的预料。看到自己心心念念的唐晨哥哥都快被他给打死了，梅诗韵绝望地跪在地上，一个劲地摇头。啪！林浩这时突然抓住唐晨的腰带，将他单手举于头上，目光遥望着中州方向，语气略带挑衅。唐门就这点实力？可恶！鲜血顺着嘴角溢出，唐晨苍白的脸庞尽是狰狞。你不要小看我，唐门的强大不是你能理解的。死到临头还嘴硬。6！林浩将唐晨僵硬的身体向上一抛，同时以指为剑，正欲将他斩杀。就在这时，一道身影竟是毫无征兆，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是道天宗宗主梅安九。升龙掌。梅安九一掌之下，火力全开，磅礴灵威，瞬间使天地变色。突如其来的变故令林浩猝不及防，立刻将双臂护于胸前。砰！虚空中仿佛荡出一条奔腾的巨龙，硬生生将林浩撞得踏空向后一路倒滑。
脚下于虚空中踏出2道白雾沟壑，半晌后才勉强稳住了身形。梅安九，你找死！叶流云怒喝道。这时林浩手一抬，义父放心，我能对付他。什么？叶流云震惊不已，小心提醒：浩儿，你可不要轻敌啊，他和我一样都是神藏境强者。林浩挽了挽手，毫不在意，神藏境也就那么回事儿。这林浩的话彻底震惊了在场每一个人。神藏境不仅可以将气池开辟为气海，同时还能让魂诀的力量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虽和通幽境只差一境，差距却又隔天堑。这小子可不是在故弄玄虚。梅安九将震到发麻的手掌隐于袖中，老脸一阵阴晴变幻。林浩，伯父这也是为你好，唐门不是你能招惹得起的，你若再执迷不悟，恐遭杀身之祸，是吗？林浩负手向他走去，每一步落下，其身影都能瞬移一段距离，而他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将灵压外放，更别说动用魂诀了。不知他的深浅，梅安九便心存忌惮，只能怯步向后退去。梅宗主，你若能杀了此人，我愿将6品玄龙丹奉上，助你突破至归虚境。唐晨突然大喝：6品玄龙丹，那可是6品丹药中的丹王级别。听到这诱人的恩赐，梅安九后退的脚步豁然止住，抬眼看向林浩时，眼神逐渐变得疯狂了起来。都说重赏之下必有莽夫，何况还是6品玄龙丹这等传说中的灵丹妙药。梅安九当下心一狠，为了向唐门表忠心，直接拔剑指向林浩。既然你不听劝，那就休怪我不讲情面了。情面？这话让林浩觉得好笑。你这老狗，在我面前什么时候有这种东西了？你……梅安九嘴角一抽，没想到那个平日唯唯诺诺的林浩，今日居然疯起来，连他都骂好。既然现在我已不再是你所敬重的梅伯父，那我这个做伯父的也不必再对你手下留情了。灼热的气浪开始化作缕缕流烟，笼罩着梅安九的身躯，强大浩瀚的神藏境气息席卷开来。梅安九脚掌一跺虚空，身影迅速出现在林浩头顶，恐怖的掌风如排山倒海倾注而下，掌风呼啸，爆出的波动让那些北荒修士们无比心惊。显然他已惊动了杀心，可那源源不断的排空掌居然被林浩以单手轻松化解。一顿猛轰之下，梅安九竟讨不到半点便宜。林浩泰然自若，一只手舞得手影纷飞，其表现诡异至极，仿佛已超脱世俗，让梅安九的脸色愈发阴沉。魂诀！梅安九情急之下开启魂诀，背后一朵鲜艳的梅花清晰浮现，粉红色的花海如浪涛般朝林浩怒拍而落。林浩冷冷抬眼，随手一挥，那满天花海竟被掀翻至云霄之上。这怎么可能？父亲已经开启魂诀，用了全力，为何还是伤不到他？梅诗诗红唇半张，十分不解。一位神藏境中期的大能开启魂诀，居然还奈何不了一个少年天骄。林浩他到底是何修为？天空中梅安九已经火力全开，一顿狂轰，手段尽失，却仍不可撼动林浩的一只手。就在他打算拉开距离时，林浩以指为剑，突然向前一扫，梅安九身上的衣衫瞬间被撕碎，整个身体直接被斩成了2半。爹！看到父亲惨死的画面，梅诗韵姐妹2人同时绝望跪地。广场上倒吸冷气的声音此起彼伏，每一个人看向林浩的眼神都充满了敬畏之色。震撼，太震撼了！他居然随手斩杀了到天宗宗主！天啊！叶流云踉跄而颤，片刻后眼中涌现狂喜。哈哈，世人只知我儿乃北荒第一天骄，要我看，就算是放在咱们老一辈修士之中，浩儿也是一骑绝尘的存在。林浩所表现出来的恐怖战力，超乎所有人的理解范畴，简直恐怖如斯，令人叹为观止。连到天宗宗主都能被他轻易斩杀，难怪唐晨会输得那么惨。这个臭小子居然隐藏得这么深，连我都被他给骗了。叶流云拂袖擦泪，笑骂。叶灵醉眼迷离地望着林浩的身影，双手捂胸，心中小鹿乱撞。大师兄，好厉害！他究竟是什么怪物？唐晨捂着负伤的左臂，满目惊恐望着林浩。这种级别的天骄，恐怕就是放到中州的历史长河中，也断然寻不出第2个人来。真想不到，一个灵力如此贫瘠的北荒，居然能诞生这种级别的怪物。若是再给他时间成长下去，岂不是要成为唐门的威胁？念至此，唐晨偷偷取下腰间一枚玄铁令牌，将灵力缓缓注入其中，一边注入灵力，一边警惕地盯着林浩，生怕这一举动被他发现。小心翼翼、提心吊胆的模样，和他先前所表现出来的桀骜之姿，形成了极其讽刺的对比。林浩，你居然敢杀我爹！我和你没完！我梅诗韵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下方传来梅诗韵不甘的咆哮，
瞬间吸引了林浩的目光。林浩默然俯视着他，脸上笑容逐渐浓烈。蠢女人，你现在不是应该担心我是否会原谅你吗？你原谅我？梅诗韵胸前乱颤，不敢置信。林浩动容道：算了，不管你担不担心，我都不可能放过你。梅诗诗一听这话，立马吼道：怎么，你还想杀我姐姐不成？别忘了，她现在还是你的未婚妻。林浩，是吗？梅诗诗，不是吗？看到他理直气壮的样子，林浩实在绷不住了。好好，不要脸的女人我见得多了，像你们姐妹俩这样的，我还是手贱。现在都闹成这个样子了，你还有脸说她是我未婚妻？怎么，这世上的女子都死绝了吗？我非要娶她这种货色？林浩，梅诗韵瞬间炸毛。我梅诗韵此生就算是嫁猪嫁狗，也绝不会嫁给你这种不可一世的男人。无理取闹，最是可笑。林浩扣了扣耳朵，毫不在意。你想嫁给猪狗，也得他们愿意才行吧？你，噗嗤！梅诗韵怒火攻心，哇的吐出一大口血来，俏脸瞬间苍白了下来。她梅诗韵要脸蛋有脸蛋，要身材有身材，从小就众星捧月，被北荒各大氏族的公子哥所追求。她是瞎了吗？居然睁眼说瞎话！姐，你别生气，为这种男人气坏了身子，不值当。梅诗诗将姐姐扶稳，满脸嫌弃，抬头看向林浩。我姐姐风华绝代，清丽脱俗，乃北荒第一美人，一颦一笑都足以征服这天底下所有的臭男人，让他们俯首，是吗？林浩摇身一闪，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打断了他。二女吓得慌忙向后退去。你要干什么？梅诗韵抬手将妹妹护至身后，一脸惊恐望向林浩。面对他怒目凝视，林浩信步上前，逼得二女接连后退。你梅诗韵不过就是空有皮囊，败絮其中。荷花楼中那些风尘女子相比，尚不及她们半丝风情，更别说那些知书达理、秀外慧中的千金小姐。是谁给你的自信，让你自诩北荒第一美人的？说出这个称号时，你的脸不会热吗？被他逼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梅诗韵失声泪下。你凭什么这么说我？我本来就风华绝代。看来你对风华绝代这4个字有些误解。林浩止住脚步，有些同情地俯视着他。风华绝代是指风采才华当世第一，而你根本不配。说句俗一点的话吧，男人喜欢女人的方式分2种，一种是珍惜，另一种只是想玩玩而已。显然你属于后者。林浩不是一个喜欢忍气吞声的人，这种女人就该让他看清事实，别整日活在梦里。你是说我就是个值得被别人玩玩的女子？梅诗韵抬起哭到浑浊的俏脸质问。场面一片死寂，所有人的目光都汇集在了这边。我就适合被人玩玩。梅诗韵仿佛想要问出答案，抬眼看向其他人，而那些人无论玄天宗弟子还是在场宾客，此时竟没有一人露出怜香惜玉之情。看到他们几近认同的神态，梅诗韵愣住了。她从未想过自己在那些男人的眼中竟是这样一个成分。林浩抬起头看向那一语不发的唐晨，不然你以为他为何只想让你做一个妾，而不是正室？他究竟是珍惜你，还是只想睡你呢？男人一向最懂男人。林浩的话让唐晨百口莫辩。梅诗韵低下头，散落的头发遮住她那浑浊的脸颊，一滴滴晶莹的泪珠落到地上。很快她就捂住脸哭了起来。你今日在婚宴上不仅背叛我，还辱我宗门，出言太甚，我是不会饶过你的。自己了断吧，免得脏了我的手。林浩手指一挥，一名道天宗长老腰间的佩剑瞬间飞出，而后精准地掉落到了梅诗韵的身前。梅诗韵吓得一哆嗦，错愕抬头，仿佛还不敢相信那个对他千依百顺、费力讨好的舔狗林浩，今日居然会如此绝情。轰隆隆！就在这时，天空突然响起一阵阵的雷鸣声，惊得所有人迅速抬头望去。缥缈雾海开始剧烈翻腾，一尊若隐若现的身影逐渐于云雾之中降落，带着一股霸绝天地的可怕声势，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线之中。少主，属下来迟，还望赎罪。那须发皆白的老者穿着一身华服长袍，刚出现在这片天地之间，便向唐晨俯首致歉。尤其是那老者所散发出来的能量波动，足以压崩天地，浩瀚至极。此刻就连林浩的神色也开始严肃了起来。破虚境中期，神秘老者的出现以无上灵压笼罩天地，就连林浩都不得不慎重对待。看到这样一位至尊强者宛如仙人下凡，从天而降，玄天宗这边皆面如死灰，被压制的动弹不得。梅诗韵则是俏脸涌现一抹狂喜。林浩，你完了，唐门强者来了。有这位神秘老者撑腰，唐晨的腰也直了起来，再次重拾那份唐门少主的无上骄傲。林浩，我不得不承认，你的确天赋惊人，可谓世之罕见。
可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与我唐门为敌。唐晨随手介绍道：“这位就是我的护道者，唐云。”唐云，林浩林目微眯。叶灵被那老者的气息震慑得双腿发软，跌。那个唐云究竟是什么修为？破虚中期。叶流云艰难哽咽，破虚境中期。此话一出，众人大惊失色。神藏之上乃归虚，归虚境可在气海中凝练出虚印，同时大量吸纳天地灵气据为己用，而破虚境则是将虚印凝练成虚符，使其日积月累，储存外界灵力，自身灵力之雄厚程度视之罕见。这种级别的强者通常只存在于传说之中，想不到今日竟出现在了北荒。唐晨服下一枚疗伤丹药，待气色稍加恢复，这才出言讥笑：“任你天赋惊世，也不可能和一位修炼了数百年的人间大能相比。林浩，现在你应该明白，唐门不可辱了吧？”林浩随手取出腰间佩剑，朝天一指：“不知道。”唐晨死到临头还敢嘴硬。林浩，胜负尚未分晓，你怎么就知道我一定会输？话音落下，一道磅礴灵压顺势席卷开来，引动周围无数山峰剧烈摇晃，林中百鸟齐飞，山林震荡不息，滔滔江水扶摇直上，形成了极为壮观的水柱。尽管林浩的修为不及那唐云强悍，但依旧令得在场众人望之色变。归虚境后期，唐晨脸庞猛地一抽，如同看怪物般看向林浩。这一刻，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身为中州绝世天骄，他居然比林浩低了整整2个大境界，难怪会被对方当猴戏耍。这小子恐来头不小吧？唐云阅历丰富，亦从未见过如此旷世奇才，哪怕是在中州也从未见过。一个小小的玄天宗，按理说是培养不出这种小怪物的，就是那玄天宗宗主的修为也不及此子啊！怕什么？他背景再强，还能强得过我吗？何况神火玉圣女已经和我定下婚约，试问这天上地下还有何等势力能威胁得到我？唐晨咬牙切齿，小声说道：“也是。”唐云不再多疑，大手抬起，一把远比唐晨那玄铁重锤更大的锤子被他那干枯老手狠狠握住。面对这天地动荡的不世壮景，在场的北荒修士们皆毛骨悚然。叶灵兄闷到几近窒息，美目盯着林浩的背影，无比担忧：“爹，大师兄他能胜得过那老头吗？”叶流云，他沉默了。归虚后期就是林浩的真实修为，这要比破虚中期弱上许多，想赢很难。真没想到那林浩居然是归虚境后期强者，难怪连到天宗宗主都死在了他的手上。一个归虚境后期的少年强者足以载入史册了，今日他若是死在这里，未免也太可惜了吧？谁说不是呢？怪就怪他太小看唐门了，一个能在中州之地站稳脚跟的强大宗门，从上古时期延续至今，怎么会没点底蕴呢？可惜，真的太可惜了。要是再给他几百年光景，说不定到时候大陆第一强者就是咱们北荒强者了。人们面对这场惊世大战感慨万千，毕竟林浩的天赋实在是太惊艳了，惊艳到死在这里都会引人心中作痛。可没办法，谁让他偏偏要娶那个梅世运呢？说到底，还是梅世运这个红颜祸水坑害了他，也坑害了整个玄天宗，包括他的父亲小子吃老夫一锤。唐云脚掌向前一迈，挥舞着巨塔般庞大的铁锤，终于是在万众惊颤的视线下，朝着林浩所在的方向狠狠砸下。这一刻，天地为之失色，无尽云海迅速向四周天际驱散。面对唐云毫不留情的一锤，林浩狰狞而笑，眼神逐渐疯狂。其背后，一尊神秘莫测的白发虚影若隐若现。那道虚影只有常人大小，银发披肩直垂，眼瞳猩红暴戾，脚下踩着七彩漩涡，神秘莫测。刚出现在这片天地间所诞生的那种极致的暴戾之气，就让所有人忍不住后背发凉。那是什么？叶灵只觉得寒风刺骨，错愕抬头。那是浩儿的魂诀吧？叶流云惊讶道。魂诀？看到如此神秘的魂诀，在场众人皆瞠目结舌。魂诀通常来自于家族传承，极少可能会出自变异。难道说浩儿背后的本姓家族是一方大恐怖势力？林浩立在原地，将源源不断的天地能量聚于指间，以指为剑的手段通常都是剑道大成者方能施展，但在他的手里早已经炉火纯青。无剑胜有剑，片刻间在他指尖便凝聚出一道剑气劈炼，剑鸣声响彻天地，极为刺耳，令无数人骇然无耳。一些修为不足的修士更是当场倒地打滚，痛苦哀嚎，有些人都开始七窍流血了。此子魂诀剑道皆当世之奇，绝不会是这小小的玄天宗所能拥有的。可那样的魂诀我从未听说过啊，那究竟是什么魂诀，居然能产生这么大的力气呢？
就在唐云小声嘀咕间，林浩以指为剑，猛然向上一扫，惊鸿剑气瞬间化作一道冲天剑芒，以劈裂天地之势，顷刻间便将那砸落的重锤虚影从中间生生切割开来。轰！巨锤武技被破，霎时暴起冲天风暴。在这狂风怒嚎、浊浪排空的可怕景象下，唐云拉住少主的手，脚尖轻点地面，一路暴退。林浩同样闪身至叶流云等人身前，抬手施展出一道能量气墙，将滚滚而来的风暴尽数遮挡于气墙之外。啊啊！疼！梅诗韵姐妹二人在风暴下苦苦挣扎，尖叫不止，身上衣衫尽数破碎，露出大片男人不能看的风景。唐云，快救他们！唐晨见状大喊。唐云老手一挥，一道能量光照便将二女笼罩在了其中。有了这样的庇护，他们两个这才得以苟活。轰隆隆的风暴席卷了差不多半炷香的功夫，才悄然消散。看到林浩毫发无伤，竟真的挡下了自己的全力一击，唐云满眼的不可置信。这小子何方妖孽？唐云心中泛起惊涛骇浪。活了几百年，他也从未见到过这样的绝世天骄，竟能以归虚后期的修为硬扛破虚中期强者的绝命一击而不落败相。看来此子当真留不得，不然日后必成唐门心腹大患。老鬼，还不出来，等什么呢？唐云突然朝天怒吼。什么？下方人群错愕地将视线投向天穹，在那云雾缭绕的苍穹深处，只见又一位白发老者踏空走来。此老者身上衣袍和唐云相同，一看就知道是唐门中人，只不过他的气息却比唐云更胜一筹，已然达到了破虚境后期的境地，两个破虚境强者。林浩脸色瞬变，看来这二人是护送唐晨来到北荒的，都是唐晨的护道者。这下可有点不好办了。凭借着他本族的罗刹魂诀，对付其中一人尚有把握，但若是想要以一敌二，恐怕林浩脸色微变，身上的气息逐渐狂暴。老爷，你也不行啊，居然拿不下这么一个臭小子，等回去我可要跟大家说道说道。你，唐云恼羞成怒，你也不看看那小子是何魂诀，那么强的煞气，你见过吗？煞气再强，归虚终究只是归虚，不是破虚。老鬼冷笑了一声，突然一掌轰去，地面瞬间炸起冲天烈火。而林浩此刻已经闪身至高空，冲到老鬼面前，和他打起了近身战。拼灵力，他的修为不如这两个老头，肯定吃亏。选择近身肉搏更明智些，毕竟归虚与破虚差距主要就在气池内的能量储存。面对林浩凶猛的攻势，老鬼虽然话语傲慢，却也不敢小觑。二人身形交错，在天空中不停闪烁，每次交锋都会荡起一层直冲云霄的涟漪。这小子居然能和老鬼打得不分伯仲，唐晨看得目瞪口呆，死死攥着拳头，内心强烈的嫉妒让他恨不得林浩赶紧死。唐云，你还不上去？唐晨侧目喝道。嘿嘿，我只是想让他领教一下那小子本事罢了。唐云身形一动，也加入了战圈。面对两个破虚境大能强者的夹击，林浩已经开始渐渐的有些招架不住了。2打1，修为差距还如此大，哪怕是两个修炼了600多年的老家伙，再欺负一个少年，他们两个也绝不会心慈手软。空中爆破声不断响彻，三人速度之快，已经让下方广场上绝大多数北荒修士难以捕捉。太快了吧！叶灵忍不住瞪大了眼睛，他只能看到一丝丝残影。可奇怪的是，他修为只有阴阳境后期，并不算强，反而是那些修为比他高的宗门长老们，此刻却是一丝影子都看不到，就只能看着空旷的高空不停爆出风暴涟漪。姐，战况怎么样了？梅诗诗艰难问道。我也看不到。梅诗韵银牙紧咬，完全不敢相信林浩居然这么可怕。不得不说，林浩现在所表现出来的恐怖实力，已经在他的眼中大放光彩，远比唐晨更闪耀夺目。如果二者身份背景相同，他甚至不介意向林浩道歉认错，重回他的怀抱。可惜没有如果。和唐门相比，玄天宗就是一个鸡窝，根本就没法比较。为了自己的前途和余生的幸福，他只能孤注一掷，坚持嫁给唐晨。只要有幸做了唐晨的妾，他就能呼风唤雨，届时向玄天宗这等宗门势力翻手可灭，场面无比激烈。面对二老的猛攻，林浩已经开始逐渐适应了节奏，不仅开始能做出有效的抵挡了，时不时还能进行还击，这让老鬼和唐云脸色愈发难看。老云，你先挡他一下，由我来终结他。老鬼突然踏着虚空向后急退，他要动杀招。林浩正要追去，唐云瞬间挡在了他的面前，老脸浮现一抹动容。小朋友，我不得不承认你的潜力，称得上古往今来第一人，可惜你不会再有任何胜算。眼看老鬼那边已经开始凝聚天地能量，林浩心中万急，但他想要击败唐云也没那么容易，起码短时间内不可能。难道我今日真要殒命于此？
随着老鬼体内那股如潮水般缓缓弥漫而出的强大威压，笼罩这方天地，广场上一道道惊疑不定的目光全都汇集在了他的身上。虽然距离甚远，可在场宾客大多数都是北荒有头有脸的强者，他们非常能够确定，一旦老鬼蓄力完成，那一招绝对可以当场杀死一名破虚境强者，更别说是归虚。感受着四面八方弥漫而来的威压，林浩脸色也是逐渐凝重。现在不是他犹豫不决的时候，绝不能让那老东西蓄力完成。深吸了一口气，林浩顺势朝唐云猛冲而去。这一刻，林浩剑法出奇，剑气纵横，在底牌尽失之下，唐云竟险些招架不住。三绝剑气，林浩突然将手指于身前一竖，周身三道不同颜色的古剑虚影顺势呈现，待其手指一剑击出，三道剑光同时飞出，唐云情急之下只能摊开双掌凝结出一道能量光壁。咔，光壁上瞬间出现了一道细小的裂痕，看得唐云老眼昏花，这怎么可能？咔咔嚓，裂痕瞬间破裂开来，当光壁被完全穿透，唐云直接被那三道剑气贯穿身体，整个人也跟着从高空坠落而下。他居然斩杀了唐云！唐晨在远处抓着头发惊呼出声，那是什么剑招？威力竟如此可怕！眼看三道白虹已经袭向老鬼所在的方向，这一刻，老鬼终于是将头顶巨大的黑色能量球给丢了过来。三道白虹噗噗噗撞上巨大的黑色能量球，直接烟消云散。毁天灭地的能量球就这样带着无上威压，狠狠地朝林浩砸落。这一刻，老鬼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已经消耗了体内大半灵力。在感受到那黑色能量球无与伦比的惊人破坏力后，林浩的脸色终于彻底阴沉到了极致。挡不住了，可恨啊！林浩脚踏虚空，眼神愈发疯狂。看到他即将被那黑色能量球砸中，叶灵连忙背过身去，不敢再看下去了，只能在心中默默为大师兄祈祷，希望他能够化险为夷。老子才刚穿越过来，就要死在这里了吗？我可是上界地族的少主，怎么可以死在这里？就在林浩眼神极度疯狂，打算殊死一搏之际，一股浩瀚无边的力量突然将他拽进了某一方神秘的世界。这是一片冰原，寒风刺骨，坚冰覆盖着的曲折海岸线上，有各式各样的神兵利器伫立于冰面。正前方离他最近的只是一把木剑，再往后看去，有龙形环状的配饰，有无锋的黑色古剑，有散发着神秘光晕的宝盒，亦有在八卦阵印加持下熠熠生辉的宝弓。越往深处，神兵法宝就愈发神奇，最深处似乎有着什么东西，那股极致强大的力量仿佛早已超脱世俗，超脱大道，超脱一切。任何法则、因果、大道似乎都在那股气息下变得微乎其微，不值一提。单是一丝力量涌出，就已经让林浩身临地狱，万劫不复。那股力量究竟是什么东西？林浩使劲揉了揉眼睛，看来自己这是遇到奇遇了。还好，和其他穿越者一样，再不开挂，真的就要完了。咔！脚下突然出现了一个什么东西破裂的声音，引林浩低头望去，只见冰面上裂痕逐渐蔓延，逼得他向后急退。咔嚓！突然，一尊铜镜从裂缝中钻了出来。铜镜中是一个乖秀如玉、风姿绰约的美人，穿着如囚服般的白衣，胸前印着个7字。林浩，恭喜你被罗刹神殿选中，成为罗刹神族第7位问道者。女子声音悦耳，肃然响彻。第7位问道者，等等，你是说我被选中成为问道者？林浩指着自己的鼻子惊呼。是的，没错，我就是你的神灵小七。铜镜中的女子嬉笑道。问道者凌乱的记忆碎片在脑海中一一闪过。这具身体原主的亲生父亲曾经说过，在罗刹地族灵族之上，还有罗刹神族，是为太虚8大古神族，而罗刹地族只是罗刹神族的一个分支罢了。至于罗刹神族究竟在哪里，就是父亲也全然不知。他只知道，传说中罗刹神族会在灵族子嗣中选择天赋出众之人，封其为问道者。问道者问的是大道之上，无尽寂道，具体是个什么东西，无人知晓。而问道者的诞生一直都存在于传说之中，即便灵族老祖那等大帝实力，也不是问道者。想不到我居然会成为传说中的问道者，林浩惊喜万分。但很快他又冷静了下来，问道之路应该没那么简单吧。林浩挑了挑眉心，有些狐疑地盯着那铜镜中的美人。不要这样色眯眯地看着我，我只是一个镜灵，你是摸不到我的。镜中美人撩了一下头发，哼道。3道黑压掠过头顶。林浩扯了扯嘴角，谁要摸你了，小七？问道者的问道之路有什么条件吗？还有，第7个问道者是什么意思？小七打了个哈欠，泪眼迷离道。咱们罗刹神族的问道之路和萧族、炎族、魂族、灵族、龙族、黄族的问道之路
都是一样的，只要能躲过修罗神族的问道者追杀，你就可以一直都是问道者。修罗神族，林浩从未听过这个名字。修罗神族是太虚8大古神族中最强的一脉，他们的问道者，问道之路就是猎杀其他7大古神族的问道者。我这样说，你能听明白吗？能。也就是说，我成为了问道者，就会惹来修罗神族的问道者追杀。好，果然问道者不是那么好当的。看来传承是来了，能不能活下去，能活多久，还得看我日后的成长速度。至于说第7个问道者，顾名思义，就是你现在，乃是罗刹神族第7位问道者。顺带一提，罗刹神族的问道者从开天辟地以来已经诞生了73个，现在就只剩下7个了。你要好好活下去哦。林浩，不是，问道者这么难生存的吗？那这个问道者，我能不能不当？不能。小七仿佛看穿了他心中所想，轻哼道：问道之路充满荆棘，任何一族的问道者想要成就问道之路都不是那么容易的。林浩，好，那我们罗刹神族的问道者能获得什么样的传承？镜中小七指向后方，看到那些神兵利器了吗？那就是罗刹神的传承，越往深处的神兵威力就越惊人，并且每一个神兵在获得之后都会获得一本功法或是武技，能让你在修炼之路上超越其他天骄，一骑绝尘。但这时小七话锋一转，言语中透着一丝警告：越往深处就越难进入，强行硬闯会让你灰飞烟灭的。林浩，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小七，以你目前的修为和道心，依我看就只能拿那把问道之剑，其他的只能等你变强再说。林浩，问道之剑。小七点头，就是那把木剑了。林浩，就一把破木剑打发我，然后让我躲避修罗神族问道者的追杀，会不会太不公平了？难怪罗刹神族就只剩下7个问道者了。算了，我现在已经到了无剑之境，兵器不再是我的依赖，但功法和武技倒值得我期待一下。林浩径直朝着那把立于冰面上的木剑行去，可他刚迈出几步，就忍不住面色大变，眼前的虚空重力居然压得他身上的肌肤都要破裂开来，而且每往前迈出一步，这种空间压力都会成倍增加。他现在终于明白小七那句警告的意思了。眼看林浩身上衣袍尽数破裂，寸寸血肉都开始破裂流血，却还坚韧不拔地朝问道之剑行去。小七好心提醒，无剑之境胜于有剑的说法只是凡人无知的见解，所以凡人终究是凡人。这……林浩僵愕回头，满脸不可思议。无剑胜有剑，可是来自于记忆深处上界的说法，上界都是凡人，那不凡之人又在哪里？小七的话实在晦涩难懂，但林浩现在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他迫不及待想要得到那把问道之剑的传承。剑无所谓，主要是里面的功法或武技，作为罗刹神的传承，相信一定会给他带来不小的惊喜。外界天地静止如画，就连那颗巨大的能量球都定格在了林浩的面前，好似某种神秘的法则突然降临到了这片天地之间，使得天地间的一切都静止不动了，就连时间都停止了流逝。平静诡异的气氛不知持续了多久，突然又恢复了正常，人们脸上恐怖的表情开始继续变化。唐晨、老鬼和梅诗韵姐妹都在等着看林浩陨落。一瞬间，林浩手中莫名多出一把木剑，随着他闪电般一剑击出无色剑意，倏然划破天际，看似毁天灭地的能量球瞬间被切成了2半，伴随着2半能量球如泡沫般向两侧倾倒，渐渐化为灵光齑粉，消散不见，在场中人彻底愣住了，场面一片寂静，静得可怕。片刻后，老鬼几乎炸毛，发出一声惊呼：他就这么切开了。唐晨牙齿都在打颤，目不转睛望着林浩所在的方向，仿佛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这就是北荒一骑绝尘的最强天骄吗？为什么之前梅诗韵那个蠢女人从来没有和他说过林浩如此可怕？林浩手中所握不过是一把木剑而已，显然不是什么神兵利器，可他却能用一把木剑切开老鬼拼尽全力施展的最强一击，这种事若非亲眼所见，谁敢相信？这就是问道之剑吗？林浩握着手中木剑，当空挥舞了2下，手感不错，不愧是问道之剑。面对全场目光投射，林浩冷笑了一声，突然将手中的问道之剑高举于头顶。这一刻，他的身体仿佛和剑完全融为一体，剑就是人，人就是剑。你们快看，那是什么？下方不知何人尖叫惊呼。辽阔的天地之间，密密麻麻的剑影覆盖住了整片天空，数以亿万计的剑影好似星辰大海，在阳光的直射下色彩斑斓，美轮美奂。以极其震撼的场面，在分割开天与地的距离，诞生了一道全新的风景。
梅诗韵半张着嘴巴，惊得已经说不出话来。林浩这个混蛋，他身上到底还藏了多少秘密？林浩蓦然抬眼，宛如神明在向老鬼宣判。诸君且听剑鸣。惊得老鬼忍不住打了个寒战。霎时间，亿万剑鸣响彻天际，刺耳的声音几乎吓破了所有人的胆，包括老鬼在内，都忍不住痛苦地捂住了耳朵。那张褶皱横生、极致痛苦的老脸，气色愈发苍白。这是什么啊？我受不了了！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剑诀？我感觉我的耳朵要爆掉了！停下来，快停下！救命啊！广场上，人们倒在地上不停打滚，死去活来，男男女女撞成一团，场面特别混乱。可叶灵却渐渐地适应了这样的剑鸣声，他独自一人站在混乱的人群中，看到就连父亲都跪在地上，连忙跑去相扶。突然，那些星辰大海般的密集剑影开始如潮水般朝着同一个方向席卷而去，不多时就凝聚出了一把足有万丈的巨剑虚影，带着古老而神秘的气息，悍然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线范围之中。这把巨型剑影，剑势浩瀚，威压天地，滚滚剑势弥漫而来，让在场众人苦不堪言。去！当林浩将手中木剑落指老鬼，那巨剑虚影咻的一下便化作一道青色流光，贯穿天地，扑地将老鬼的身影彻底击成了粉末。不，眼看连老鬼都被击杀了，唐晨绝望抱头跪在虚空中。这一剑太快了，快到让老鬼在整个过程中没能做出半分反应。随着一朵青色莲花自剑刚落下的深山方向徐徐绽放，林浩这边随手将剑收至腰间，俊逸非凡的脸庞亦浮现一抹满足。一剑开天青莲战，这就是他在问道之剑中得到的恐怖剑诀。青莲剑诀，我的2个护道者全都死了。我一定是在做梦，对，这是梦，一定是梦。唐晨傻了一般，啪扇了自己一巴掌。疼不是梦，那林浩他究竟是什么来头？唐门的2位破虚境大能就这样被他给杀了。人们纷纷从地上爬起来，看到唐云的尸体就躺在不远处，老鬼已经连渣都不剩。他们实在难以理解林浩为何能做到如此逆天之事，这已完全超出他们所能理解的范畴。一场婚宴本该热热闹闹、喜气洋洋，却因唐门少主的出现发生了这样的变故。而唐门少主在林浩手中不过蝼蚁，即便是他的2位护道者现身于此，也相继殒命。现在这里的宾客已经不想待下去了，他们想赶紧回家，逃离这片是非之地。可奈何没有一个人敢先行告辞，毕竟林浩与梅诗韵的大婚尚未结束，此时离场难免会开罪玄天宗。届时唐门若灭不掉玄天宗，那他们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相比于宾客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此刻玄天宗上下一片欢喜，大师兄就是大师兄，连中州强者都不是他的对手。说不定日后他能带领我们走向中州，灭掉唐门，震惊于世呢。哈哈，能加入玄天宗真的太好了，跟着大师兄混准没错。玄天宗的弟子们现在对林浩的崇拜已经上升到了宗主之上，这也难怪，毕竟那2个护道者的实力，任何一人都远在叶流云之上。爹，大师兄赢了，你看到了吗？叶灵开心地抱住父亲。叶流云同样欣喜落泪，看到浩儿能有今日之成就，他已经足慰平生了。天空中再次剩下林浩和唐晨2人，亲眼目睹林浩的恐怖实力后，唐晨腿都软了，哪里还敢和他再战？那个林，唐晨想要服软求饶，可碍于在场之人甚多，素来心性骄傲的他只能牵强笑道：林少，你的确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我爹时常教导，天骄之才远胜10万子弟，所以我想收你入唐门，你可愿意？他想收林浩入唐门。梅诗韵如遭雷击，身上捧着的碎衣差点掉落下去，好在妹妹眼疾手快，帮他抓住，这才避免了再次走光。入唐门，林浩戏谑轻笑，唐门配吗？唐晨，你不要太放，太心高气傲好不好？我唐门即便是在中州，也是排名第2的势力，门内资源数不胜数，功法武技更是。行了，林浩然得听他废话，当场打断，我这个人其实很随意的，只要你肯下跪道歉，我便答应你，留你一个全尸。就算我下跪，你还是要杀我。唐晨不由得瞪大了眼睛，下跪不是不可以，可下跪了还要杀他，那跪与不跪有何区别？唐晨脸色阴晴变幻，来到林浩面前，小声说道：兄弟，你不就是想要那枚尸韵吗？只要你肯饶我一命，我保证我一定让她心甘情愿嫁给你。林浩还有他妹妹梅诗诗，那也是个不可多得的小尤物，我让他们2个一起嫁你，伺候你，行不行？再不行，我回去安排3000美人佳丽，全都给你送过来，
保证个顶个都是极品。唐晨急道。他将梅师运势做尤物，林浩早就猜到了。至于抢婚，说白了，他不过就是想借此机会来北荒装个叉，顺便享受一下北荒修士们的敬意罢了。只不过叉没装成，命都要保不住了。这样的结果一定是他没想到的。为了活命，他这才恬不知耻的想要把那姐妹二人当作牺牲品送给林浩，打输了就拿女人当牺牲品。唐晨这个尿性真的令林浩所不齿。由此看来，唐门也不外如是。望着唐晨那满怀期待的样子，林浩嘴角微掀，咻的一下就将手中木剑抵在了他的颈下。这一刻，唐晨吓得直接跪在了虚空，浑身颤抖，苦苦哀求：求您放过我吧！灵石、功法、武技、美人，无论你想要什么，我统统都给你。我只求你大人有大量，把我当个屁给放了。我求你了，我不想死，我还没活够呢。唐晨哭急尿像的模样，彻底惊呆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在梅诗韵和梅诗诗的眼中，那位中州唐少高不可攀的形象瞬间塌了，碎了一地。他怎么能？梅诗韵看得面红耳赤，好不羞耻。梅诗诗也是低下头去，再也看不得半眼。唐少的形象碎了，这一切都是拜林浩所赐。玄天宗这边，弟子们在看到如此一位中州天骄居然能拜倒在大师兄身前，他们心中也是大为暗爽。要不是顾及对方的身份背景太过于恐怖，此刻怕是早就欢呼起来了。浩儿，这都是一场误会，你就放他回去吧。叶流云这时突然喊道。杀唐门2位强者，唐门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但若是连唐门少主都给宰了，那唐门将倾尽所有来追杀他们，哪怕都是追杀，想来力度也定然不会相同。叶流云自己并不怕死，他考虑的是林浩的安全及整个宗门的安全。然林浩深知一个道理，对敌人的仁慈便是对自己和同伴的残忍，要是连这点魄力都不具备，那还问个屁的祭道。义父，我知道你心里在担心什么，我会亲手灭掉唐门，让玄天宗成为这方天地的霸者。林浩将冷冽的目光一落，唐晨被吓得毛骨悚然。然而林浩并没有注意到，他那彷徨的眼神似乎是在痛苦纠结着什么。就在林浩抬起手中的木剑之际，唐晨突然手掌一拍虚空，身影迅速向后暴退，并冲林浩疯狂咆哮。好，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就算整个北荒被搅得天翻地覆，那也怪不得我了。林浩好奇皱眉，莫非你还有什么别的底牌？不如亮出来让我瞧瞧。呵，林浩，你太自负了，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有些事我本不想让人看到，因为此事关系甚大，牵扯甚广，一旦浮出水面，所有看到的人都必须死。可你非要把我往绝路上逼，那就别怪我血洗整个北荒了。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你逼我的。唐晨面目狰狞，好似一条疯狗，突然从储物戒中取出一个玉坠，攥在手中。玉坠里面似乎有一滴黑血。出来吧，师妹。唐晨猛地将玉坠捏碎，天空瞬间暗了下来。当听到魑魅这个名字后，林浩的识海中瞬间响起小气的提醒：小心，魑魅就是修罗一族的兽奴。随着那枚玉坠被唐晨捏碎，其掌心突然钻出大片黑雾，笔直的飞向高空，不多时便化作一团粘稠状的黑色雾团。雾团之中先是踏出一个血色的爪子，随后一只极为凶厉的妖兽出现在了所有人震颤的视线中。那妖兽有着一双血色眸子，极其庞大的身躯形似黑豹，面如恶狼，背脊一条粉红色的鬃毛如火焰翻腾，尾巴不停拍打着虚空，将虚空拍得层层断碎。吼！魑魅仰头发出一声咆哮，恐怖的音波气浪荡漾开来，令得天地间大片虚空开始扭曲。那股极致邪恶且强大的力量，已经不是这下界修士所能比拟。想要与这等凶魔妖兽相抗衡，起码得是萌生道种的上界强者才有这个资格。魑魅的出现震惊了在场所有的人，坨强大的气息可降为打击这个世界所有的至尊强者。哈哈哈，这就是与我唐门为敌的下场。林浩，任你天赋再强又如何，连我爹都驯服不了的魑魅，我看你如何应对。面目狰狞极度疯狂的唐晨不断咆哮着，宣泄着心中对于林浩的嫉妒与憎恨。殊不知这笑声直接惹怒魑魅，一声怒吼，气浪便将他震得吐血坠落。砰！唐晨狠狠摔在地上，砸下一个深坑，哇哇吐血。看样子魑魅并不受他的控制，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在被逼入绝境时才肯将这魔物放出来。修罗一脉的兽奴为何会在他的手中？林浩此刻满腹疑惑。这时小七的声音再次响起，修罗族极为强盛，在诸天万界都有渗入，以便发现其他神族的问道者，或许唐门的背后就是修罗族。林浩，难怪唐晨会说他并不想让这件事暴露。
原来唐门也只是个傀儡势力而已。还有，这魑魅的血脉在妖兽界堪比半神，你要有心理准备。小七再次提醒，眼下林浩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他以后是一定会面对修罗神族问道者的，正好趁此时机先试试这兽奴的深浅。林浩没有说什么，直接将问道之剑高举于头顶。可就是这一举动，瞬间引起魑魅的注意。还没等亿万惊鸿剑一出现，魑魅便化作一道流光暴冲而来。见状，林浩只能放弃蓄力，直接闪身飞至高空。魑魅就跟发现了他是罗刹神族问道者似的，放着广场上那么多人不杀，就盯着林浩一个劲穷追不舍。糟了，这样下去大师兄根本无法施展出那个什么青莲战。叶灵看得焦急万分。叶流云握了握拳头，突然凌空跃起，一剑朝魑魅扫了过去。惊鸿剑气贯穿天地，眨眼间击中魑魅，可噗的一声便化作了泡影，就跟挠痒痒一样，根本无法让魑魅产生什么伤害。甚至是感觉叶流云老脸通红，终于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实力的魔物早已经不是他所能伤害的了。场面陷入绝境，林浩面对凶残暴力的魑魅也不敢硬刚，只能一味地闪躲。他迈出的奇异步伐鬼魅莫测，变幻无穷，如此高深的身法实在让在场的北荒修士们大饱眼福。可问题是，即便拥有这等身法，他在魑魅的追杀之下还是险象环生。说白了，魑魅可以失误无数次，林浩却不能失误一次，因为一次的失误就会要了他的命。吼！魑魅穷追无果，突然愤怒吼叫，背后竟涌现出滋啦啦的黑色锁链，化作模糊的黑线，从四面八方开始封堵林浩的走位。黑线袭来，响起尖锐的破风之声，并且林浩能看清那些黑色锁链上闪动着玄奥的红色符文，在这种禁忌符文的催动下，其力量强得令人发指。面对这些穿透虚空而来的锁链，林浩已经将脚下身法踏到极致，但还是不慎被其中一道锁链正面击中，恐怖的劲力当场将林浩打得吐血倒飞了出去。大师兄，叶灵这一刻疯了似的，想要冲出去，好在叶流云及时抓住了他。眼看魑魅朝林浩坠落的方向追去，那可怕的血红爪子即将贯穿他的胸口。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林浩必死无疑时，林浩突然身形一滞，竟一剑击出，正面扫在了魑魅的脸上。吼！魑魅大怒，抬起爪子就将林浩给拍了下去。这一击直接拍断了林浩的胳膊。魑魅太强了，强的超乎想象，陀不过就是修罗神族的兽奴而已，居然能强得这么离谱。林浩如断线风筝般坠落，眼中流露着无尽震惊。可余光一扫，便瞧见那唐晨正准备带着梅诗韵二人逃走。想逃，老子就是死也要让你们给我垫背。林浩急怒之下，将手中的问道之剑直接掷出，但他现在重伤，灵力萎靡。唐晨反应过来后，随手抓住梅诗诗的手就往后退了回去。砰！木剑刺在身前，差点让他绝后。一股寒意游上心头，唐晨不敢再恋战，拉住梅诗诗就飞了出去。唐晨哥哥，不要丢下我！梅诗韵急忙大喊。可唐晨现在哪还敢回去救他？逃命要紧啊！林浩都杀疯了，现在不逃就真的要撂在这里了。看到姐姐逐渐远去的身影，梅诗诗被他抱在怀中，只能含泪将头深埋。混蛋，我一心一意要嫁给你，你却临危逃命，不顾我死活。男人果然都是贱人，一点担当都没有。我梅诗韵瞎了眼，一次又一次看错人，妈的，这世上全是渣男。听得梅诗韵歇斯底里的咆哮声，林浩临近地面时再次稳住了身形。神经病吧？啥就全是渣男了？你自己选错了人，就骂尽天下男人，为啥不照照镜子看一眼，自己又是个什么货色？女人真是无理取闹。林浩摇了摇头，还好他现在道心坚定，只想变强，他绝不会让女人影响他拔剑的速度。人类，你居然还没死！这时师妹竟口吐人言了，看得林浩目瞪口呆。好，难怪不给他施展青莲剑诀的机会，原来这玩意有不弱于人类的灵智。面对一个实力滔天又拥有高等智慧的禁忌妖兽，林浩是真的不知该如何是好。刚穿越过来就遇到这种怪物，简直就是地狱难度开局罢了。林浩手掌一抓，那把木剑重新飞回他的手中。眼看林浩已做好殊死一搏的打算，魑魅亦露出穷凶极恶的模样。不错，就是这样。魑魅天生好斗，生来就是为了享受杀戮的。如果对手很快就丧失了战意，那驼也会觉得无趣。魑魅脚掌一踏虚空，背脊上瞬间钻出数道黑色锁链，再次朝林浩袭来。那些锁链力量有多可怕，林浩已经领教过，先前那一击就已经让他身负重伤，但他绝不会退缩。这一刻，林浩单手握剑，将全部灵力灌入剑身，打算和魑魅血拼。可就在这时，一道虚空碎裂的声音兀地自苍穹深处炸响，整片天地
陡然一颤。当一道圣光刺穿天地，在林浩的面前，熠熠圣辉中居然走出了一位披着雪白长袍的身影。此人青年相貌，眸光妖异，一头火红色的长发随风散落，在他的背后虚空漂浮着3颗银白色的小球，好似某种特殊法门如影随形。他刚出现在这里，其熟悉的背影便在林浩心中掀起了一张熟悉的面孔。九婴。顺着记忆，林浩错愕开口：九婴就是父亲安排在他身边的护道者，来自上界地族林家的强者，万法尽大能。面对迎面袭来的6道黑影，九婴紧抬起手，啪，打了个直响，砰砰砰砰砰砰，6条黑色锁链竟当场炸成了粉末。魑魅在看到这一幕后，明显吓了一大跳。少主，你已经带给属下太多惊喜，属下擅自做主，现身于此，还望少主恕罪。九婴的话落入林浩耳中，让林浩瞬间松了口气。是啊，还有这个护道者在呢。如果说魑魅的出现让在场的人们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绝望，那九婴的降临便是高深莫测，让人仰望不及。他刚才叫大师兄什么？少主。叶灵错愕地望向父亲。叶流云沉默良久，老脸浮现一抹动容。看样子浩儿的背后远没有咱们想的那样简单。梅诗韵那边同样目瞪口呆，这是什么情况？林浩的背景不止于玄天宗，还有更高深莫测的势力。魑魅此刻盯着九婴，根本不敢轻举妄动。九婴视其为蝼蚁般毫不在意，而是侧目看向斜后方的林浩，好奇问道：少主，那个一剑开天青莲战是什么武技？这么多年我怎么从未见您练过？那是青莲剑诀，是我成为问道者时所获得的第一个武技。林浩直言不讳。哦，成为问道者后什么？九婴豁然转身，无比激动地按住林浩的双肩，眼中满是震惊。您是说您被选中成为了咱们罗刹神族的问道者？问道者那可是传说中的强者，就连林家老祖拥有大帝实力都不是问道者。没想到少主居然能被选中成为问道者，如此他未来的成就定然会在林家所有人之上，说不定他还能带着林家去往至高领域太古灵族。太好了，难怪你能学会这等惊世骇俗的剑诀，还能拥有这把极其不凡的木剑。相信此事传回林家，家主和诸位老祖们定会以你为荣的。九婴激动得难以自持，毕竟问道者这样的身份只存在于传说之中，现实里他们是没见过的。当然他自然也不清楚问道者将要面临修罗神族问道者的追杀。林浩无奈地叹了口气，瞥了一眼那呲嘴獠牙的魑魅，先把驼宰了吧，具体情况等下我再和你说。好，少主，您先将这枚扶摇仙果丹服下吧。九婴从储物戒中取出林家最好的疗伤丹药，递给了林浩。这是他陪少主来到下界之前林家家主赐予他的。普通人下界历练，护道者只能带1枚扶摇仙果丹，但林家家主却偷偷塞给九婴10枚，目的就是要确保林浩能活着回去。作为林家少主，他不可以有任何的闪失。林浩接过丹药，吞入腹中，奇异的力量迅速蔓延开来，冲击着他的奇经八脉，快速修复着他体内严重的伤势，就连那断臂都开始迅速伤愈。不得不说，扶摇仙果丹虽然炼制极难，所需材料也极其昂贵罕见，但其药效却是堪称神奇。林浩，这时梅诗韵突然喊了一嗓子，瞬间吸引了林浩的目光。你既然有这样的背景，为何不提早和我说？你明知道我只想求一份安稳，却故意隐藏身份和实力，难道你这样做就是为了看我后悔，看我向你服软，好以此来确定婚后你的地位？说话间，他已经来到林浩面前，美目泛着盈盈泪光，看上去楚楚可怜。看到他这个样子，林浩正欲开口说些什么，梅诗韵突然抬手捂住了他的嘴巴。你什么都别说了，以后我都听你的话，行吗？唐晨那个混蛋就是个畜生，临危只顾自己逃命，宁愿就走我妹妹也不救我，他就不是个男人，是我瞎了眼才会相信他。我在这里给你道歉了。林浩，梅诗韵越说越委屈，眼泪止不住的往下落，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是我鬼迷心窍，险些离你而去，可我也付出了代价，我爹爹他也死在了你的手上。现在我终于认清现实了，想到你之前对我那么好，我的心真的很痛。这一切都让它过去吧，以后我会尽到一个做妻子的责任，好好服侍在你的身边，不会再给你造成任何困扰。打住！林浩一把掰开他那冰凉的小手，淡淡说道：咱们2个已经结束了，在你转投唐晨的怀抱时就已经结束了，不是吗？那是我识人不明，你能不能别那么小心眼儿？梅诗韵愤愤跺脚，大小姐脾气一如既往，虽然刻意压抑，却还改不了那个味儿。林浩笑了笑道：别闹了，像你这样的女人我真看不上，甚至会觉得你很恶心。你！梅诗韵银牙紧咬，
娇躯微颤。换作往常，他早就一巴掌扇过来了，但今天为了能嫁给他，成为他背后神秘势力的少夫人，他必须忍。想到这，梅诗韵一改口吻，学小女子的样子，拉着他的手左右摇晃，撒娇道：行了，你就不要生我的气了，这么多宾客都是冲咱们俩来的，赶紧让这位前辈杀了那只怪物，咱们就拜堂成亲吧。你还想着跟我拜堂呢？林浩惊讶的眼神如同在看一个智障，这女人的脸皮是有多厚啊，居然还抱有这样的幻想。梅诗韵对于自己的颜值以及在他心中的分量极为自信，当即摆出小鸟依人的架势，脸颊说红就红了起来。那我在这里向你保证，以后永远只听你一个人的话，不惹你生气，也不再说你的不是，别人再敢质疑你，我会第一个站出来维护你，做这个世上最爱你的人。这是梅诗韵生平第一次向一个男子主动表白。讽刺的是，眼前这个足以让他舍弃尊严去讨好表白的男子，之前还被他各种言语羞辱，狠狠践踏。面对他期待的目光，林浩面露恬淡的笑容，缓缓抬起手摸着他的头，我说你啊，小脑袋瓜怎么净想美事呢？突然一把取下他的玉钗，噗呲灌进了他的天灵盖，顿时血如泉涌，鲜血与脑花喷涌，看得宾客们一愣一愣的。梅诗韵眼眸颤动，就这样傻傻地盯着林浩。他在临死的这一刻才终于看清楚，他变了，不再是那个把他当宝一样捧在手里小心呵护的林浩了。泪水顺着脸上的血迹流淌，交织混淆。在梅诗韵倒在地上的那一刻，林浩终于是叹了口气，唉，可算安静了。看到少主居然杀了自己心爱之人，九阴十分疑惑。这么多年来，少主为梅诗韵付出多少，他在暗中看得最明白了。少主这是经历了什么？只一夜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九阴想不通，索性不想，再次抬起头，将目光锁定在那魑魅的身上。后者明显一惊，踏着虚空向后退去。原来魑魅也知道何为恐惧。九阴平静抬眼，你究竟是何方神圣？魑魅警惕地望着他，并持续后退。我是谁？你还没资格知道。作为上界林家最隐秘的影子成员之一，九阴原本是祸乱上界的一只妖兽，后被林家老祖所驯服，修炼林家的功法武技，实力更是登峰造极，即便放在上界也是绝对的高手。因此像魑魅这样的实力，他根本就不放在眼里。九阴缓缓抬起手，掐住印诀，背后3颗悬浮的小球，其中一颗瞬间变成了火红色。火神诀，夜火陨沙。轰隆隆，阴云密布的苍穹突然弥漫出大片火光，并伴有雷鸣声。当魑魅错愕地抬头望去，一束火光突然从天而降，顷刻间便形成了一道连接天与地的火柱，并将来不及逃跑的魑魅完全笼罩在了其中。震撼的火柱之中响起魑魅的惨嚎，待其气息愈发萎靡，渐渐消散，惨叫声也随之停止，只剩下这道火柱照亮北荒。看得在场众人无不面色惊变，哑口无言。当那道火柱消失，天空中的阴云也随之被驱散，再度恢复万里晴空。那只魔物就那么被他给杀了。叶灵瞪大眼睛，震惊不已。九阴的可怕已经远超他的理解范畴。林浩淡淡地瞥了一眼西南方向的天际，道：去将那唐晨和梅诗诗的脑袋摘下来。是，少主。九阴也明白少主绝不可能放过那2人，可就在他打算动身追杀之时，一股奇异的力量突然自林浩的脚下升起，让九阴原本迈出的脚步豁然停住。少主看到那黑色血液般的粘稠液体竟将林浩给包裹住了，九阴大惊失色，抬手便一掌拍了过去。可巨大的黑色血球纹丝不动，上面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极致邪恶又无比神圣的气息，就算是九阴也深深忌惮着。那是什么？大师兄他怎么了？叶灵抓住父亲的手急喊。叶流云同样不知所措。少主，你听得到我说话吗？九阴在外面急得焦头烂额，可少主在里面，他又不敢拼尽全力尝试击破这个东西。为何会突发这样的状况？这黑色的液体究竟是什么东西？一方被混沌包裹的神秘世界，林浩无比错愕地站在银白色的广场上，望着眼前一尊漆黑的通天巨门，惊得合不拢嘴。一扇门，一尊鼎，还有一只趴在地上酣睡的看门狗。除此之外，就只剩下放眼望去无尽的星空。星空中道运法则交相辉映，极为震撼。而眼前这扇门巍如泰山，门上奇异的景象超脱理解，时而日月交替，时而群魔乱舞，时而又浮现出4季更替，农耕于牧之奇景，好似包揽森罗万象，变幻无穷。这是什么地方？我身上的伤似乎都好了。林浩惊望着眼前这诡异莫测的一幕，不由得感慨，即便服用扶摇仙果丹，他也不可能在这么快的时间内伤势痊愈。
就在林浩举足无措之际，眼前那趴在地上的黑狗突然睁开了双眼，开口说道：“林浩，恭喜你成为第100位修罗神族问道者。”修罗神族问道者，林浩愣住了。他是罗刹神族的问道者啊，而且问道之路就是要躲避修罗神族问道者的追杀，怎么这又变成修罗神族的问道者了？眼前能够口吐人言的老黑狗，很明显和修罗神族有着什么关系？修罗神族是太初8神族中最强大且最危险的一个，这一点林浩已经有所了解，当即沉色道：“我并不想做什么修罗神族问道者，你放我回去。”那可不行。大黑狗抬起前爪放在嘴前打了个哈欠，然后从地上站了起来，抖了抖身上的毛。此狗气息深不可测。林浩立刻握稳问道之剑，向后退了几步，并暗暗运转体内灵力注入剑中，提前蓄力，随时准备发动青莲剑诀。大黑狗瞥了一眼他手中的木剑，乌黑的眼睛浮现人性化的鄙夷之色。罗刹神族的问道之剑，驼刃的此木剑。林浩惊骇失色，看来自己是九死一生了，不要试图与本帝动手，现在的你实力还远远不够看。大黑狗迈着步子在银白色的广场上走来走去，好似在活动筋骨。期间林浩也在偷偷催动灵力，继续往问道之剑中注入，他可不会轻易相信驼的狗话。大黑狗走了一圈，突然在那尊黑鼎之前停了下来，驼用尾巴拍打了2下鼎壁，道：“修罗神族问道之路很简单，就是猎杀其他问道者，并将他们的尸体丢入这炼道鼎中，而鼎内的血液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渐渐被炼干。当炼道鼎彻底干枯，你将献祭出自己的生命。”林浩，这大黑狗说的如此认真，莫非我真的是修罗神族问道者？可我爹是林家的人，身负罗刹血脉啊，那修罗血脉莫非是来自我娘的传承？林浩强压下心中的震惊，缓缓来到炼道鼎之前，往里面一看，里面只在底部残留着少量的血液。如你所见，现在你必须在1年之内杀死1名问道者，将其丢进去，否则1年后你将神形俱陨。这道缘来得太突然，林浩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1年之内杀死1名问道者，可问道者千年不遇，让他去哪里找？总不能自己杀死自己再丢进去吧？小子，你身负双神血脉，同时被双神封为问道者，这可是古往今来第2人，能有此奇遇，你该感到自豪。林浩闻言错愕地看向大黑狗，那第1个人是谁？大黑狗想了想，咧嘴道：“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林浩无语，我刚刚说的话你都听清楚了吗？大黑狗问道。1年之内猎杀其他神族的问道者，否则我会死。林浩直言，不是猎杀其他神族，是其他。大黑狗沉声道。其他？林浩心中咯噔一颤，你是说我也可以猎杀修罗神族的问道者？是。大黑狗点了点头。修罗神族问道者之间居然还可以互相残杀，林浩震惊了，这个修罗神族未免也太丧心病狂了吧？那我能得到什么传承？林浩环顾四周，这里除了一尊鼎、一扇门，并没有罗刹神族精神领域中那片冰原以及那么多神兵利器。大黑狗转头瞥向那扇门，那是修罗之门，上面包揽森罗万象，你可以去悟，能悟出什么东西来，全看你自己的本事。刚刚林浩就发觉那扇门上面包含很多奇异法门，原来这就是修罗神族问道者的传承。修罗神族作为最强的古神一族，其传承究竟有多恐怖，林浩也想一试，当即走上前去，开始仔细观看上面的景象变化。时间就这样一点一滴流逝，而外界时间并没有被静止，一晃都过去7天了。九阴放弃了追杀唐晨，寸步不离，守护在这颗黑色血球之侧。他总觉得少主并没有遭遇什么不测，或许这也是少主的机缘。经过7天的时间，宾客们皆已散去，道天宗宗主已死，大长老为了宗门能生存下去，已经向叶流云表态，以后道天宗便是玄天宗的附属势力，一切都听从玄天宗的安排。经历这一战，双宗并立执掌北荒的格局被完全打破，现在玄天宗一家独大，独掌乾坤。可叶流云清楚，唐晨一旦回到中州，将派出唐门更多强者前来北荒。只不过在亲眼目睹九阴随手斩杀魑魅之后，叶流云不再惧怕唐门了。他几乎能够确定，此人来自于人人向往的上界，有他在此，可保玄天宗无虞。风和日丽的高空，阳光明媚，叶灵穿着一身得体的连白霓裳，端着一盘饭菜来到了九阴面前。前辈，还没有感应到大师兄的气息吗？叶灵焦急问道。九阴长叹一口气，摇了摇头。如果少主有个什么闪失，那他也就只能提头回去见家主了7天了。整整7天，林浩是生是死不得而知。
此物是否是唐门所留，也不得而知。叶灵这7天其实也是茶饭不思，眼睛都熬青了，但毕竟眼前这位前辈是林浩的护道者，叶灵只能将全部希望都压在他的身上。前辈，吃点东西吧。他将手中餐盘向前递去，九阴默然摇头，并没有多说一句话。这几天他都是这个样子，似乎也很担心林浩的安危。叶灵看在眼里，只好转身离去。神秘而古老的混沌世界，林浩盘膝于漆黑巨门之前，正在闭目感知着什么。7天时间，他已成功觉醒修罗力量。修罗之力可将天下万道融为一身，不受任何规则的限制。如今他已经是炼药师、炼器师、阵法师、符咒师，同时还成为了只有修罗一族才能踏足的炼魂师。诸多法门融为一身。此时的林浩并未因此而得到满足，因为就在昨天夜里，他突然从这扇门的奇异景象中悟出了一种极为恐怖的法门——修罗神族的绝顶法门森罗万象。看到林浩心无旁骛的样子，并伴有奇异波动，时不时弥漫出来见多识广的大黑狗也猜到了，这小子居然能悟出森罗万象，果然不简单啊！难怪会成为第100位问道者。修罗神族的问道者其实共有170多人，目前尚且活着，但第100位一直都是虚位以待的状态。为何？原因不便详说，只能说这第100位问道者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至尊问道者。林浩能够拿到这一殊荣，足以说明他和其他问道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只是大黑头偏着头，十分不解。原本我以为这至尊问道者起码会是一个活了100万年以上的小家伙，才有这样幸运的契机，可他还只是个孩子啊！至尊问道者炼到顶的消耗速度是其余问道者的1000倍，就他这个年纪，能活几年？传说至尊问道者的诞生是宇宙本源的意志，大黑狗实在是不能理解，选一个小孩来当至尊问道者，对这孩子来说到底是幸事还是不幸？噗！突然林浩一口血喷了出来，大黑狗无奈望去，看到这孩子睁开了双眼，方才开口提醒：森罗万象诀乃诸天万界最强法门，共有100式，可即便是第1式，想要练成没个3、5千年也不可能，你可别太急躁了，想练成第1式都需要3、5千年。林浩惊愕起身，拂袖擦去嘴角血迹，那练成100式岂不是要30、50万年？不对，话刚脱口而出，林浩就知道自己说错了。这森罗万象100式越往后修炼难度越高，远不止3、50万年那么简单，还算孺子可教。现在你已经习得诸多法门，可以出去了。记得好好利用你炼魂师的身份，放眼世间，唯有身负修罗血脉的人才配成为炼魂师。林浩点了点头。现在他已经了解了何为炼魂师，炼化他人魂魄，增强自身力量。这种增益是丹药所无法比拟的，它没有副作用，而且也不需要沉淀，只要炼化一个强者，就能提升自身力量。而林浩在清楚了解炼魂师的恐怖之处后，也开始渐渐地明白了，为何修罗神族的存在能让小七那般忌惮。换了谁，拥有如此恐怖逆天的力量之后，都会诞生大开杀戒的念想吧。诡异的黑色球体在玄天宗的青石广场上悬浮了整整7天，期间宗内弟子们常来顿足观望，期待着他们的大师兄能够早一点破茧归来。在这段时间，林浩击败唐晨的事迅速传遍北荒的每一个角落，连中州天骄都不是他的对手。一时间，林浩之名再次震惊整个北荒大陆。广场上，叶灵站在九阴身后，凝视着他的背影，心中对于大师兄的身世充满了好奇。7天前那一战，九阴的出现足以证明大师兄的背景或许比那唐门还要恐怖。可拥有这等背景，大师兄年幼时又为何会流落街头，恰巧被父亲带回来收为义子呢？想不明白。感觉大师兄的身上藏了好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叶灵低下头，神色略显失落。他总觉得自己即将和大师兄分别，此生此世恐怕都再难和他相见了。大师兄，叶灵明眸中雾气弥漫。他这么喜欢林浩，其实是有原因的。他天生体寒，小时候每逢15月元夜，体内的寒气就会达到顶峰。是大师兄偷偷溜进他的房间，以诡秘手法帮他打通身体各处血脉，助他通气化寒，这才让他平平安安的活到了及笄之年。只是女孩子的身体哪里是随便能碰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大师兄便误打误撞闯进了他的心里。现在回想起来，一想到他那笨手笨脚的样子，他还想笑。然而九阴的出现让他彻底认清楚了一个现实，他和大师兄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怔怔地望着那颗悬空的黑球，叶灵心中五味杂陈。大师兄，我知道我配不上你，如此优秀的你，将来一定会有一个完美无瑕的女子陪你共度余生。灵儿别无所求，只希望通过这次没时运的教训，
你能清醒过来，不要再做爱情里一味付出的那个傻瓜。你这么好，值得被人更好的去疼惜。灵儿，你怎么哭了？看到叶灵泪水滴落，叶流云皱眉道：那位前辈不是说了吗？浩，这是遇到了某种机遇，不会有事的。叶灵背过身去，擦拭眼泪。可就在这时，几人相继一怔，纷纷看向天边，仿佛是有什么东西正在向这边接近。望着那天边的云雾正在快速向两侧驱散，叶流云脸色一沉，快召集全宗弟子准备迎战。话音刚落，大片身影便已出现在云海之间。放眼望去，密密麻麻，凭借着过人的视力，叶流云很快就认出了他们身上的服饰，当即面色大变。是唐门，唐门的人来了。唐门，叶灵娇躯不由得一颤。这么快？中州距离北荒何其遥远，他们怎么会在短短7天的时间就过来了？不应该啊！而且唐晨就算是带着梅师师逃回去，不也得需要时间吗？叶灵来不及多想，飞身到鼓楼方向，敲响了鼓钟。片刻间，玄天宗长老们便带着弟子云涌而来，1000余名玄天宗弟子严阵以待。叶流云余光偷偷瞄了一眼九阴，见他没有任何反应，只能握紧手中的剑。很快，唐门那边黑压压的人影便来到了玄天宗上空，如同黑云压月，气势惊人。踏空而立，这是御空境强者才有的标志，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中修为最低的都是御空境强者。叶灵惊望着那百余道身影，内心泛起惊涛骇浪。如此阵势，真动起手来，恐怕玄天宗这边顷刻间便会一败涂地。将灵号交出来。唐门强者中为首的老者目光冷冽地俯视着叶流云，淡淡说道：此人的气势似乎比那老鬼还要强上一筹，已经半只脚踏入了登天境。半步登天境，叶流云悻悻地吞了吞口水，眼神有些绝望。可一想到灵号尚未破茧，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在这种时候退缩，当即咬牙道：浩儿已经不在这里了，那他在哪儿？唐门老者质问。四目相对，叶流云脸上浮现一抹狞笑。谁知道呢？唐门老者眯起眼睛，俯瞰蝼蚁般怪笑道：看来不让你吃点苦头，你是不会说了。老者缓缓抬起手，掌心朝天，刹那间阴云密布，雷霆万钧，恐怖的气息震荡着这一方世界都在剧颤。当那一条条黑色锁链自其掌心钻出，玄天宗这边所有人都感到了大难临头。以他们的实力和这位老者相斗，无异于以卵击石，根本就溅不起什么浪花。毫无意义的牺牲并不是他们所能接受的。一时间，大家不约而同都将目光投向九阴的背影。唐门老者顺势凝望而去，盯着那道略显清瘦的背影，冷笑道：你就是灵浩？没想到他居然把九阴当成灵浩了。叶流云没有吭声，九阴那边只是在盯着那颗黑球，也没有理会。看来就是你了。唐门老者将九阴的沉默视作默认，手托着7条奔腾不息的黑色锁链，踏空向他走去。每走一步，天空都在颤动。望着对方一语不发，唐门老者呵呵笑道：当你用卑劣手段伤我唐门少主时，就该想到这一天的到来。沉默有意义吗？九阴依旧不为所动。唐门老者眼神愈发森然。好吧，既已认命，那就让老夫给你一个痛快。老者正欲动手，突然九阴啪的一下打了个直响，只见周遭虚空迅速扭曲，竟出现了一种奇异的力量，将唐门老者完全包裹，好似某种强大的禁忌法则突然降临。在这种极致恐怖的力量压迫之下，老者掌心那7条黑色锁链瞬间爆成了一片虚无，就连他那老迈之躯都被压得皮开肉绽。这是什么？唐门老者几乎要被这神秘法则压爆，疼得面容扭曲，不停哀嚎。身后方向，那些唐门之人皆吓得毛骨悚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大长老，您怎么了？一名青年尝试上前。别过来！禁忌法则中已经佝偻成一团的老者忍着剧痛回头大吼：快逃！林浩他是个怪物，他不是人。怪物！唐门众人闻言大惊失色，不明白大长老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咔！就在这时，那安静了整整7日的诡秘黑球突然出现了一道裂痕。咔嚓！随着裂痕持续蔓延，终于黑色球体当场破碎。林浩如同破茧而出，自那斑斓的漆黑碎片之间走了出来。此刻他的眼瞳呈猩红色，整个人看上去如同坠入魔道一般，煞气凛然。这一番独特的气质，就是九阴见了都忍不住当场打了个寒战，看向林浩的眼神充满了震惊之色。大师兄，你终于出来了！叶灵直接飞奔过去，一头扑进林浩怀里，哭了起来。这7天他不吃不喝，一眼没合，生怕他有个什么意外。如今看到他平安归来，
他那颗悬着的心终于可以落下来了。林浩轻揉着他的头发，猩红色的眸子在温柔的浸润下渐渐化作乌黑本色。傻丫头，哭什么？我这不是遇到了一点机缘吗？果然是遇到了机缘。叶灵抬起浑浊的小脸，什么样的机缘？这个不好说。林浩灿笑着挠了挠头，随后抬眼望向高空，眼看那老头就要被压爆了，急忙喊道：九叔，留他一命。九阴不解，但还是控制法则削减了法则的力量。他才是林浩。唐门老者惊愕地望着林浩，又看了一眼那道背影，那个怪物又是何人？场面略显沉寂。唐门这些高手本来是要来踏平玄天宗，为少主出气的，可现在反而沦为待宰的羔羊，似乎连逃离这里都是一种奢望。局势上翻天覆地的转变，让他们一时间都难以接受。九阴这边看到林浩似乎发生了某种巨变，不由得好奇皱眉。少主，你等解决了这些人，我再告诉你真相。林浩向前迈出一步，其身影诡异地出现在了高空。他刚刚成为炼魂师，就有这么多猎物送上门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炼魂师不同于其他特殊职业，炼魂师是没有品阶限制的，只要将对方打死，在那一瞬间便可吸收他们的灵魂体进行炼化。林浩冷冷一笑，突然拿出问道之剑，朝那些唐门精锐弟子杀了过去。他冲过来了，上！只要拿下他，咱们就能活着离开这里。那些唐门弟子们见到这一幕，也如同看到了生机。可刚一照面，其中一名弟子的胳膊就被林浩用木剑给砍了下去。林浩的实力完全超乎他们的想象。唐晨碍于颜面，回到唐门，只说林浩用卑劣手段偷袭了他，并未道出实情，导致这些唐门精锐弟子对林浩的实力出现了严重误判。一时间惨叫声络绎不绝，此起彼伏。林浩就跟切瓜砍菜一般，将这些人的四肢尽数砍落，最后一剑祭出，所有人同时伸手一出。就是现在，林浩抓住这一时机，直接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把黑箫，放于嘴前开始吹奏。那是九阴惊骇失色，仿佛看到了什么极其可怕的东西。当幽怨的箫声出现在这片天地之间，天空瞬间暗了下来。原本的万里晴空，顷刻间浓云密布，云层深处似乎有着许许多多的火光。那些亮光，如果仔细数去，你会发现他们的数量正好和那些唐门弟子的人数完全相同。空气中时不时掠过肉眼可见的黑色风暴。明明是大夏天，可因为林浩这诡异的箫声，气温却瞬间降至零下，使得这方天地寒若冰窖。那是什么招式？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大师兄还会吹箫？玄天宗弟子们皆瞠目结舌，被这奇异的景象震慑住了。刺骨的寒意在冷风中弥漫着，使得他们暴毙发抖。快看！这时一名玄天宗弟子突然抬手指向天穹，其中一簇火光已然撞破墨汁状的浓云，映入了众人的视线。那是一具散发着火焰威压的红色棺木，正在向下方坠落。而后黑色的阴云开始陆续被撞开一道道鲜红的口子，数以百计的红棺以极其震撼的方式，带着神秘的死亡气息降临到了世间。如果说当初九阴的出现宛如神明降世，那现在这阴森恐怖的场面就是地狱降临。林浩看到那百余红棺凌立虚空，眼中闪过一丝兴奋，随着奏出的乐声发生了变化。那些凌厉的红色棺木突然棺盖大开，虚空中无尽哀嚎声肃然响彻。在人们震颤的视线中，一具具灵魂体被吸入红色棺木之中，发出凄厉惨嚎。而当那些灵魂体被吸进去后，棺盖便会自动扣上。与此同时，棺木开始在高空受尽神秘烈火的焚烧，冒着腾腾青烟，最后化为灰烬。当那些缕缕青烟交织盘旋，最后统统钻入林浩的身体，其气息竟一瞬间向上攀升了一些。天！叶灵捂住嘴巴，被这恐怖的一幕吓得俏脸苍白。所有人都看傻了眼，包括九阴在内。他居然能吸收那些人的灵魂体，这不是什么魔功拔炼炼魂师。九阴踉跄而颤，忍不住向后退了两步，双目血突，不敢置信。少主居然成为了炼魂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是说只有修罗族的人才能成为炼魂师吗？等等，难道说是主母的原因？百余红棺已然尽数化作灰烬，消失在阴暗的天地之间。林浩感受到体内的气海增强了一些，有些兴奋，但同时也有些失落。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林浩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那唐门老者的身上，随手抬起剑，身形微弓。你这个小怪物，你要干什么？被他那双眼睛盯着，唐门老者莫名胆寒。咻！刹那间，林浩消失在了那片虚空。随着一道剑芒掠过老者的脖颈，鲜血飙射，箫声再起。又一具红色棺木从天而降，
正好落入九阴那片法则区域。当唐门老者的灵魂体被那红棺吸进去后，随着棺木开始自燃，林浩这边面色大变，连忙收好黑箫，盘膝于虚空中闭目打坐。归虚境后期，巅峰半步破虚境，破虚境初期，破虚境中期，破虚境后期，破虚境后期巅峰。当林浩的修为彻底稳定，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天空恢复了本来的明媚，所有的红色棺木都在阳光的直射下化作凋零的灰烬，随风而散。林浩居然吸收了那位唐门老者的灵魂体，而且自身境界突飞猛进，寻常人修炼数十载才可能实现的跨度，他只需几个瞬息就完成了，这太不可思议了。世间何时有过这等奇异法门？为何他们从未听说过？在场的或许只有九阴对炼魂师具备一定的了解，其他人此刻看向林浩，只是觉得惊奇、不可思议、逆天。林浩低头握了握拳头，感受到体内已经形成虚硬的气海，正在无比贪婪吸纳着天地灵力。他终于明白，这破虚境为何如此恐怖了。在凡界都说破虚境大能可与神明相比，这说辞或许夸张了些，但从武道方面来讲，破虚境的确是质的飞跃。这就是破虚境巅峰的力量吗？林浩手持木剑随意向前扫过，前方虚空瞬间被撕裂开来，巨大的空间裂痕久久不能愈合，看得下方人们触目惊心。如此可怕的力量，简直让人叹为观止。炼魂师，九阴怔怔地愣在原地。少主成为了炼魂师，也就是说他彻底觉醒了修罗之力，而修罗一族在上界可是绝对的禁忌，即便是地族势力林家都深深忌惮着。怎么办？此事一旦暴露，恐怕林家也不会饶过少主的大师兄。你真是太厉害了，连那样的唐门强者都死在了你的手上，要我看唐门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大师兄，你刚刚用的是什么招式啊？百官天降时我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可不是吗？那场面太瘆人了。当林浩落到广场上，玄天宗弟子们相继围了上来。那个老头很强，可惜他再强终究强不过九叔，我不过是趁人之危罢了。林浩倒是低调谦逊的紧，径直来到了叶流云面前。义父，我觉得这件事唐门不会善罢甘休的。是啊，叶流云认可他的说法。这次唐门派来的那个老头，其修为明显在老鬼和唐云之上，目的就是为了报复，替唐晨找回颜面。现在他死了，唐门只会派更强的人过来，所以我想去中州。林浩突然道。去中州？不可！叶灵急忙拽住林浩，生怕他冲动。但这一切林浩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灵儿，如果我说九叔在下界无人能敌，这话你可信？叶灵微微一怔，回头看了一眼九阴，道：你说的话我都信，可是我总觉得唐门没那么简单。这一点林浩不可否认，毕竟魑魅可是修罗一族的兽奴，魑魅出现在下界已经是反常理的一件事了。驼又是唐晨在危急关头放出来的，可见唐门的背后一定还有更强的势力坐镇，为他们撑腰。现在我和唐门的梁子已经结下了，与其等他们过来给咱们玄天宗制造麻烦，倒不如我去中州，将战场转移到唐门所管辖的区域。即便是闹的动静大了些，到时候损失的也是他们。这就叫做先发制人，化被动为主动。林浩掐了掐叶灵的脸，说话口气一如既往坚定而又老道。从小到大，叶灵习惯了他这样，什么事都自己拿主意，而且做事雷厉风行。深知他这性子，叶灵也知道自己劝不动他，索性只能嘟着小嘴道：那你注意安全，不可以离开九阴前辈的视线。好。林浩转目看向九阴，笑言道：走吧，咱们路上说。是，少主。九阴领命，和林浩一起飞出了天际。叶灵遥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将双手合于胸前，虔诚祈祷，希望他能够平安归来。大致过程就是这样了。两道身影踏空疾行，林浩将自己所遇到的机缘事无巨细讲给九阴听。听到最后，九阴不由得瞪大了眼睛，既是罗刹问道者，同时又是修罗问道者。你这问道者本身就是千年不遇的莫大机缘，更何况是双重身份的问道者。少主这机遇未免也太离谱了点。也就是说，他一方面要躲避其他修罗问道者的追杀，另一方面还要去猎杀其他的问道者。一旦问道之路开启，我将再无退路。九叔，我知道你们隐卫一向只听父亲的命令，所以这件事等回到上界，你可以告知父亲。但其他人……没等林浩把话说完，九阴立刻表态：请少主放心，除了家主之外，我不会向任何人透露你的双重身份。那就好。林浩嘴角微掀，迎着夕阳西下，眼中闪过一丝期待。唐门一定有很多强者供他炼化，他不是一个喜欢滥杀无辜的人，但对手若是死敌，那就不一样了。斩草要除根，无毒不丈夫。唐晨不是想要他死吗？
那就让他好好看清楚，在这片星蓝大陆上，到底谁是孙子，谁是爷。林浩和九阴飞行途中，发现了一个传送阵，连接着北荒与中州。二人直接干掉守阵者，走了进去。短短3日时间，便已经来到了中州。所谓中州人杰地灵，在林浩看来也不过如此。街上的景象倒是比北荒繁华不少，看来这万古年间没少在其他4域大肆敛财。经过打听，林浩得知唐晨7日后便会迎娶神火域少主柳如烟。神火域是中州最强的势力，神火老祖更是被誉为星蓝大陆第一人，站在了整个大陆修行界的最顶点。只要唐门能和神火域联姻，未来双强并立于世的格局即将制霸中州乃至整个大陆。此刻，一间客栈雅间中，小二正在林浩面前唾沫星子横飞。客官，您是不知道，说起这位神火域的圣女啊，那可真是国色天香，倾世脱俗。你知道合欢宗吧？据说合欢宗少主打算大闹婚宴，当着唐少的面抢走柳如烟，为此唐门正在加强防范，以防出现任何变故。合欢宗，九阴好奇抬眼，你不是连合欢宗都没听过吧？店小二一副贱土鳖的样子，那可是天下邪道之翘楚。据说合欢宗所修炼的功法都是道侣双修之法，而那柳如烟正是千年不遇的什么特殊阴脉，具体是怎么个情况，我也不大清楚。反正啊，唐少大婚一定很热闹就是了。店小二说的是，其实早已在整个中州传来了。林浩和九阴在来的路上就听说了不少。不过合欢宗既然实力不如神火域和唐门，那他们又为何要冒险呢？莫非那个柳如烟真的有什么特别之处？行了，你先出去吧。林浩随手将一枚灵石丢了过去。谢谢少侠。店小二接过灵石点头哈腰，满脸功效地退出了房间。九阴在一旁为林浩斟满了茶杯。少主，你打算怎么做？先去唐门看看。林浩耸了耸肩。好，那我陪你一起去。不用。林浩随手拿出一张符纸，在九阴诧异的目光下，将手指运及灵力，于纸上轻舞。片刻间，一道光滑升腾的符箓便浸润到了纸中。符咒师。九阴一脸震惊。少主什么时候成为符咒师了？这是隐身符，有了它，我就可以在唐门中自由出入。在此期间，你就帮我查一下那个合欢宗吧。夜里，月星隐耀，气派如皇城般的唐门，各处都有巡夜弟子的身影。他们神色装束，步履一致，目光时刻警惕着周围的风吹草动。如此森严的戒备，林浩却如入无人之境。就这样大摇大摆在唐门中来回闲逛，终于在一处富丽堂皇的大殿门前停下了脚步。晨儿，你老实说，那林浩究竟是何修为？殿上坐着一位面容儒雅的中年男子，此人便是唐门门主唐生，一位中州的传奇人物。唐晨脸颊滚烫，看四下无人，只好交代实情。是归虚境强者。归虚，少年归虚境。唐生明显一惊，但很快眼神就冷冽了下来。区区一个归虚境，如何能杀死大长老？就在3天前，唐门大长老的魂灯灭了，震惊唐门不少人。要知道，大长老可是半步登天境，实力比老鬼更胜一筹，可他还是死在了北荒，这简直就是唐门的耻辱。唐晨低下头，沉默良久。父亲，那林浩的身边有一个人，很强。唐生，有多强？唐晨坦言道。或许他已经是登天境强者了。登天境吗？唐生听的这话，双目微眯，倒是不太在意。晨儿，下次再有这样的事，不要隐瞒。对方既是登天境强者，那咱们就该慎重处理才是。你怎能为了个人荣辱而说谎呢？唐晨低头不语。既然北荒出现了一个登天境强者，那唐生就不得不警惕起来了。虽然他自己也已经踏足这一领域，但毕竟没交过手，孰强孰弱尚不可知，因此他需要除掉那个人，用最稳妥的方式。唐生无奈起身，从袖中摸出一枚黑色令牌，然后将灵力注入其中。令牌上灵纹闪动，片刻，大殿中便凝结出一团黑色的云雾。唐生见到这团黑雾，立刻躬身道：主人，我现在遇到了点麻烦，还望您能助我。主人。林浩站在门口，遥望着那团黑雾，里面似乎有着一道极其隐秘的气息，深不可测。黑雾中，一道苍老而嘶哑的声音随之响彻：在这区区下界，你还能遇到麻烦？唐生抱拳道：如果他真是下界中人，属下定能应付，可那个人连魑魅都能斩杀，或许是上界的强者。哦。黑雾中，老者发出一阵怪笑：姐姐，上界又如何？在我须弥圣界面前，任何人都不足为惧。须弥圣界林浩双目一眯，原来是须弥圣界啊，难怪唐门敢这般嚣张跋扈，原来是有圣地为他们撑腰。只可惜圣地与地族势力相比，终究弱了些。唐生继续道：我猜想
对方既然来自上界，势必心高气傲，看不上我们下界中人，说不定这几天就会来到中州找我的麻烦。所以我想，你想让本座派人护你周全，并帮你铲除那个人。黑雾中声音传来。是。唐僧惊喜不已。好，这件事本座允了。但你也该知道我须弥圣界为何要扶持你，以及你背后的唐门，对吗？是，属下一定竭尽全力帮您寻找邪地洞府。可若是星兰大陆真的没有，还请主人莫要怪罪。说到这，唐僧的表现极为谦卑且惶恐。怪不怪罪，就看你的造化吧。黑雾缓缓散去，大殿内再度恢复正常。邪地洞府，林浩好奇皱眉，地难道是一位大帝？不可能吧，须弥圣界作为上界圣地，自是有圣级强者坐镇，而帝者通常是指大帝。可世间大帝强者寥寥无几，在这极其偏僻的下界大陆，又怎么可能会有大帝强者的洞府呢？洞府等等。林浩猛然抬眼，内心震惊，莫非那是大帝强者所遗留的传承洞府？大帝强者的传承，这足以令上界各方势力疯抢。不止仙盟、圣地，就算是诸如他们林家这样的地族势力也会眼红。毕竟自古能成帝正道者，都是一方世界的霸主。帝者面前，万物皆为蝼蚁。这句话可不是空穴来风啊！想不到随便过来看看，就听到了这么重要的信息。林浩现在心情极好，管他什么传承，他都要。唐僧走下石阶，来到儿子的面前，抬手按在了他的肩上。晨儿，你也看到了，主人对于那邪地洞府势在必得。或许你在北荒见到的那个人，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来到下界的。身为我唐门未来的继承人，爹希望你不要太沉迷于儿女情长。一个男人，眼界要放宽。你要争的应该是这天下。被唐僧教训了一番，唐晨自愧低头。爹，我知道了，回去休息吧，好好准备和柳如烟完婚。有神火玉相助，咱们寻找邪地洞府，将事半功倍。爹，那我先告辞了，你也早些歇歇。林浩就这样站在门前，目视唐晨走过他的眼前，然后跟上了他的脚步，悄无声息，如影随形。林浩这个混蛋，你敢来中州，我一定亲手灭了你！哐！唐晨一脚破门而入，端坐在床榻边缘的梅诗诗立刻站起身来。憋了一肚子火的唐晨，目光落到他的身上，从那青涩但却饱满之处，一直游离到纤细笔直的双腿。此等尤物，实在诱人。唐少啊！梅诗诗被他抱起，随后狠狠地丢到榻上。眼看唐晨已经开始解开衣带，梅诗诗已看得清楚接下来即将发生什么，急忙喊道：唐少，你不是答应过我要给我一个名分的吗？我说过的话自然算数。唐晨如恶狗扑食般一跃而上，随后拉下了幔帐。随着幔帐散落，站在窗前正望着这一切的林浩，眼睛突然被飞来的小虫迷了，揉了揉眼睛。林浩再次向里面望去，只见幔帐再度被拉上去，唐晨开始穿衣服，脸上露出满足的神采。我靠，这就结束了？林浩哭笑不得。梅诗诗惊魂未定，裹在被褥之中，看到唐晨穿好衣服就要离去，急到唐少，我想明白了，林浩他为何一直隐藏自己的实力？唐晨眉头微皱，转过身来。为何？梅诗诗咬牙切齿，他的目的就是想利用我姐姐，引你上钩。引我上钩？唐晨惊讶不已。是。梅诗诗阴狠道，他想通过羞辱你来以此扬名于天下，这样一来他便可带领玄天宗来中州立足了，到时候他就可以说在北荒时他曾把你打得一败涂地。混账！唐晨一脚踢翻桌子，怒不可遏。他居然利用女人来达成自己的目的，简直令人恶心。没错，他平日里对姐姐百般讨好，活像条狗，最后咬人的时候更像一条疯狗。这种恶心的下头男，得不到姐姐就要毁掉。我梅诗诗只要一息尚存，就定要为姐姐和父亲报仇。梅诗诗对于林浩的憎恨已经达到了顶点，她不像她姐姐那样，眼看着自己父亲死在面前，还能为了前途去恳求林浩的原谅。她只想让林浩死无葬身之地。眼看梅诗诗眼睛都红了起来，唐晨冷笑道：林浩的事你不必担心，我爹已经向上界求援，不出7日他必死。上界？梅诗诗惊喜不已。你是说你们唐门还能联系到上界势力？这一起身，被子滑落下来，不可直视的美景立刻映入眼帘，看得唐晨刚刚消下去的复火又要死灰复燃。不得不说，女娲造人真是不公平，普通人都是用泥捏的，可梅诗诗呢，分明是用了上好的洋芋汁，外加2颗价值不菲的红玛瑙。极具冲击力的画面看得唐晨火烧火燎。梅诗诗下意识拉过被子裹在身上，美目游离，俏脸布满绯红，娇羞欲滴的俏模样惹得唐晨好生难受。那个
你先好好休息，我明日再来看你。奈何唐晨已经不行了，只得脚下抹油，撒腿逃离。当房门被关上，梅诗诗愣在榻上，沉默良久。姐姐不是说第一次会很痛吗？可是为何一点感觉都没有呢？那是因为你所向往的男人如同蚁虫，软弱而又无力。林浩无奈摇头，转身离去。他本可以现在就杀了这二人的，不过既然他们两个都如此期待7日后，那不妨就让他们再多活7天好了。离开堂门，林浩回到客栈，洗了一把脸后回到榻上，盘膝闭目。很快其神识就出现在了那一方混沌世界。小黑子，你听说过邪帝这个名字吗？林浩来到大黑狗前，好奇问道。大黑狗慵懒睁开眼，不咸不淡道：一个大帝而已，也配被我知道？一个大帝而已。面对林浩惊愕的目光，大黑狗起身抖了抖身上的毛。大帝强者或许在你们的眼中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但和我的主人比起来，根本就微不足道。林浩，你的主人？大黑狗瞥了一眼那扇巨门，想要见到我的主人，就等你有能力推开这扇门再说吧。还有，那邪帝洞府的传承和这门上所衍生出来的东西相比，一文不值。作为我修罗神族的至尊问道者，你得有点眼界才行。林浩，好，修罗神族的一条狗都这么狂妄，难怪他们会成为8大古神族中最强的一脉。好好修炼吧，等你能真正掌握森罗万象诀时，你就会明白，所谓大帝不过蝼蚁罢了。听狗吹牛，不知不觉已然天明。九婴也回来了，二人吃过早饭，九婴这才会报道，合欢宗于3日前已经被唐门给灭了。林浩，灭了？九婴，是，唐门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合欢宗的双修秘法，所以才屠了合欢宗。而合欢宗宗主宁长风在临死之前拼尽全力助他的女儿宁阮逃了出去。唐门此番大肆宣传，也是想引宁阮上钩，好将合欢宗余党一网打尽。仅仅半日的时间，如此隐秘的事就被九婴调查得一清二楚，不愧是影子中的高手。九婴办事，林浩还是放心的。对了，九叔，你听说过邪帝这个名字吗？林浩好奇问道。邪帝？九婴摇了摇头，他疑惑地看向林浩。林浩直言道，我在唐门见到了他们真正的靠山，也是来自于上界须弥圣界。居然是须弥圣界！九婴哈哈大笑起来。当初我在须弥圣界也算闹出不小的动静，想不到还真是冤家路窄啊。是啊，可是那个人说他要唐门帮他找一个叫做邪帝洞府的地方，所以我想，一个能够让圣地都如此在意的地方，这个邪帝恐怕是某位大帝强者吧。大帝强者？九婴震惊抬眼，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这个邪帝洞府一定藏着不得了的传承。下界大陆千万，就算是须弥圣界，也不可能派人在短时间内查遍所有大陆，所以他们只能扶持诸如唐门这样的势力，帮他们寻找。而这一切也就解释得通了。不管怎样，这件事还是要尽快告诉父亲，让他也派人去往各个下界寻找邪帝洞府的所在。九叔，距离唐晨大婚尚有6日，就劳烦你跑一趟吧。少主说的哪里话，属下去就回。九婴躬身一拜，直接手撕虚空，迈进了漆黑的空间裂痕。接下来的10日，林浩打算练丹，提升一下自己的魂力强度。如今他是阵法师、炼药师、炼器师、符咒师、炼魂师，除了炼魂师5品接线之外，其余4种特殊职业都停留在1品阶段。而这些特殊职业的品阶提升，一个是由魂力强度决定，另外一个就是熟练度可以慢慢磨练，但魂力的提升，吞服相关丹药事半功倍。为此，林浩直接来到了中州的炼丹圣地丹阁。丹阁作为药尊者药老所掌控的圣地，一直都是星兰大陆上所有炼药师向往的地方。林浩一袭锦衣蓝衫走进丹阁，俊逸出尘的气质立刻吸引柜台里旗袍女子的注意。公子，有什么能为您服务的吗？旗袍女子见他迎面走来，立刻欠身一礼，美目顾盼。林浩淡淡的看了一眼柜台中的丹药，1品淬体丹，1品美颜丹，2品筑基丹，2品灵元丹，当即失望摇头。卖高阶丹药的地方在哪里？旗袍女子闻言指向远处楼梯，在那边，2楼是3至4品丹药专售区，3楼是5品及以上丹药专售区，但需要紫卡才行。林浩眉头一皱，紫卡？旗袍女子，紫卡是极其稀有的，只有身份特殊的人才能拥有。林浩，依你这意思，我没有紫卡就不能上去了。旗袍女子温婉陪笑，是这样的。林浩笑而不语，一张紫卡就能拒人于门外。不过想想也是，中州人这么多，如果大家都去3楼抱着观望的态度，也确实会造成不小的麻烦。而且颁发紫卡也能顺理成章提升高阶丹药的价格。
看来这药老是个奸商。林浩没有说什么，径直走上楼去。来到2楼，他看到旁边的楼梯处有张椅子，坐着一位老者，身穿白色炼药师长袍，胸前佩戴3品炼药师徽章，老脸满是孤傲，专属于炼药师的孤傲。林浩走了过去，听闻脚步声，老者慵懒抬眼，伸出了手。没有，林浩淡淡说道。老者不由得抬头望来，上下打量，随后没好气道：没有紫卡不得上楼，规矩。林浩笑了笑道：规矩是人定的，也可以由人来破例，不是吗？老者重新打量了一下林浩。你想破例？是。林浩直言，并从储物戒中取出一纸单方递了过去。老者好奇接过单方，望着上面6品龙皇丹5个醒目的大字，不由得一怔。再看单方所需材料以及丹药能力的介绍，顿时捧腹大笑起来。哈哈哈，年轻人，你这不就是效仿的6品玄龙丹吗？可你将仙羽根替换成冰破寒拳，难道不知冰与火二者不可兼容？冰破寒拳属性为冰，龙涎果属性为火。自古炼丹之法，冰与火2种材料就不可放在一起，就连1品炼药师都知道这个道理。老者呵呵笑着，将手中丹方递了过来。老夫没工夫陪你玩，速速离去吧。望着他干枯的老手，捏着这纸单方如捏一张废纸。林浩不由得挑了挑眉。老头，你可以将这单方送给那个药老，让他看看是真是假。放肆！我们阁主大人的名号也是你能叫的。老者闻言瞬间大怒，立刻吸引了不少人闻声望来。这小子是什么人，居然敢直言要尊者的名号？他疯了吧？这年头有些人总想着哗众取宠以博名望，那也不能来单个博名望啊，他有几颗脑袋够掉的。人们七言八语都在看着热闹。林浩无奈地叹了口气，只能说道：老头，你只是一个3品炼药师，看不出这丹方的真伪，我不怪你。你打住！老者愤然起身。年轻人，你说话口气未免也太大了点儿。你是几品啊？连冰火不能相容的道理都不知道，你怕不是个废品炼药师吧？废品炼药师？哈哈哈哈！2楼顿时响起一片哄笑声。好，林浩怎么说也是个穿越者，前世看的这种桥段多了去了，也懒得和这老头打嘴仗，斗一番嘴，互相嘲讽，再打他的脸，不如直接就打脸，也省去了中间的过程。林浩缓缓抬起手，老者盯着他的掌心，雪眉深皱。你这什么意思啊？噗！突然一簇火苗出现在了林浩的掌心，火苗欢愉跳跃，如一具拥有灵智的火灵。此等娴熟的操火术，看得老者瞠目结舌，半晌回不过神来。你扪心自问，就算他已经是3品炼药师，也不具备如此娴熟的操火术。可眼前这孩子才多大啊，他总不至于像少主那般拥有着惊世骇俗的炼丹天赋吧？然而老者脸上的震惊之色尚未退却，林浩突然抬起另一只手，单手结印，令人眼花缭乱的手印几乎是一气呵成。冰阵起！刹那间地面升起一道深蓝色的大阵，滚滚寒气弥漫而来，立刻让在场众人不约而同打了个寒战。既是炼药师，又是阵法师，老者发出的一声惊呼，差点掀翻了丹阁。所有人全都目瞪口呆望着他，眼中满是不可思议的神色。既是炼药师，又是阵法师，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呀！纵观整个历史长河，也没听说过有人能丹阵双修的啊！场面陷入一片沉寂。林浩也是好心，略过互相嘲讽的阶段，直接向老者展现实力。天下之大，非你所能想象。前辈，我若是你，此刻应该拿着丹方，立刻跑去药老那边，问问他这丹方是否可信，以免怠慢了贵客。林浩的话就像是警钟被敲响，瞬间将老者从震惊与彷徨中拉回了现实。是，这位少侠请稍等片刻，容老夫去见阁主。老者被吓得牙齿都在打颤，转身就冲上楼去，略显狼狈的身影惊呆了在场每一个人。而就在这时，林浩突然发现人群中有着一双眼睛在紧盯着他。那人玉面白衣，清秀脱俗，身形凹凸有致，一看就是女扮男装。觉察到林浩的目光，女扮男装的女子连忙低下头去，退到人群后方。林浩笑了笑，并不在意。就这样在人群瞩目下等了良久，那老者终于赶了回来。少侠，方才老夫言语上多有冒犯，还望恕罪。老者见面就躬身一礼，惊呆了在场众人，随后摆手示请，引林浩走上了楼梯，来打3楼最深处的房门前。推开门，只见里面一位气势不凡的老者正坐在一张青藤摇椅上。老者见林浩来了，示意那老头先行退下，待房门关上，随手一挥，无形劲气便拖着一张椅子送到了林浩的身后。
请。说话的老者自然就是星兰大陆第一炼药师药老。林浩坐下来打量了一下眼前老者，作为下界的炼药师，颈下居然佩戴着8品炼药师徽章，这等品阶就算放到上界也是顶尖的存在。当下笑言道：我这次来是想让你帮我炼制一枚丹药，而那丹方便是酬劳。药老看向林浩，神色略显凝重。恕老朽冒昧，敢问少侠师承何人？问太多对你并没有好处。林浩淡淡说道。药老微微一怔，心想这不凡的少年好生强势，旋即表态：说吧，只要是我能炼制出来的丹药，义不容辞。在下界，他已然站在炼药界金字塔的最顶端，却也没见过6品龙皇丹这样的丹方。至于说以阵御丹，利用冰阵迫使冰破寒泉中精纯的冰属性能量得到稳定的控制，这种事他更是想都没想过。但逻辑上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要招一位阵法师入丹阁，便可实现龙皇丹的炼制。因此他现在几乎能够断定，眼前此子一定大有来头，凭他的眼界是绝不会怠慢这等奇人的。以貌取人只是泛泛之辈喜欢犯的错，药老眼光可是老辣得很。林浩从储物戒中又取出一纸丹方递了过去，看到丹方上只是3品丹药后，药老缓缓点头。老实说，这个丹方我也没见过，但3品不在话下。说罢，竟当场取出炉鼎，并吩咐候在门外的老者取来药材，开始为林浩炼丹。不多时，炉鼎中便飘出奇异的药香，药香浓郁芬芳，沁人心脾，单凭嗅觉就知道品质不低。丹药品质大体可分为下品、中品、上品和绝品，半生丹纹。而当药老炼成丹药并送到林浩面前时，只见这枚色泽光亮的丹药上竟半生2道清晰的白色丹纹。2条丹纹还不错。见到林浩慢条斯理将丹药收入储物戒，药老心中不禁惊疑，这年轻人对于绝品丹药竟表现得毫无波澜眼。看林浩就要起身离去，药老立刻询问：不知少侠如何称呼？林浩。平静的声音徐徐飘来，很快林浩就离开了这里。林浩，没听过啊。药老暗暗嘀咕着，大陆上何时出现了这样一位丹阵双修的天才？丹阁这边竟半点耳闻也没有。不多时，一位裹着黑袍、身形略显清瘦的少年来到了这里。少年面容清秀，神意自若，背着一把看似沉重的玄铁重尺，在见到药老后，眼中明显多出一抹敬意。老师，我听说刚刚来了一个人，破例来到了这里。是啊。药老长吁一口气，看向黑袍少年：萧炎，你可曾听闻过林浩这个名字？林浩。萧炎茫然摇头，并未听闻。药老无奈，只好将刚刚所发生的事尽述道来。我观此子有大帝之资，他日你若与他相遇，切要交好，莫要交恶。是，谨遵老师吩咐。萧炎恭敬领命，心想此人居然能拿出让老师都为之震惊的丹方，看来的确是不简单。不怪老师常言，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林浩回到客栈，便一个人在房间里盘膝打坐。服用3品神元丹后，他的精神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仅仅1日的时间，各种特殊职业便均已迈入2品之境。恐怖的修炼速度足以令天下天骄为之汗颜。夜里，林浩依旧在闭目修炼，突然一道倩影从窗户外面翻了进来。听到动静，林浩睁开眼，只见这半夜3更跳窗闯入他房间的，居然就是昨天他在丹阁中看到的那个女扮男装的家伙。看到此女明眸似星，唇红齿白，不染粉黛的俏脸天生丽质，一袭黑色夜行衣下，身姿妙曼，空谷幽兰。小小年纪竟已出落的倾国倾城，林浩不禁皱眉：姑娘你是？我叫宁阮，是合欢宗的少主，此番前来是想请公子为我炼制一枚丹药。女子咬了咬牙，眼中满是倔强：请我炼丹？没想到他大半夜的跑到这来，居然是这种要求。林浩穿好鞋子来到了他的面前，盯着这张绝美无瑕的俏脸，动容道：你为何不去找丹阁的炼药师？因为不方便。宁阮美目紧盯着他：我想请你炼制的丹药是一枚毒丹，丹阁的人是不会帮人炼制这种丹药的。毒丹？林浩笑问：你要毒死谁？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宁阮从纤细如柳的腰间取出一个钱袋，咣的一下拍在了桌子上。这里面都是上品灵石，算是酬劳。如果你炼制出来的丹药能够达到上品，我还可以承诺再给你一颗深海夜明珠。上品灵石本就价值不菲，深海夜明珠更是价值连城。即便是合欢宗的少主，他此刻拿出的诚意也着实不小了。但林浩身为上界地族少主，根本就看不上这些东西。林浩坐到桌前，自行倒上一杯凉茶，轻抿了一口，随后将钱袋在宁阮震惊的目光下推还回去。你……没想到他居然嫌少。宁阮不由得瞪大了眼睛。我不过是让你帮我炼制一枚2品毒丹，
这些足够买下上千枚了。首先，我从不为别人炼丹，姑娘莫要把我和丹阁那些以炼丹为营生的家伙相提并论。其次，上品灵石也好，深海夜明珠也罢，我家有的是，根本就不缺。林浩的话让宁阮忍不住腰肢乱颤。那你说我要怎样做，你才肯帮我炼丹？林浩有些头疼，拧了拧眉心。我不是说了吗？我从不为别人炼丹，也不缺钱，无论你怎么做都。突然，宁阮心一狠，直接亲身吧唧一口啄在了他的脸上。你干什么？林浩吓了一大跳，捂着半边脸惊愕起身，一脸懵逼地望着他。二人脸颊都开始红了起来。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怎么还偷亲人呢？宁阮霞飞双颊，但神色依旧无比倔强。现在你可以帮我炼丹了吗？好好好，为了报仇可真是够拼的。林浩擦去脸上的朱红，重新坐了下来，气定神闲。美人计对我没用。宁阮愣住了，这个家伙居然不近女色，该怎么办？除了他，已经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了。莫说丹阁的炼药师不肯炼制毒丹，就算是肯，得知他的身份也不会帮他的。毕竟他现在要做什么，以丹阁的本事不可能不清楚。宁阮死死攥着拳头，眼看亲了他都不能让他妥协，索性一屁股坐下来，从储物戒中取出一坛子酒来，拧开酒坛，拿在手里仰头就灌了起来。清凉的酒水顺着他的下巴流入那青色浅沟，他这不由分说就开喝，给林浩整不会了。咣！宁阮将酒坛落到桌子上，一阵剧烈咳嗽，美目中泪雾涌动，突然又拿起酒坛继续猛灌，仿佛想要将自己灌醉，这样就可以得到暂时的解脱。如今和欢宗被灭，他的父亲被杀，他一定很不甘心吧，心中对于唐门的憎恨应该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就算她长得比梅诗韵漂亮10倍，这也不是让我听命于她的理由啊。林浩并非不近女色，只是他单纯的不喜欢被女人所左右罢了。任宁阮在这一个劲喝闷酒，林浩就坐在一旁喝茶，也不劝他，也不理他。待月上柳梢，房间里弥漫着浓郁酒香，宁阮已经趴在桌子上酩酊大醉。唐门，好一个卑鄙的唐门，为了我和欢宗的双修之法，你们简直不要脸，不要脸！宁阮趴在桌上哭了起来，边哭边骂。看到他崩溃的样子，林浩深吸了一口气，无奈摇头。被灭全族，连爹都死了，是该好好发泄一下。哭吧。林浩回到床榻，继续盘膝修炼。翌日清晨，当晨辉洒满竹窗，又是一个温馨绚丽的早晨降临人间。房间中，宁阮迷迷糊糊睁开惺忪睡眼，清醒过来后，第一时间转身看向林浩，然后又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衣裳。他居然没有趁人之危，宁阮有些惊讶。自己昨天喝得不省人事，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他若想做什么，那不是为所欲为吗？世上果真有不近女色的男子吗？宁阮揉着额头来到林浩面前，就这样盯着他，发现他周身气流竟丝毫没有涌动的迹象。怎么会这样？宁阮愣住了。武者盘膝打坐时，周身气流必会涌动，这是常识啊。可他这周围的气息为何如镜面一样，静如止水，上善若水？宁阮突然掩嘴向后一退，但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上善若水是他父亲生前曾说过的一种至高境界，与天地道法融为一体，拥有此境界者便可登天去往上界。他才多大？不可能，不可能！这想法太荒诞了。宁阮猛地甩了甩头，再看了林浩几眼，最终还是选择推门离去。这个男人不肯帮他，那他只能另辟蹊径，去黑市买劣质毒丹，买的多点，或许也能毒死唐晨。只要能把唐晨毒死，他就算是为父亲，为宗内的人们报仇雪恨了。至于灭唐门这种事，他是不敢想的，因为她不是一个善于做梦的女孩。听得脚步声渐行渐远，林浩缓缓睁开双眼，手掌不由自主摸了摸半边脸。这个宁阮长得真的是太美了，胜过前世一切网红脸不行。我在想什么呢？林浩眼神愈发坚毅，冷笑道：老子来到这里是要问道成帝，独断万古的，女人算什么？区区美人也想乱我道心？笑话烧！心神一念，再度闭目，沉浸在忘我的修炼状态之中。又经过6日的修炼，林浩竟意外破境，修为直接来到了半步登天境。不得不说，得到双神传承之后，他的修炼速度简直达到了一种堪称可怕的境地。如此修炼下去，莫说这下界，就算是上界天骄，又有谁能是他的威胁？今日就是唐晨和那神火玉圣玉柳如烟的大婚之日，九阴早已候在门外，为林浩准备好了一切。唐门和神火玉联姻，可谓是中州千年来最大的盛事。唐门那边，各方势力的大人物已经开始陆续到场，林浩和九阴吃过早饭，也跟着朝唐门所在的方向行去。唐门
偌大的广场上，圆桌千张，宾客万众。唐晨穿着大红衣裳，春光满面，在父亲的陪伴下招待着每一位宾客。说起来，这一幕姑且不论规模的话，像极了当初林浩大婚时的场景。不同的是，柳如烟并非没失孕，她的心中没有其他白月光。嫁给唐晨，她也是出于对神火玉未来的考量，强强联合，保神火玉万古昌盛。丹阁阁主道。这时，宾客们肃然起立，纷纷望向一个方向。在那里，一群身穿白色炼药师长袍的身影，在无数充满敬意的目光投射下，风风火火走了过来。为首的便是富有大陆第一炼药师之称的丹阁阁主药老，紧随其后的是药老的得意弟子萧炎。药老，您可算是来了啊！看到药老登场，唐生立刻携唐晨笑脸相迎，恭喜恭喜！药老作为大陆第一炼药师，身份何其尊贵，但面对唐生时也难免要客套几句，可见唐生在中州是何等威望。双方一番简单客气后，药老顺势带萧炎入座贵宾席。期间，药老在人群中寻觅了一番，并未发现林浩的身影。老师，他来了吗？萧炎好奇问道。药老茫然摇头，看来想要再见到那个小家伙还挺难的了。也不知是哪一方隐世宗门的后人，居然能拿出那种丹方来，还是丹阵双修的旷世奇才。宾客们该来的都已经来得差不多了，眼看吉时已到，一声嘹亮的嗓音瞬间响彻全场，有请咱们新兰大陆第一美人新娘登场。不远处，在一位华服中年男子的陪伴下，新娘柳如烟披着红色盖头，终于映入所有人的眼帘。说起这个柳如烟，她的武道天赋还要在唐晨之上，年纪轻轻就已经踏足神藏境初期，是中州纸面意义上的第一天骄，天赋比唐晨不知强了多少。再加上神火玉又号称新兰大陆最强势力，谁能娶到她，那可是很多人眼中8辈子修不来的福气。而柳如烟身旁那红眉烈焰的中年男子，则是他的父亲神火玉玉主柳青阳。他和唐生一样，都是中州的传奇人物，站在新兰大陆修行界的最顶点，俯瞰天下云霓。神火玉和唐门联姻，从此以后天下再无敌手。是啊，就算再过千年万年，我都无法想象还有谁能威胁得到他们。宾客们羡慕的不行，为了长久生存下去，现在他们必须和唐门神火玉搞好关系。唐晨来到柳如烟面前，俊逸面容挂满笑意。如烟妹妹，我们去拜堂吧。柳如烟轻应了一声。其实唐晨绝非他心中最佳选择，奈何放眼整个大陆，他也找不到一个男子能配得上他。二人来到大殿之中，唐生引柳青阳入座，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礼成。中州豪门成婚3拜后，不会将新娘子直接送入洞房，而是要与宾客敬酒。唐晨和柳如烟率先来到了贵宾席，旁边一名婢女端着酒过来，低下头沉默不语。看到贵宾席坐着的都是中州地位颇高的老前辈，尤其还有丹阁阁主在此。唐晨倒上一杯酒后，笑言道：感谢诸位前辈能来参加晚辈的婚宴，以后我和如烟可能还少不了前辈们的提携，这杯酒我敬你们。然而就在其他人相继端起酒杯之际，萧炎鼻尖微动，却是闻到了什么，当下脸色微变。其他人都端起了酒杯，唯独他没有。唐晨眉头一竖，笑问：萧炎弟弟，你这是？萧炎沉吟道：你这杯酒里面有毒。什么？此话一出，众人全震惊望来。酒中有毒。唐晨听到这话，震惊看向杯中酒水，柳如烟也震惊地放下了酒杯。而就侯在二人身旁，那始终低头沉默不语的婢女，此刻浑身都在颤抖着。萧炎闻到了特殊的东西，自然不会见死不救，尽管他和唐晨没什么交情，也不能视之不见。唐晨愤怒转身看向那低头的婢女：你这酒是谁给你的？婢女小声说道：是杨管家给我的。来人啊，将杨管家给我带过来。唐晨大怒道：酒中有毒，这种事居然发生在他的婚宴上，这种事他绝不能忍。柳青阳和唐生也顺势出来，看这边到底发生了何事。当得知酒中有毒后，二人的脸色也是瞬间沉了下来。不多时，杨管家就被带来了。少主，您叫我。杨阔笑嘻嘻的上前一礼。唐晨神色冰冷，怒视着他，说：是谁让你在我的酒中下毒的？啊，下毒！杨阔闻言吓得扑通跪地。这不可能啊，我没有下毒，没有下毒。唐晨猛地将酒杯往地上一摔，酒水溅了满地，瞬间冒起袅袅白烟。真的是毒！众人惊讶不已。唐晨怒不可遏，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把青剑，顺势抵在杨阔颈下。你要是再不说，就休怪我不客气了。冤枉啊，少主，这酒中为何有毒？我是真的不知情啊。
杨阔一动不敢动，眼泪唰的就流了下来。萧炎这时开口道：“堂兄，我看这件事还是调查清楚的好，说不定是有人偷偷放了毒，连他也不知道呢。”是啊，是啊，萧少侠说的极是。天地良心，我对唐门忠心耿耿，又怎么会毒害少主您呢？杨阔哭着解释：“这真是一场无妄之灾，好端端的酒里怎么就会被人下毒了呢？”萧炎帮他说话，是因为这个人如果真是下毒者，按照常理而言，此刻怕是早就溜之大吉了，绝不可能还等着唐晨传唤过来送死。但唐晨不这么想，他和他的父亲一样，宁可错杀，也绝不放过。当下咬牙道：“萧炎弟弟，今日若非是你提醒，我和如烟怕是早已魂归星河，耽搁大恩我唐某铭记。不过这个杨阔，我是绝不会放过他的。”而后将剑划破杨阔的脖子，凝色道：“你应该知道我的手段，我只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到底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杨阔欲哭无泪：“少主，我对唐门的忠心，天地可见。你要我死，我不得不死，但我还是要说这件事，我毫不知情啊！”噗呲，唐晨一剑封喉，杨阔应声倒地，滚热的鲜血从他颈下蔓延出来，看得宾客们惊魂未定。大婚之日，新郎亲手杀人，这可不是好兆头啊！哼，人心是这个世上最难看透的东西，只有死人才永远都不会背叛我唐门。唐晨气急败坏下说出的一番话，让在场宾客们皆汗流浃背。唐门也太狠了，如此残忍的唐晨，他日若是继承唐生的门主之位，那中州任何人的日子怕是都要难过了。唐晨这番话也确实是说得过了线。唐生看得明白，立刻含笑上前挥了挥手，示意将杨阔的尸体处理，并对宾客们抱拳笑道：“哼，今天大喜的日子发生这样的事，实在是对不住诸位了。但也请诸位放心，我唐门是一个恩仇必报的宗门，你们今天来到这里参加犬子的婚宴，这份恩情我也不会忘记。”大家听到这话才悻悻点头。去，拿新的酒过来，拿之前先自己尝一下，别这么没脑子。唐晨瞥向身旁不远处的婢女，呵斥。婢女嗯了一声，便朝唐晨身后行去。见状，柳如烟突然叫住了他：“站住！”婢女微微一怔，杨作没听见，继续朝唐晨身后行去。此刻经柳如烟的提醒，唐晨也发现了什么端倪。就在那婢女突然从袖中摸出匕首，狠狠刺向唐晨之际，他猛地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匕首当啷落地，婢女也被唐晨顺势掐住脖子，给单手拎了起来。继而看到了他那惊为天人的盛世容颜，居然比柳如烟还美上100倍、1000倍。此女好美！在看到他那张盛世容颜的瞬间，唐晨就被融化了。素来喜欢美人的他，从未想过这个世上居然有人能美到这种境地，简直就是误入红尘俗世中的仙子，美到不真实，不可方物。单是让他看上一眼，内心就产生一种极强的念头，占有他，征服他。婚宴上刺杀唐晨的，居然就是这名穿着婢女服饰的女子。此女月眉星目，绝色倾城，年纪看上去和萧炎相仿，此刻怒目直视着唐晨，那恶狠狠的样子仿佛和他有什么血海深仇一般。若非萧炎今日多管闲事，我一定能杀了你。女子含泪呵斥，玉颈被唐晨掐在手中，已经要喘不过气来。看到他那难受的样子，唐晨不免手掌松了松力道，有些心疼，同时也有点好奇：“姑娘，咱们应该没见过吧？你为何要来刺杀我？”他要杀他，他居然还在耐心追问他原因。听到这话，柳如烟俏脸一沉，唐晨就是这种货色。女子咬紧牙关，美目含泪，几近喷火：“你们唐门为了得到我和欢宗的双修秘法，杀我父亲，屠我宗门，你还敢问我？什么？他就是和欢宗少主宁软。”唐晨心中咯噔一颤，唐生那边脸上则是露出了笑容。最后一只漏网之鱼终于送上门来了，而在场宾客们更多的则是惊讶，因为唐门先前放出的消息是和欢宗少主贪图柳如烟的美色，想要来大闹婚宴。不成想合欢宗少主居然是一名女子，如今落到唐晨手中，宁软已再无贪生之念，只得含泪闭目。晨儿，杀了他吧。唐生在不远处淡淡说道。可唐晨真心不舍，这么好看的女子，天下绝对寻不出第二个来。他眼珠转了转，狡辩道：“宁姑娘，其实你想错了，并非是我唐门为了一本秘籍要杀你们，这其中缘由颇为复杂。其实……”唐晨，柳如烟突然掀开红色盖头，怒目道：“你是色迷心窍了吗？他要杀你，你懂不懂？”新娘子掀盖头，宾客们纷纷倒吸一口冷气，大开眼界。唐晨如此优柔寡断，确实让人唏嘘。作为唐门少主，他不以雄霸天下为目标，反而为了一个女子这般犹豫不决。从一个人的性子
就能看出他的未来。看到柳如烟怒不可遏，唐晨这时才发现岳父柳青阳似乎也不太高兴，当下只能忍痛死死掐住宁软的脖子，脸上浮现狰狞之色。我本不想杀你，是出于我的仁慈，不过你既然是非不分，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他手上开始逐渐用力，宁软痛苦地踢着腿，俏脸开始渐渐憋红。可就在这时，天地间陡然一颤，随着2道身影从天而降，踏空于众宾客头上，所有人都忍不住抬头望去。是他。药老在看到林浩时明显大吃一惊，萧炎根据老师的反应瞬间判断出那人身份，不想这位让老师心心念念的超级天才居然敢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此处。踏空于唐门婚宴之上这种事，中州可没人敢这么做啊。宁软半睁着眼睛，在看到那道熟悉的面孔后明显有些惊讶，其他宾客们则是在好奇这2个人究竟是什么来头，竟然无礼踏空。当初林浩大婚，唐晨去闹，今日林浩要做的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看到唐晨满眼恐惧与震惊，林浩俊逸的脸庞写满动容。唐狗，多日不见，别来无恙啊！你……唐晨怒咬牙关，恨意难消。当初林浩在北荒带给他的屈辱，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就在这时，数道苍老的身影飞上高空，皆是唐门长老。在将林浩和九阴包围的同时，他们身上的气息也跟着爆发开来，铺天盖地的浓厚灵压，压得宾客们无比汗颜。这些唐门长老无一例外都是破虚境强者，随便一个拎出来都足以媲美中州那些老牌势力的宗主之流。如此强悍的阵势，正常人早就吓尿了。可面对这群老家伙的包围，林浩居然没有丝毫表情上的变化，就像没把他们当回事一样，仅是用俯瞰蝼蚁的倨傲神采俯视着唐晨以及唐门所有的人。林浩此刻的表现是那样的气定神闲，那样的耀眼，这才是柳如烟心中能配得上他的男子。再加上林浩的相貌也比唐晨好很多，一时间柳如烟看得心花怒放，并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一见钟情。你就是林浩？唐生抬头问道，眼神冰冷至极。林浩淡淡地瞥了他一眼，笑道，不错，当初你的儿子跪在我面前磕头求饶，对此你怎么看？什么？唐晨跪在他的面前磕头求饶？宾客们大惊失色，不敢置信。唐生脸色骤然大变，胡说八道，区区鼠辈也配和晨儿相提并论？众长老听令，将这2人给我拿下！轰轰轰轰轰，10余道浩瀚飘渺的气息弥漫天地。那些唐门长老立刻召唤出银色大锤，以唐门绝技纷纷朝林浩拍了过来。13道锤影从高空落下，惊鸿气势令虚空无限崩裂。恐怖的场景吓得宾客们纷纷起身向两侧躲去，而林浩仅是抬眼看了一下，以指为剑，向上漫不经心地扫过恐怖的剑气，贯穿天地，顷刻间便将那些巨型锤影尽数斩灭。天啊！宾客们惊呼声不断，此子究竟何方妖孽，居然能凭一己之力击溃13名破虚境强者的合力一击。药老看到林浩如此夸张的表现，震惊了一瞬后，老脸浮现一抹动容。萧炎半张着嘴巴，此刻已经惊得说不出话来。半步登天境？不对啊，你之前不是归虚境吗？这才几日，怎么会成为半步登天境？唐晨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宁软逃出魔掌后，跪在那儿剧烈咳嗽着。数日时间，林浩就从归虚境突破至半步登天境，此等神速，非仙非神，谁人敢信？现在唐晨这一番话，不止震惊了药老，震惊了在场宾客，就连唐生和柳青阳都不淡定了。不可能吧？就算是吞丹如豆，也不可能有这么夸张的奇效啊！半步登天境，这一众唐门长老此刻全都有些慌了神。林浩他才多大，就迈入半步登天境了？就算是唐生和柳青阳迈入这一境界时，也已经修炼数百年了。这还是星兰大陆上天赋最强的2个人呢。当然，林浩之所以能有这般飞跃，主要还是因为得到了修罗问道者的传承，吸收了一位半步登天境强者的灵魂，从而实力大幅度飞跃，已然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境地。林浩都没用9阴出手，仅凭一人之力就将那些唐门长老尽数震慑，脚踏虚空，睥睨唐晨。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唐门？看着也不怎么样。倨傲的话语震惊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先前宾客们还在谈论神火玉和唐门联姻将成为不朽的王者，现在就冒出这么一个无名之辈，从天而降，大闹婚宴，震慑唐门。玉主，我们要不要？一名神火玉长老凑到柳青阳身旁，低声问道。你先派人去山下看看，这小子是否还有其他同党，这边我会盯着。柳青阳深吸了一口气，道：要是在拜堂之前倒还好，问题是堂已经拜了，现在如烟已经是唐晨的娘子。既已成事实，
那神火玉就不能再置身事外了，必须帮助唐门解决这个不速之客时。那名长老厉色领命，带着一些人离开了宴席。唐门现在已经高手尽出，将林浩和九阴层层包围，震撼的场面似乎大战随时可能爆发。毕竟这里是唐门，不是北荒，不是什么玄天宗。唐晨攥了攥拳头，冷笑抬眼，就算你是半步登天境又如何？今日来到这里，你插翅难逃。林浩闻言无奈摇头，看向唐晨的眼神犹如在看一个智障。插翅难逃的是你啊，笑话，都给我上，拿下他，我要让他知道来中州是他做出的最愚蠢的决定。唐晨一声令下，一众长老纷纷爆发出惊天气势，朝林浩冲了过来。可就在这时，九阴突然抬眼，手上没有做出任何动作，仅一个眼神便让那些冲向他们的人突然遁于半空，宛若跌入无间地狱一般，一个个表情僵硬，浑身剧颤，再也动弹不得。你们怎么了？为什么还不上去杀了他们？唐晨看到这匪夷所思的一幕，后背隐隐发寒。唐生和柳青阳也不由得瞪大了眼睛，为何他们都不动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好像天地间的一切都静止如画，只有林浩和九阴可以在这一方冻结的时空中行动自如。那个人好强！药老眼缩成针孔大小，直视那林浩身旁的青年，眼中满是忌惮之色。他的实力其实和唐生差不多，但面对九阴时依旧觉得自己弱如蝼蚁。难怪林浩敢跑到这里来大闹婚宴，原来他是有这等强者在背后给他撑腰啊！唐晨，临死之前你还有什么遗言要交代吗？林浩笑问。你……唐晨喉咙一甜，险些吐血。他绝望地回过头，看向柳如烟，语气近乎哀求：娘子，今日你得帮我。我为何要帮你？柳如烟傲慢抱胸，显然还在为刚刚他不舍得杀宁软的事生气。唐晨牙关紧咬，因为我已经是你的夫君，难道你想看着自己的夫君？晨儿，不必慌张。突然，唐生站了出来，随着一股霸绝天地的能量气息从他的体内弥漫开来，整座山都开始剧烈摇晃起来，连带着天空中的阴云都瞬间被驱散了。登天境中期，林浩灵目一眯，这唐门门主倒是不俗。唐生抬起头望着九阴那不苟言笑的样子，淡笑道：阁下可是来自上界？什么？上界强者？众宾客闻言纷纷大惊失色，这两个人居然是来自上界的。上界作为凡间修士向往的神圣之地，那里的强者随便一位下来都可能降维打击整个星兰大陆，难怪他们两个目空一切，无视神火玉和唐门。如果那个人真是上界强者，那就算是唐生和柳青阳联手，也未必能是他的敌手啊！看来唐门这次是真的要大难临头了。唐生的话无疑如同一道晴天霹雳，彻底震惊了在场所有的宾客，包括神火玉的人在内，都无比错愕地望向九阴。就在九阴点头之际，柳青阳心中咯噔一颤，险些被击倒。唐门是疯了吗？居然敢招惹上界强者，然后还要拉着我神火玉跟他们一起陪葬。上界强者？唐晨半张着嘴巴，如看神明。林浩，他居然是上界强者，那我先前在他面前所做的种种，岂不是作死？原来我才是那个小丑，真相太过于可怕。唐晨简直不敢接受，但一想到父亲先前说过的话，他又重新振作了起来。唐门是斗不过上界强者，可须弥圣界不一样，那可是上界圣地。如果圣地强者肯来此助他们一臂之力，那林浩和他身边那位必死无疑。他为何能如此轻松问出这句话呢？柳青阳转目看向唐生，很想知道亲家如此淡定从容是有什么底牌。就在这时，天空中明明已经被驱散了阴云，露出明媚的天色，眨眼之间居然又凝聚出大片的黑雾。那些黑雾仿佛要吞噬天地，使得中州顷刻间便暗了下来。黑雾之中突然出现了两道极为浩瀚恐怖的气息，在这两股气息的笼罩之下，天崩地裂，山河摇晃，所有人包括柳青阳这等登天境后期强者在内，全都神色惊变，目露恐惧。紧接着，黑雾之中徐徐走出两道身影，他们的身上穿着紫金色的长袍，都是鹤发童颜，仙风道骨。二人出现在这片天地间，足以令天地蒙羞，令整个中州所有的强者匍匐。老些，那个年轻人的天赋还真是惊世骇俗啊！是啊，只可惜他今日就要死在这里了。两位老者平静的话语几乎没有将九阴放在眼中，听他们这话的意思，反倒是林浩所展现出来的天赋让他们吃了一惊。想想也是，林浩才多大，这么年轻就能踏足半步登天境，想来即便是圣地也没有出现过这等惊世奇才。眼前二人修为已是上界的万法境，上界势力修炼等级，御法、天机、
万法、大成、神游、轮回、主宰、罗天。而罗天之上是仙道，仙道之上是圣境，圣境之上才是传说中的地境，是上界至高无上的存在。而眼前这两个须弥圣界强者，修为皆以万法境。万法遇天地万法，融会贯通，已经能够熟练掌握下界诸般法则，但这其中并不包括圣境法则、地境法则。林浩，你看到了吧？这才是我唐门真正的靠山。你来自上界又如何？上界势力千千万，圣地却寥寥无几。何况须弥圣界，据说在上界圣地中亦是至高存在，堪比传说之中的地族。你现在后悔了吧？到底是谁今天插翅难逃？你说啊，说啊！唐晨发出歇斯底里的嘶吼。有了须弥圣界强者为他撑腰，他现在什么也不怕了。修行界拼的就是实力和靠山。如今唐门真正的靠山已经出现了。先前还在摇摆不定的柳青阳，此刻也终于明白，唐门才是真正意义上星兰大陆的王者势力。当即表态，神火域所有人听令，今日无比生擒那小子，交由唐门主发落。哼！唐生冷笑了一声，并没有说些什么。这样的实力迟早都是要露出来的，既然今日露了也好，正好让亲家看清楚了，免得总觉得神火域高高在上。现场在那两位老者的强悍气息压迫下，显得一片凌乱，宾客们皆震惊不已。林浩已然带给他们不小的震撼，但唐门背后的靠山居然是上界圣地，这实在是太吓人了点。就连药老和萧炎都有些不知所措了。原本药老还偷偷叮嘱萧炎，如果林浩有什么危险，一定要出手相救，哪怕是与唐门为敌也在所不惜。但现在看来，林浩的背景想要强过那上界圣地，怕是一种奢望了。面对那两位盛气凌人的圣界强者，林浩并未表露出丝毫震惊之色，反而眼中闪动着点点笑意。他低头看向唐晨，笑言道：你刚刚说须弥圣界是上界圣界中的翘楚，这一点我并不否认，可你若是说他们可以堪比地族势力，不妨现在问问他们敢认吗？地族势力可是由大地强者镇守的不朽势力，至高无上。圣地再强，终究是圣地，一个圣境强者何时能与大地强者相提并论了？林浩的话让那两位圣地老者一时都有些错愕。唐晨见状，小脸通红，连忙扯着脖子为自己辩解：我刚刚那不过是一个比喻，你在这里咬文嚼字干什么？反正有二位前辈在，你今天必死无疑，等你死了，我就去北荒杀光你玄天宗所有人，包括你爹，我会让他求生不死，包括你那小师妹，我会让他在折辱中好好体验与我唐门作对是什么下场。唐晨狰狞咆哮，愈发癫狂。而这时九阴终于向前迈出了一步，砰！刹那间脚下虚空尽数破碎成齑粉。咦？感受到九阴那不经意间露出的一丝凌压，圣地老者不由得皱了皱眉头。老些，这个人怎么好像也是万法境强者？是有点像。被称为老些的老者也捋着白须点了点头。三人同为万法境，居然能在下界相遇，这倒是稀奇的事了。老些上下打量九阴，咧了咧嘴：姐姐，看不出来你还有点本事，可终究不是我二人的对手，是吗？九阴蓦然抬眼，眸若寒冰，区区鼠辈居然敢用这样的口气跟我说话，看来你须弥圣界近些年安宁得很，已经快把我的名字遗忘了。啥？老些闻言突然捧腹大笑：你这人倒是有趣，想在下界装叉，说话也要经过脑子。莫说是你，就算是我和老毕在圣界之中也算不得什么。圣地是什么势力，下界之人目光短浅，或许不懂，但你我应该明白。万法境能让一个圣地记住名字。两个圣地老者都忍不住发出讥笑之音，他们在圣地中地位都算不得什么，眼前这人修为也是万法境，装什么大尾巴狼？装给谁看？还让圣界记住他的名字？呸！他配吗？好，既然你们都已经遗忘了，那我就一点一点帮你们找回遗失的记忆吧。九阴负手向二人走去。所谓万法境不过尔尔，如果拿这种修为来衡量他的实力，那可太小瞧他了。且慢！这时唐生突然抬手大喊，无比恭敬面向那二老抱了抱拳：二位前辈，你们的修为实在是太可怕了，已非我下界所能承受，还请二位念在我唐门立誓万载不义的份上，一步一下。万法境强者到底是什么？唐生根本就不清楚，他也是怕一旦他们三个动起手来，顷刻间唐门万年基业就要毁于一旦了。好，依你。老谢目光锁定那迎面走来的红发青年，不屑冷哼：红毛小子，换个地方打，你可敢啊？如你所愿。九阴手掌隔空一挥，那两个老头突然大惊失色，瞬间三人的身影便消失在了虚空之中。放眼望去，
再也寻觅不到他们的影子。现在这里还剩下林浩一人，要同时面对唐门以及神火域两大中州王牌势力。在亲眼目睹唐门的可怕靠山后，柳青阳做出了一个决定，没等唐门强者这边开始动手，就抢先一步喝道：神火域众长老听令，结五行离火大阵！轰轰轰轰轰！瞬间无数道惊鸿的火焰气息弥漫于天地之间，使得这一方天地的温度正在以一种极为可怕的速度迅速向上攀升。当火焰威压达到极致，那些神火域长老已经凌立高空，站好了方位，一个个手印舞动，速度奇快。绚丽震撼的神火大阵正在悄然凝聚，10余名破虚境强者合力发动的火阵，威压笼罩整片苍穹，天地间温度极高，如同一个巨大的火炉将林浩困于其中。面对如此恐怖的高温，就算林浩是半步登天境强者，也不免有些窒息。老师，咱们该怎么做？萧炎凝视着高空可怕的阵势，低声询问。药老此刻也拿不定主意，先看看再说。他很清楚，这一战胜负的关键取决于那2位圣地强者和九阴之间的胜负。至于林浩这边，暂且静观其变，保证他不死就好。只是这五行离火大阵可是神火域的护域大阵，林浩到底能坚持多久，实在难以想象。火红色的大阵笼罩天地，唐门广场上一片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汇集在了林浩的身上。他真的能凭一己之力抗衡神火域、唐门2大传承万年的远古势力吗？至少很多人看来，这都是一场不切实际的梦。这时那些神火域长老们突然变换手印，阵中烈火翻腾，瞬间凝聚出一条咆哮的火龙，朝林浩追击而去。这条火龙凝聚了10余名破虚境强者的力量，即便是林浩也不敢硬扛，只能施展出奇异的步伐，巧妙躲避。但每次就在他尝试冲破火阵时，奔腾而过的火龙都会恰到好处封堵住他的路线。可见这些神火域长老们也是个个身经百战，根本就不给他任何逃离火阵的机会。一番苦试无果，林浩眼神微寒，随手取出罗刹族问道之剑，一把木剑。唐僧眉头微皱，面对如此强悍的火阵，他用一把木剑能做什么呢？杀了他，快杀了他！唐晨狰狞咆哮着，宛若一条疯狗。而此时林浩脚踏虚空，向后闪出阵阵残影，其手中木剑也顺势横于身前，随着右手食指碾过剑身，整把剑瞬间剧烈震荡起来，并伴随着极为刺耳的剑鸣之音响彻天地。好强的剑意，此子剑道造诣竟如此可怕。唐僧忍不住大惊失色，单论剑道，扪心自问，就是他也远远不及神风御雷真诀。林浩退无可退之际，终于祭出手中的问道之剑，眼前虚空仅是一荡，并没有看到任何剑气波动。可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幕发生了，平静的虚空中，那条奔腾而来的火龙居然一分为二，就连火龙正后方那名神火域长老也未能幸免，直接被劈成了2半。噗噗噗，一名长老被杀，大阵支离破碎，其余长老瞬间吐血。林浩潇洒落剑，淡然抬眼，平静的眸子闪过一丝金色流光。听到了吗？风的声音。这看到众长老接连从高空掉落下去，在场宾客们无不大惊失色。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看得清楚，即便是唐僧眼睛都没眨一下，也没有看到任何剑气出现。怎么回事？唐晨使劲揉着眼睛，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神火域的护域大阵就这么被林浩给破了。为什么？神风御雷真诀乃是林家的至上剑诀，尽管威力不如青莲剑诀，但也不是下界阵法所能相及的。作为当年林家先祖正地之路上的至圣底牌，其实林浩目前也只是误其皮毛罢了。但就是这一点点皮毛，就足以令五行离火大阵瞬间破碎，场面极其震撼。就在神火域众长老遭到重创之际，唐门那10几名长老也朝林浩冲了过去。这一刻，林浩不再动用底牌，而是直奔他们冲杀而去。刀光剑影一片凌乱，凭借着强横的修为和诡异的身法，林浩穿梭于人群之间，每次出剑都会有一名唐门长老当场陨落。父亲！唐门看到长老们完全不敌林浩，急得跳脚。林浩，你敢！唐僧摇身一闪，瞬间出现在林浩面前，但为时已晚，林浩已经抹了最后一名唐门长老的脖子。10几名破虚境长老就这样犹如雨点般自高空坠落，唐门老一辈精锐尽数被斩杀。这对于唐门而言，无疑是极为沉重的打击。终于肯亲自出手了。面对那老脸铁青的唐僧，林浩随手甩去剑上血渍，俊逸清秀的脸庞挂满笑容。一个少年天骄，顷刻间斩杀神火域和唐门一共30余名长老，这番可怕的表现实在令人大开眼界。
望着那些长老们尸横遍野，唐僧怒不可遏，体内磅礴至极的登天境中期灵力顺势席卷天地，恐怖的灵压让这片天地间的虚空都开始出现波光粼粼的裂纹。林浩见此场面，猛握木剑，眼神也开始变得炽热起来。林浩，你太自负了，居然敢杀我唐门这么多长老！唐僧咬牙切齿，滚滚灵压如浪涌般在他的脚下盘旋。相比之下，林浩半步登天境的修为明显弱了许多。可即便如此，林浩依旧不露惧色，反而是有点兴奋。你那蠢儿子不是说要去北荒灭我玄天宗，杀我义父，辱我师妹吗？抱歉，在这一点上我和他一样，唯一的区别是我对于辱你唐门女弟子什么的并不感兴趣，我只想杀光你唐门所有的人，包括你在内。林浩脚下一颤，其身影骤然出现在唐僧面前，凌空一剑瞬间刺穿唐僧的胸膛，可是刺穿的居然只是唐僧留下了一道残影。糟！感受到身旁袭来的可怕剑罡，林浩奋力挥剑，枪！一把玄铁古剑，一把木剑隔空狠狠相撞，力量上林浩完全不敌，当场被震得向下坠落而去。那把木剑居然……唐僧大惊失色，居然没有被斩断。砰！就在林浩即将坠落到广场上时，他的身形兀然滞空，下方石板砰然碎裂。握着到现在依旧发麻的手掌，林浩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登天境中期与半步登天境之间的差距究竟是有多么悬殊了。宁阮站在唐晨身后不远处，看到此刻包括唐晨在内所有人的视线都被林浩和唐僧所吸引，他猛地从左袖摸出第二把匕首，快速朝唐晨冲去。林浩这个混蛋居然敢杀我唐门那么多长老，爹，你一定要把他碎尸！啊！唐晨突然发出一声惨叫，众人闻声望去，只见宁阮薅住唐晨的头发，一只手握着匕首，噗呲噗呲照着他的后腰一顿猛捅，疼得唐晨发出杀猪般的惨嚎。晨儿！唐僧见状，双目大突，第一时间朝唐晨飞去，但却被林浩直接拦住了去路。混账，给我滚开！唐僧愤怒咆哮，一掌轰向林浩。林浩顺势向旁躲闪，同时三绝剑气已然发动，三道剑气在唐僧眼中迅速放大，惊得他连忙向后一个弯腰，脸庞被撕开一道血痕。可就在这时，地面直接升起一道深蓝色的冰阵，而唐僧的双腿也顺势开始结冰阵法师。唐僧大惊失色，林浩结动手印，以冰阵捆住其双腿，同时一剑朝他要害刺了过去，眼看就要得逞。唐僧突然挣脱脚下的寒冰，一个空翻，显而又显地躲开了这一剑，同时大腿上也被展开一道血痕。你！唐僧已然乱了方寸，他就只有唐晨这么一个独子，此刻看到儿子被宁阮按倒在地上，照后脑勺一顿猛捅，他的心都要碎了。儿子！唐僧悲痛咆哮，他的儿子就这么死了，而且就算已经死了，可那宁阮还没有收手，鲜血溅了他满脸，他依旧在那里刨尸。宁阮对于唐门的憎恨已经超越了一切，他今日来到这里就是要将这种伤痛10倍100倍的还给唐僧，让他为屠杀和欢宗付出代价。宾客们也被他那疯狂的样子吓得毛骨悚然。林浩倒是嘴角略微上扬，对于宁阮的表现十分认可。只可惜林浩余光瞥了一眼地上那些神火玉和唐门的长老们，心中无奈叹息，若非是唐僧在他面前，他一定会用炼魂师的力量将那些长老们的灵魂尽数吸收。炼魂师吸收灵魂只能抓住对方死亡的瞬间捕获其灵魂体，如今为时已晚。无奈林浩重新将目光落到了唐僧的身上，仿佛在盯着一条绝佳美味的肥鱼。相比于那些破虚境的长老们，唐僧才是真正的大补之物，是他此行来到唐门的猎物。天哪！柳如烟手眼红唇，俏脸无比苍白，望着唐晨惨死在宁阮脚下，他后背一阵发寒。刚嫁给唐晨，他就死了，这该咋办？好荒唐！原本我是想亲手解决唐晨的，不过让他以这样的方式死在宁阮手中也算不错了。林浩慵懒地打了个哈欠，随手将问道之剑指向正前方。唐僧老狗，唐门的下场才刚刚开始，你可别太让我失望。唐僧闻言，双目喋血，若不是林浩今日来大闹婚宴，宁阮那个臭丫头也不会得手，这一切都是拜他所赐。我杀了你！唐僧愤怒嘶吼，直接冲向林浩，二人顺势在空中开始了激烈的战斗。天崩地裂的景象中，不停爆发出刺耳的剑鸣。尽管林浩修为不如唐僧，可其剑道造诣却是在唐僧之上，并且所掌握的身法也不是唐门身法所能相比的，这种身法和剑道上的优势完全弥补了他修为上的不敌。一时间，二人竟打得昏天暗地，难分高下。宁阮拂袖擦去脸上血渍，站起身来，朝地上这滩血肉嫌弃的啐了一口，
这才发现此时自己已经被唐门众高手团团包围。你竟敢杀了少主！给我杀！拿下这个女人！唐门众人瞬间暴冲而来，宁阮只能全力迎战，广场上也打得乌烟瘴气，惨叫声不绝于耳。宾客们全都退到了一个方向，对于这场难得一见的婚宴盛事，居然会因为一个叫做林浩的年轻人而演变成这步田地，大家也是你看我，我看你，都选择冷眼旁观。这时，一名唐门执事跑到柳青阳的面前，单膝跪地，含泪抬眼：“柳前辈，还请您出手帮我们杀了那林浩，此恩此德，我唐门上下无不感激。”柳青阳，女婿已死，可他们是刚刚拜堂的，如果他厚着脸皮不认，以尚未洞房为由取消这桩婚事的话，那女儿就仍是尚未出阁。可是就怕那2位圣地强者归来，到时候唐门再趁势发难，真到了那个时候，就算是他也没有办法全身而退。可他就这么一个掌上明珠，实在不忍看他刚成亲就守活寡。柳青阳思来想去，左右为难。我神火玉今日也损失惨重，这你是看到的。我知道，所以林浩才是我们的大敌啊。那唐门执事急道。柳青阳突然挑了挑眉，这个家伙为何如此焦急担忧？莫不是怕唐生会输给林浩？柳青阳抬起头望去，目前场面上唐生仍然占据微弱的优势，但这种优势似乎正在减弱。如果他真的输给了林浩，那就证明林浩的背景或许并不低于圣地。柳青阳还在犹豫，那唐门执事已经开始跪地磕头了，一边磕头一边大喊：“求求您出手，助我们门主一臂之力吧，求您了！”就在这时，一道倩影突然自远处跑来，是梅诗诗。梅诗诗直接来到了那唐门执事的身旁，先是满眼怒火看向天空，随后面向柳青阳恭敬抱拳：“柳叔叔，你与我唐门联姻已成事实，既然都是一家人了，你又何故犹豫不决呢？”这个柳青阳有些迷惘：“你是何人？”梅诗诗美目微转，道：“晚辈唐诗诗是唐生刚刚收的义女。”什么？梅诗诗此话一出，柳青阳大为震惊，那跪地的执事也是一脸懵逼。她不是少主养的那个女人吗？连个妾都不算，怎么敢自称是门主义女的？梅诗诗接着说道：“实不相瞒，晚辈早就对刘广大哥青睐已久，此事一过，就打算让我义父和您提这件事呢。”你是说你喜欢我家广儿？柳青阳惊喜望穿，他的儿子刘广天生就是个智障，20多岁了还只有3岁孩童般的智商，而眼前此女相貌出众，美若天仙，最重要的是她还是唐生的义女。倘若她肯嫁给广儿，那可真是太好了。好，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现在就帮你义父杀了那个小子。柳青阳终于不再犹豫，多谢前辈。梅诗诗躬身抱拳，美目泛着一抹凶狠毒怨。林浩，你就算再厉害，也不可能斗得过神火玉玉主和唐门门主的联手吧？今天就算是大罗金仙来了，也救不了你。我说的，他居然是这个用意好聪明。在得知梅诗诗撒谎的真相后，那唐门执事瞬间在心中对他肃然起敬。林微出奇谋，胆大又心细。如果门主真肯收她为义女，倒也不错，起码不会因为少主的陨落而悲痛欲绝，也算是有了一点点安慰。而且他已经和少主发生过关系了，说不定还会怀上少主的骨肉。想到这，那只是立刻打起了配合，甘愿和他一起承担这个谎言所带来的杀身之祸。二小姐，您还是先离开这里吧，这里太危险了。不用，我身为唐门二小姐，今日绝不会退缩半步。梅诗诗骄傲地挺起小胸脯，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看到连唐门执事都印证了这一真相，柳青阳不再对他的身份有任何质疑，摇身一闪便出现在了高空。当他体内那股比唐生还要霸道的灵力风暴出现在这片天地之间时，包括唐生和林浩在内，在场的所有人全都错愕地望了过去。登天境后期看到神火玉玉主也来了，林浩脸色瞬间一沉。可就在这时，又有一道身影闪身而来，横在了林浩和柳青阳之间。药老，柳青阳眉心深拧，有些诧异：“你这是？”药老负手踏空，呵呵笑道：“我与这年轻人有缘，还望柳玉主高抬贵手，卖老夫一个薄面，如何？”药老可是和神火老祖一辈的，他成名时，柳青阳和唐生都还没出生呢。此刻他居然肯为了林浩而站出来，管这个闲事。广场上的众人一个个抬着头，全都瞠目结舌，鸦雀无声。药老的登场让场面再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包括萧炎那边也出现在了宁阮身前，以一把玄铁重尺将大的劈成了2半，吓得那些唐门高手慌忙后退。丹阁阁主和萧炎都动手了，其他长老自然也不会袖手旁观。要知道，炼药师可不单单只会炼药，他们的操火能力远高于常人，即便是同样玩火的神火玉也无法与之相及。
药老，我敬你是前辈，不想和你交手。今天这件事关乎我神火域和唐门的声誉，还请老前辈莫要与我们为难。面对药老，柳青阳明显有些忌惮。呵呵呵。药老手抚白须，余光瞥向林浩，淡淡说道：“他今天来到这里，是为何和唐门清算？你又何必牵扯进来呢？还是说，你觉得他的背景会输给那个什么圣地？”药老的一席话让柳青阳瞬间沉默了，这也是他刚刚一直担心的问题。药老，这时唐生在后面大喊道：“这么多年来，我唐门可没少支持你们丹阁的生意啊！难道你真的愿意为了这么一个孺子和我唐门撕破脸皮？”言下之意，一旦圣地强者腾出手来，他不介意灭了丹阁。药老深吸了一口气，老眼深处闪过一丝坚决。人生总要面临很多选择，老夫做事绝不后悔。好，这可是你说的，你别后悔，老东西。唐生咬牙切齿。突然，他的眼前虚空出现了一道道诡异的剑影，越来越多的剑影覆盖在这片天地间，放眼望去，犹如星辰大海，斑斓而又壮观，看得众人惊骇失色。这是……唐生错愕回头，只见此刻林浩将那柄木剑高举于头顶，正在操控漫天剑影绕着他飞速旋转。亿万剑气纵横8万里山河，覆盖整片天地。可怕的剑势奔潮滚滚，浪拍苍穹，在这股浩瀚无边的极致剑威之下，人们几乎连呼吸都觉得肺腑灼痛。这是他的剑技。萧炎手托诡异青焰，在看到林浩那惊世骇俗的恐怖剑招后，彻底愣在了原地。就连剑多识广的药老也没想到，林浩不仅单阵双修，就连剑道造诣都惊为天人。毫不客气地说，此刻他的剑意已超越星兰大陆古往今来所有的剑道高手，无人能出其右。唐生本不想用自己的底牌，但当他亲眼目睹林浩这恐怖的剑诀后，彻底放下了所有的骄傲，将手中青剑一丢，随手抓来一把奔雷万丈的银色大锤，也跟着高举在了头顶。滚滚奔雷缭绕在唐生周身的虚空，形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雷池漩涡，轰隆隆的雷鸣声震聋发聩。当林浩那边亿万剑气直飞高空，凝聚出一把通天彻地之威的巨大青色古剑幻象之际，唐生这边银色锤身也化作温红色，并伴有极致雷霆如游龙闪耀。双方惊人的力量隔空相撞，形成一红一青两道互不相让的能量光照。青莲剑诀，大须弥锤。随着二人同时落招，悬空古剑顺势化作一丝肉眼难觅的极致青芒，朝着那有如泰山压顶般的红温巨锤狠狠地撞了上去。噗！刹那间，红温巨锤被击成满天齑粉。在唐生无比错愕的目光下，那道青色霞光直接贯穿他的身体，于后山方向形成了一朵无比绚丽夺目的青色莲花。一剑开天青连战，天空被撕开了巨大的黑色裂痕，久久难以愈合，场面恐怖瘆人。唐生啊的一声惨嚎，便整个人爆炸开来，在所有人惊恐万分的瞩目之下，彻底化作乌有。就是现在，林浩抓住这一时机，迅速从腰间摸出一只黑箫，呈于嘴前，开始吹奏。幽怨凄厉的箫声伴随着水纹状的能量涟漪，开始以它为圆心向四周疯狂荡漾。天空突然暗了下来，伸手不见五指，看得人们胆战心惊。当一束宛如地狱深处的死亡射线刺破云霄，一尊红色棺木悍然出现在了众人眼中。那是什么？药老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这股力量根本就不属于这个世间，不，就算是上界，恐怕也不会存在吧。那血色棺木徐徐降落，威压笼罩尘世，如修罗降世，神魔俱陨，仿佛中州都沦为一片葬神之地。自那红棺中所弥漫出来的可怕威压，已经超越天道，超越大道，超越无尽岁月，万古洪荒。当红色棺木静止不动，一缕灵魂体直接被狠狠地拽了进去，宛如一阵黑风钻进棺木。而当棺盖扣上的那一刻，里面霎然响起唐生那歇斯底里的惨叫声。与此同时，林浩的气息开始以一种极为可怕的速度迅速向上攀升。天空黑得可怕，而更可怕的是林浩此刻的气息正在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向上攀升。登天境初期，登天境中期，登天境后期，登天境后期巅峰。柳青阳半张着嘴巴，彻底惊骇失色。这究竟是什么力量，居然能让他在一瞬间修为提升这么大？这可是要修炼数百年才能有的提升啊！咕噜，药老滚了滚喉咙，老眼昏花般踉跄颤。刚刚那个感觉就好像是林浩将唐生的灵魂体给吸收了似的，然后转化为他自身的力量，使其修为飞速跨越。可这种事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啊！世间怎会有如此惊人的力量，竟能让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修为就可以一飞冲天？还没结束吗？药老震惊不已。此时林浩的气息还在向上攀升，
而登天境后期巅峰已然是凡间最强修为，继续攀升的话，那不是要进入传说中的咔嚓，这是天空碎裂的声音。大片虚空在人们震惊的视线中频频崩碎，露出了无尽裂痕。黑云之上突然出现熠熠圣辉，笼罩这方天地。当金色的圣光刺破云霄，照亮整个中州，一道七彩光柱笔直地落到了林浩的身上，连接天地，将林浩的身影彻底吞噬进了其中。在这道七彩圣柱之间，不停流转着看不懂的上古文字，那些文字象征着法则的降临。而能够掌握法则之力，则说明此刻林浩已经开始迈进传说之中的御法境了。御法境，驾驭法则之力，体内产生道种，道种萌生，道念长恒，也预示着林浩可以凭自己的本事去往上界，完成了凡间10万大陆强者们梦寐以求的壮举，真正意义上的登天。此刻的林浩就如一位高高在上的神明，从七彩圣柱中踏空走来，眼眸俯视苍茫大地，芸芸众生漠然，孤傲至高无上。御法境，他真的踏入御法境了。药老的一声惊呼，瞬间让所有人都回归了现实。这一刻，全场宾客不由自主单膝跪地，朝那高空而立的仙影虔诚叩拜，恭贺林少登天。不知何人率先喊出一句话来，其他人连忙齐喝，恭贺林少登天。众人肃然起敬，如敬神明。柳如烟愣在原地，心想这等完美无瑕的男子，为何不是他待嫁之人？真是好生遗憾。而一旁的梅诗诗在亲眼见证林浩的登天之路后，彻底崩溃了。你那究竟是用的什么妖法？这世上根本就不可能有人能做到这样逆天的事。林浩，你此举完全就是在逆天而行，逆天之人必遭天谴。梅诗诗哭喊着，声嘶力竭。她实在无法容忍残杀了自己父亲和姐姐的男人会是这般可怕的存在，如同禁忌一般的存在。望着梅诗诗绝望地跪在地上，已经无助到只能狂吠、哭泣、崩溃。林浩漠然的眸子全无怜惜，没有任何神采，语气亦平静的让人有些发寒。原来是你啊！梅诗诗闻言愤怒抬头，强撑着颤抖的身子站了起来。是我又如何？不要以为你天下无敌，等须弥圣界2位前辈归来，就是你的死期。到现在，他依旧坚信那2位圣地强者能斩杀九阴。林浩现在虽强，却也无法和那2位相提并论。然，他严重低估了九阴的实力。九阴那万法境巅峰的修为只是表象，如果他只有这么点实力，当年也不会大闹须弥圣界，让那圣地强者们深深牢记。如果他只有万法境的修为，上界地族林家也不会派他做林浩的护道者。要知道，林浩可是少主，是地族林家的少主。望着这个死到临头还对圣地强者抱有愚蠢幻想的疯女人，林浩默然道：那2个老头回不来了。你说什么？梅诗诗冷哼道：少吹牛了，他们2个和你身边的人都是万法境，2打1，他拿什么赢？林浩无奈摇头，井底之蛙终究只有这么点见识，既然你目光如此短浅，也好，那我就留你多活一瞬，让你看到最后。但林浩这时话锋一转，将矛头指向那目瞪口呆的柳青阳，嫣红眼同闪过一丝厌恶。你这个老匹夫，明明今日之事与你无关，你却3番2次与我为敌，今日我若不杀你，实在难消我心头之恨。林浩脚掌向前一迈，虚空瞬间颤动，下一刻其身影居然诡异地出现在了药老身旁。这看不见的极致速度惊出药老一身冷汗来。这就是御法境强者的实力吗？这就是人人向往的上界强者该有的水准吗？药老心中大为震惊。其实他也幻想着能去往上界，这也是他的人生追求，只可惜下界灵力有限，即便是他这等大陆最强炼药宗师，亦无法踏足那神圣的领域。药老，多谢了。淡淡的声音自林浩口中传来。当他向前迈出第2步时，其挥出的大嘴巴子直接狠狠地甩在了那柳青阳的脸上。啪！一声脆响，惊得所有人齐齐颤抖。祖父！柳如烟花容失色，看到爷爷一道光砸进群山之中，震起满天尘土，急忙面向林浩恭敬抱拳。林少，我祖父鬼迷心窍，与您为敌是他不对，还请您高抬贵手，饶他一命。高抬贵手！林浩冰冷的嘴角噙着一抹弧度，漠然的视线转望而来，仅一个眼神就吓得柳如烟当场跪地，汗流浃背。如果今日不是要老出手相助，你觉得他和唐僧联手，我还有机会施展出内剑吗？我若战败，你猜你的祖父是否会饶我一命？林浩不傻，柳青阳半路杀出，一定是做出了选择，就是要杀他。既然这货已经动了杀心，那就不能饶恕。对敌人仁慈，这种事林浩做不出来。林浩的话让柳如烟无言辩解。下一刻，林浩迈出第3步，
其身影已然出现在那片深山之间，脚掌踩在柳青阳的脸上，嘎嘣！没等他喊出求饶的话来，便当场踩断了他的脖子。神火狱狱主就这样被他给杀了。萧炎看得有些害怕了，这就是狱法境的实力，虐杀下界至尊强者，如踏草芥。这时，林浩再次拿出那只诡异的黑箫，随着幽怨凄厉的笑声回荡于天地之间，天空再度阴暗了下来。一具红色棺木同样从天而降，在所有人震撼的视线中吸收了柳青阳的灵魂体。届时，林浩的修为再一次得到了提升，只不过只是提升了一点点，仍然停留在半步御法境的范畴。握了握苍劲有力的拳头，林浩有些失望。看样子，只有吸收修为在我之上的人才能有明显的效果。柳青阳不过登天境，在他之下，就这么点灵魂之力，跟塞牙缝一样不痛不痒，完全没什么感觉。搞清楚了炼魂师的一些特性后，林浩摇身一闪，出现在了苍穹之上，目光环视广场上的那些人，淡淡说道：除唐门和神火狱之人外，都下山去吧。一听这话，那些宾客连滚带爬往山下涌去，期间有人被撞倒，被踩踏，惨叫声不绝于耳，都巴不得赶紧和唐门撇清关系。林浩这分明是想要大开杀戒了。一时间，唐门和神火狱的人望着那些人呼呀呀逃离此地，一个个全都吓傻了。现在咱们该怎么办？狱主大人都已经死了，咱们根本就打不过他啊！都是这该死的唐门，自己惹上了不该惹的人，还要拉咱们下水，抱怨那些有个屁用！狱主之仇不得不报，无论如何，咱们也要护送少主安全离去。只要老祖能出关，咱们或许还有希望。神火狱的人很快就将柳如烟给保护了起来。反观唐门那边彻底慌了，四处逃窜，形同一盘散沙。望着那些如蝼蚁般抱头鼠窜的身影，林浩缓缓抬起手中木剑，高举于头顶。刹那间，亿万剑气再次出现在了天地之间。只不过这一次，剑气异常凌厉，刺耳的剑鸣声更是恐怖。踏入御法境的他，即便是青莲剑诀，威力也发成了蜕变。眼看那些剑气就要落下，柳如烟这时急喊：林少且慢，我知道一处远古洞府的所在。远古洞府？邪地洞府？林浩眉头一竖，什么样的洞府？柳如烟咬了咬牙道：那是我祖父于数百年前发现的一处神秘洞府，可洞府之外设下的结界，就连我祖父也打不开，所以他才选择闭关，至今未出。少主，这可是我神火狱的绝密啊，你怎么能告诉他呢？一名长老急道。蠢货！柳如烟怒斥道，他想杀我们，易如反掌，咱们若是死了，还要那个远古洞府做什么？看样子他似乎并未说谎。神火狱保守了数百年的绝密吗？林浩缓缓点头。下一刻，手中木剑向下一扫，亿万惊鸿剑气瞬间如雨幕般落了下来。密集的剑雨顷刻间落在唐门内外，无论唐门弟子还是神火狱的那些人，几乎在同一时刻都倒在了漫天剑雨之中。唯有柳如烟一人活了下来，望着前一刻还跟自己争执的长老，下一瞬便被袭来的剑雨刺成了马蜂窝。柳如烟绝望地跪在了地上。林浩太可怕了，此等剑技简直惊世骇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青莲剑诀若不凝聚最后那把青莲之剑，便可以万箭朝天之势倾落而至。不错，大开大合，随心所欲，果然合我的口味。随手将木剑一收，林浩重新落到了广场上。如今宾客尽散，药老和萧炎他们也带着宁软下山去了。唐门已彻底倾覆，神火狱也只剩下一个柳如烟，外加一个愣在不远处瑟瑟发抖的梅诗诗。林浩来到梅诗诗的面前，看着他俏脸苍白，目光空洞的模样，直接抬手捏住他的下巴，强行抬起他的俏脸。再次看到林浩，梅诗诗眼中有着说不出的恐惧、绝望，就是这副表情。林浩很满意，这个愚蠢的女人终于清楚地认识到，她所面对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尸山血海蔓延整个唐门，腥鼻的血味令人作呕。梅诗诗余光瞥向那些人的尸体，想到唐少、唐门主、柳狱主相继死于林浩之手，他现在才看清楚，和林浩作对究竟是有多么危险，多么愚蠢。当年你对我姐姐那么好，她若不与唐少相遇，该有多好。梅诗诗怅然泪下，她那样的人嫁给我，才真是我林家的不幸。林浩淡然走过梅诗诗的身旁，手指在她那玉颈下轻轻一划而过，刹那间梅诗诗的脑袋便翻滚了下去，血如泉涌。看样子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山下耽搁这些人尚未离去，在看到漫天剑雨贯穿唐门后，萧炎就明白唐门不会再有任何一个活口。偌大的唐门立足于中州万古岁月，无可撼动，今日却在林浩的剑下说亡就亡了，这简直就和做梦一样，不切实际。当初我还想着
找他帮我炼制毒丹，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厉害。宁软动容呢喃，如今大仇得报，他心中对于林浩十分感激，只是不知道今后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他。林浩带着柳如烟一路向西踏空而行，脚下山川大地如诗如画，美不胜收。可柳如烟此刻根本无暇观景，她只想从这个可怕的男人手中活下来。神火域作为星兰大陆公认的最强势力，今日却惨遭浩劫，招惹上了上界强者，这真的是一场无妄之灾。想到这，柳如烟就觉得委屈。林少，其实我神火域和您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若非是我和那唐晨定下了婚约，恐怕咱们之间也不会有什么交集。林浩踏着虚空走在他身后，无所谓的应了一下。如果不是神火域关键时刻要杀他，他也不会去杀神火域那些人。可惜这个世上没有如果，既然已经结下血仇，林浩就不会给他们任何反扑的机会，哪怕他们根本也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对了，你那个朋友还没回来，你就不等等他吗？柳如烟突然背过身来，美目盯着他的眼睛问道。他会找到我，赶紧走，不然我杀了你。是。柳如烟本想利用自己的美色和他套套近乎，没想到眼前这个家伙竟如此凶，一点也不怜香惜玉，无奈只好继续前行。看到他终于老实了，林浩不由得嘴角一勾，心想就你那点心思还想勾搭我，想屁吃。林浩作为穿越者是绝不会见到女人就降智的。经过2日的踏空疾行，二人终于来到了一片荒漠，眼前是荒漠中独具一格的绿洲，而绿洲中央地带坐落着宛如巨兽般巍峨的宗门，这便是神火域。当年祖父在荒漠中发现那处神秘洞府，便下令迁宗，那个洞府如今就在我们神火域的地宫之中。柳如烟怕他多想，提前说清楚。域主都死了，林浩自然不会在意深入腹地。至于那所谓的神火老祖，星兰大陆最强之人，既然他都已经闭关数百年了，也不会说出就出来。而且即便是出来，林浩也不惧。下界强者如今在他眼中皆为草芥。少主，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门前守卫看到柳如烟自己回来了，不免好奇询问，不料刹那间在他的身后就出现了一个蓝衫少年，惊得几名守卫急忙拔剑。别紧张，他是我朋友。柳如烟见状急忙说道。几个守卫这才放下警惕，我爹他还有一些事要处理，过阵子才能回来。柳如烟随便编了个理由，带着林浩直接走进了神火域的大门。你们看，少主回来了，他身边那个人就是唐少嘛，看着好英俊啊。一路上大家都在观望林浩，错把他当成了唐晨。林浩也不在意，先去那所谓的神秘洞府看看，万一运气好就是那邪地洞府呢。一位大地强者的传承，虽然在小黑子的口中就是个垃圾，但对于现在的林浩来说可是不可多得的机缘。很快二人就来到了地宫之前，门前坐着一位老者正在打瞌睡，听到脚步声后这才睁开眼来。少主，您回来了。老者动容道。师傅，劳烦你开一下地宫之门。柳如烟背齿咬着红唇，神色复杂道。原来这人是他的师傅林浩，笑目一眯。老者闻言不由得雪眉深皱，打量起林浩来。他是何人？他是见过唐晨的，因此也清楚此人绝非唐少。他是我朋友，是父亲让我们来的。柳如烟急忙解释。可眼前老者是看着他长大的，此刻他神色紧张，明显像是受到了某种胁迫。老者含笑起身向柳如烟走来，习惯性抬起手摸着他的头。少主啊，你既已回来，就不要害怕任何人，这里可是咱们神火域的地盘。说罢一把将他拉至身后，同时体内一股磅礴浩瀚的灵力波动轰然爆发。登天境中期，没想到在神火域还有一个修为上与唐僧不分伯仲之人。林浩眼中闪过一丝笑意，见状柳如烟急忙闪身而来，挡在二人之间，并冲老者使劲眨眼间。师傅，你千万不要冲动，他绝非是看上去的那么简单。老者有些看不懂了，都到了自己家了，少主究竟在忌惮什么？他不过就是一个孩子，再强能强到哪里去？一个孩子总不至于还能威胁到神火域吧？难道说少主被他下了某种毒？想到这，老者呵呵笑道。少主勿虑，遇到任何事都不要慌，普天之下是没有人能威胁我神火域的。而且我和丹阁阁主也有些交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柳如烟愤愤跳脚，都要急哭了。这时感知到老者的气息波动，后方不少神火域长老都冲了进来。一瞬间林浩沦为众矢之的，没等他开口，后面闻声而来的一名长老便拔剑指向了他。大长老，此子莫非与少主为难？是又如何？林浩背对着他笑问。此话一出，
众人皆大惊失色。那明长老瞬间怒发冲冠，敢在我神火域撒野，天也救不了你！我说的，你给我滚！柳如烟突然摘下头钗，朝那老者丢了过去。众人全都懵了，不是这什么情况？就连神火域大长老也看不懂了，少主到底在害怕他什么啊？面对大家迷惑的目光，柳如烟当机立断，扑通跪在了林浩的面前，并含泪抬头：“林少，您别生气，他们都是一群有眼无珠的蠢货，我这就让他们滚，绝不给您添堵。”少主你……被他训斥那长老无比错愕地瞪大了眼睛，还不滚，非要我杀你不可吗？柳如烟突然拔剑指向对方，这一幕彻底震惊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少主居然为了一个男人拔剑对向自己人，他这是咋了？中邪了还是？少主，地宫种地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这是老狱主当年定下的规矩。如今你带着这么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就想强闯我神火域种地，你觉得我会让你们进去吗？大长老很是生气，对于少主今日的表现十分失望。什么样的强者也不至于将他威胁到这般地步啊！居然还给人下跪。都说女子不中用，这话果然是不假。临危时刻居然这么丢他们神火域的脸，这要是让狱主和老狱主看到了，那还不伤透了心？面对别人，柳如烟上可威胁他们骂他们，可眼前的大长老乃是他的授业恩师，师者如父，就算是他也不敢对他有丝毫不敬，只能急道：师父，请你相信我，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神火域。你既然知道你是神火域的少主，就不该带一个外人过来为难我们。大长老彻底震怒，一嗓子吼出来，震得整个地宫巨颤。柳如烟也慌忙捂住了耳朵。作为和唐僧修为相当的存在，他在神火域拥有绝对的分量。如果少主不懂事，他甚至可以将少主拘禁起来，等狱主归来再听候发落。眼下除了那小子也没什么外人。大长老心疼地摸着柳如烟的脸颊，苦口婆心劝道：而且你现在已经嫁给唐少了，已经是有夫之妇了，你怎么可以和他这么不清不楚地混在一起呢？你不小了，嫁人了就该懂事了啊！我……柳如烟指着自己的穷鼻，俏脸憋得通红。柳如烟真的要气哭了，委屈死了。这话说的就好像他不守妇道似的，可他才多大呀？而且他和唐晨又没有入洞房，只是拜了个堂而已，凭什么让他为了一个死人去守活寡？这太不公平了，他才不要呢！师父，现在唐门已经没了，我和唐晨的婚事也不算数了，他已经死了。柳如烟一生气就说了出来。什么？唐门大长老无比惊愕地望向柳如烟，唐门没了是什么意思？没了就是没了啊！你快将地宫打开吧，其他事我以后再和你说。柳如烟催促道。然大长老却嗅到了一丝不祥的意味，当即老脸暴沉，一把上前抓住他的手质问：那狱主呢？他为什么没有和你们一起回来？啊，师父你弄疼我了。柳如烟一把推开了他。林浩这时直接走上前来，抬起手对准了地宫石门。其实不必这么麻烦。说罢，一道冲击波直接贯穿虚空而去。轰！整个石门瞬间爆炸开来，碎石横飞的景象惊得在场众人乱成一团。你这小子居然敢毁我地宫石门！大长老怒发冲冠。柳如烟见状直接扑上去一把抱住了他。林少，你快进去，我拖住师傅。少主你……大长老彻底震惊了。少主这是在干什么？林浩无奈摇头，径直走过大长老的视线。整个过程大长老并未阻止，其他人也不敢轻举妄动。待林浩走进地宫消失不见，大长老这才深吸了一口气，问道：现在可以说了吗？到底发生了何事？柳如烟穷鼻抽动，这才将唐门那边发生的事一五一十描述出来。冰冷的地宫，两侧石壁上镶嵌着夜明珠，将通道映照得一片幽冥。不多时，林浩就已经来到了地宫最底层，眼前是一个巨大的黑色能量漩涡，里面渗透出来的气息极致邪恶，好似一头隐匿于地底深处的洪荒凶魔，一旦挣脱束缚，便可吞噬天地，毁灭一切。饶是以林浩目前半步于法境的修为，踏足此地也不免感受到了一股莫名寒意。但见识过罗刹虚空的无尽冰域，以及修罗虚空的修罗之门，此等场面倒也不觉得窒息了。林浩走上前去，尝试伸手触碰，果然一道无形屏障瞬间出现在了他的眼前。此屏障道光内敛，道运非凡，无尽法则隐蕴其中，即便是放眼上界，圣级强者亦不可撼动其分毫，真的是大地强者留下的结界。林浩大喜，林家身为地族，后山的罗刹圣杯便拥有大地的力量，那种力量他曾无数次感受过，绝对错不了。
眼前这个神秘的洞府就是大地强者布置的结界。好，太好了！想不到在这灵力贫瘠的下界，真有大地强者留下的传承洞府。如此看来，这必定就是须弥圣界那个家伙口中所谓的邪地洞府。林浩惊喜忘川，对于此等洞府传承极为期待。可是，大地强者留下的结界，又岂是随随便便就能打开的呢？林浩沉默了。对付结界，要么强攻，要么化解。想要强攻，非力量在其之上，不可为之；而化解，则需要机缘。我有这样的机缘吗？林浩神色微凝，瞬间取出罗刹族问道之剑，然后一剑刺向结界。结界光壁爆出一道火光，林浩直接连人带剑被反震了回来。不行，既然罗刹之力不行，那就试试修罗之力。林浩拿出了那只黑箫，握稳之后轻轻触碰结界。然而下一刻，结界散发出强烈道光，再一次将他给震得后退了数步，好不容易才稳住了身形。怎么回事？林浩眉头一竖，有些疑惑。相比于问道之剑，似乎这结界对于修罗之力异常愤怒，到现在他的手还阵阵发麻，就好像是和修罗一族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让人难以捉摸。看来想要打开这个结界，需要向小黑子或是小七询问一下了，毕竟以他们的眼界，一定比他知道的更多。思来想去，林浩盘膝而坐，很快神识就进入了罗刹虚空之中。小七，醒醒！看到铜镜中小七正趴在地上呼呼大睡，口水流了一地，林浩无奈说道：干什么啊？小七哈欠连天的揉了揉眼睛。我现在来到了一处未知洞府，似乎是大地强者留下的，你快告诉我该怎么打破外面的结界。小七闻言不悦地扭过头去，你不都已经是修罗问道者了吗？去问他吗？问我干嘛？他都知道了。林浩一拍脑门，刚刚我能感受到这结界似乎对修罗之力有着很强的抵触，所以我现在能问的只有你。再说了，罗刹问道者也好，修罗问道者也罢，都不是我自己可以选择拒绝的，不是吗？面对小七，林浩只能实话实说，晓之以理。小七轻哼了一声，双臂抱胸，质问：那你说，在你心中究竟是罗刹族重要，还是修罗族重要？林浩，先前小黑子是看到了问道之剑，才得知他身份的，也就是说，这两处神秘虚空并不相连，无论在这里说什么，那边也不会听到的。念至此，林浩神色认真道：你这话问的，我姓林，本就是林家的人，当然心系林家更多一些了。实际上，他不过就是一个穿越者罢了，真正的原主林浩早就被他给夺舍了。什么罗刹族、修罗族，与他这个穿越者何干？他只想变强，变得比任何人都强，然后独断万古，全掌岁月长河。哼，这还差不多。小七对于他的回答很满意，旋即提点道：其实想要进去很简单，只需将你的一滴修罗之血留在结界上，结界自然就会被打破。林浩，就这么简单。小七，对啊，虽然我很讨厌修罗族，但不得不说，他们的血脉还是非常强大的，可压制世间一切地族力量。还有啊，你现在已经迈入半步域法境，可以尝试去拿第二件灵气了。第二件灵气？林浩转目望向前方，现在距离自己最近的是一尊金色炉鼎，看上去好像是炼丹用的可一个丹炉，按理说不应该是罗刹神族的问道传承啊，莫非它还有别的什么功效？不想了，既然小七都提醒我了，那我就试试看。林浩目测了一下自己和那金色炉鼎之间的距离，差不多有10丈远10丈，应该能撑过来吧。林浩深吸了一口气，将灵力护住身躯，然后开始朝着前方行去。每走一步，冰面上的寒气都加重万分，那种极致的寒气简直要冻裂他的五脏六腑。但这可是罗刹神族的传承，即便位置靠前，等级相对深处的那些灵气或许低了许多，但也绝不是外界法宝所能相比的。林浩咬紧牙关，浑身剧颤，就这样无比艰难地朝那炉鼎行去，脚下就跟惯了铅似的，越走越沉重。看到他这坚毅不屈的表现，铜镜中的小七目露一抹赞赏，心想这小子还挺能扛的嘛。那种冻裂肺腑的疾痛，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承受得住的。一个人想要问鼎修行界之巅，光靠天赋和奇遇是不够的，还要有一颗比寻常人更坚韧的心。只有道心坚固，才能在真正的问道之路上一往无前。显然，林浩目前的表现已经具备一名合格的问道者该有的毅力。终于，在体内血脉都几近凝固之际，林浩艰难地来到了金鼎之前。此刻他眉眼蒙霜，双颊结冰，浑身上下每一寸血肉都剧痛难忍，但他还是咬着牙，撅着骨，连吭都没吭一声，直接拿起那尊金鼎，然后向后暴退而去。当退回原来的位置时，体内寒气终于消散，呼，差点咬碎了后槽牙的他这才松了一口气。可下一刻，
身前的金鼎居然越变越小，在其惊讶的目光下，最后直接化作耳坠大小，出现在了他的掌中。这……林浩错愕地抬眼，不明所以。见他一副惊讶模样，小七不耐道：“慌什么？此鼎名曰三生鼎，是一件防御系法宝，有了它，即便是遇到不可力敌的强者，你也能立于不败之地。但前提是对手没有能力击碎此鼎。”林浩，罗刹神族的传承法宝还能被击碎的吗？怎么他这一句话冒出来，就显得此鼎一点逼格都没有了？小七似乎看透他心中所虑，当即说道：“但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击碎它的，至少像大地强者那样的蝼蚁之辈做不到。”大地蝼蚁，好，逼格立马上来了。看来这算是一件保命神器了。青莲剑诀，无坚不摧；三生鼎，绝对防御。不错，看来修罗神族的问道传承还是挺人性化的，有这两样东西，可谓是攻防兼备了。不对啊！林浩突然抬头，不是说得到一件灵器就会获得一样功法或是武技吗？我的功法呢？武技呢？小七翻了他一个白眼，瞧你那猴急样，将三生鼎还原，看看里面不就知道了。还原。林浩手托着小鼎，心神一念，刹那间小鼎便化作一尊大鼎，落到了他的面前。当他往鼎中望去时，一缕道光瞬间灌入他的眉心的爆天星。林浩愣住了，好霸气的名字，一个青莲剑诀就足以让他越级杀敌，这地爆天星作为10丈距离的传承，应该比青莲剑诀更厉害吧？一定是这样的，是吧？林浩兴奋的不行，放眼望去，辽阔的冰原还有着那么多的传承灵气，简直就是无数的外挂，这也太强悍了。还有那修罗族的森罗万象百式，被誉为诸天万界最强武技，有这么多的传承，他这简直就是修行界最富有的人。而且还有小黑子背后那扇门，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他真的很好奇。这个世界我很喜欢。林浩欣然一笑，冲小七摆了摆手，转身离去。现在他迫不及待地想要修炼的爆天星，但时间不允许，因为外面没有护道者，也没有最初开启问道之路时的时间静止和神秘黑球庇护，肉身处于无保护状态。一旦神火域那些人冲进来，他可就危险了。还是先去邪地洞府看看那位大地强者的传承什么样吧，或许比不了冰原最深处的传承，但和冰原最外围的传承相比，还真就不一定弱。看到林浩的神识消失在尽头，小七急得跳脚：“喂，傻小子，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啊，千万不可被修罗问道者杀死，不然你死了，我也会消失的。”话至此，小七突然美目呆滞，他自己就是修罗问道者，已经获得炼魂师的力量，而罗刹族的问道之路就是躲避修罗问道者的追杀，怎么会这样啊？为什么他既是罗刹问道者，又是修罗问道者？可恶，太狗血了！当林浩睁开双眼，手中也多出了一个宛如耳坠般的金色小鼎，将三生鼎收入体内。林浩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再次来到了洞府结界之前，吭哧一口咬破了自己的手指，然后将鲜血滴了上去。果不其然，在鲜血处碰到结界光壁的瞬间，整个结界便如遇天敌，一阵剧烈荡漾后烟消云散。修罗之血竟如此霸道！林浩舔了舔手指，直奔那巨大的黑色漩涡而去。漩涡之中一片幽暗的迷雾笼罩着这一方诡异的世界，让他无法看清周围的环境，只能通过感知向前逐步摸索。可是一晃他都在里面走了差不多半个时辰了，依旧没有见到什么东西。这里究竟是有多大？林浩有些惊讶，茫茫迷雾都不知道走哪里去了，不会把他永远的困在这里吧？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林浩站在原地，摩挲着下巴，开始陷入沉思。而外面，神火域大长老在得知整个过程后，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3招之内杀死域主大人，这小子未免也太可怕了吧？是啊，所以我才哄着他，希望他能放过我们。柳如烟苦着小脸道。中途美人计他都用上了，奈何乱不了他的心。不行，此子既然已经杀了其他人，还灭了整个唐门，以他的性子带出来之后，断然不会放过我们。大长老从来不对如此心狠手辣之人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当机立断喝道：“走，跟我去后山禁地，唯有请老域主出关，方能解此围。”在神火域大长老的带领下，神火域一众长老都朝着后山方向如潮水般涌去。而此时邪地洞府之中，随着林浩继续前行，眼前的迷雾已经渐渐地变成了血红色，诡异的气氛让林浩十分谨慎。御法境其实注入道种只是内显，最大的标志是诞生魂元以及初步掌控法则。魂元以自身为圆心，向外扩展的极度感知范围通常以半径长度为准，只不过他现在尚且处于半步御法境，并非真正的御法境，所以没有魂元
一切只能靠五感来摸索周遭的环境。就在这时，林浩突然停下了脚步，前方一道隐隐绰绰的身影正在红色迷雾中若隐若现，没有声音，没有呼吸。那道身影愈发接近，当林浩能彻底看清楚他的相貌时，一颗心怦然而颤。梅诗韵，眼前出现的居然是他亲手斩杀的未婚妻梅诗韵，这怎么可能呢？废物，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梅诗韵双臂抱胸，傲然之意写于脸上。打从一开始，你在我眼里就不是个男人，可我为何还要嫁给你呢？因为我只想利用你，逼迫唐少现身。你说到底，不过就是我眼中的一条狗，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在你对我千依百顺时，你可知我多想给你拴上绳子，让你蹲在我家门口，忠心于我，并心甘情愿地将玄天宗的基业都送给我。梅诗韵一颦一笑是那样的逼真，但很快林浩便看明白了，这一定是邪帝洞府中的幻想。通常这种假象都是试炼，是我道心是否坚定吗？林浩无奈摇头，含笑抬眼。其实一直被你当狗的人并不是我。梅诗韵黛眉微蹙。什么？林浩？相反，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起，在我眼中你就是一条母狗。梅诗韵愣住了，面无表情。随着她的身体化作一团薄雾消失在眼前，又有一道身影来到了林浩的视线之中。此人身高8尺，中年相貌，温和儒雅的外表下，一双眼眸炯炯有神，沉稳中带着一股霸绝天地之威势，仿佛9天10地尽在其掌中为握。此人是这副身体原主的父亲，林家家主林仲。林浩笑目一眯，林仲面露一丝恬淡笑容，笑问：浩儿，你在下界过得还好吗？马马虎虎吧。林浩随口说道。他的那个儿子林浩都已经被人夺舍了，能好到哪里去呢？哼，既然还不错，那你就永远留在下界吧。林仲说话间，身边一个美妇人带着一对青年男女映入了林浩的眼帘。女人娇柔妩媚，风韵十足，依偎在老爹林仲身旁，一看就是那种骨柔一推的货色。这是倩儿，是我刚娶的夫人。那边那2个是他带来的孩子，男孩以后就取代你，成为林家新的少主，女孩比你大3岁，你以后看见了也得叫声姐姐，知道吗？林仲的话让林浩突然嗅到了一丝不妙的意味。不是这个邪帝洞府的幻境试炼，映射的不会是真正的现实吧？新娶夫人还带2娃，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等我去往上界，岂不是要多了许多麻烦？林浩拧了拧眉心，但并未因眼前这一幕而有多大情绪波动，清澈眸子依旧平静，平静的与他这个年纪格格不入。说完了就可以滚了，就凭你们也想乱我道心，痴人说梦。林浩淡淡讥笑，他可不是身体原主，更不会像前世看过的那些穿越者那般，一穿越就急着认爹。降智啊，他叫不叫林仲爹，取决于林仲到底会对他如何，且能给他带来多大的利益。至于眼前这场戏，如果真正的林浩见到了，恐怕会情绪崩溃，但他不会，因为他是穿越来的。林浩所表现出来的麻木，让眼前4人极为震撼。然而就在这时，旁边地上突然爬出一个女人的身影，女人穿着一身白色囚服，披头散发，遍体鳞伤，黑色的指甲带着血痕，浑身上下缭绕着黑色的魔气。浩儿，娘死得好惨啊！娘一生都在为林家付出，可到头来却落得这般下场。浩儿，我的孩子，你一定要为娘报仇，一定要为娘报仇啊！女人爬到林浩脚下，突然抱住他的腿，抬起了可怕的脸庞，那张脸竟是溃烂的血肉，已经看不出本来相貌了。然而他身上那股极致邪恶的气息，却是和修罗一族的气如出一辙。看来我体内的修罗血脉果然源自于原主母系家族。林浩弄清楚了这件事，面对女人绝望的眼神，露出了平静的笑容。女人愣住了，这孩子难道不是从小就憧憬向往日后能够遇到自己的母亲吗？为何他现在会表现得这般平静？这不应该啊！砰砰砰砰砰，5道身影顷刻间化作炮舞，原地消散。一道男子的讥笑声随之响起。林浩，你盼了10几年的母亲被人给害死了，难道你不心痛吗？林浩捂着心口，佯作悲伤。痛，好痛。然而下一刻，林浩豁然抬眼，语气平静道：可痛又有何用呢？大丈夫顶天立地，岂能做女儿态？悲伤、懊悔、哭哭唧唧，这些不过都是弱者的表现，而我天生就不是弱者。哈哈哈哈，好一句天生就不是弱者。年轻人，想不到你的道心竟如此坚定，面对爱情、亲情的惨痛折磨，能不露声色，难得，难得。周遭红雾开始大范围向远处驱散，露出广阔的银色世界。一位须发皆白、
但相貌年轻且极其俊朗的黑袍男子踏空而立。玉颜红潼关绝世，3000青，丝发如雪。你就是邪帝前辈？看清此人霸世之姿，林浩不由问道。不错，吾乃上古黑龙，邪帝白晨。朗朗喝声回荡在天地之间，令整个异世界为之震颤。即便他只是大地强者的一缕残魂，其气势却依旧让林浩感受到绝对的震撼。上古黑龙邪帝白晨记忆中从未听过的名号。林浩盯着眼前这位前辈的一缕残魂，沉默良久。上界共分3000界，其中3大地界最为强悍，分别是修罗地界、苍龙地界以及林家所掌控的罗刹地界。修罗地界的大地强者乃是修罗殿殿主陈道玄，苍龙地界坐镇的则是青帝，罗刹地界之主乃林家老祖林凡。邪帝白晨又是从哪来的呢？他既是上古黑龙林浩，错愕抬眼。莫非苍龙地界当年有2位大地强者？白晨说我来自于苍龙地界，这话不够准确。林浩，白晨感慨道，我也不知道我来自于哪里，在外界人的眼中，我是祸乱3000上界的邪龙，可在龙域，我又被龙族视作族中一类，非龙族本源。可那又何妨？当年我正帝之时，惊动3000上界，3大地界之主无不对我忌惮敬畏。可就算他们3个一起上，我也不惧。什么？林浩震惊不已，包括老祖在内的3位大地强者联手，都不是他的对手。这等恐怖传奇，为何没有只字片言的史书记载？林浩不由好奇，那你是如何死的？还不是那该死的陈道玄？白晨怒目一喝，天地骤然化作绯红色，血色霞光照耀在林浩的脸上。他能够感受到白晨此刻的内心是有多么的愤怒，多么的不甘。总之，我现在只剩下一缕残魂，既然遇到了你，这便是与你有缘。你很想得到我的传承，对吗？白晨开门见山。林浩从容抱拳，前辈若不弃，我可帮你报仇雪恨，但前提不能向林家复仇。哈哈哈哈，好，痛快，痛快啊！白晨听闻此言，开怀大笑。你果然投我的脾气，不妨告诉你，当年参与偷袭我的，并没有林家的人。林浩，那就好。林家是他这副身体原主的根，他想要问道，想要正帝，少不了林家的支持。哪怕他对林家没有血缘之情，受之恩惠，却也不能忘恩负义，这是他的原则。白晨目露赞许，缓缓点头。当年陈道玄不知从哪里得到了一个屠龙大阵，趁我闭关之际，联合青帝偷袭于我。青帝身为龙域之主，却用屠龙大阵害我，简直卑鄙。但当时还有一人，绝非林凡，却也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大地强者，参与到了偷袭之中。还有一位大帝，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世上还有着4位大地强者，第4位身份未知。我要你杀了陈道玄、青帝、龙域12圣以及那个神秘的大帝，作为回报，我会将我的传承赠予你。白晨摊开双掌，掌心突地钻出2簇黑色的火苗，黑焰跳跃间，周遭虚空不断扭曲，极致热浪让林浩只觉得灵魂仿佛都在经历焚烧。此火名为混沌黑焰，是本地血祭之力之一。另外一个便是混沌神瞳，具体能力当你获得传承之后自会知晓。林浩，我不在乎你是修罗神族问道者，因为我知道修罗神族的问道之路是什么。不管出于何种缘由，修罗殿主陈道玄乃是修罗问道者的身份，都足以让你将他视作猎物。陈道玄是修罗问道者。神火狱后山，随着一股犹如远古巨龙苏醒的气息自深山弥漫开来，整个大地乃至外面的荒漠都开始剧烈摇晃起来。天空中祥云密布，道韵飞扬。此等景象，柳如烟曾在唐门见过，这是晋升域法境才有的可怕景象。老祖要晋升域法境了。柳如烟捂着嘴，娇躯一个劲颤抖着，抬头望着那数落下来的七彩圣光，喜极而泣。你说什么？域法境？大长老激动的胡子都歪了。域法境老域主终于要踏入这一领域了，如此一来，只要他能击败林浩，便可带领他们前往上界去了。太好了，同样为半步域法境，老祖的实力和经验可绝不是那林浩所能相及的。没错，只要2人境界相同，赢的必定会是老祖。我们有救了，终于可以为域主大人报仇雪恨了。哈哈哈哈！听说上界灵力充沛，远非咱们星兰大陆所能相及。等我去了上界，一定要潜心修炼，争取早日到达通幽境。此刻看到这天地异象，整个神火域10万之众全都激动落泪。踏足上界，这是多少下界修士毕生的梦想啊！神火老祖踏足域法境，就证明神火域将脱离下界的束缚，从今往后他们就是上界宗门的弟子了，怎么能不让他们激动呢？然而柳如烟此刻
却是神情有些担忧。他们这般自信，是因为老祖的确强得可怕，放眼整个星兰大陆，从未有过敌手。但林浩同样是个不折不扣的怪物，他比唐僧修为低时，就能和唐僧打得有来有回。再加上那一招诡异莫测的青莲剑诀，一旦施展出来，老祖该如何应对？轰！就在柳如烟满怀忐忑之际，那股磅礴无边的气息终于全面爆发，无尽山峦顷刻间被夷为平地。暴土飞扬的景象持续了不到1瞬，就被恐怖飓风吹散至千里之外。众人再次定睛，只见一位身穿残破红袍、须发皆白、仙风道骨的身影，此刻已经立于他们的视线之中。恭迎老祖出关！恭迎老祖出关！10万之众在大长老无比激动的喝声下齐齐跪地，喝声震破苍穹，声威浩瀚无极。已然踏入半步玉法境的神火老祖，看着狱内长老弟子们都在这里相迎，红光满面的老脸浮现一抹欣慰。怎么没有见到瑶儿啊？神火老祖看向大长老和柳如烟，出言询问。大长老闻言怒目含泪，狰狞咆哮：狱主大人被一个叫林浩的小子给杀了，还望老狱主出手为狱主报仇。你说什么？神火老祖眼神中流转过奇异火光，身上惊鸿气势更犹如烈火焚天，极为骇人。他盯着那大长老，低沉且颤抖的声音几乎一字一顿：你说雅儿被一个小子杀了？突如其来的噩耗让原本神火老祖脸上的桀骜之色顷刻间便是彻底爆沉到了极致。唐僧居然死在了一个小子的手里，想不到在他闭关期间，大陆上居然发生了这么离奇的事。神火老祖一步瞬闪，直接出现在大长老面前。那小子在哪？他如今已经去了地宫。大长老为难道：什么？地宫？轰！滔天气势轰然爆发。就在神火老祖即将动身之际，柳如烟一把抓住他的衣袖：不要去！嫣儿！神火老祖雪眉深皱，不明白他这是何意。柳如烟急道：那个人来自上界，实力非凡，先前在中州他仅凭半步登天境就击败了唐僧，他有一剑威力无穷，此刻修为又与您相当，我怕半步登天境能击败唐僧。柳如烟的话很快就让神火老祖冷静了下来，如此大的修为差距能够越级斩杀唐僧，这足以见得他那一剑不可想象。神火老祖作为星兰大陆公认的最强之人，自然不是无脑之辈，当即开始向柳如烟询问那一剑的具体细节。柳如烟将林浩使出青莲剑诀的整个过程讲与他听，事无巨细。听到最后，其他人都面露胆怯，但神火老祖却是找出了破绽。也就是说，一开始他需要抬剑向天完成蓄力。神火老祖确认道：是。柳如烟点了点头：好，既然如此，那我就不给他这个机会，只要用不出那一剑，他便无法与我抗衡。神火老祖清冷一笑，论战斗经验，他绝不会认为自己会输给一个年轻人。尽管这个年轻人的恐怖天赋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但唐门背后既然有圣地坐镇，又和那个林浩结了死仇，那他正好可以拿着小子的人头去立投名状，从此带领神火域彻底效忠于须弥圣界，做那圣地的附属势力。有圣地做靠山，未来在上界也可平步青云，将神火域彻底发扬光大。为了不惊动林浩，神火老祖选择一个人悄悄潜入地宫，而神火域其他人则是站在很远的荒漠遥遥观望。你们说老祖能成功吗？柳如烟还是有点担心，毕竟那个林浩太惊艳了，要不是因为他不近女色，他都想嫁给他。少主勿虑，老狱主能够独霸星兰，凭的是实打实的本事。唐僧药老之辈尚不能对他构成任何威胁，一个毛头小子论经验又怎么可能比他老人家更丰富呢？大长老的一番话也算是给柳如烟吃了颗定心丸。林浩一死，神火域将不再具备任何威胁。抱住圣地大腿，前往上界立稳脚跟。当神火老祖来到地宫之前，看到眼前的结界居然被破，一张老脸顿时阴沉。此子居然能破得了这洞府结界，神火老祖有些震惊。这一处神秘洞府究竟是什么等级的强者留下的，他并不知情，但他隐约能感觉到此洞府绝不简单，不可能是随随便便一个初入狱法境的小子就能进入的。看来耶尔所言非虚，此子的确经为天人神火老祖暗将灵力运转，凝聚于掌心之处，然后谨慎地朝着那道黑色能量漩涡行去。为了进入这一方洞府，他闭关数百年，这一天他等了好久好久，如今却被一个不知名的毛头小子捷足先登。随着神火老祖一路前行，其实他的心中亦是百感交集。他不怕别的，就怕那小子已经得到了洞府里面的强者传承，到时候就算他能阻止这小子施展出那一剑，也无法与他所获得的传承之力相抗衡。
然而，就在神火老祖距离黑色漩涡只有不足10步距离时，一道身影倏然自漩涡之中走了出来。四目相对，二人都有些愣神。片刻，神火老祖面色大变，不由分说，一掌就朝眼前的少年轰了上去。轰！整个神火域瞬间爆炸，烈火焚天，冲天的硝烟形成黑色的云柱，极为壮观。恐怖的一幕惊呆了沙漠之中10万余人。两位半步域法境强者的对碰，这在整个星兰大陆的历史长河中就不曾出现过。然而，当两道身影自黑色云柱中飞出时，众人却是错愕的瞧见，此刻那林浩正掐着老狱主的脖子，另一只手疯狂地抽他大嘴巴子，啪啪啪，一个比一个响，惊天彻地，令人叹为观止。老祖！柳如烟看到这一幕，不顾一切飞身过去，立刻扣手于半空之中，面向林浩连磕了3个头。林少，我们错了，求你放过老祖，大恩大德，我柳如烟没齿难忘。柳如烟的表现映入众人的眼帘，让大家的表情都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现在不会再有人质疑他的担忧，因为老狱主和林浩根本就不在一个级别。修为相同，但力量差距的悬殊已经无法用言语去形容了，太夸张了。我错了。神火老祖耷拉着脑袋，脸都被扇肿了，艰难哽咽。林浩没有说话，突然一拳，砰，直击他的胸膛，巨大的力量将神火老祖的胸腔都给打得他陷了下去。神火老祖吐出一大口血，随后便被林浩给狠狠地抛上了高空。林少，不要啊！柳如烟绝望哭喊。可在他的面前，林浩这个男人眼神是那样的冷漠冰寒，没有半点人情味儿，竟将手掌对准那神火老祖，微微一握。噗呼！被抛至高空的神火老祖瞬间被一团诡异的黑色火焰包裹，刹那间，天地间的温度骤然攀升，极致热浪滚滚蔓延，使得整片苍穹都显现出一片波光粼粼的扭曲迹象。骇人的场面，可怕的高温炙烤，让大漠都陷入了无尽炼狱。在这黑焰焚天的极致盛宴之下，恶劣到令人发指的高温环境中，瞬间响起了无数人凄厉的惨嚎。就那么一团混沌黑焰，不出几个眨眼的功夫，就将在场10万之众，包括神火老祖，包括柳如烟在内，全部焚成了灰烬。混沌黑焰焚天煮得不过片息，便已消散。天空大片漆黑的空间裂痕，隐隐绰绰，难以愈合。沙漠已经沦为放眼无尽的焦土，热气蒸腾。放眼天地间，唯有林浩一人立于高空，手中拿出那只黑箫的同时，还不忘吐槽：呱噪！箫声拍岸而起，其音袅袅，时而如蛙声拍岸，时而又似春笋落壳。漫天宏观降落的景象，绝对是这个时间最为震撼的场面。当那些灵魂体逐一被血色棺木吸纳，10万棺木开始自燃，在硝烟弥漫的景象之中，林浩的修为又提升了一点，也就一点。怎么还是半步域法境？林浩有些懊恼，看来这炼魂师不炼化比自己修为高的灵魂体，就不能获得巨大的提升。那这也挺难的，至少对于那些普通的炼魂师很难。武道世界想要越级挑战比自己更厉害的人，谈何容易？难怪炼魂师这般神秘。不过，迎着炽热的风暴，林浩低头看着自己紧握的拳头，眼中满是喜色。想不到这混沌黑焰的威力竟如此可怕。我现在算是能够理解，这位邪帝前辈为何能一人独占3地而不落下风了。自古能正帝者，哪一个没有数不尽的底牌？但邪帝这2个传承实在是太震撼了。混沌神童的力量，林浩目前已经掌握，大体可以理解为分解，能够分解所接触到的一切物质，包括人，亦或是灵力实质化所诞生的一些武技。这就夸张了呀！而且更重要的是，邪帝最后告诉他，即便他现在修为有限，面对大地强者无法立刻将对方分解，但也能使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老化半步域法境。能让大地强者老化相比恐怖程度，混沌神童的力量绝对远在混沌黑焰之上。林浩获得这2大传承，心情极好，淡淡的瞥了一眼这放眼无尽的铮铮焦土，眼中浮现一抹漠然。跪地求饶有用吗？林浩是真的有点同情柳如烟，主要是同情他的智商。当初在唐门时，他就对他说过，如果换作是他落到神火狱手中，柳青阳会对他网开一面吗？同样的道理，别人想要他死，他还会以德报怨去赦免那人，那他不是智障吗？蠢女人。林浩无奈摇头。咻！突然一道破风之声响彻，是九阴。看到这满地焦土，九阴无比惊讶，抬起头来。少主，这些都是你干的？我已获得邪帝洞府的传承，果然是大地强者遗留的洞府。林浩动容道。天啊！九阴闻言惊喜忘川，少主居然有这等机遇，实在是羡煞旁人了。
一位大地强者已然站在万界之巅。这等强者留下的传承，那足以改变一个人乃至一个宗门的未来，生生世世，传承不息。恭喜少主！九婴一手拎着一个老头，立刻跪地。起来吧！林浩也觉察到了，这两个老家伙并没有死，只是被削去了四肢，身上骨头都被打碎了而已。少主，这两个可都是万法境强者，大补！九婴将他们先后丢了过来。见状，林浩取出木剑，噗噗两剑，就将毫无抵抗之力的二人给抹断了脖子。箫声再起，两具红冠从天而降。每次看到这炼魂师的能力，九婴都感觉不寒而栗。炼魂师不愧为修罗一族独有的特殊职业，是为万界禁忌。炼他人魂，为自己提升力量，这种能力的存在本身就是与道相悖逆，也不知少主成为炼魂师对于他未来的问道之路是好是坏。但事已至此，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御法境初期、御法境中期、御法境后期、御法境后期巅峰半步天机境天机境初期、天机境中期、天机境后期。中州丹阁，你们听说了吗？那个林浩据说是来自于上界，在唐少大婚之日从天而降，一掌就将唐门给拍成了齑粉。啊，不能吧？要真是这样，那宾客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就是别这么雾雾玄玄的行不行？我知道的真相是，那一天10万天兵从天而降，以雷霆手段瞬间制服了唐门以及神火域的所有人。天兵天将，可不是嘛？那上界的强者都是天兵天将啊，你当是咱们凡人呢？还有柳如烟，你们知道他怎么样了吗？他已经被林浩纳为妾了。萧炎站在顶阁阳台，听得街上几个人在那八卦，眼皮狂跳，世人都说人言可畏，我算是信了。萧炎无奈苦笑，转身看向林浩：林兄，你这次来找我是有什么吩咐吗？吩咐谈不上。林浩饶有兴致端详着他，片刻后笑问：你愿意和我去上界吗？去上界。听得这话，不止萧炎震惊，就是一旁的药老也是被吓了一大跳。没等萧炎开口，药老就急忙站起身来，激动的老泪纵横。愿意，他愿意。可是老师……萧炎复杂望去，随后直接单膝叩首于林浩面前，余地斗胆，恳请林兄让我的老师也随您一同前往上界。上界是人人向往的圣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也没见过。不过民间大多流传的样子都是仙境，仙山林立，龙飞凤舞，天兵天将威震四方。看到萧炎不忘恩师，林浩对于他的人品非常欣赏。他早就看出来，萧炎的修为远在唐晨之上了，包括那所谓的星兰大陆第一天交柳如烟也与之不及。他看重的是萧炎的天赋以及低调谦逊的性子，如今加之他对恩师不离不弃，这样的人将其培养成心腹才能放心。我答应你就是，起来吧。林浩上前将萧炎扶起，一句话便让药老和萧炎同时感动得不知所措。他们穷极一生都难以登天的梦想被林浩实现了，这番恩情势必天高。你们两个现在收拾一下东西，陪我回北荒，等我处理完那边的事，就带你们去往上界。林浩正转过身，宁阮就从楼梯处跑了上来。他在那边偷听许久，林浩是知道的。宁阮止步于3尺开外，目光灼灼地望着林浩：你可不可以带我一起去上界？林浩，给我一个理由。他不会因为她长得漂亮就带她实现登天之梦，毕竟这可是凡界数万年不曾有人实现的美梦。面对林浩的质问，宁阮想了想，俏脸倏地红了起来，目光也开始变得躲躲闪闪。那个我其实是如鼎圣体，应该可以帮你加速修炼吧。林浩，如鼎圣体。林浩非常明白这种特殊体质会给双修之人带来怎样的好处。没想到这宁阮不仅相貌倾城，国色天香，而且还是如鼎圣体，再加上他又出身于合欢宗，将他带在身边有好处。行，带上你了。有利可图才会让林浩真正心动。宁阮闻言顿时喜极而泣。林浩回到北荒，将玄天宗的人全都带到了中州来。先是让义父将宗主之位让给了二师弟，然后便带着义父、小师妹、药老、萧炎以及宁阮一同飞上了天穹。玄天宗立足于中州，由新任丹阁阁主庇护，林浩放心。至于登天，去往上界，低调一点就好。很快，他们一行7人就来到了无尽云海之上。缥缈云雾放眼无际，7人中唯一不会飞的叶灵被林浩抱在怀中，又羞又喜，将滚烫的脸颊贴在他的胸膛，早已无暇光顾云海之上的绝美景色。少主，可以开始了。九婴凝视林浩，走了过来。叶灵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他接入怀中。林家作为3大地族之一，林家子4都要在襁褓时被送往下界历练，只有修为达到御法境，才可凭自己的实力开通法则之力，
去往上界。这是规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规则，导致很多人老死在下界，到死都没能回到灵家。纵有数百岁踏入狱法境，继而回到上界者，也算得上是天才了。而像林浩这般刚刚成年，修为就已经来到了天机境后期的，绝对称得上的绝世天骄。但林浩并不会大意，因为他非常清楚林家究竟有多么恐怖。在林家，绝世天骄从来就不是只有一位开始了。林浩缓缓抬起眼，目光灼灼，随着他双手开始飞速结印，令人眼花缭乱的手印之下，周遭虚空发生了奇异的荡漾。药老等人几乎凝神屏息，就这样随着一道青光的降临，所有人都消失在了云海之上。这就是上界，脚下踏着青草，宁软环视着周围的群山，一脸茫然，看上去似乎山水美景和下界无异。但自从来到这里，这天地间极为浓郁的灵力气息，就让他宛若来到了真正的仙境，实在难以想象这世上竟有灵力如此充沛的地方。萧炎忍不住感慨，这里的天地灵力太充沛了，根本就不是下界之人所能想象的。如果他自幼便出生在这里的话，那现在他绝不会是这样的实力。但是很快，萧炎又迷惑了，林兄，上界灵力既然充沛到了这等程度，那你为何还要去下界呢？林浩带着大家向前飞去，望着这熟悉的山河，眼中闪过一丝期待，因为这是我们林家的传统，为的就是磨练林家之人的道心。毕竟修炼之路越往后越艰难，尤其参悟天道之后，若非道心坚定者，很难再有精进。说起来，你们现在看到的可是3000上界之中灵力最为充沛的3大地界之一，罗刹地界。众人惊愕望来，关于大地强者能独掌万古的传闻，即便是下界之人也都有耳闻。想不到这里居然是地界，难怪这里的灵力充沛到了如此境地，简直让人叹为观止。我们林家祖上出现了一位大地强者，那便是我的老祖罗刹大帝。也就是从那时起，老祖占据了这一地界，将其命名为罗刹地界，并在此地开枝散叶。然罗刹地界原本就有属于这里的百姓，这里的生灵万物，那些强者冲老祖的名号慕名而来，纷纷加入我林家，导致现在林家规模极为庞大，但所幸灵者却并不算多。林浩追溯着身体原主的记忆，徐徐说道。叶灵躺在九阴怀里，好奇偏头，大师兄，那你们林家子嗣从出生起就被送往下界，岂不是在一开始会很吃亏？不错。林浩想起了一个十分有趣的东西，当即说道，最吃亏的应该就表现在龙虎强榜上了。龙虎强榜？萧炎漆黑的眸子微微闪烁，似乎这个有点意思。所谓虎榜，就是30岁以下的人按照实力进行排榜，只要你向排名在你之上的人发起挑战，并战胜对方，便可获得他的排名。而龙榜则是30岁至100岁的强者排名，超过100岁便会在族内承担相应的职位，真正意义上为我林家效力了。林浩正说着，突然瞧见下方山谷中有2伙人正在激斗，杀伐声响彻整个山谷，双方实力相差不多。看到那些人绝大多数都只有阴阳境的修为，叶灵突然心虚了起来。他们是？啊，那都是些无名小宗，不必在意。林浩随口道。无名小宗？叶灵听到这话突然更失落了。无名小宗的弟子们都和他修为相仿，那他来到这上界岂不就是一个垃圾？也不能这么说，一个平民。你不用有太多顾虑，我林家立足于罗刹地界，是这一方天地绝对的王者，所拥有的资源自然也是最雄厚的。我就算是用灵丹妙药硬喂，也一定会把你喂起来的。林浩笑盈盈道。林家可是地族势力，论资源，3000上界之中恐怕也就只有修罗地界能与他们相抗衡，其他的包括苍龙地界在内，资源都比不上林家的。地族的资源，药老和萧炎面面相觑，眼中难掩期待与敬畏。他们是真的太幸运了，能够在有生之年遇到林浩。之前他们只知道林浩来自于上界，可他们哪里会晓得他居然来自上界地族。地族啊，大地强者坐镇，能跟着他加入这样的势力，是他们之前做梦都不敢一想的美事。罗刹地界其浩瀚之程度，远非小小的星兰大陆所能相比。好在这一方世界中有着无数大小不一的传送阵，方便的交通让林浩一行人在1个月后终于是来到了传说之中的地族林家。望着眼前放眼无尽的琼楼玉宇，在仙气圣辉的映射下，神秘莫测，壮观至极。在场除了林浩和九阴之外的所有人全都骇然失色。万道金光伴随滚滚红霞，紫气东来，祥云瑞气笼罩着阴云薄雾，只在距离7人最近的距离显露一座巨大的山门，犹如说书先生口中的南天门，带着神秘、壮阔、波澜、
伫立眼前，而后面无限的巨殿更是如同无数沉睡的远古巨龙，震撼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诠释了这所谓的林家究竟是有多么的庞大。林家之中究竟会有多少族人？地族就是地族，这般景象，不论气势单说规模的话，就算是10万个中州也比不上啊！药老看得热泪盈眶，上界本就是他最为向往的圣地，可没想到刚来上界就直接见到了3000上界中最为繁华的地族，这种震撼怎么能不让他激动落泪呢？同样的，萧炎、宁阮、叶灵、叶流云4人也都被这壮观的景象惊得泣不成声。凡人见地族，好比算了，连比喻都是一种笑谈。林家，我回来了。林浩攥着拳头，清秀俊逸的脸庞浮现一抹狞笑。来到这里，他已经想起了一切。当初他刚出生时就被林家那位首席炼药师东皇太一告知，说他是天生废体，不宜做少主之位，还是父亲极力庇护，这才保全了他的位置。可林家太大，也太复杂了。先不说各派姓氏鱼龙混杂，即便是占主导力量的林氏，也是分很多派别的。父亲即便是一家之主，也很难掌控所有人。也就是说，他这一次归来，若是不能技压群雄，势必会再次将自己以及父亲推向另一个风口浪尖。少主，现在的你已经很强了，不必太过忧虑。九阴神色复杂道。忧虑？林浩笑了，我只是兴奋而已。说罢，直接带着他们朝山门行去。九阴前辈。山门前，几位白发老者衣着华丽，仙风道骨，但在看到九阴时，瞬间目露敬意，笑脸相迎。药老在后面完全看不明白，这九阴不是万法境中期修为吗？在下界的确强得离谱，但这样的修为应该远远不够震撼上界地族吧？可为什么他们对他如此敬畏呢？九阴的身上究竟藏了什么玄机？九阴淡淡的应了一声，直接带着身后6人走了进去。整个过程，那几个老头都没有看林浩一眼，因为他们并不知道眼前的年轻人就是当年被投放到下界去的少主，亦不知道九阴就是少主身边的护道者。气派的林家就像是帝都城似的，各处皆向人影密集，好不热闹。只不过规模比下界所谓的帝都城大了一点点而已，就算是一国乃至一州，也无法和这林家相比，实在难以想象这只是一个家族。叶流云就像土包子进城似的，缩着脖子跟在林浩的身后。地族势力非同凡响，亦难以想象。林浩带他们简单的欣赏了一下街巷风情，然后便继续御空飞行。3日后，这才来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眼前洁白的玉石铺垫的石阶向上而行，共有1000层。来到上面，又看到了一些护卫在镇守大门。只不过这一次，这些护卫都比较年轻，只是中年相貌，但他们的气势却比林家外门护卫那几个老头子强太多了。每一位都深不可测的感觉，九阴前辈，您回来了。即便如此，他们看到九阴后仍然恭敬抱拳，真的很邪门。心细的药老和萧炎盯着九阴的背影，愈发迷茫。如此一位让人看不清深浅的护道者，守护在林浩的身旁，那这林浩又是何等身份呢？九阴不苟言笑，保持冰冷神采，带着大家走了进去。可没走过几个广场，他们就瞧见越来越多的族人在朝着同一个方向云涌而去，就好像有什么大事发生了似的。你说的是真的吗？那个林隐只有20岁就完成了下界历练回来了，真的比珍珠还真。我听说他还已经突破的御法境，进入半步天机境了。什么？奔跑的人们忽然停下了脚步，无比错愕地看向那人。20岁半步天机境，他要逆天啊！20岁半步天机境，林浩铃目一眯，这不可能吧？九阴也有着诧异，下界灵力多么贫瘠，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九阴，难不成？突然2人震惊对视，仿佛都猜到了对方想要说的。炼魂师，那个林隐也是炼魂师。林浩能踏足天机境，纯靠炼魂师的力量，那个林隐就算天赋再强，若非是依靠炼魂师的能力，也绝不可能在这样的年纪达到这样的修为。毕竟20岁的天机境，如果是自幼在林家长大的异姓天骄，那正常，但姓林的话就绝对不正常了。有趣。林浩刚回来就遇到了这么有意思的事，几人瞬间加快脚步，跟上了涌动的人群。拥挤的白玉广场上，一位背着黑色巨帘的青年，此刻神色冰冷地站在广场中央，面对无数男女无比炽热的目光，显得有点不近人情。当然，这也正常。地族林家向来势力，在这里有实力有靠山，你就拥有一切尊荣。林隐既然姓林，那本身就比其他姓氏尊贵。看啊，他好帅啊！这么年轻就试炼归来，还踏入半步天机境了，相信接下来上面一定会重点培养他的。
说得不错，以他这样的天赋，不出100年就能成为族内长老，说不定啊，将来还有可能打上云梯，成为殿堂罗刹呢。叽叽喳喳的热议声此起彼伏。林颖到底是哪一脉林家子嗣，目前不得而知，但他帅气的外表、孤冷的气质、惊艳的天赋，已然让那些小姑娘们心花怒放，恨不得争着抢着嫁给他了。九阴前辈，九阴前辈！人群间一道道惊呼声响起。在九阴的开路下，很快林浩等人就来到了人群最前面。而林颖此刻似乎也感受到了什么，蓦然抬起冰冷的眸子，视线与林浩隔空对视。那位前辈就是九阴，看上去好年轻啊。九阴可是咱们林家的传奇人物，他会为了林颖而献身于此，可见上面对林颖的归来何其重视。人们的交谈让萧炎更看不明白了。九阴在这地族都称得上是传奇人物，这与他的修为根本就不相匹配啊。看样子他真的是隐藏了实力，如若不然也不会得到这样的尊敬。晚辈林颖拜见九阴前辈。林颖面向九阴深鞠一躬，语气毕恭毕敬。可九阴看都没看他一眼，只是在关注着林浩。这一幕倒是让不少人好奇，那个年轻人又是何人？让一下，让一下。这时一名女子的声音瞬间引起人群避让。不多时，就瞧见身穿淡黄霓裳，手持极品灵剑，容貌不凡，气质高贵的少女闯了进来。那是薛彩衣，她居然也来了。人群中一时惊声四起。薛听到这个姓氏，林浩神色微微变化。林家一共有8位殿堂罗刹，是为老祖之下最强者，而其中一位便是薛姓。那个人就是林颖吗？薛彩衣指向广场中央那气质独特的青年，欣喜不已。传闻中历练归来的绝世天骄，居然这么帅气。是，他就是。一旁的吃瓜者回应。太好了。薛彩衣颠颠跑到林颖面前，礼貌伸手。我叫薛彩衣。少女如此大胆的举动，看得宁阮和叶灵一脸懵逼。其实这在地族极为常见，遇到好的男子不强留着过年吗？林颖毕竟是在下界长大，对于薛彩衣的奔放热情还是有点不适应，尴尬挠头，这才与之握手。林颖，简短2个字吐出来，差点让薛彩衣当场融化。你知道吗？你现在已经登上虎榜了，而且在虎榜之上排名第10。什么？薛彩衣脱口而出的话，瞬间震惊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刚从下界上来，就登上了虎榜第10位，他这是要逆天啊！对于薛彩衣告知的喜讯，林颖明显也很激动，握着他的手都不舍得松开了。多谢彩衣妹妹告知。他刚刚也听到了人们的闲聊，得知此女姓薛，在林家姓薛的人可并不比姓林的轻贱，主要就是因为殿堂罗刹有薛姓一席之地。当然8位殿堂罗刹，林姓也只有1位。彩衣妹妹，我刚回来，对这里的一切都还不熟悉，不知你可否带我去见我的祖父？林颖这时问道。不熟悉。薛彩衣黛眉微蹙。你的护道者呢？林颖悲伤摇头。他死了。什么？护道者居然死于下界？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林颖的回答让林浩这边也有点好奇了。难怪你一直站在广场上，原来是不知道路。好吧，跟我说说你祖父是谁，我现在就带你过去。薛彩衣背着小手，身子前倾，故意在林颖面前露出一片雪白的沟壑。虽然浅了点，可毕竟年纪在这摆着呢，惹得林颖面红耳赤，不好意思挪开视线。是林宇。林宇是他的祖父。轰！此话一出，犹如晴天霹雳，让在场众人齐齐而颤，包括九阴在内都不可置信抬起头来。这个林宇来头很大。宁阮凑到林浩身旁，悄悄问道：算是吧。林浩耸了耸肩。林家至高无上，自然是老祖林凡，大地强者。再往下就是8位殿堂罗刹，而后是林仲、林图、林泰，他们3个是兄弟。林仲便是林浩的父亲，而那林宇就是三叔的儿子。林颖是林宇侄的孙子，如此说来，岂不就是我的侄孙？望着这个比自己虚长几岁的侄孙，林浩表情略显古怪。林宇那可是4大长老之下威望最高之人啊，想不到他居然是林宇的孙子。天啊，如果薛彩衣真的能和他走到一起，那可真是太般配了。谁说不是呢？真让人羡慕。林颖的身份曝光了，全场都在羡慕，唯独林浩这边一行7人不以为然。少主，我们也走吧，相信家主得知你归来一定很高兴。九阴的话被人声给淹没了，可相隔最近的2个路人还是听清楚了。2人面面相觑，将不可思议的目光投向林浩。待他们7个离开人群，这才惊呼出声：少主，是16年前被送往下界的那个少主吗？少主！众人闻声望来。什么少主？
刚打算带林颖离去的薛彩一也忍不住停下了脚步，无比错愕地望了过来。就是刚刚那位九阴前辈称那个人为少主，还说什么他回来了，家主一定很高兴。薛彩一震惊不已。仔细回想，当时九阴身旁的确站着2个和他年纪相仿的男子，一个蓝衫翩翩，俊逸出尘，另外一个黑袍裹身，清秀内敛，会是哪一个呢？叶流云他们一路跟在林浩和九阴的身后，第一次见识到如此规模且错综复杂的家族。不过这毕竟是地族，一个地族若是人脉稀缺，那也不符合常理。走了不知多久，他们终于是来到了一片仙池之前。眼前碧池被浓郁的氤氲仙气所缭绕，波澜壮阔，美不胜收。这里便是瑶池，瑶池深处就是家主的居所。因为林浩当年被送往下界时实在太小了，九阴很有耐心为他介绍着。随后九阴看向眼前的瑶池，动容道：九阴带少主归来，望竹翁为我2人引渡。声音不大，但却在池中荡起层层涟漪，渐渐远去。不多时，一个背着草帽的老头便泛舟而来。老者破衣搂搜，却气色饱满，抬眼间神韵内敛，好似天地至尊，无形间就带给众人一种难以言喻的压迫感。这是自药老他们登上界以来所遇到的最深不可测的一位强者。我现在算是明白什么叫真正的仙风道骨了。就连萧炎都忍不住感慨，视线无法从老者身上移开。听闻此言，九阴动容道：他本就是仙级强者，说是仙风道骨倒也贴切。仙握了个大草，伺候林家家主的是一位仙奴。仙级强者当奴仆，这就是地族势力的底蕴吗？眼前老者绰号绿竹翁，泛舟来到岸边，他盯着林浩时，眼中明显多出一抹惊讶，但很快便化作古井无波的平静。少主请上舟。绿竹翁毕恭毕敬。林浩和九阴上了木舟，示意义父他们暂且在岸边等候，便随绿竹翁消失在了迷雾之间。迷雾中，林浩只觉得自己的身体一直在向上飞驰，周遭虚空到底变换成什么样子了，他全然不知。突然，大片迷雾尽数消散，星空。林浩大惊失色，下方是无尽云海，蔓延不绝。眼前一座神秘宫殿悬空于云海之上，立于星空之中。这就是父亲的住居，星空中的宫殿。很快，林浩和九阴就来到了宫殿中。走在这空荡荡的宫殿里面，沿途宫女皆穿着紫衣宫袍，在见到林浩后纷纷欠身行礼。在绿竹翁的引路下，最终他们来到了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中年男子穿着无瑕白衣，正坐在那里把阅书卷。和绿竹翁不同，此人看上去就和凡人无异，并没有给予别人深不可测的感觉。但他却是林家的家主，林浩的父亲林仲，货真价实的圣王强者。林浩盯着自己这位父亲，信步走来，即便是身体原主，对于他的记忆也很模糊。浩儿，你终于回来了。林仲放下书卷，平静抬眼，仿佛早已预知一切，目光凝视林浩，袖袍挥舞。绿竹翁见状识趣，离开了这里。父子2人终于相见。尽管林仲表现得很平静，但他眼中的喜色依旧难以掩盖。半步天机境，林仲有些惊讶地望着儿子：你是如何做到的？林浩动容道：我利用炼魂师的力量，吸纳了很多强者的灵魂。炼魂师？林仲不由得瞪大了眼睛。哪怕是圣王强者，主宰地族林家，炼魂师这个恐怖的名号也几乎惊出他一身冷汗来。林仲迅速起身，来到了林浩面前，仿佛能够从他这张俊逸的脸上看到妻子当年的模样。这一刻，林仲眼神湿润了，声音也略显颤抖。看样子你已经觉醒修罗一族的血脉了，只是在我林家，修罗一族实乃禁忌，你身为炼魂师的真相切不可被他人知晓，明白吗？九阴作为影子成员，只效忠于家主一人，对于他，林仲是放心的。他只是不想林浩在族人面前展露修罗一族的力量，毕竟当年他夫人就是因为这个才浩，这些年你受苦了。林仲将手按在了林浩肩上，语气颇为坚定。但从今日起，你将获得族内最好的修炼资源，如今你拥有这般天赋，相信就算是东皇太一也说不出什么了。林浩点了点头。目前看来，这位亲生父亲对自己倒还不错。来吧，跟爹说说，这些年你在下界都经历了什么？有没有结交到值得信赖的伙伴？有没有喜欢的女子？这些爹都想听。林仲拉着他来到屋檐下，坐了下来，闻着桌前茶杯里扑鼻的茶香，林浩淡然抬眼。在此之前，我觉得有3件事，您需知道。哦，林仲洗耳恭听。林浩，第一件事，我得到了邪帝白尘的传承。邪帝白尘？林仲闻言瞬间大惊失色，看来他知道邪帝的事。那位邪帝前辈
可是连老祖都不可撼动的存在，你是怎么得到他的传承的？林仲激动问道。这件事说来话长，我还是先说第二件事吧。现在我已经是咱们罗刹族的问道者了。问道者？林仲直接站起身来，这一刻他再也无法保持淡定了。儿子居然成了问道者，林仲愣在了原地。要知道，林家的历史上就不曾出现过问道者，这也是林家即便有大地强者坐镇，却依旧无法前往太虚灵族的真正缘由。你真的成为问道者了？林仲激动到热泪盈眶。他的儿子究竟是什么绝世妖孽，居然会成为问道者？这种事简直就是奇迹。如果老祖得知此事，一定会非常欣慰的。眼看林浩再次点头，林仲瞬间喜极而泣，哈哈哈！不愧是我的儿子，你可真是个创造奇迹的人啊！待会儿我就去罗刹殿堂，将此事告知老祖，相信老祖一定会给予你最大的帮助。不可！林浩突然神色一变。林仲，为何？林浩无奈道。下面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件事，我不仅是罗刹族的问道者，同时还是修罗族的问道者。林仲，双重身份问道者啊！林仲整个人都傻了，号居然同时被修罗神族和罗刹神族选中，怎么会有这样的事？简直闻所未闻。双神问道者这种事落到任何一个人的身上都是无上的恩宠，可是修罗一族与罗刹一族素来水火难容，如果让老祖见到他，以老祖的眼界一定会认出他的双重问道者身份。林仲傻傻地坐回原位，对于这样的真相有些不知所措。你说的对，你不能去见老祖，这件事你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否则你将在劫难逃。林仲现在的心情极为复杂，都不知道该为儿子高兴还是难过了。接下来父子二人以茶代酒，边喝边聊。林浩顺着原主记忆，将这么多年来在下界的经历一五一十的全都讲给了他听。与此同时，林颖和薛彩衣也来到了一处气派的大殿。殿前，一位白发老者端坐于上位，左右两侧皆是林立的族内长老们。林颖见到上位老者，立刻单膝叩首：“孙儿林颖，见过祖父。”“好，我的好孙儿，快起来。”林宇老手一挥，无形之力便将林颖托起。他的3个孙子如今就只有这么一个完成历练回来了，而且还这般年轻，实在是给他长脸了。要知道，林姓者20岁完成历练的已经1000年未曾出现过了，上一个还是他的二伯疯子林图。林宇满眼欢喜地看向爱孙：“你现在登上虎榜的事已经传遍整个林家，我相信不出半日，家主就会召见你。届时我们将向家主请示，将族内最好的资源都给你。你就是我林氏目前最大的希望。”林颖闻言，心中很是欢喜，可他还有一个顾虑：祖父、少主他也历练回来了。林颖神色复杂道：“少主？那个废物！”大殿之内，众人皆有些震惊。其中一位长老捋着胡须，不由惊疑。他打从一出生起便是废体杂脉，这是东皇太医亲自认定的事，他这种货色怎么可能历练归来呢？是啊，林宇同样疑惑。要知道，那林浩16年前才2岁就被丢到下界去了，如今也就18而已。18太小了吧？他是如何完成试炼的？这时薛彩衣突然说道：“有没有可能是九婴暗中帮他破坏了规矩？”九婴？林宇震惊望来：“你为何会突然提到他？”薛彩衣直言：“因为他就是林浩的护道者啊！”坏了！林宇猛然起身，面色大变。林浩目前修为一定没道域法境，九婴是想先带他回来，再利用族内灵丹帮他强行突破道域法境，以此而堵众人悠悠之口。罗刹星宫中，父子二人相聊许久，对于下界发生的那些事，尤其是那不识抬举的梅诗韵，林仲很是鄙夷。这种女人若嫁入我林家，那可真是要让人贻笑大方了。瑶池小筑，父子二人相聊许久，对于下界发生的那些事，尤其是那不识抬举的梅诗韵，林仲很是鄙夷。这种女人若嫁入我林家，那可真是要让人贻笑大方了。可不是吗？林浩端起茶杯，轻抿了一口，同样嘲讽：“你说你也是的，明知道她是这种人，当初为何还要对她倾尽所有呢？”父亲的一句话，差点让林浩手中的茶杯摔落。这乃是他要是舔她啊，就梅诗韵那种货色，哪怕天下女人都死绝了，林浩也不可能去舔她的。嗨嗨，林浩不想在此事上过多纠结，旋即将话题拉回正题：“父亲，我现在那尊炼到顶中的精血已经快要见底了，恐怕我的命只剩下9个月左右了。”9个月？林仲心疼万分，缓缓站起身来，负手徘徊。儿子的命就只剩下9个月了，可问题是要到哪里去寻找其他问道者，将其猎杀呢？问道者
只能诞生于太虚八大神族的后裔。而八大神族中，萧族、魂族、炎族已经相继覆灭，为何覆灭，至今仍是不可揭示的谜团。也就是说，所剩机缘分别是修罗地界、苍龙地界、罗刹地界、朱雀圣界和玄武圣界。可这5界之中，均有我派入的谍者，如果哪一界真的出现了问道者，消息也早就该传过来了。林仲深吸了一口气，对于修罗问道者残酷的问道规则十分憎恶，可又无可奈何。连父亲都毫无消息吗？林浩握杯的手微微颤抖。要说不怕死，那是假的，他可不想就这样慢慢等死。父亲，现在在活下来的问道者之中，我是第7名罗刹问道者，同时也是第100名修罗问道者。既然有这么多问道者，又怎么可能会毫无动静呢？林浩诧异道。林仲深邃的眸子微微闪动，转目看向儿子，意味深长道：问道者灵，道源无尽，我想为了躲避修罗问道者的追杀，他们应该都藏了起来，毕竟问道者要面临狩猎，在这样的规则之下，无论猎物还是猎人都不可能轻易暴露身份。有道理。林浩点了点头。总之你也不要太着急，爹会派更多的人前往各界调查问道者的踪迹。在此期间，林仲话音未落，脸色突然一变，整个罗刹星宫陡然一颤。听说我侄儿历练回来了，大哥，这么好的事你怎么能不通知我一下啊？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自外面响起，但脚步声已经出现在了门外。砰！房门直接被推开。当林浩顺势望去时，只见一个疯疯癫癫的中年男人衣冠不整，披头散发地跑了进来。男人和父亲一样，都是平静的如同凡人，可越是这样，就证明他和父亲一样强得可怕。三弟，你能不能有点规矩？就算要来，也该提前让绿竹翁禀报一下才是啊。看到这个疯癫弟弟，林仲有些头痛。三弟，他就是三叔林泰。林浩双目一眯，父亲有2个弟弟，分别为2叔林图、3叔林泰。3兄弟中，属父亲修为最差，可林家的规矩立长为处，这是亘古不变的铁则。所以父亲因为是长兄，继承了家主之位，对此林图倒是不在意，但这个林泰就嫉妒得很。哈哈，那些规矩都是对外人而言，你我是兄弟，何必这么见外呢？林泰朗声大笑，来到林浩面前，刚要抬手按林浩的肩，就被九婴闪身而来，阻止了他这一动作。见状，林泰眉头一皱：九婴，你想干什么？九婴也是怕他察觉到少主的修罗之力，只得牵强道：少主刚刚回来，对于这里的一切都还不适应，所以我想……啪！林泰突然一巴掌抽在了九婴脸上，惊得林浩差点拿出问道之剑来。这个林泰果然是来者不善，鲜血顺着九婴的嘴角溢出，但其刚毅眸子却没有丝毫波澜。所以我想，还是让他先熟悉一下自己的家，再和你们叙旧更为妥当。不愧是当年大闹须弥圣界的九婴，还真是一条忠犬啊！林泰掐住他的脖子，咬牙切齿。见状，林仲怒然喝道：三弟，你够了啊！林泰挠了挠头，大哥，你这是要因为一个下人而跟亲兄弟动怒吗？这货居然还委屈上了。林浩看明白了，林家虽强，但也错综复杂，即便父亲掌控着整个地族，也要面对各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看来最是无情帝王家，这话一点儿也不假。不过即便是内斗，林家有父亲、林图、林泰3位大佬在，其他势力也绝对不敢染指就是了。眼看大哥真的生气了，林泰装傻充愣，嘿嘿笑道：大哥，我就是为侄儿来的，你知道的，我最担心的就是他的安危了。林浩，这个三叔真的很关心我吗？为何我总感觉怪怪的呢？林泰抽出一张椅子坐了下来。大哥，当年陈俊然大闹我罗刹地族，只身一人打上罗刹殿堂，最终成功说服老祖，让咱们留下了林浩侄儿。这件事你我皆知，可他毕竟是你和陈俊然的孩子，你又怎么能保证他的体内不会觉醒修罗血脉呢？陈俊然，这是我母亲的名字吗？当年为了让林家留下我，他只身一人打上罗刹殿堂。林浩略微一怔，罗刹殿堂可是有8位殿堂罗刹坐镇啊，其中任何一人都不是父亲和林泰所能相比的。母亲居然打到罗刹殿堂去了，这被提及当年之事，林仲悲伤内敛。俊然因为修罗血脉已经离开了这里，号被留下来也是老祖同意的事，至于他体内是否有修罗血脉，真的重要吗？林泰，大哥啊，我当然觉得不重要了，但他可是未来要继承你位置的。你说现在外界传言四起，他若不去测灵台证明一下自己的清白，如何能服众啊？你！林仲怒发冲冠，有些事不能拿到明面上来，何况此事是老祖亲自定夺。林泰笑目微眯，老祖的意思我自然不敢违背，可我怎么听说当年老祖是因为确定了他体内没有修罗之力，
所以才同意将他留下的。林仲，当年老祖的确并未在林浩体内发现修罗之力，虽然这件事林仲也大为费解，以老祖的本事，不应该看不透才对，其中玄机非他所能揣摩，所以他才没有过多的去向殿堂罗刹们请教。可今日林泰拿出此事来要挟，足以证明8位殿堂罗刹中有人已向他透露此事，意欲何为，林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无论罗刹殿堂还是林泰都在针对浩。林仲当年目送爱妻离去，已在心中留下不可泯灭的伤疤，妻子背负一切骂名，只为浩。如今浩儿历练归来，无论怎样，他这个做父亲的都要保住浩儿的少主之位，因为只有浩儿将来当上林家家主，才是他和俊然最大的目标。好，既然你执意要浩儿去测灵台，那今日咱们兄弟二人就打一架吧，正好我也让你看看我的新东西。林仲晃了晃脖子，站起身来，一股极致危险的气息降临星空，浩瀚甚微，荡漾着整片星河都开始剧烈颤动起来。父亲的气息简直超脱林浩目前的理解，这就是凌驾于天道之上的力量，圣王强者的力量。见识到一位地族之主的强大之后，更加坚定了林浩想要变强的信念。他现在只觉得热血沸腾，丝毫没有被这股圣王气息所震慑。如此表现落入林泰眼中，让他心头大为震惊，此子居然有这般定力，他日恐怕会成为他最大的威胁。大哥，我可是你亲弟弟啊，你真舍得打我？林泰没有选择和林仲正面硬刚，开始打起了感情牌。林仲老脸猛抽，你如果真顾忌咱们之间的兄弟之情，以后就少给我惹麻烦。林泰，我什么时候给你惹麻烦了？林仲，别以为我不知道族内为何有人质疑浩儿的血脉，这不都是你散播出去的吗？啊！林泰抓着头发当场坐地上开嚎，老祖啊，您下凡看看吧，您可怜的后人正在被亲大哥冤枉啊，你还有脸呼唤我林族老祖？望着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林仲恨不得一脚碾死他个杂碎。这时一道声音倏地出现在了林浩的识海之中，放心去，区区测灵台而已，本帝自有办法对付。小黑子，林浩惊喜抬眼，有托出手，那真是再好不过了。父亲，三叔，你们不要吵了，测灵台而已，我去便是。林浩一步前踏，浩儿不可！林仲冲他疯狂摇头。林泰愣住了，没想到此子竟这般嚣张，难道他不知道一旦上了测灵台，血脉之力就藏不住了吗？还是说他的体内真的没有修罗之力不可能吧？当初那位殿堂罗刹前辈可是特意告诉他当年那件事的具体细节的。林泰眨巴着眼睛，有点震惊。侄儿你真的要去测？林浩来到他面前，这不就是你此行来的目的吗？林泰老脸一红，不是，三叔是真的担心你，因为你刚回来，并不知道咱们林家有多么复杂，一个地族势力可不是你们那些下界的小宗门、小家族能比的。我懂。林浩笑目微眯，抬起手拍了拍三叔的头。行了，赶紧起来吧，这么大个人了，还坐在地上哭哭唧唧的，成何体统？你……林泰老脸一动，他最痛恨的就是成何体统这4个字。他大哥经常用这话来训他也就算了，如今这个小崽子居然也敢拿这4个字教训他。好，谁让你们爷俩一个是家主，一个是少主呢？我忍。林泰从地上爬了起来，咧嘴笑道：你只要能体会三叔的用心良苦就好。林浩动容点头。玩归玩，闹归闹，下次扣眼珠子离我远点，我怕崩身上血。林泰。很快他们就来到了测灵台，在灵台的授意下，测灵台周围天上地下密密麻麻的族人们都汇集在了这里。大家都想看一看林浩体内是否真的只有罗刹血脉，而无修罗血脉。林氏族人和非林氏族人皆聚于此。面对这等场面，林仲心中十分忐忑，他是真的害怕到时候测灵台出现异变，那浩岂不是要面临当年俊然的处境？诸位，我们上去吧，这不过是一个入族仪式，大家不必担心。林浩冲药老等人笑言道。好。药老呵呵一笑，跟上了大家的脚步。万众瞩目之下，林浩、叶流云、叶灵、药老、萧炎、宁阮6人同时登台。林泰在人群之中，目光死死盯着测灵台上空悬浮的那颗水晶球，一旦水晶球的颜色发生巨变，也就是林浩被逐出林家之时。俊然，让你当初选择大哥而不选择我，你和大哥的剑种今日将经历18年前和你一样的浩劫。就算你当年拼死保他，一人独占8位殿堂罗刹，又有何用呢？测灵台聚满了人，林仲这边安排义子林蒙到场，林泰那边则是让孙子林策带曾孙林颖前来观望，自己则是偷偷藏在阴暗的树荫下。大家或多或少
都听说过陈俊然当年打上罗刹殿堂的传闻，只不过具体真相被林众给强行掩盖了下去，导致现在还有很大一部分族人们对于那件事全然不了解。如今看到少主登上测灵台，众人很是费解。测灵台不是有外姓人加入林家时，为防止其他神族后裔潜入才使用的吗？少主上测灵台做什么？人群中一名妙龄少女疑惑蹙眉。灵性者通常是不会上测灵台的，难道有人怀疑少主是其他神族的后裔？这也太扯了吧！在他身旁，一位老者呵呵笑道：“小姑娘，这你就不懂了吧？当年他的母亲就是修罗一族的蝶者。”修罗一族？周围的年轻人听到此言，一片哗然。如此说来，少主体内极有可能也怀有修罗血脉了。林浩今日测灵，引灵时所呈现出来的颜色，若不是林家独有的淡青色，族内必定会出现更多的质疑声和反对的声音。测灵长老深知此理，奈何少主非要来测灵，他不理解，但也尊重，只能结动手印。随着灼热的法则之力降临测灵台上，上方悬浮的那颗水晶球终于开始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一开始，水晶球散发的颜色是纯白色，这是凡人的血脉。突然，水晶球变得青霞万丈，这便是少主体内的罗刹血脉。然而，当淡青色的霞光笼罩广场，其色泽再度发生了巨变。一缕金色霞光瞬间冲破青芒，自水晶球中迸射出来。金色光芒，见到这一幕，人群中林隐激动上前，愤然怒指：“林浩，你体内果然有修罗血脉，修罗一族与我林家素来不和，这样的你担任少主之位，如何能让众人臣服？”此话一出，年轻人都无比错愕地望向林浩，可老一辈人的目光却是略显古怪。尤其他的父亲林策在身边，看到那金青两色霞光交相辉映后，一张脸庞猛抽成了鸡屁股。对于水晶球的颜色最终定格在白、青、金三色混淆，他几乎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林隐还不知所云，在那叫嚣：“大家都看到了吗？他的体内流淌着修罗族的鲜血，这样的人，他日若是成为我林家家主，势必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林隐说完这话，回身面向林策，激动抱拳：“父亲，请您为了我林家的未来，将那……”住口！林策猛地一喝，差点将林隐吓瘫在地上。林隐，父亲！林策恼羞成怒：“你懂什么？金色代表的是灵族后裔，叶氏血脉。灵族后裔，太虚八族之一，灵族。”林隐愣住了，在场的年轻人全都看傻了眼。灵族人登上测灵台这种事，在林家还是首例，因此族内年轻人并不知道金色霞光代表的是灵族。林浩也不知情。刚刚金色霞光绽放时，他也吓了一跳，以为小黑子并没有为他掩盖住修罗之力。不过林策既然这么说灵族，叶氏，林浩猛然转身，震惊地看向义父和小师妹，二人也是一脸茫然。这些人中居然有灵族的人，可灵族不应该是在玄武圣界吗？怎么会来咱们地界呢？难道也是谍者？不可能的，现在叶家只是圣地势力，岂敢挑衅咱们地族？现场一片热议声此起彼伏。躲在暗处的林泰差点一口老血吐出来，修罗血脉没测出来，反而测出个灵族血脉。可林浩就不可能拥有灵族血脉，这不是变相帮他洗脱了所有非议和质疑了吗？好一个侄儿啊，你居然敢给我下套！行，你厉害！林泰老脸一阵猛抽，终于是离开了这里。测灵台的现场依旧热闹，灵族叶氏的人来到林家，意欲何为？大家都很想知道。万众瞩目下，林蒙径直上台，目光凝视林浩身旁五人，神色略显严肃。谁是灵族的？闻言，几人面面相觑，无一人应声。林蒙沉色道：“需要我让你们一个一个上台重测吗？”这时，叶灵诺诺应声：“我和父亲都姓叶，可我们来自于下界，根本就不知道什么灵族，是吗？”林蒙深邃的目光将叶灵牢牢锁定，仿佛要将他看穿。在这样的目光凝视下，叶灵不出片刻，便已香汗淋漓。“少主，你们先下去吧。”林蒙抱歉道，面对义弟林浩时，语气毕恭毕敬。林浩也想看清真相。待大家都走下台，测灵台上只有叶灵一人，高空悬浮的水晶球也只剩下金色的光芒。果然是你！林蒙不苟言笑，说：“是谁派你来的？到我林家是何目的？”叶灵扑通跪地，含泪抬头：“前辈，我真的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自幼生活在下界玄天宗，何为灵族，我全然不知。你说不知就不知啊，区区一个圣地中人，也敢跑到我林家来，你真是胆大包天。”薛彩衣趁势发难，一时间其他人也纷纷附和。现在的圣地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居然还敢打地族的主意了。要我说，
不如直接派人前往玄武圣界，拿下那叶家老祖，正好也让他们知道地族与圣族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对，这个主意好，拿下玄武圣界，生擒叶氏老祖。拿下玄武圣界，生擒叶氏老祖。林家的人，无论林氏还是异姓，都有着身为地族族人的无上骄傲。地族眼中，世间一切皆如蝼蚁，但凡不对地族抱有敬畏之心者，皆可将其抹杀。这便是地族中人的行事风格。一时间，叶灵已成众矢之的，他只能将无助的目光投向大师兄。然而，对于这样的桥段，以前林浩在书中也见得多了。他径直来到台上，将叶灵从地上扶了起来，旋即抬手按在他的头顶，笑问：“你真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吗？”“我不知道，我可以发誓，大师兄你要相信我。”叶灵绝望摇头。林浩转过身来，看向叶流云：“义父，如果你有什么难言之隐，不妨直言，相信我，在这里我能保住你们。”叶流云，这还是他一手养大的浩吗？从小到大，浩是那样的冲动，极易感情用事，可现在怎么感觉像变了个人似的，遇事冷静的让人有点后怕。可既然浩都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叶流云也只能坦白：“好吧，灵儿她其实是我的义女，和你一样。”“什么？”林浩和叶灵同时瞪大了眼睛。当年一位神秘强者从天而降，将灵儿送到了我的身旁，他没有道明身份，亦没有留下只字片言，我只是从灵儿随身携带的玉佩上看到了叶灵二字，心想她和我一样姓叶，或属同宗，便以亲生女儿的身份将她收养了下来。叶流云含泪看向台上二人，一个儿子，一个闺女，一个来自上界地族，一个出自上界圣地，身份的差距真的让他担心，以后他们会不认他这个父亲。这么多年的感情陪伴都会付诸东流，可现在女儿被人质疑，命悬一线，他就算心存担忧，却也不得不承认，连他也不是他亲生的这个荒唐的事实。叶流云转身面向林萌，躬身重重一礼：“这位前辈，灵儿她对于她自己的身世全然不知，我之所以隐瞒，也是自知和她身份地位悬殊，不想疏远了这父女之情，还望您明察。”说罢，当场就要跪下。林萌见状，连忙上前将他扶稳。尽管此人来自下界，可他毕竟是少主的义父，这一跪，他可万万担待不起啊。林家虽然强势，但也讲理，正所谓不知者不罪。叶灵既然连自己的身世都不清楚，那他又能有什么目的呢？好吧，这件事我也处理不了，诸位请随我去大殿吧。林萌为避免事态升级，节外生枝，直接带着他们去了大殿。殿内，林中毒坐于其上，左右两侧还有4个座位，3男1女，皆中年相貌，相继入座。石阶下方则是1000余名长老林立。林浩一行7人来到了大殿中央。那4个人是谁？林浩望着坐在父亲身旁的4人，不由皱眉。九应，那是4大长老，赤霄、罗志简、素瑶、吃坤。其中赤霄是林泰的大弟子，素瑶和你母亲当年交情匪浅。素瑶经九应提醒，林浩目光不由得落到了那位素瑶前辈的身上。后者一身紫袍加身，漠然的神色，有着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清冷与孤傲，一看就不像是好说话的主。林仲盯着叶灵，沉默良久，方才看向林浩：“浩，他的身份既已确定，就不能再留在咱们林家了。我不要离开大师兄。”叶灵一把抓住林浩的胳膊，依依不舍。大长老赤霄闻言，目光中透着一股不屑：“可我林家与你叶氏圣地并无往来，若是因为你，而让外界误以为玄武圣界有我林家在背后撑腰，届时你叶氏再打着我们附属势力的旗号出去胡作非为。前辈请放心，叶家既然都不要我了，那我也不是他们叶家的人，我只想跟在大师兄身旁。”叶灵急道：“哎，看来你什么都不懂。”赤霄摇了摇头。林浩这时一步横跨，将叶灵护至身后，看向那位林家大长老质问：“这其中难道有什么说道？”赤霄：“叶氏并不像咱们林家这样会将子嗣送往下界去历练，但据我所知，当年叶氏少主刚一出生就被人掳走了，我想或许就是他吧。”叶氏少主？林浩微微一怔，尤其叶流云，他没想到自己的女儿居然是圣地少主。一个圣地少主留在咱们这里，很容易会生出嫌疑，让外人觉得叶氏的背后是咱们林家。赤霄的话犹如晴天霹雳，让叶灵难以招架。我怎么会是圣地少主？我到现在都还只有阴阳境的修为，即便放在下界也平平无奇，这样的我怎么会是圣地的少主呢？叶灵抓住林浩的胳膊，祈求从他这里得到真正的答案。然父亲在此，大长老不可能信口雌黄。如果他真是圣地少主，回去或许对他更有利。去通知玄武圣界，让他们过来将他带走吧。
林仲一声令下，一位长老立刻行出殿外，而叶灵就这样低着头，眼泪止不住地流淌着。他才不要做什么圣地少主呢，他只想留在林浩的身边。可这一切似乎已经不太可能了。夜里，林浩所住的庭院，叶灵和叶流云相顾无言，唯有林浩淡定从容，自顾自倒上一杯茶，手持茶杯，轻嗅着里面飘来的淡淡茶香，笑言道：“你是圣地少主又如何？只要我愿意，我随时都可以去玄武圣地找你。”当真？叶灵含泪抬眼，不管到什么时候，你都是我的小师妹。林浩宠溺地掐着她的脸，然后将茶杯放到她手中，算算日子，你的癸水也应该来了吧，多喝热水。闻言，叶灵脸颊刷得红了起来。大师兄连他来癸水的日子都记得，这么好，这么体贴的大师兄，如今就要和他分别了，他真的好不舍得。叶灵双腿并拢，内心几度挣扎，突然抬起头来，美目灼灼。大师兄，你心中对我到底是怎样的感情？月光下，叶灵的眼神是那样的清澈动情，他这话林浩听懂了，索性直言：你永远都是我的妹妹。妹妹吗？果然是这样。叶灵雾里看花般牵强一笑，如果哪天你遇到了自己的意中人，可一定要记得告诉我，我相信我未来的嫂夫人一定是这世间最完美的女子。叶灵说这话很想哭，可还是强行憋了回去。林浩闻言哭笑不得：傻瓜，你的大师兄只想成为这天地之间的最强者，什么意不意中人的，那都是小孩子过家家才喜欢玩的东西。叶灵扑哧一笑：你能这么说，那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真正能令你心动的女子。或许吧。林浩并不想在儿女情长上浪费精力，倒是你好好修炼，争取将来成为圣地之主。当然，我相信你这次回去也会遇到很多麻烦，如果无法应付，记得第一时间派人来通知我，我会帮你。叶灵脸颊温红，重重点头。尽管现在他们两个的身份已经变了，但感情没变。只要有大师兄在，他就什么也不怕，因为他的大师兄是这个天底下最可靠的男人，无论遇到多么大的麻烦，他都能轻易化解。翌日清晨，林浩带着药老和萧炎来到了丹云塔。这里是林家最丰富的宝藏，不只是因为里面珍藏了上界最丰富的炼丹药材，更重要的是，这丹云塔中还有着一位放到外界足以被三大地族争抢的九品炼药师东皇太一。九品炼药师距离传说之中的丹帝只差一步之遥，乃是天地间最强的炼药宗师。有他在，林家便永远不会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因此，莫说是家主，就算是8位殿堂罗刹，对东皇太一也是礼敬有加。丹云塔内并不出售丹药，自林浩三人走来，入眼可见的都是穿着白色炼药师长袍，走路习惯扬起下巴的炼药师。然而，当那些炼药师看清林浩时，瞬间全都愣在了原地。那个年轻人就是少主吗？好像是，昨天我在测灵台上看到过他。听说他身边有一位8品炼药师，还是来自于下界，会是那个老头吗？下界是什么废土之地，也能诞生8品炼药师？他要是8品，我当众吃屎！自从林浩三人出现在丹云塔，那些炼药师不善的目光就悉数而来，气氛突然就变得古怪了起来。来之前，父亲曾提醒过他，丹云塔塔主东皇太一是一个目空一切的家伙。作为上界公认最强炼药宗师，他连殿堂罗刹的面子都不给，更别说是什么家主或是少主了。偌大的地族林家，恐怕也就只有那位至高无上的老祖才能让他甘心臣服。这也是他选择来到罗刹地界效忠于林家的原因。塔主都这个样子，丹云塔其他人同样如此。初来乍到，林浩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取药材，只得带到一个炼药师向他询问，我想取点炼丹材料，需要找谁？那炼药师中年相貌，留着2撇8字胡，胸前佩戴着一枚2品炼药师徽章。在听到这话后，故意扬起下巴，不予理会。林浩眉头一竖，我再问你话，听不懂。炼药师依旧不予理会。见状，林浩一把掐住他的脖子，你干什么？给我撒手！炼药师面色大变，林浩，原来会说话啊，我还以为你是个聋哑人呢。炼药师想要挣扎，却发现根本挣扎不开，当即涨红着脸庞，恼羞成怒。我乃丹云塔刘铁，柳福生的儿子，就算你是少主，也得给我放尊重点，听到没有？柳福生，林浩毫不在意，没听过，少主居然连柳大师都没听过。众人惊颤不已。柳铁扯着脖子道，那你也不能这样对我，咱们丹云塔在林家一直备受尊敬，而且我们塔主可是东皇大人。东皇太一是个鸟啊！林浩有些不耐啊，他居然敢骂东皇塔主是个鸟。其他炼药师如遭雷击，看到他们那个模样，林浩脸上的笑容逐渐浓烈。
当年就是东皇太医说他天生废脉，不能当少主的，让他哄着这老登，不可能，他只会在时机成熟时用药老替换掉他。林浩松开刘铁的脖子，随后自袖中摸出了一块青玉蝉雕，送到对方眼前。龙符。刘铁见状大吃一惊，想不到家主居然这么轻易就给了这小子龙符，未免也太惯着他了吧。不过既然他能拿出龙符来，刘铁自是不敢怠慢。嘿嘿，按照惯例呢，每年春分时节，咱们丹云塔才会向族人们发放丹药。不过既然你能拿出龙符来，那好吧，随我去见我爹吧。龙符就是用来破例的，乃是林家家主独有的特权。很快，刘铁就带着他们3个来到了一间密室之中。密室里左右林立的木柜散发着各种各样奇异的药香。药老和萧炎刚来到了这里，就从空气中嗅到了一些极为罕见的药材，而且大多数气味就连药老都不曾知晓，想必那些都是上界的药材，下界是没有的。正前方，一个白胡子老头顶着个秃老亮正在忙碌着什么，在桌子上有着许多的药材。这些都是什么药材？药老盯着上面的药材，一脸懵逼。闻言，刘铁淡淡的瞥了一眼他胸前佩戴的8品炼药师徽章，不屑冷哼：堂堂8品炼药宗师，居然连药材都不认识，你是来搞笑的吗？8品炼药师。眼前老者闻言色变，豁然抬眼，此人便是柳福生，丹云塔12长老之一。6品看到对方胸前印有6颗星的徽章，林浩笑目微眯。九幽通天菊、阴阳百会根、暗月草、紫阴石、餐风引露、蛇蝎美人，你是在研究6品茯苓丹？这听得林浩这话，柳福生当即大惊，年轻人好见识啊。刘铁这时凑到他跟前：爹，他就是少主林浩。他是少主。柳福生老脸阴晴变幻，塔主不喜欢少主这件事他是知道的，当年就因为他的母亲大闹丹云塔，害得塔中过半丹药俱毁，那个女人事后竟然还打上了罗刹殿堂，一人单挑8大罗刹，简直不知天高地厚。柳福生上下打量着林浩，态度略显不善。你来这里干什么？林浩，我来取点药材。说罢，将手中龙符一亮。龙符。柳福生嘴角抽了抽，绷着脸道：想取什么药材说吧。林浩：月星子、凤凰尾、火凤之精、仙狐涎、天龙水、6道轮回，外加一枚8品水属性魔核。这……柳福生震惊抬眼，你可知你要的这些都是8品药材？林浩耸了耸肩，知道啊，8品药材放在外界的确每一样都堪称无价之宝，但在我林家算不得什么吧。一个地族还是不缺8品药材的，当然达到8品之境的药材，就算是地族所藏分量也并不多。柳福生握了握拳头，神色彷徨地看了一眼林浩身后的老者，目光在其8品炼药师徽章上短暂停留。哼，先不说他这8品炼药师是真是伪，退1万步讲，就算他真有本事炼制出8品丹药来，以少主你目前的修为，也远远不够吞服吧。8品丹药不仅能引来破石丹劫，而且药效极强。林浩这么年轻，一旦服用，顷刻间便会爆体而亡，这也是药老心中所虑。可林浩既然敢来，就有自己的底气。如果我死于吞服丹药，那也算我实力不济，你只需拿药材过来就好，其他的和你无关。柳福生，好一个强势的小子，就算是家主来到丹云塔也得客客气气，谁成想一个少主说话语气竟如此强硬。当然林浩也不可能像他父亲那般瞻前顾后，太多的退步和忍让不可能换来对方的尊重，只能换来对方蹬鼻子上脸，所以林浩绝不会惯着他们。且不说东皇太一不把他和父亲放在眼里，就算他不把东皇太一放在眼中，他又能如何呢？难不成还想是主吗？哎，这可是你自找的，出了事也怨不得我。柳福生连连叹息，来到一个柜台之前，从里面翻出所有林浩所需药材，最后小心翼翼将之送到林浩手中。换做别的人，但凡对东皇太一忠心者，都不可能提醒林浩这么多。由此可见，这柳福生虽然和自己立场不同，但为人似乎倒还不错。林浩也想在丹云塔中培养自己的人，索性指着桌上那位蛇蝎美人道：蛇蝎美人虽是剧毒之物，却也算不得世间顶级奇毒，只要以菩提根泡水浸泡7749天，便可驱除其中大部分毒性。这样一来，虽然炼制出来的6品茯苓丹其品质达不到绝品，但至少对你来说已然够用了。菩提根泡水我怎么没想到呢？柳福生身为6品炼药大师，深知此法有理可循。林浩即将踏出门槛时又道：身为炼药师都有亲自试丹的习惯，尤其是炼制毒丹，不过这毒丹若是服得多了，势必会伤及灵脉，但想要完全治愈其实也不难。柳福生怔怔地望着他的背影，
缓缓抱拳，还望少主赐教。林浩随手拿出一张黄纸，在上面用灵力写下一纸单方，隔空掷出，啪，被柳福生当场抓在手中。按照上面的方法炼制，每个月服用一次，1年便可痊愈。林浩淡淡一笑，带着药老和萧炎一同离去。恭送少主。柳福生重重一礼，他终于明白，眼前这位年轻的少主远不是塔主大人所言那般不堪，说不定他会超越家主，和那位老家主一样，成为第9位殿堂罗刹。铁儿，以后切记不可再怠慢少主，必要时还要想办法和他交好，明白吗？柳福生看着手中丹方，吩咐道。刘铁懵了，可塔主大人不是不喜欢他。柳福生，那是因为塔主大人根本就不懂他有多么难以估量的未来。哦，刘铁像个二愣子似的应了一声。看到父亲只因一面之缘便如此尊敬少主，他的眼中满是不可思议的神色。林浩离开丹云塔，便将那些珍稀的8品药材尽数交给了药老，并交给药老一纸丹方，让他帮自己炼制一枚8品丹药。一枚放在3000上界，整个炼丹史上都不曾出现过的8品丹王。只要能炼成并服用此丹，林浩的实力将会得到前所未有的飞跃。8品丹药，哪怕和天道勾肩搭背的九阴也不敢服用，但他敢，因为他的修罗血脉能容纳古往今来一切力量。一晃，已经过去半个月了。玄武圣界那边终于派人来接叶灵了，可林浩这段时间一直在潜心修炼，全然不知。夜风微凉，皎洁的月辉倾泻于竹窗上，将屋子里映照得一片幽冥。林浩盘膝于床榻，额头布满了豆粒大的汗珠。某一刻，他猛睁双眼，疲惫至极的神采之中浮现一抹欣喜若狂。我终于练成地爆天星了！林浩激动不已。地爆天星乃是罗刹领域中3生鼎内的传承，如今他终于练成，其威力要远在青莲剑诀之上，又多了一个更为强横的底牌，他怎么能不开心呢？接下来就是苦修森罗万象第一式了，再就是寻找其他问道者，势必要找到一个将其猎杀，活下来才有希望，才有未来。哎，这样的日子可真好，太充实了。男人就应该干男人该干的事。林浩往榻上一躺，不到3秒就打起了鼾声。窗外，一位素裙女子蒙着白色面纱，作为玄武圣地强者，她此番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带叶灵回去的。多谢林前辈对我叶氏少主的关照，他日若有任何吩咐，我叶氏绝无任何推辞之言。素裙女子面向林仲欠身一礼，语气毕恭毕敬，不敢有丝毫怠慢。林仲负手道：你们少主和我家号自下界相识10余载，多年情谊本不该这般客套的。而后无奈看向叶灵，叶姑娘，你是否会觉得我不近人情？晚辈不敢。叶灵悻悻抬眸，林伯父掌管这么大的地族，做事自当考虑更多。望着这个善解人意的小姑娘，林仲欣慰点头。你能理解就好。我知道你心里有号，可有一点，我这个做伯父的还是要和你说清楚。我家浩儿将来势必会接替我的位置，掌控整个林家。你若想成为他的妻子，单凭圣地少主的地位可还远远不够。上界讲究的是门当户对，尤其地族少主成亲，女方绝不能是泛泛之辈。圣地太弱了，除非他能像俊然那般惊艳整个地族，否则要做林家的女主人，他还远不具备这样的资格。见叶灵失落垂眸，林仲灵眉微皱。你们灵族和我灵族一样，都出自太虚古神族，论太初祖上，咱们谁也不比谁尊贵。而你身负玄武神脉，若想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也不见得就是痴人说梦。至于你未来的成就能有多高，一个是要看你的道缘，另一个就是要看你对浩儿的心意了。林伯父，其实您误会了。叶灵含泪直言，在大师兄眼中，我就是他的妹妹，他对我从始至终就没有过男女之情，所以我也从未奢望过有朝一日能成为他的妻子。我只想默默陪伴着他，看到他成为这天地至尊，达成所愿，看到他遇到自己命中注定的爱人，一生幸福。林仲，这姑娘是真的不错，凡事都在为浩儿考虑。如果浩儿生在寻常百姓家，得此红颜也该足为平生了。只可惜他生在地族之中，另一半必须得是天之娇女才行，得在他的正地之路上给予他最大的帮助。你进去和他做最后的道别吧。林仲仰了仰头，看向被乌云遮住半边的月色，无奈叹息。叶灵银牙紧咬，直奔竹窗而去，打开窗户，一个翻身就跳了进去，脚掌稳健落地。当他看到林浩疲惫不堪地躺在榻上酣睡，他便明白大师兄今日疯狂修炼，不计日夜，肯定也是累坏了。大师兄有大师兄追求的目标，而他只是一个小女子，并没有那么宏远的夙愿。来到榻边，叶灵颤抖着手抚上林浩的脸颊，大师兄这张脸让他爱不释手。
同时又小心翼翼。大师兄的眉毛英挺如剑，面若刀削，薄唇看似无情，却十分重感情。就这样盯着他的嘴唇，叶灵不受控制轻身，3000青丝散落，眼看着二人的嘴唇即将触碰在一起，叶灵终于停下了动作，一滴滴晶莹的泪水顺势滴落在了林浩的脸上。果然还是不行呢。叶灵望着大师兄这张脸，笑着笑着就哭了。就要分别了，就要和他分别了。叶灵捂住嘴，泣不成声。相知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大师兄，你知道吗？其实我已经成为灵族的问道者了。大师兄，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不要再被女人骗了。与其陷入儿女情长，迷失自我，不如走你现在的无情道。只要你好，便是晴天。叶灵拂袖擦了一把脸，从袖中摸出一张薄纸，塞到林浩胸口。这是我在灵族领域中得到的问道秘籍，是我灵族问道者独有之物，气魂培育宝典，上面记载了宝典如何炼制，以及如何培育气魂的方法。或许我无法成为你身边的助理，但是这个东西一定可以帮到你，让你变得更强。叶灵仰起头，努力深呼吸，尽量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儿时的点点滴滴如海市蜃楼，在脑海中一一浮现。真的要走了，不然林伯父在外面会很为难的。他是大师兄的父亲，我不能让他为难。叶灵最后看了一眼大师兄，终于挥泪跳出了竹窗。这一刻，林浩缓缓睁开眼，掏出衣服里这纸秘籍，沉默良久。灵族问道者吗？林浩捂着额头，哭笑不得。找了这么久的问道者，想不到第一个居然是他的小师妹叶灵。尽管他很想活下去，但他不能去猎杀一个如此真心待他的人，良心还不足以让他这么做。气魂培育宝典收集千幻龙葵草、青木火灵根、蓝焰天绯石、望断秋长露、回冈地葬花5味材料，再以魔兽之魂为内核，便可炼制而成。魔兽之魂的力量越强，所培育出来的气魂也就越强。最好是神兽。神兽吗？林浩深吸了一口气，看来这气魂培育宝典想要彻底炼成，需要的时间还不短。可见灵族问道者的问道之路，相比之下要艰难许多。不过既然让他得到了第3神族的问道传承，那他就必须集齐所有材料，炼成气魂培育宝典。这都是他的道缘，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翌日清晨，林浩来到罗刹星宫，向父亲询问关于那5味材料的出处。听闻叶灵将气魂培育宝典交给林浩后，林仲内心很是震惊。想不到这叶姑娘对你如此情深意重，这么重要的东西，她居然想都不想就交给了你。林浩内心也很感动。是啊，林仲，你说的这5种材料，咱们林家只有一个，那就是蓝焰天绯石。可是林仲欲言又止林浩。怎么？林仲，就在上个月初，东皇太一便以蓝焰天绯石为奖励，打算举办一次族内大比，而他的最终目的是想要从虎榜上挑选出一位可靠的绝世天骄，帮他前往天之渊去寻找一尊传说之中的地品药鼎。地品药鼎，林浩双目一亮。地品药鼎可是上古丹帝级别的强者所遗留之物，对于任何一位炼药师而言都有着致命的诱惑。可是林浩有些不解，既然东皇太一对于这尊地鼎垂涎若渴，那他为何不让族内长老们前往呢？林仲叹道：因为长老们根本就进不去天之渊。什么意思啊？林浩没懂。林仲含笑抬眼：浩儿，你以为咱们3大地族为何都要设立虎榜这种只有年轻人才能参与的战力榜？林浩闻之一怔，难道说30岁以下的人才能进入那天之渊？聪明。林仲耐心道：天之渊又名青苍界，是3000上界中最为特别的一处禁忌之地，那里有着神秘且强大的上古法则所庇护，外界的人若想进去，非年龄低于30不可入内。好家伙，限制年龄的法则。如此，就算咱们林家底蕴再强，也只能从虎榜强者们的身上挑选合适人选了。等等，年龄低于30才能进去？林浩猛然大惊。父亲，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其他问道者也藏在了那青苍界之中？林仲，他从未往这方面想过。是啊，问道者要躲避修罗问道者的追杀，去往青苍界是最安全的。只要进去了，就可以在里面疯狂修炼，1000年、万年皆可。等他日正地再出来，不就不惧怕修罗地界了吗？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林仲猛拍大腿，豁然起身。父子2人惊喜忘川。如此，那这青苍界林浩还非去不可了。只不过这一次，九阴因为年龄的关系，必然不可能再守护在他的身边。一旦去了青苍界，那接下来的路，林浩就只能靠自己去闯了。父亲，族内大比何时开始？林浩笑问。他已经开始期待了。先拿下蓝焰天绯石，再顺理成章前往青苍界，
猎杀问道者。这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3日后便是入围赛阶段，你想参加的话，我会帮你报名。但我不得不提醒你，即便是那个万众瞩目的灵隐，目前在虎榜上也仅仅排名第10位。咱们灵氏天骄自幼生活在下界，这一点和异性天骄相比可是很吃亏的。虎榜上卧虎藏龙，近30年内更是人才济济。林仲也是担心儿子上去了会吃亏，毕竟擂台上拳脚无眼，就算失手打死了人也不会被追责。然而林浩丝毫不惧，甚至不在意。所谓天骄，不过凡人眼中的所谓天才罢了。哈哈哈哈！好，我家浩儿有大帝之资，未来成就必定在我之上。林仲开怀大笑。你先在这里歇着，我现在就去丹云塔给你取几枚丹药来。不用。林浩摆了摆手。林仲，为何不用？你刚刚回来，正是吞服丹药的绝佳时机啊！感受到父亲的宠溺，林浩内心荡过一丝暖流，旋即解释：吞服不同的丹药需要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去沉淀，而我目前已经选好了要吞服什么丹药，对我最有利，相信他很快就会帮我炼制出来的。他？林仲眉头一皱。那位药老？就是他。林浩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带药老来上界呢？药老可是8品炼药师，而林家最不缺的就是珍稀药材，再加上修罗之门所衍生出来的神秘丹方，林浩相信只要有药老在，他的问道之路便会一马平川。现在问道者的藏匿之处已经有了大致方向，炼制气魂培育宝典所需的5种材料之一也已经得知了出处。接下来只需夺得族内大比的冠军，便可得到蓝焰天绯石，并名正言顺前往青苍界，还可以趁势得到东皇太一最大的支持，简直就是一箭3雕。林浩因为问道者的身份，导致其名字并未出现在虎榜上，这也方便了他的真实实力不会过早的暴露出来。林氏现在大多数人都将希望压在了林隐的身上，他们不求林隐能夺得大赛冠军，只要能闯进8强或是4强，就算是为林氏争光了。林浩也难得落得个清闲自在，一晃入围赛便拉开了帷幕。大小擂台共100余座，场面好不热闹。林浩的首场比赛对手便是虎榜上排名第50位的裴川。为了看这场比赛，不少人都提前聚集在了这一处擂台外围。擂台上，裴川抱着一把剑，如老僧入定，闭目良久，半天不见少主的人影。看台上热议不断，少主不会是临阵脱逃了吧？哎，我要是少主，我也得逃，与其输给裴川，还不如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弃赛，这样起码能保住颜面。只能说咱们的少主运气太差了，入围赛第1场就遇上了虎榜高手。是啊，这脸黑的也没谁了。看台上的吃瓜群众都认为这是一场完全不对等的较量，唯有萧炎和宁软始终保持沉默，笑目相望。林浩的本事在下界他们可是亲眼见识过的，虎榜强者又如何？想威胁到他，至少排名第50的这位肯定是不够资格的。快看，少主来了！是少主，他好帅啊！帅有个屁用，男人还是要看实力。瞬间人声鼎沸，万众喧哗间，林浩步履平稳走上擂台。听到脚步声，裴川缓缓睁开眼，保持抱剑的桀骜之姿，出言道：少主，擂台比武讲的就是一个公平，我不会因为你的身份而对你放水的。那就快点开始吧。林浩不以为然，这让裴川不由得眉头一挑。嗡！随着锣声敲响，比赛正式开始。场上2人都没有摆好架势。裴川作为虎榜排名第50位的高手，人气还是不低的，只因来之前家中长辈曾刻意提醒他一定要对少主手下留情，导致现在他的心情很是复杂。还不攻过来，想什么呢？林浩笑问。四目相对，裴川缓缓低下头来。果然，我还是无法说服自己在擂台上对别人放水。砰！裴川脚下猛地一踏，其身影骤然化作一道脱弓之箭，朝林浩所在的方向暴冲而去，速度之快，迅如奔雷，瞬间引起场面一片惊呼声。半步神藏境，面对裴川迎面袭来，林浩无奈摇头，看都懒得看他，随手一巴掌，啪！一声脆响，遭到重创的裴川双目血突，都没看清楚林浩的动作，整个人便如断线风筝一般，直接倒飞了出去，在高空划出一道优雅的抛物线，最终于看台观众们错愕的视线中飞过他们的头顶，不知所踪。发生了什么？看台上一位老者忍不住使劲揉着眼睛，完全没看清楚刚刚是怎么回事。整个会场陷入一片死寂，落针可闻。刚刚裴川怎么飞出去了？少主他就抬了个手，也没干啥。什么情况？所有的人都看傻了眼。堂堂虎榜强者打假赛，可就算是打假赛也没有这么假的吧？都没碰到他
他就自己往天上飞，看台上的族人们大多实力不济，看不清林浩的动作也正常，但作为主裁判的执事却看得清清楚楚。什么族内大比，不如改名叫拍苍蝇大赛算了。林浩无奈看向执事，可以宣布结果了吗？我宣布这一场比试的胜者是林浩。只是没想到少主居然把胡榜天骄称作苍蝇，一声高喝令全场懵逼。真不愧是少主啊，连执事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助他蒙混过关。嘘，你既然看明白了，就不要说出来，人家可是少主，咱们普通人惹不起的。就是可惜了，一场假赛害我排队这么久，太不值当了。对于这样匪夷所思的结果，大家只会觉得林浩是在打假赛。少主如果倒在入围赛第一场，肯定会让家主以及整个林氏丢尽颜面，这个道理他们也懂，但还是失望至极。散了，去看其他人的比赛吧。走。一时间全场观众开始陆续离席，不出片刻，空旷的看台上就只剩下萧炎和宁阮2个人了。这些人真是愚昧无知，鼠目寸光，居然敢质疑他。宁阮吐了吐香舌，一脸玩世不恭的样子。不用在意，等到了决赛阶段，林少会让所有人看清楚他的实力。萧炎平静如常，淡淡说道。入围赛，林浩这边几乎不再有任何关注度，很是平淡地闯进了决赛圈。入围决赛圈的共有32人，最终的优胜者将得到世所罕见的蓝焰天绯石，并可在族内亲自挑选一批虎榜精锐，前往青苍界为东皇太一寻找传说中的地顶。林浩回到房间，继续专注修炼。他也明白，入围赛不过小试牛刀，后面的淘汰赛才是真正的族内大比。傍晚时分，门外传来细微的脚步声，这让沉浸在修炼之中的林浩瞬间睁开了双眼。拥有混沌神通的他，透过墙壁瞬间看到门外来者乃是宁阮，当即下榻，穿好鞋子，还没等宁阮敲门，他就拉开了房门。望着眼前这个颜值美到逆天的合欢宗少主，林浩不由好奇：宁姑娘，这么晚了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吗？宁阮脸颊微红，难道？我是想说，自从我来到这里，就没有为你尽过什么力。如今你参加族内大比，即将和那些真正的天骄们竞争，或许我可以帮你变强。林浩微微一怔，帮我变强？宁阮突然抬起妆容精致的俏脸，神色异常坚决。如果你需要，今晚咱们就双休。今晚双？林浩被吓了一跳，一时支支吾吾，有点语无伦次。宁阮回首看了眼天色，脸更红了。现在也可以，不一定非得等天黑。什么鬼双休？现在？望着这个脸颊布满红霞的丫头，林浩脑子有点失聪。不是，他这小脑袋瓜里究竟在胡思乱想些什么东西啊？宁阮美目紧盯着他的眼睛，咬牙道：我知道，我能被你带到上界地族来，全因为我是炉鼎圣体。既然来了，我就不能装傻，总要做点什么。其实吧，炉鼎圣体不一定非要通过双修的方式才能发挥出作用。林浩解释道。宁阮好奇偏头，脸色略显古怪。那你想怎么玩？什么叫我想怎么玩？林浩被他给气笑了。不过这妮子有一点倒是好的，不会装傻，知道自己的价值，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不错。林浩，其实我研究过一个阵法，能够通过此阵让炉鼎圣体发挥出最大的价值，而且不需要你我之间有什么肌肤之亲，你依然可以保持完璧之身。宁阮眼中的悲伤这一刻逐渐化作狂喜，还带有一丝不敢置信。他自己长什么样子他很清楚，可林浩居然真的不近女色，这和他之前所见过的那些男子全然不同。只不过这个阵需要我成为7品阵法师时才能施展，所以你现在什么也不需要做，就安静地待在我林家就好。林浩做事都有长足的打算，终有一天宁阮会有用武之地。宁阮重重点头，不知为何，在他说出这一番话后，他的心里莫名暖和了不少。至少在父亲被杀和欢宗被灭之后，他还能在一个男人的身上感受到安心舒适，这已是上天对他最好的眷顾。那我先回去了。宁阮一溜烟逃离了这里，惹得林浩好生无语。关上房门后，继续盘膝打坐，在那神秘的修罗领域苦修森罗万象的第一式。森罗万象作为修罗神族最强的传承，他相信哪怕只是第一式，一旦练成，也定会成为他最强悍的底牌。第二天，淘汰赛阶段的对战榜如期揭晓，有2场比赛值得关注。其中一场，作为本届大赛公认最有希望夺冠的虎榜第2强者白明，第一场对手居然是虎榜第5的韶华，这无疑是一场巅峰对决提前上演，牵动着不少人的心魄，同时也让很多人对韶华暗感惋惜。另外一场
则是少主林浩。首场比赛对手是薛彩一。薛彩一实力其实并不算强，但他却是火罗刹薛豪的后人。薛家因为特殊的血脉原因，导致族人非常少，薛彩一自然成了备受瞩目的焦点。同时，他这么多年来也养成了娇生惯养、横行霸道的性子。这不，听说宁阮昨晚是从少主住居离开的，薛彩一一大清早就带着几个好姐妹来到了宁阮的住处。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宁阮被2个5大3粗的胖妞死死按在地上，挣扎不得。薛彩一傲慢抱胸，不屑睥睨，说：“少主究竟是何修为？”宁阮倔强地咬着牙，怒目相向。你若想知道，大可以去问他，来欺负我算什么能耐？呵，欺负你！薛彩一一袭琉璃霓裳，抬起雪白的大腿，将脚直接踩在了宁阮的脸上，强行让宁阮另外半张脸在地上反复摩擦。新来的，你貌似还没搞清楚状况吧？在林家，我薛氏乃殿堂罗刹本族，地位显赫，而你不过是下界来的一个废物。别说我今天欺负你，就算我杀了你，亦或是把你废了，再卖进民间的窑子，你又能奈我何呢？说着，还不忘狠狠踩踏。看到宁阮那张祸国殃民的绝美俏脸被摩擦得血迹斑斑，薛彩一别提有多暗爽了。他最痛恨的就是美若天仙的女子，显得她好像很一般似的。尤其那日林颖看向宁阮的眼神，直勾勾的，更是激起他心中强烈的不满。小狐狸精，你以为你是少主的人，就可以在林家有恃无恐吗？呸！我告诉你，当年东皇爷爷就曾说过，少主他就是一个废物，即便坐上了少主之位，也坐不久的。宁阮忍着痛，撅着骨，丝毫不肯屈服。你这么在意林浩的修为，不还是心中对他有所忌惮吗？贱人，他林浩不过是靠着九阴暗中相助才历练归来，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薛彩一一脚狠狠踢在宁阮小腹，宁阮哇的吐出一大口血来。我能跟你好好说话，那是你8辈子修不来的福分，你为什么不珍惜？为什么要顶撞我？啊，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仗着自己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就以为自己是仙女了吗？你就是一个烂货，只要我薛彩一骂你是烂货，整个林家都不会有男子敢打你的主意。砰砰砰砰！薛彩一一脚一脚狠狠踹向他的小腹，将宁阮踢得死去活来。半晌后，宁阮颤抖着哀求：“别打了，我说。”几个女人相视而笑。啐！薛彩一一口吐他脸上，薅着他的头发，强行抬起他的脸。早这么听话，不就不用吃这顿苦头了？宁阮剧烈咳嗽着，含泪望向薛彩一，声音有气无力。其实林浩他的修为是……说到最后，声音实在是太小了，以至于薛彩一不得不附耳过去。是什么？突然，宁阮一口咬住了他的耳朵。薛彩一被咬得当场哭喊：“你他妈的敢咬薛姐，给我松口，快松口！你想死吗？”几个胖妞惊骇失色，对宁阮一顿拳打脚踢。可不管宁阮被打得有多惨，他就是不肯松口，死死咬住薛彩一的耳朵，满嘴都是血。几个女人在院子里滚成一团。找死！一个胖妞恼羞成怒，拔剑便抹向宁阮的脖子。砰！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身影悍然出现，一脚便将那足有200多斤的胖妞连人带剑给踹飞了出去。是林浩！啊！其他几个女子吓了一大跳。你看不到薛姐被他咬成什么样子吗？还不阻止？另一个胖妞明显有些怕了，一边往后缩，一边质问。林浩面色冷漠，手掌向前一抬，恐怖的吸力瞬间将那胖妞吸了过来。啪！掐住对方脖子，声音冷若寒霜。就咬他了，怎么着？嘎嘣一声脆响，当场扭断了胖妞的脖子。看到宁阮被欺负的那么惨，林浩已经很生气了。他的人，谁敢动？一时间，那几个女子都被吓傻了，因为林浩现在的眼神太可怕了，和平时那些让着他们的男子完全不同。那穷凶极恶的眼神，仿佛随时都可以杀了他们似的，导致他们现在连回怼的勇气都没有。庭院里就只剩下薛彩一歇斯底里的惨叫声。宁阮咬了半天，可能也是伤势太重了，渐渐的终于松开了口。我的耳朵！薛彩一连滚带爬跑到远处，右耳已经被咬烂了，当啷的肉差点就掉下来。疼，太疼了，长这么大他从来没受到过这么重的伤势。满腹的委屈愤怒让他一手捂着耳朵，冲林浩愤怒嘶吼：你给我等着，我这就去找我爷爷，让他修理你们。说罢就往院外跑。可林浩身形一闪，便鬼魅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一拳正中他胸口。噗！薛彩一双目血突，吐出一大口鲜血，眼神都变得恍惚了，整个人也顺势向前栽去。但下一刻，林浩只用一根食指轻抵在他那圆溜溜的下巴上，
就将他定格在了保持前倾却趴不下去的姿势。林浩目视地上的宁软，面无表情。你祖父是何人，还敢修理我？薛彩一愣了好半晌，才逐渐恢复意识。我祖父是谁你不需要知道，但我薛氏老祖是殿堂罗刹又怎样？难道他还敢是主造反不成？林浩一声大吼，当场吓傻薛彩一。造反？不，这个罪名他可担不起，就是老祖也担不起。林浩，别冲动。宁软趴在地上，艰难地抬起手劝阻。他知道林浩刚回来，饱受质疑，不能因为他而去得罪殿堂罗刹，那样不智。但林浩不会像他这么想。林家说到底还是姓林，不是姓薛。林浩脸色狰狞，一脚将薛彩一踢翻，眼看他开始向后爬，冷笑着走了过去。他是刚回来，是还年轻，但此刻他所展现出来的强势，足以吓哭在场一众跋扈女。面对步步逼近的林浩，薛彩一就像是被打断了腿的狗，一边爬一边绝望摇头。不远处那几个胖妞更是当场愣住，宛若石化。一个殿堂罗刹的后人都敢对我大放厥词，还敢打我的人，你说今天你想怎么死？林浩一句话瞬间让薛彩一毛骨悚然。就在这时，林萌恰巧赶来，急忙上前制止了他。少主。林萌冲他连连摇头。8位殿堂罗刹，林姓者只有一位，那就是林浩的祖父毒罗刹林寒。剩下7位异姓罗刹，其中3位没有后人，另外4位，他们的族人在林家都错综复杂，一旦和他们爆发冲突，不仅麻烦，而且搞不好还会让林浩遭到弹劾，会让别人发出质疑的声音，说他不适合在未来掌管这么庞大的地族。在林萌的劝慰下，林浩终于停下了脚步。林浩，你快听听你义兄的劝告吧，我薛氏是你惹不起的，今日之仇，他日我薛彩一必千倍万倍偿还。薛彩一撒泼咆哮。哦。林浩点了点头，以指为剑，突然向前一扫，噗！薛彩一的脑袋顿时翻滚落地。少主！林萌看傻了，少主真的杀了薛彩一？义兄，宰了那几个女人，暂时先封锁消息，等大赛结束后，我会亲自解决薛家的事。林浩径直来到宁软面前，弯腰将她抱起，一语不发，朝着院外行去。林浩的房间中，宁软平躺在榻上，半边脸都红肿了起来，嘴角残留着血液，胸前衣上也全是脚印。林浩将一枚疗伤丹药送入他口中，叹道：“还疼吗？”宁软闻言，感动之余有些后怕。少主，你太冲动了，他祖上可是殿堂罗刹，我听说殿堂罗刹比令尊还要强，乃是这天地间大地之下最强的存在。那又如何？林浩蓦然起身，他敢动你，就证明他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也没把我爹放在眼里。如果这种歪风邪气任其肆意蔓延，届时我林氏威严何在，地族颜面何在？林浩不是不知道，一位殿堂罗刹的分量于林家而言远在父亲之上，但越是这样，他就越要改变这种风气，至少要让族人们明白，那些所谓的殿堂罗刹不管有多强，也是效忠于林氏的，别他妈蹬鼻子上脸，分不清主次尊卑。萧炎得知宁软被欺负，也急忙赶了过来，一番安慰后，神色凝重看向林浩。此次大赛虎榜第1强者不知是何缘由未能参赛，目前呼声最高的就是虎榜第2的白明。白灵浩听到这个姓氏，就知道他是邪罗刹白魁的后人。白魁在8位殿堂罗刹中排名第3，实力比他的祖父林寒还要强。作为白家寄予厚望的绝世天骄，白明的实力自然不容小觑。除了白明之外，还有云奇和薛聪，他们两个分别是紫罗刹和火罗刹的后人，分别在虎榜上排名第3、第4位。至于其他人，不足为虑。林浩平静说道。没想到他早就对本届大赛的强者了如指掌。萧炎坐下来直言，你所分的半区是不会遇到白明的，这是好事，可那个云奇你恐怕躲不过去了。躲？林浩很想笑，他现在拥有多少底牌，哪一样拿出来不能震惊整个地族？何况要老那枚8品丹王一旦练成，他将强到什么程度，他自己想想都有些吓人。现在族内大比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遇到能挨住他一巴掌的存在。拍苍蝇是很无聊的，快来知鸟吧。夜幕降临，很多人经过白天的修炼都已睡去，天空悄然间阴云密布，雷霆万钧，暗紫色的雷云交织成丝，瞬间吸引了不少族人们举目观望。那是什么？长老们此刻已经升空，凝视那片浩瀚雷云，每一位长老的脸上都写满了震惊。什么人吃了雄心豹子胆，胆敢在地族闹事？不看着又不像是闹事，那好像是丹劫吧？一位长老的惊呼令大家相继失色，这种浩瀚威压是丹劫。轰！
突然，一道雷霆如银龙入世，笔直地降落到了药老所住的庭院。银色雷劫的降势裹挟着混乱的风暴，肆虐着每一处时空。在人们震惊的目光下，当某处庭院响起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熊熊烈火直冲云霄，照亮了大片区域，同时也惊动林家无数强者闻声飞来。这不是那个药老的驻居吗？难道这是他所引发的丹劫？看到庭院已化作一片废墟之地，人们相继震惊，目瞪口呆。而这时，林浩和萧炎也闻讯赶来老师。萧炎紧张地攥了攥拳头。无妨。林浩动容而笑。地界天地灵力太过于充沛，所诞生的丹劫威力也远非下界可以相比，所以林浩刻意安排了一个人在这些时日一直守护在药老的身旁，目的就是帮他挡下这道惊世雷劫。这里发生了什么？林颖此刻也赶了过来，在他身旁还有一个40-50岁的中年男人，是他的父亲林策。父子二人看到这片废墟之地仍有雷云于弥漫的硝烟中闪动，皆大为震惊。尤其林策，他非常清楚这是丹劫所造成的景象。快看，那有道人影。这时林颖突然指向烟雾之中，那道身影略显清瘦，若隐若现。突然一股磅礴飓风将漫天烟雾尽数掀翻至苍穹之上，是九应。当大家看清九应的身影后，目光又不自觉地汇集到了地面。药老此刻一身炼药师白袍，沾满灰尘，但他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显然是九应帮他挡下了丹劫。药老手中托着一颗青色丹药，丹香弥漫，沁人心脾。好香啊，我感觉我的灵魂都要升天了。那些闻到丹香的人一个个闭目深呼吸，陷入痴迷之境。8品丹药，那个来自下界的糟老头居然真的能炼制出8品丹药，他真的是8品炼药师。现在对于药老质疑的声音已然不攻自破。8品炼药宗师，这等实力足以称得上是丹云塔第2人了，屈居东皇太一之下，少主能有此等炼药宗师相助，如虎添翼。现在少主为何能这么年轻就完成了下界的历练，已经说得通了。该死！林策牙关紧咬，有些气急败坏。而一旁林颖则是目光紧盯着林浩所在的方向，眼中闪过一丝寒意。少主，老朽不负所托，成功为您炼出了这枚丹药。药老见林浩径直走来，躬身将丹药双手呈上。见状，林浩一步瞬闪出现在他的面前，直接抓住他的手腕，将他的双手托了起来。药老，你不需要对我行此大礼，我林家以什么样的方式礼待东皇太一，我便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礼待于你。林浩笑言道。药老闻之，含泪点头。能遇到林浩，能让他从下界至尊强者之列走向从未见识过的上界地族，实为他一生之幸。这就是8品丹药吗？林浩小心翼翼接过这枚雷霆所饶的丹药，内心尤为震惊。这威力实在难以想象，难怪先前柳福生会刻意提醒他，以他目前的年纪是没有办法吞服8品丹药的。好，好。林浩从容将丹药收入储物界，意味深长看向天空中一名执事。杨执事，去为药老再安排一处驻居，不可有任何怠慢。是，少主。杨执事是效忠于家主的，对少主之命自然不敢怠慢。一枚8品丹药的价值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足以引起无数势力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夺，因为8品丹药能够逆天改命，所能带来的神奇药效超脱世俗，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可就在林浩打算转身离去时，一道女子的喝声兀地自人群中响起。那枚丹药你不能吃。林浩停下脚步，顺势望去，而那身着白色炼药师长袍的女子已经落了下来。此女面容姣好，美目传神，眉宇间凝着一股子英气，走路也是虎虎生风，好似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将军。但她却穿着炼药师的长袍，胸前佩戴着一枚印有3颗星的炼药师徽章。女子大步流星来到林浩面前，神色清冷道：8品丹药的药效，就算是参悟天道的强者也不敢轻易服用，你若服之，必死无疑。刚一照面，女子便好言提醒，但言语之中并未称林浩为少主，可见出身丹云塔的对林浩都抱有一定的偏见。不过他心是好的，就冲这个，林浩平静问道：敢问姑娘芳名？东皇菲菲。女子应声道：浩儿，你要谨记，东皇太一对你对我素来都抱有敌意，具体原因也都是因为你娘。而目前他的2个后人东皇云歌和东皇菲菲均已经参加了此次大比，你若在擂台上遇到了他们，一定要小心。父亲的话犹在耳畔。东皇太一的后人，一对天赋惊艳的亲世姐妹花，姐姐东皇云歌在虎榜上排名第7位，妹妹东皇菲菲在虎榜上排名第13位，都是林家声名显著的天之娇女。
目光在东皇菲菲这具傲如雪莲的娇躯上稍作打量，林浩动容道：“多谢东皇姑娘提醒，我自有办法服用这枚丹药。”你……东皇菲菲不由得瞪大了眼睛：“你是听不懂我说的话吗？我东皇世家乃天地间最强炼药家族，我自幼便精通所有药理。我说不能吃，你就是不能吃。看样子他还是个急脾气，不过这也难怪，毕竟姓东皇嘛，没点大小姐的脾气也不合理。多谢相告。”林浩从容抱拳，然后带着药老和萧炎一同离去。没想到自己特意来提醒他，他居然还不听劝。东皇菲菲气得腰肢乱颤：“东皇姑娘，好言难劝，该死的鬼！你又何必？”一名年轻的炼药师男子笑脸相迎：“滚！”东皇菲菲一脚踢在他屁股上，没好气地离开了这里。回到房间，林浩盘膝于床榻之上，望着手中这枚8品丹药，到现在上面的雷霆之力还没有消散。小黑子，你确定我能直接服用？望着丹药上可怕的能量波动，林浩有点后怕。这玩意非圣境强者，不能服用吧？然而识海中很快就响起了小黑子不屑的声音：“不要用你们罗刹家族那低劣的血脉来和我修罗一族相提并论，区8品丹药而已，算个屁啊！”好好好，又开始不说人话了。小黑子还是那个蔑视天下的小黑子，不愧是驼，修罗一族的狗都这么嚣张了。那人呢？林浩甩了甩头，既然小黑子让他放心大胆的吃，那他就吃。一仰头就把这枚丹药吞入口中。丹药入腹，林浩浑身猛地一震，神奇的药效几乎让他来到了一片无垠的星空之中。在这片星空，祥瑞与混沌交织成祥，他明显能感受到自己的精神力正在以一种极为可怕的速度疯狂膨胀。精神力的修炼往往举步维艰，非经历漫长岁月不得跨越。但此刻林浩就感觉自己的精神领域在无限放大，2品精神力、3品精神力、4品精神力、5品精神力。最终林浩炼药师、炼器师、阵法师、符咒师、炼魂师全晋升到了5品之境，而且精神力依旧呈饱满状态，仿佛距离6品已然不远了。操！林浩被惊出一身冷汗来，就算是8品丹药，举世罕见，他也没想过能有这么可怕的效果。这就是修罗之门衍生而出的8品丹方吗？同为地族血脉，林浩不得不承认，相比于灵族的血脉传承，修罗一族更为可怕。对了，让我看看这修罗魂诀是什么样子。林浩眼神倏然一变，神识直接来到修罗领域，在其身后，一尊银发披肩的罗刹魂诀率先出现，紧接着一尊黑发如墨瞬间披落的虚影也跟着出现了。这就是修罗魂诀的力量。林浩分明能感受到，当修罗魂诀出现，他的力量变得十分狂暴，甚至有点难以控制。这一刻他周身戾气疯狂暴涨，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身边路过一条狗都得挨他一巴掌。还好小黑子在不远处趴着睡觉呢，没有路过魂诀，是展现一个人血脉之力的标志。而修罗魂诀的危险程度难以言喻，只能说远在灵族血脉之上，这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难怪修罗地界会是3大地界之首。接下来的10日，林浩开始将重心放在了临阵的修炼上。阵法师无疑是5种特殊职业中战力体现最强的一个，加之修罗之门上可衍生万道万法，各种堪比上古竞技的大阵层出不穷。他相信，即便在本次大比不动用修罗之力，凭借目前阵法师的力量，他也能力拔头筹。终于，灵族大比淘汰赛阶段正式打响。巨大的方形擂台由星石所铸，传闻比金刚石还要坚韧。擂台周围是能够容纳10万人的看台，看台一处最为醒目的地方坐着4位气度非凡的身影，分别是大长老赤霄、2长老罗志简、3长老素瑶、4长老赤坤。再往下是长老席，族内各姓长老只有几百位坐在那边，可见大多数长老在这样的日子是上不去台面的。药老坐在看台上，遥望着长老席的方向，他甚至不敢用魂力去探查那些长老的实力，因为他知道那些人随便一位都拥有着通天彻地之能，放到其他上界都称得上是至尊。而这样深不可测的人物，在林家却有数百之众，这便是地族林家的恐怖。擂台上2个年轻人正斗得如火如荼，宁阮伤势已痊愈，转目望着身边的少主正在闭目养息，不由得又看向擂台上面那2人，实力都很强，但在少主面前完全不值一提。恐怕能让少主认真的，起码也得是虎榜前10的高手了吧。这届大赛少主的参加引起了族内各方注意，这关乎到少主的地位何刃可度。宁阮深吸了一口气，就这样静静等待着。终于当擂台上的执事喊出有请少主和薛彩衣上台时，全场肃然。到我了吗？林浩蓦然睁开双眼，
眸波平静如一潭清泉，直接从看台飞向擂台，双脚踏稳擂台，望着这光滑如镜的新石擂台，居然经过这么多场打斗，一点痕迹都没有。林浩不由得暗暗咂舌。有请薛彩一上台。执事再次喊道，可全场依旧鸦雀无声。有请薛彩一上台。执事已经喊出第3句。规则上，如果3次喊话，选手仍不登台，便作弃权。薛彩一的死已被家主强行封锁了消息，眼看薛彩一迟迟不肯现身，无奈执事只好宣布结果。薛彩一弃权比赛，我宣布本场比赛的胜者是少主。什么鬼啊，就算是少主也不能这么玩吧。入围赛他就凭着少主的身份一路打假赛，现在连对手都弃权了，这叫什么事儿啊。唉，真是越来越黑暗了。人群开始沸沸扬扬，因为说的人多了，大家自然也就不避嫌了。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声，林浩不为所动，嘴角勾起一抹邪魅，顺势飞回看台。4大长老方向，素瑶凝视着林浩的背影，冰冷的眼神微微闪动着。首轮比赛除了林浩不战而胜之外，其他选手都是凭实力击败了对手。值得注意的是，林浩的下一场对手就是林颖。林家2位历练归来的天骄即将上演内战，这是很多林氏族人都不愿意见到的。这个林浩实在是太过分了，居然敢私下重伤薛彩一，他难道不知道薛彩一是薛豪的后人吗？一处宽敞明亮的大殿，林氏长老们齐聚一堂，都在抱怨。外界或许不知道薛彩一为何缺席比赛，但他们可是非常清楚的。林策坐于首位，无奈叹息：哎，咱们林氏想要立稳脚跟，就免不了要和白、古、云、薛4氏族人搞好关系。可少主时在太冲动了，他做事根本就不计后果。那怎么办？反正他现在是少主，将来搞不好还要继承家主之位，到时候咱们林氏将要面临多大的压力啊！一位长老拍案而起，这时另一位长老目光灼灼，朝林策抱拳作揖。所以策兄啊，咱们林氏的希望就只能压在眼儿的身上了，下一场比赛他一定不能输啊！是啊，眼儿才是咱们心中真正的少主人选，是林氏的未来。策兄，眼儿对上少主到底能有多大胜算？一位长老悻悻问道。即便选择站队，他们也是心有余悸。林策岂不知他这点小心思，当即直言：这么说吧，就算眼儿让少主一只手，我也实在想不出少主能用什么样的方式获得下一场比赛的胜利。太好了，有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是啊，只要能让林浩在本届大赛上颜面尽失，日后咱们便有机会弹劾他，罢黜他的少主之位。16强的比赛如期打响，白明、云奇、薛聪3位族内人气最高的天骄均以雷霆手段一击败敌。当林浩和林颖出现在擂台上，场面顿时沸腾了起来。林颖，林颖，林颖！看台上的呼声已经诠释了林颖的归来，在林氏族人们的心中有着多么高的人气。反观林浩身为少主，居然一直在假赛黑暗中被质疑。林颖背着一把玄铁青剑，双臂环胸，傲立于擂台之上，目光淡淡瞥向林浩，语气颇为挑衅：少主，有时候我真的很羡慕你。林浩，怎么说？林颖，因为从一出生起，你就是少主，身份尊贵，高高在上，连身边的护道者都是九婴，一位足可与天道平起平坐、勾肩搭背的人物。而我呢？说到这，林颖嘴角扯起一抹自嘲：我身份低微，护道者实力平平，在下界历练又遇到特殊变故，就连我的护道者都被杀死了。林浩饶有兴致：那你是怎么活着回来的？护道者就算再弱，也不可能比他还弱吧？林颖脸色阴沉：这你不需要知道。总之，我承受了太多，经历了太多，这是你这个含着金汤匙的少主所无法理解的。今日，我就要当着全族的面，将你狠狠踩在脚下，让所有人都知道，只有我林颖才能带给林氏真正的希望。猜我面对这个自信心极度膨胀的家伙，林浩一时间都想不到用什么词语去褒奖他好了。出身寒微，他还真敢说啊！他的父亲林策就是位高权重，祖父林宇更是4大长老之下地位最高的存在，而曾祖父林泰与父亲齐名，这样的出身还喊寒微，他怎么舔个逼脸的？二人针锋对麦芒，使得现场气氛无比沸腾。看台方向，4大长老作为林仲、林图、林泰之下身份地位最高的存在，此刻他们的目光也都被擂台上的2人所吸引。大长老赤霄作为林泰的亲传大弟子，自然是心向林颖的。这场比赛其实胜负已分，不用看也知道结果。4长老赤坤眉头微皱，此话何意？赤霄冷哼道：难道你不知道吗？林颖所在的下界发生了变故，他的护道者都死了，可他还能杀回来，足以见得他的实力远不止虎榜第10那么简单。没有点恐怖底牌，是不可能从那个徒生变故的下界杀回来的。
毕竟境界只是衡量一个人强弱的表象，底牌同样重要。听闻此言，素瑶冰清玉洁的容颜保持着那份恬静。你怎知少主就没有底牌？赤霄哈哈大笑，他的身边可是九婴，在这种保护之下，他能有什么历练？素瑶红唇微抿，懒得和他争执，那就拭目以待吧。要知道，林浩可是他的好姐妹陈俊然的儿子。陈俊然是谁？无论家主还是林泰，亦或是那个疯子林图，都无法与他相提并论。那可是打上罗刹殿堂，以1敌8，大战8位殿堂罗刹的恐怖存在，最后还惊动了老祖林凡。他的儿子怎么可能会是个正常人？热闹的场面让林颖心情十分愉悦，他闭着眼睛，张开双臂，仿佛在享受着族人们的欢呼和拥护。林浩无聊地看向对方，喂，我说小侄孙，你这个样子很像一只傻狍子，知道吗？傻狍子。林颖蓦然睁开双眼，直视林浩，眼中带着不解。何为傻狍子？林浩饶有兴致道，在我们下界北荒有一种动物叫狍子，当猎人去狩猎时，它跑得比兔子还快，可往往猎人追不上时，它又会跑回来好奇张望，最终因此而丢掉性命。你说这种动物傻不傻？林颖，少主还真会说笑。林颖终于握稳背后的玄铁青剑，不是说笑，只是一时兴起，打发一下无聊的时间罢了。林浩这边也顺势拿出了问道之剑，一把木剑。林颖愣住了，你是在羞辱我吗？还是在为自己接下来的败北而提前找好借口？林浩叹了口气道，不用那么啰嗦，让我看看你在下界到底得到了什么，能让你如此自负。好啊，我会一点一点让你明白你我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林颖猛然拔剑，顺势向身旁虚空嗖嗖落剑，1、2、3、4，最终4道颜色不一的剑影悬浮于他的周身。4绝剑气，全场顿时一片惊呼声。他居然练成了4绝剑气。其实这一招的极限是9绝剑气，乃林氏独有的底牌。而目前练成9绝的，除了那位远居殿堂被林氏奉为神话的独罗刹林韩老祖之外，就只有疯子林图一人，就连家主林仲以及林泰都还停留在8绝水准。他怎么会在这样的年纪练成4绝剑气？看到这一幕，4长老赤坤忍不住揉了揉眼睛，素瑶也有些震惊，这不合理。林浩也有些诧异。4绝灵隐双手开摊，任4道虚幻剑影绕身旋转。尊敬的少主，你现在应该知道了吧？我和你从来都不一样，我在下界吃的苦头可不是你能体会的。好好好，你苦，你最苦。林浩哭笑不得，这是族内大比，不是比惨大会。这个世界也从来不是博取同情就能获得身份地位的世界，一切还是要靠拳头，看谁的更硬。去！林颖潇洒一跃，将手中玄铁青剑顺势斩落，4道金红剑气直接贯穿虚空，以撕裂虚空之势，在万众惊骇的目光下，毫不留情朝林浩所在的方向爆射而去。少主！林萌坐在长老席，惊望着擂台上凶险的一幕，猛然起身。林颖这一剑几乎没有任何保留，他是想要杀了少主吗？看台上无数人抱头惊呼，哪怕林浩一直被质疑，但身为林家少主，也没有人敢真的对他动用杀招。林颖，他是疯了吗？面对无数人惊骇起身，林浩蓦然抬眼，手持木剑向上随意一扫，砰砰砰砰，4道惊鸿剑影居然当场炸成了灵光齑粉，随风消散啊！林策坐在看台上，几乎发出灵魂质疑。林宇同样目瞪口呆，刚刚那一剑可是影儿的全力一击，怎么会？看台上全场震惊。林颖此刻也有些不知所措，他惊望着那从容落剑的林浩，目光定格在对方的木剑之上，心想这一定是某种神兵利器族内大比，并不禁只动用灵兵法宝。听上去或许不太公平，但规矩就是这么定的。我就说你不可能拿一把普通的木剑来和我较量，少主，你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盯着那把木剑，林颖咬牙切齿，言语间对于林浩的嫉妒之心又强烈了几分。林浩随意挥舞了2下手中木剑，你说这个？林颖，难道不是吗？没有这把剑，你算什么？林浩，行，那我不用这把剑，我换一个。说着，将问道之剑收入储物戒。隔空一探，远处一条鲜嫩的柳枝顺势飞来，在人们惊讶的目光下，被林浩抓在了手中。柳枝，林颖愣住了，他想干什么？他不会是要拿这玩意和我打吧？林浩这一举动瞬间引起看台上一对白衣青年的注意，二人分别是虎榜第2的白明和虎榜第3的云奇。白兄，咱们这位少主似乎并不像传闻中那么不堪一击。云奇盯着擂台上林浩的身影，儒雅浅笑。一旁
白明倨傲的目光尽显不屑。再怎么样，他也是从下界上来的，终究无法触及到你我的高度。那可不一定，我倒是觉得少主有些与众不同，至少就目前而言，我还无法看出他的深浅。白明，有意义吗？云奇，没意义吗？白明，无聊。擂台上，林颖仿佛受到了极大的冒犯，在看到林浩只拿一条普通柳之后，体内气息顿时毫无保留地爆发了出来，可怕的灵力波动自擂台上一圈圈荡漾开来。在这股强悍的灵压波动之下，药老和萧炎以及看台上的族人们皆骇然失色。半步天机境，他真的是半步天机境强者，场面一片震惊。林颖这家伙太可怕了，在下界就能突破御法进入天机境，如此逆天的事，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此等天骄，假以时日，必定能与白明、云奇等人争锋。何止，说不定他能追赶上那位虎榜第一。说到虎榜第一4个字，那各族人猛地打了个哆嗦，这才想起来那个名字是禁忌，最好还是不要提，以免惹祸上身，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林颖此刻灵力全开，踏着灼热的脚步朝林浩走去。少主，你太自负了，你这样只会彻底惹怒我，让我不再对你手下留情。林浩平静抬眼，语气不温不火。那你就拿出真本事来，但凡对你认真一点，都算我输。林颖，你说什么？我操！这位少主这么能装逼的吗？可笑！林颖一个抱步，直接冲到林浩面前，手中剑影顺势撕裂虚空，啪！却被林浩一把抓在手中，徒手接白刃。看台上再次响起无数惊呼声。下一刻，林浩另一只手攥着那条柳枝，啪一下抽在林颖的背上。林颖如遭重创，噗呲一口老血喷出，整个人直接趴在了地上。倒吸冷气的声音此起彼伏，肃然间全场起立。林颖败了，就这么轻描淡写的败在了少主一根柳条下，逆天，太逆天了！少主怎么会强到这种程度？林浩默然俯视着趴在地上不停颤抖的林颖，缓缓抬起脚踩在了他的脸上。不是说要踩我吗？怎么反倒钻我脚底下来了？快起来，我先个脚！林颖到现在脑瓜子还嗡嗡直响，可当他看到父亲以及祖父近乎崩溃的样子，他的眸子不可觉察的开始充血。他在下界遭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在不为人知的耻辱之下，将灵魂卖给了修罗一族，继而苟延残喘回到上界。他忍辱负重回来，就是为了和林浩争夺少主之位，可还是输了，输得这么惨烈。屈辱不甘让林颖眼眸愈发被血色覆盖，身体也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着。我不甘心啊！林浩冷眸睥睨，不甘心就拿出你真正的本事来和我较量。林浩知道他一定还有所隐藏。好，如你所愿。林颖双目喋血，将死攥着的拳头狠狠砸向地面，体内一股极致邪恶的气息伴随着大片黑雾开始蔓延。噗！背后一条漆黑的锁链瞬间刺破衣服，裹挟着恐怖的威压朝林浩袭来。这是和那只魑魅一样的黑色铁链突然出现的变故，让林浩闪电般一巴掌拍了过去，直接将黑色铁链拍飞。啊！锁链飞出，扯拽着林颖的脊梁骨，血肉模糊，疼得他发出杀猪般的惨嚎。那是什么？看上去好恶心的样子。大多数族人们从未见过那黑色铁链，纷纷发出质疑。那是魂。4大长老相继起身。噬魂乃修罗一族特殊法门，准确的说，就是让一个人心甘情愿出卖自己的灵魂，从而获得噬魂，并激发体内魔性。只要是人，心中就会有善根，亦有魔种。一旦魔种被完全焕发苏醒，魔性越重，力量越强。此刻林颖浑身上下缭绕的黑色雾气就是入魔的表现。但即便如此，林浩依然不需要将灵力释放，就能轻而易举将它当作蝼蚁狠狠地踩在脚下。林浩脚踏林颖的脑袋，如是蝼蚁。我说你怎么能试炼归来呢？原来是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修罗一族。灵族居然出了一位将灵魂出卖给修罗地族的叛徒，这件事无疑是一场炸雷，瞬间引爆全场。刺儿，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看着擂台上那该死的逆孙，林宇恨不得亲手掐死他。林策踉跄而颤，错愕回头，爹，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啊！场面异常混乱，看台上的族人们全都在热议，不知道这是什么状况。眼看场老席一个个面红耳赤，杀意冲天。林颖逐渐恢复了冷静。出卖灵魂，你就只是这种成色吗？林浩脚踩着他的脑袋，淡问。林颖牙眦欲裂，愤怒抬头。今日我敢动用噬魂，就没有想过要活下去，我要和你同归于尽。林颖发狂般想要挣脱他的脚掌站起来，可即便开启噬魂，
他力量暴涨后，仍撼动不得林浩半分。怎么可能？林颖汗流浃背，目光空洞。他都已经出卖灵魂了，就为了激发自己体内的魔种，短时间内获得质的飞跃。明明他已经靠着修罗地族赐予的力量，成功突破到了半步天机境，可为何还是斗不过林浩呢？此刻的他眼神彷徨而又无助，这样的结果他根本就无法接受。林浩蓦然俯视，一把抓住那晃荡的黑色铁链。侄孙，你真的很可怜，但不值得被人同情。你不要叫我侄孙，你比我还小呢。林颖愤怒咆哮着。林浩面露浅笑，虽然比他小2岁，但此刻仍如同一位长辈。我不叫你侄孙，难道叫你孙侄？林颖，你……林浩的父亲要孩子要得晚，导致他在林家辈分很大。诸如林泰的儿子林宇，一位活了数百年的老人家，都不过是林浩的堂兄。其子林策97岁，也得毕恭毕敬叫林浩一声二叔。林浩其实并不想看到自己的侄孙如此窝囊，可这个蠢货既然已经走错了路，那他也绝不会姑息。丢人现眼的东西，我林家若是再出几个像你这样的后辈晚生，岂不是要让修罗地族笑掉大牙？林浩猛地握稳手中噬魂，向上一把，噗，直接连根拔起。噗！林颖遭到重创，哇哇吐血，生机迅速萎靡。少主，留他一命啊！林蒙在长老席急喊，本想严刑拷打，逼问修罗族为何要盯上林颖，但为时已晚，噬魂被强行拔了出来，鲜血自林颖的背部喷涌而出，如同血泉。如此残忍的一幕，正如林浩先前所言，并未让林颖得到什么同情。反之，族人们现在只会憎恶，会在心底叫好，称赞少主做得痛快，叛徒就应该是这样的下场。不得不说，林浩的心狠手辣，反而得到了更多族人的认可，认为他是一个能做大事的人。但义兄林蒙的呐喊同样提醒了他，是啊，还得留你性命，问出幕后的真相呢。林浩神色平静地盯着林颖，缓缓抬起双手，开始对于身前飞速结印。快看，少主他在干什么呢？那是结印。他是要施展什么武技吗？可怎么看着不像呢？林浩这一举动再次引来全场瞩目，四大长老也相继瞪大了眼睛。那是发动灵阵的结印手法。少主他是阵法师，可是哪有阵法师结印手法那么繁琐的，就好像要发动什么上古禁阵似的，太夸张了吧。极为繁琐的手印看得众人眼花缭乱。突然，一股霸绝天地的魂力波动自林浩体内弥漫开来，身处这等浩瀚的魂力波动之下，在场所有人骇然起身，就连先前看不上林浩的白明，此刻也忍不住瞪大了眼睛。五品阵法师，黄道12星诀。林浩薄唇微起，蓦然抬眼，天空瞬间暗了下来，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骇人听闻，令族人们惊惧万分。倏然，一道金色光柱从天而降，笔直地落到了擂台之上，将林浩和地上的林颖完全笼罩在了这光柱之中。怎么回事？罗刹星宫感受到这片未知的能量撼动，林众大步流星闪身而来。当看到不远处云端大片金色祥云凝结，他的眼中满是不可思议。这是什么力量？罗刹地界灵族绝对没有这样的力量，他根本就不属于这个世间。到底下面发生了什么？咻！一道黑衣身影突然撞破云层，悬空于他的面前。此人衣冠楚楚，英姿非凡，一身黑袍在寒风中熠熠生辉，印着黑色雷纹的冷峻脸庞很是严肃。他便是影子的首领西叶。林众，快说，下面究竟发生了何事？西叶闻言恭敬屈膝，回主人，是少主动用了一种禁制灵阵，其力量空前神圣，闻所未闻，仿佛已超脱大道。什么？超脱大道？林众愣住了。儿子回来一次又一次带给他震惊，这一次简直让他难以自持。不愧是俊然生的，真他妈争气。无上帝宫，7尊悬空黑塔频频巨颤。不多时，7位殿堂罗刹便各自从黑塔中走了出来。那是什么？红发披肩的火罗刹薛豪盯着下方世界，灵眉微皱。不远处，银发如雪的冰罗沙夏蓉仔细端详片刻，忍不住惊叹：那是超脱大道的力量。超脱大道？几位殿堂罗刹相继失色。要说超脱天道，还算合理。超脱大道是什么鬼？夏蓉又端详了半晌，道：只是气息的神圣程度看似超脱大道，但其强度并没有多么厉害。我想这个人的修为应该不高，可咱们灵族何时出现过这等法门？薛豪还是不解。大家纷纷将疑惑的目光汇集到叶罗刹的身上。慕容叶作为8位殿堂罗刹之首，此刻平静的目光一直在盯着下方。片刻后淡然说道：一个小辈居然能成为5品阵法师，
看来此子道缘不浅。小辈，五品。几位殿堂罗刹闻言，纷纷猜测这是哪一世的小辈。唯有独罗沙林寒毫不在意，转身走进了黑塔。不管是哪一世，都是效忠于林家的。敢忤逆林氏者，唯有死路一条。林浩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是堪比上古禁阵的黄道12星诀。金色光柱连接天地，照亮整个灵族。在那熠熠生辉的灵壁上，有墨龙绕柱盘旋，有黑凤翱翔九天，有金虎展翼咆哮，有血色巨龟带腾蛇霸气踏空。除此之外，亦有白玉麒麟腾云驾雾，无头形天手持神盾，饕餮巨兽张着万丈血口，灵兽白泽留下阵阵残像，放眼望去，神魔12尊，尊尊惊天地，泣鬼神。这是什么等级的禁阵？吃坤完全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景象。这是一个小辈能施展出的灵阵吗？如此禁阵，万古罕见。即便是见多识广的赤霄，此刻也缩着脖子，宛若一只土鸡，心中开始对林浩的存在产生顾虑。这样的少主，将来势必会超越先辈，直追凌寒老祖。有他在，师父的梦想，此生怕是达不成了。12魔神缭绕于金色圣柱四周，神秘莫测，震惊整个灵族。林浩潇洒出尘的身影，稳立阵中，宛若神明。目光落到那奄奄一息的侄孙身上，薄唇微念，青灵木莲华妙法。轰！无上生机自金色光柱中迅速弥漫，看得众人心惊胆战。在林家族人们惊愕的目光下，那原本已经奄奄一息的灵影，背脊上破碎的血肉正在迅速修复，就连地上的血迹都开始冒着蒸腾轻雾，徐徐消散。他的伤势在恢复中。云奇震惊不已，一旁白明脸色也无比凝重。单凭这一手治愈禁阵，就足以证明少主的实力。哪怕这样的力量不适合放在擂台赛上，但至少他日和修罗地族开战，少主一定可以在战场上大放异彩。素瑶神色凝重，这种逆天的恢复力简直堪比传说之中的超再生之力。超再生？罗志简惊讶转目，师妹，你是说潮汐圣界那位？素瑶点头。万朝阁主波塞冬，可以了。眼看灵隐伤势已经恢复了不少，林浩终于解开了黄道12星诀。金色圣柱支离破碎，天空再度明朗，晴空万里。几名长老顺势飞上擂台，压着灵隐朝远处行去。我宣布，本场比赛的胜利者是少主。随着执事一声呼喝，全场顿时响起了激烈的呼声。现在没有人再敢质疑他的实力。林浩仅露出真正实力的冰山一角，就已经在整个灵族大放异彩。灵隐作为叛徒，在擂台上被抓现行，导致原先那些支持他的林氏族人们纷纷远离林策一家。空荡荡的大宅，林策和夫人相依在一起，望着眼少时骑过的竹马，二人均怅然泪下。林浩下一场的对手是丹云塔第一天骄东皇云歌。作为虎榜第7的强者，东皇云歌在林家一直拥有着极高的声望，追求者也是数不胜收。另一方面，虎榜第4强者薛聪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妹妹。薛宅大殿面对薛聪的质问，其祖父薛长山憔悴的脸庞满是愁容。祖父，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能不能告诉我？直觉告诉薛聪，或许小妹是遭遇了什么不测，否则这么大一个人是不能平白无故消失这么多天的。薛长山沧桑老眼透着一丝忌惮。聪儿，彩衣的事你就不要再问下去了，他犯了大错，理应接受惩罚。惩罚？薛聪不可置信，难道说他被抓去了天牢？薛长山老手微微颤抖。如果真是被抓去天牢，那倒好了，可惜的是他已经死了。眼看祖父什么也不想说，薛聪眼神愈发冷冽。好，既然祖父不愿告知，那我就去问那个宁软。我听闻小妹最后是去找了他才失踪的。站住！薛长山怒喝道。薛聪双拳紧握，背对着祖父，面目几度狰狞。祖父，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妹妹，就算她是少主，我薛家也不惧。放肆！如此大逆不道之言，你何以信口开河？薛长山怒极之下，一阵剧烈咳嗽。见状，薛聪连忙转身跑到他面前，轻拍着他的背。祖父，您消消气。一阵咳嗽后，薛长山不禁回想起几天前林蒙来找他时说过的话，转目看向薛聪，意味深长训教。彩衣对少主不敬，还放出狂言，说我薛氏老祖有篡权之力，这才遭来横祸。什么？篡权？薛聪心中咯噔一颤。小妹素来娇生惯养，嚣张跋扈，这他是知道的，可他怎么也没想过，他居然能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来。薛豪老祖能够成为殿堂罗刹，凭借的是林凡的恩泽，若没有那位至高无上的老族长，哪会有叱咤风云的火罗刹小妹糊涂啊？薛聪痛苦闭目，连连摇头。薛长山同样感到惋惜。
是啊，他只知咱们薛氏在灵族位高权重，却不知咱们是臣，所以我要你牢记这份前车之鉴，不可以憎恨少主，更不可以将我薛氏带向灭亡之路，你明白吗？孩儿谨遵祖父教诲。薛聪死死攥着拳头，认命点头。林浩，夜色朦胧，一棵树上披着黑袍的神秘老者目光遥望着远方，在那敞开的窗户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林浩此刻正在榻上盘膝打坐。普通武者的修炼，周身气流会呈现翻涌之势，可此时林浩身边的气居然光滑如镜面一般，上善若水。神秘老者倍感震惊，即便是虎榜第2的白明，也绝对达不到这样的意境。年纪轻轻就能领悟上善若水的至高意境，难道说那个临阵还不是他最终的底牌？看来师父说的对，少主不除，灵族必乱，毕竟他可是陈俊然的儿子。神秘老者的眼神逐渐阴狠毒怨。可就在这时，那一直闭目打坐的林浩豁然睁开了双眼。大长老，大半夜的跑到这里来，还穿着夜行衣，你是想乔装刺客吗？听闻此言，神秘老者骇然失色，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已经将气息压制到无气之境，居然还能被少主发现。情急之下，立即撤离了此地。现在的林浩修为或许不如那些老家伙，但精神力已经不遑多让。感受到大长老的气息消失在夜色下，林浩眼中闪过一丝寒芒。看来这老家伙已经开始对我动杀心了，想要杀我，又怕暴露身份，因此而失去灵族大长老的地位和权力。做事瞻前顾后，优柔寡断，这种人注定难成气候。林浩嗤之以鼻，继续闭目修炼。一座悬空而立的仙岛上，道运流转，仙瀑飞流。中央地带坐落着一座宏伟殿宇，此地便是东皇一族的居所。东皇室在灵族素来尊贵，因此这里常年无外人打扰。一片密林之间，东皇云歌盘膝于半空中，周身伴有紫霞流光护体，一身法宝在夜色下绽放异彩，将他那冰清玉洁的俏脸映照得美轮美奂。然而就算有这么多法宝在手，他对于明日的比赛依旧没有什么信心。但凡对你认真一点，都算我输。擂台上少主的这句话牢牢印在了东皇云歌的心中，如果换作是我，又能否有资格逼他认真一点呢？东皇云歌喃喃自语。这时林中落叶纷飞，一道倩影兀然出现，是他的妹妹东皇菲菲。老姐，还没开打就先认怂，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哦。东皇菲菲懒懒地靠着一棵树，盈盈小蛮腰上一束雪白衣带随风飘荡，秋水一眸似笑非笑。如果你实在怕了，就学学彩衣，干脆缺席认输好了。东皇云歌黯然垂眸，知道小妹是故意激他，并非是我认怂，而是你们根本就不清楚他到底有多厉害。外人眼中那道上古禁阵或许只能证明少主医术了得，但一位如此年轻的五品阵法师，又怎么可能只会治愈灵阵呢？作为东皇室最强的天之娇女，东皇云歌自幼便展现出非常惊人的武道天赋，一直都是东皇菲菲的榜样，是她不懈追逐的目标。如今看到老姐因为少主的出现而开始陷入困境、迷惘，甚至连道心都不稳了，东皇菲菲心中很是心疼。小妹，不用劝我，我没事的。明日我会倾尽全力与她一战，争取不给咱们东皇室丢脸。听得这话，东皇菲菲径直来到他的面前，趁他不备，突然从背后拿出一块大石头，砰一下砸在了姐姐的脑袋上。石头被拍得粉碎，鲜血顺着额头流淌下来。东皇云歌错愕抬头，老姐，还记得小时候咱们两个因为一指单方而大打出手的事吗？我打不过你，就大半夜偷偷摸到你房间去，想要趁你入睡拿石头拍你报仇，结果你根本就没有睡，还抢过石头反将我的头打破了，而时的记忆历历在目。当时东皇云歌对他说，如果你打不过我就放弃了，那你就不配做我东皇云歌的妹妹。别忘了，咱们两个可是以虎榜第1那位为目标的，少主和他相比不过蝼蚁。罗刹星宫有一处望星台，台上设立天梯法则，通向至高无上的罗刹殿堂。此刻林仲手持地令，在神秘力量的包裹下，可无视天梯法则的力量，向上攀登如履平地。经过彻夜的攀行，终于他来到了灵族最神秘的领域罗刹殿堂。眼前混沌星空，7尊黑塔悬空，亿万道辉映照，每一尊黑塔都充满了未知的能量。即便林仲拥有圣王境的修为，同时还有地令在手，亦不敢再上前半步。望着其中一尊古老而神秘的黑塔，林仲恭敬抱拳。晚辈林仲恳请雪罗刹前辈现身一见。声音中夹杂着浓浓的敬意，响彻万里虚空。他就这样候在此地，等了差不多1炷香的功夫，终于自一尊黑塔中走来一位银发披肩的女子。女子倾城貌美，容颜清冷绝丽，一袭雪袍加身，
更显傲雪红梅之姿。这位便是灵族8位殿堂罗刹中实力排名第4位的雪罗刹古云幽。古云幽雪同泛着一抹疑惑：“众儿，何事？”林仲单膝跪地，晚辈斗胆，想向古一求一物，护我儿子前往清仓古界。天之渊。古云幽听闻此言，冰冷银瞳明显闪过一丝诧异。清仓界乃是五爪金祖龙陨落之地，其中结界就算当时3位大帝同时出手，也未必能破。古云幽十分不解：“你让你的儿子去那里做什么？要知道，天之渊素来只有人进，没有人出，里面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无人知晓。但有一件事不会破例，那就是万古至今从未有任何人从里面走出来过。进清仓界就等同于再也出不来了，这是3大帝族7大圣地的共识。”林仲眼珠转了转，抬头道：“因为浩儿他想要去清仓界，为东皇太一寻得一尊帝鼎。”帝鼎？古云幽震惊不已。是，就是帝鼎。前辈，你也知道，这世间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丹帝强者了。如今东皇太一是最有希望正道成帝，迈入丹帝之境的。如果能得到这尊帝鼎，势必会让咱们灵族诞生一位丹帝。届时，无论苍龙帝界或是修罗帝界，都将不会是咱们的对手。帝鼎对于一位9品炼药师意味着什么？古云幽不是不懂，此事确实关系甚大。可是古云幽直言道：“清仓界只能进，不能出。你就没想过，你的儿子一旦进去了，就是永别？”林仲踉跄而颤，泪目灼灼。这个问题他怎么可能会没想过？可儿子现在就只剩下8个多月的寿命了，如果不去清仓界寻找其他问道者，他会死的。是，清仓界是只能进不能出，说什么寻到帝鼎再将之带回来，这种鬼话不过是他用来骗浩的。现在林仲的想法其实是很自私的，他只想浩儿能活下来，哪怕一辈子都生活在清仓界，只要他活着就好作为一个父亲。林仲只能极力护他性命，当即抬起决然的眸子：“我林氏男儿为成就灵族霸业，可不惜一切代价。”林浩说的义正言辞，其实就是想掩盖林浩是修罗神族问道者的真相。毕竟这件事一旦被族内知晓，莫说8位殿堂罗刹容不得他，就算是林凡老祖，恐怕也会对浩出手。古云幽沉默半晌，突然问道：“先前我在下面感受到了一股超越大道的神圣气息，大哥说那来自于一个小辈，不知此人是谁？”林仲坦言：“那就是我的儿子浩。”古云幽脸色微变，他既然有这等逆天天赋，你为何还要让他去天之渊，有来无回？林仲想了想道：“实不相瞒，就在之前的比赛中，我族有一子名叫林隐，他将灵魂出卖给了修罗殿强者。”修罗殿？听到这个名号，古云幽眼中顿时杀意狂涌。修罗殿和咱们一样同为地族，但其势浩大，已然压制住了咱们和龙域。如今他将触手伸到咱们灵族小辈身上，很明显是想要利用小一辈来探查我族情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猜想，或许他们已经忍耐不住，想要对咱们灵族动手了。对于林隐的严刑拷打，已经从他口中得知，修罗殿的目的是想让他把灵族内部的具体情报都带出去，一般即将要爆发大战之前才会这么做。林仲沉吟道：“现如今留给咱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必须得搏一把，争取助东皇太一成为丹帝，再让他炼制出地品丹药，帮助老祖超越大帝。大帝之上一定还有全新的境界，这也是3位大帝强者至今都在闭关的原因。而东皇太一就成了灵族的希望。当然，林仲并不觉得浩儿真能将帝鼎带回来，他所想的不过是护住浩儿的性命罢了。一个绝世天骄，一个诞生丹帝的可能性。好吧，我明白了。”古云幽权衡利弊后，也只能将希望压在后者。当即玉手上翻，一颗缠绕着黑雾的血色珠子便出现在了他的掌心。“你今日来到这里，应该就是为了这血魔珠吧？”“是。”看到那地品道冰血魔珠，林仲激动不已。只要有了这颗血魔珠，浩儿就能在清仓界拥有至强底牌，从而增加他猎杀其他问道者的可能性。他作为父亲，能为浩儿做的也就这么多了。林仲双手呈上，古云幽将血魔珠交到他的手中，目送林仲转身离去。古云幽眼神愈发冷冽：“修罗殿，要战便战，你觉得我灵族会怕你们吗？”8强赛终于正式打响。第一场比赛，呼声最高的白明仅一招便击败了虎榜排名第9的陆良，此等强悍表现已然让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夺冠第一热门。第二场，薛聪作为火罗刹的后人也是不负众望，轻取对手，成功闯入半决赛。第三场，云奇被视为白明唯一的对手，同样一招制敌，轻松晋级。不到半炷香的功夫，大赛就来到了第4场。林浩和东皇云歌相距不足100米距离，站在擂台上已成对峙之势。
场面异常火爆。面对虎榜第7的东皇云歌，少主能否继续带给族人们震惊，也是大家都想看到的。少主，少主，东皇云歌，东皇！场面上双方人气都不低，呐喊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萧炎和宁阮坐在看台上，紧张地攥着拳头。东皇菲菲那边美目死盯着擂台上林浩的背影，也是捏着裙摆，胸前一阵剧烈起伏。第4场比赛，少主对战东皇云歌，比赛开始。随着执事的喝声响起，一股磅礴的灵力风暴瞬间自东皇云歌的体内席卷开来。天机境后期，4品精神力。林浩双目一眯，这个女人的实力倒是不俗，远非林颖那种货色可相提并论，不愧为虎榜第7的高手。东皇云歌这边明显已经火力全开，反观林浩依旧泰然自若，潇洒出尘的身影在平静的状态下显得高深莫测。他越是不露声色，带给东皇云歌的压迫感就越是强烈。我东皇云歌一定要夺得本次大比的冠军，就算是少主你，也休想阻止我！东皇云歌突然朝林浩暴冲而来，期间袖中一道紫芒闪出，奔雷万丈。见到这一幕，林浩顺势向旁迈出一步，砰！所留在原地的虚幻残影直接被东皇云歌的鞭影打破，就连那异常坚硬的星石板都被这一鞭子抽出了细微的裂痕。快看，那就是东皇大小姐的荆棘销魂鞭！看台上一片欢呼声。此刻被东皇云歌攥在手中的紫黑色长鞭，上面有着一株株鲜红的妖花，妖花娇艳欲滴，但却如同魔物般生有牙齿，一张一合，吞云吐雾。据说被此鞭抽中，妖花便会咬住对方血肉，不停将剧毒注入对方血脉之中。8品灵兵，林浩身为炼器师，一眼就看穿此鞭品级，不由得笑目微眯。不愧是东皇大小姐。哼！东皇云歌怒踏地面，其身影轻盈跃起，同时挥舞荆棘销魂鞭，一顿神魔乱舞。看似杂乱无章的鞭法，实则铺天盖地，瞬间风堵住了林浩所有的闪躲方向。没想到他还拥有这等不凡的武技。林浩脸上笑容愈发浓烈，好似在看待一个表现优异的小朋友。就在漫天鞭影即将轰在他的身上时，其手印突然舞动，一声轻念吐震，身壁固垒，倏然周围虚空出现大片灰色尘土，以雷霆之势形成土系圆球，将林浩完全包裹在了其中。地面褐色震光，绚丽夺目。怒视着那颗悬空土球，东皇云歌美目喷火，直接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把宝雕琉璃大弓，那是射日弓。看台上再次惊嚎不断。东皇云歌霸气的宝雕琉璃大弓拉满，脚掌落地时已凝聚出一支金色剑矢。松弦间，砰！人们都没看清剑矢飞出，土球当场爆炸，尘土漫天。萧炎忍不住站起身来，和宁阮一样在担忧林浩的安危。这东皇云歌作为天机境后期强者，自身实力本就很强，加之层出不穷的神兵法宝，林浩他该怎么办？族人们金目圆瞪，提心吊胆，生怕少主会死于这一剑。可当挥舞随风消散之际，人们却错愕地瞧见，那道由天地能量汇集而成的金色剑矢，居然被林浩攥在手中。林浩把玩着这支金剑，儒雅温和的声音随之响起：“此剑飞行速度居然比光还快，看样子你那把弓应该是9品灵兵吧？”东皇云歌：“不是，他还是个人吗？这要怎么赢他？9品宝弓射出的箭矢能被林浩徒手抓住，这简直超出了东皇云歌的认知。打不过，根本就打不过。”东皇云歌绝望摇头，显然已经失去了战意。看到他的气息逐渐萎靡，林浩蓦然抬手对准他的胸口，砰！一道掌风击中东皇云歌胸口，其身影直接被震飞到了擂台之外。老姐，东皇菲菲怔怔地望着躺在草地上双目空洞的姐姐，不知该作何安慰。少主的确强得离谱，到现在仍然没有显露半丝灵压，而且能徒手接住剑矢，这种事换了谁都会绝望的。看台上无数人看得目瞪口呆，赛前没有人想到少主会赢得这般轻松。我宣布，本场比赛的胜者是少主。只是一声高呼，瞬间响起全场呼声。在这个强者为尊的庞大地族，林浩再一次用实力征服了无数族人，4强席位终于诞生。白明、云奇、薛聪3人并不意外，唯有少主林浩一次次刷新这族人们对他的认知。浩儿，我查到你下一场的对手云奇是紫罗刹云傲的传人，他们云家的血迹之力非常特殊，貌似可以施展出强大的幻术，你要小心啊。静谧的别院中，几人主茶相聚，叶流云十分担忧。一个白明，一个云奇，在整个灵族年轻一代都是最顶级的存在，哪怕是东皇云歌在他们2位的面前也弱如草芥。如今林浩终于要对上这2人中的一位，叶流云又怎么能不为他担心呢？幻术林浩喝了一口茶，淡淡说道：
幻术对我灵氏血脉无用，这一点他应该清楚。叶流云啊！一旁萧炎好奇望来，到现在我们都还不知道你们灵氏的血脉之力究竟是什么。灵浩，罗刹血脉可抵御世间一切幻术。宁阮黛眉微蹙，就这样。灵浩笑了笑道，还有就是越战越强，越战越强，这是什么意思？几人都不太明白。萧炎，那为何当日灵隐没有任何的表现？灵浩，因为真正的罗刹之力不是那么容易觉醒的，别说他现在没有，就连我也不具备。真正的罗刹之力会让人进入一种极度疯狂的状态，在那个状态下，据说大多数人都会失去心智，变成一个见人就杀的疯子。而那个状态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罗生门。罗生门开，神魔前行，这是上界三大地族之间源远流传的话题。萧炎、宁阮，接下来的10日，你们两个不需要再看我的比赛，我已将一些药材和丹方交到了药老的手上，你们就等着吞丹如豆吧。听得林浩这话，萧炎眼皮狂跳。少主，你所谓的吞丹如豆，该不会是想让我们在短时间内吞食大量丹药吧？正是如此，林浩需要萧炎成长，而迅速成长最好的方式便是吞丹，疯狂吞丹。可是这样我们不会死吗？宁阮有点后怕，丹药那种能量极强的东西怎么可以乱吃？林浩闻之一笑，所以在此之前，我需要你们两个将灵魂卖给我，你们可愿意出卖灵魂，像灵隐那样？萧炎和宁阮不由瞪大了眼睛。修罗血脉可将自己的力量注入到其他人的身上，前提是对方心甘情愿出卖自己的灵魂，而所要付出的代价便是从今往后你们将再无可能威胁到我，对于我下达的命令也只能乖乖执行。林浩一只手很有节奏地敲打着石桌，将其中利弊说清楚，然后耐心等待着二人的答复。我愿意。宁阮只迟疑的片隙，便做出了抉择。是林浩帮他报杀父之仇，灭门之恨的。如果不是他当日在唐门突然从天而降，恐怕他早就死在那里了。可萧炎还在犹豫之中。他作为星兰大陆实际上真正的中州最强天骄，一直都有自己的傲骨，并不想出卖自己的灵魂。但事实摆在眼前，别看林浩平日里温文尔雅，看上去好像脾气很好，但和他相处久了，萧炎不难发现，其实他骨子里比谁都要狠，帝王雄心藏得很深。他带他们几个来到上界，恐怕也就只有叶流云和叶灵二人才是出于真情实意，毕竟那么多年的感情在那了。至于萧炎、药老和宁阮，无非是因为他们三个有利用价值。一番思虑权衡，萧炎最终做出了抉择。我也愿意。听到这话，林浩嘴角一勾起一抹弧度，半决赛如期而至，场面异常火爆。少主一路披荆斩棘，今日能否击败云奇这等真正的绝世天骄，很多人都拭目以待。长老席、林策听得现场的欢呼声，脸黑的一批。现在林浩在族内的声望已经很高了，这并不是他乐意见到的。不过父亲先前也说过了，不管林浩能否击败云奇，恐怕他都会成为进入青苍界的小队人选。青苍界从来没有一个人进去了还能活着出来的，到时候白明、云奇、薛聪、林浩集体消失在东皇太一的野心之下，届时灵族希望就又要压在他们这边了。毕竟虎榜只是30岁以下的天骄排名，上面还有个100岁以内含金量更高的龙榜，而龙榜第一强者正是他的表兄王腾，那可是灵族的传奇。姐，你说少主能赢云奇吗？东皇菲菲懒懒地向后靠着，美妙的曲线被一袭青色衣裙完美包裹，极为诱人，一双星眸紧紧盯着走上擂台的那道身影，悠悠问道。一旁东皇云歌略微沉吟，难说。东皇菲菲将俏脸凑了过来，神色略显古怪。东皇云歌，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东皇菲菲扑哧一笑，少主虽强，但却没有人认为他能与云奇一较高下。老姐，你可是第一个。轰！东皇菲菲话还没说完，擂台方向就突然掀起一股强大的灵力波动。是少主，少主居然主动亮出真实修为了。灼热的灵力风暴自擂台上疯狂肆虐着，向外一圈圈荡漾开来。没想到少主终于肯展示出真正的修为了。此刻看台上所有人的目光都近乎呆滞了下来。天机境后期，和我一样。在看清楚少主的真正修为后，东皇云歌完全不敢置信。修为一样？不可能吧，之前他在擂台上的表现明明已经达到了万法境，怎么会是天机后期呢？对于林浩主动释放灵压，始终保持儒雅随意的云奇，此刻也是倍感诧异。要知道，云奇作为虎榜第3强者，他可是万法境中期强者，一位万法境强者并不会被区区天机境吓到，
他现在诧异的是，既然少主修为达到了天机境后期，那为何虎榜上没有他的名字呢？云奇，咱们之间的较量会很快分出胜负的。林浩拿出了那把熟悉的木剑，随后将剑高举于头顶，是青莲剑诀。看到这熟悉的动作，药老和叶流云瞬间激动了起来。但灵族其他人对青莲剑诀还十分陌生，并不知道林浩想要干什么。在修为差距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使用底牌一击定胜负是最明智的选择。显然，林浩并不想给云奇消耗他的机会。眼看天地能量开始发生巨变，云奇似乎也感受到了某种不祥的威胁。你以为我会顺利让你用出这一招吗？云奇将手中的剑顺势向周身落下，3道虚幻剑影凭空浮现3绝剑气，一声厉喝，3道颜色不一的剑气瞬间贯穿虚空。在万法境的强大凌压下，其威力远比灵隐所施展的4绝剑气更强，几乎不可同日而语。但林浩的脸上依旧保持平静的笑容，随手丢出一尊小鼎，3声鼎，嗡，金色小鼎瞬间变大，最终化为一尊金色大鼎，挡在了林浩的面前。噗噗噗，3道剑气正中鼎壁，直接化作乌有。什么？云奇大惊失色，自己全力施展的3绝剑气居然破不了他祭出的法宝，这是什么等级的法宝？就在这时，天地间突然出现亿万剑影，刺耳的剑鸣声从高空倾泻而下，使得无数族人痛苦地捂住了耳朵。如此恐怖的剑诀彻底惊呆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林浩想要速战速决的念头已经被大家所了解，但他这一招超脱世俗的剑诀仍看得族人们触目惊心。好强的剑意！素瑶惊然起身，长老席这边都开始不淡定了。没想到少主居然还有这么可怕的底牌在手。在亲眼目睹这漫天剑雨形成巨大的漩涡，并朝着同一个方向汇集之际，东皇妃妃幡然醒悟，老姐的猜测是对的。这一战或许真的胜负难料。足有万丈的剑刃漩涡就这样在天空中无情地释放着浩瀚剑威。灵族上下举目张望，即便是白明眼中也充满忌惮之色，扪心自问，一旦此剑诀成功施展，即便是他也未必能拦得下来。云奇，还愣着干什么？一旦少主用出此剑，你输定了！白明突然大喝。云奇回过神来，脸色暴沉，直接朝林浩暴冲而来。林浩嘴角一勾，单手结印，变幻无穷。3声鼎突然化作3尊金鼎，开始绕着他的身体光速旋转，所产生的灼热圆环居然将云奇当场逼退。云奇突然意识到，不止那满天剑雨恐怖如斯，就连眼前这尊金鼎似乎也不是凡物情急之下。云奇猛然跃上高空，双手开始飞速结印，强悍的法则突然降临。这一刻，林浩明显能感觉到擂台上的重力开始成倍增加。重力法则，林浩脸上笑容愈发浓烈。这个云奇倒是个聪明人，重力法则可无视3声鼎的绝对防御，并在理论上减缓3声鼎的绕身飞行速度，想法很好。可惜了，理论对于罗刹领域中所得到的地品法宝3声鼎而言，毫无逻辑价值。当看到开启法则后，那3尊金鼎的飞行速度依旧难以目击，云奇彻底震惊了。怎么会这样？大长老赤霄错愕地站起身来，目光死死盯着那3尊飞驰的金鼎，内心泛起了惊涛骇浪。在他看来，这金鼎一定是家主送给林浩的底牌，有了这尊金鼎的庇护，林浩就可以放心蓄力完成那一剑了。天空中剑威浩瀚，阴云涌动，一把巨大的青色古剑带着古老而神秘的气息，已然降临人间，触目惊心的画面看得人们神色恍然。这一剑若是落下，恐怕云奇非死即惨。青莲剑诀，林浩终于将手中的木剑斩落，刹那间，巨剑残影化作一道青芒划破虚空，以任何人都难以捕捉的恐怖速度从云奇的耳边划过，最终飞进远山。当一株巨大的青莲自山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云奇颤抖着手摸了摸脸颊一缕血痕，直接瘫跪在了地上。场面陷入一片死寂。一剑开天青莲战，天空中漆黑的空间裂痕一直延伸到擂台上，继而再转向深山方向，到现在都没有愈合。这究竟是什么等级的剑诀啊？在修为差距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林浩居然具备轻易斩杀云奇的实力，这样的少主简直可以媲美那位虎榜第一的疯子了。青莲剑诀作为林浩目前已然快被淘汰掉的底牌，一出现就彻底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没有人知道他其实还拥有更多比青莲剑诀更强悍的底牌，诸如地爆天星，诸如混沌神童，诸如混沌黑焰，诸如距离炼成之日已经不远的森罗万象第一式。如果这些底牌一一呈现，恐怕就算是那位虎榜第一的疯子也得当场向林浩磕一个，再喊声大哥，请收下小妹的膝盖。咕噜，林策猛咽了一下口水，
对于林浩今日的表现彻底服了。此等惊世剑诀已经可以媲美传闻中的10绝剑气了。林浩他才多大啊，就能掌控这样的能力？如果是他的话，或许真的能够超越殿堂罗刹，直追林凡老祖的脚步。正帝在目清林浩的真正潜力后，林策似乎心境上产生了不小的转变。然而当他回头望去，却看到父亲林宇此刻目眦欲裂，仿佛是对林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杀心。果然还是不能调和。云奇跪在地上，到现在那股凉意还在骨子里无法消散。如果刚刚少主没有手下留情，及时改变那一剑的飞行轨迹，他可能已经命丧黄泉了。多谢少主手下留情。云奇缓缓抬起头，此刻他终于清楚地认识到，这位来自于下界的少主究竟有多么的恐怖了。林浩走上前来，将他扶起。如果不是因为我出身于林氏，你的紫泪水晶也不会毫无用武之地。林浩说这话是事实。云氏的紫泪水晶能够产生强大的幻术，让入阵者失去判断力，而这样的能力偏偏被罗刹一族的血脉所免疫，只能说他遇到了天生的克星。但纵然如此，云奇还是很敬佩少主。少主能以天机境胜过他万法境，就已经强得令人发指了。我宣布，本场比赛的胜者是少主。随着执事喝声响起，场面瞬间火爆。林浩经过这一战，彻底获得了大多数族人们的认可。他们都相信，这样的少主将来一定会带领林家走向更高的层面。这小家伙还真是了不起，不仅会上古禁阵，还掌握了如此可怕的剑诀。单论剑道方面的造诣，他已经在年轻代一骑绝尘了。二长老罗志简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一旁吃坤挠了挠头，可是少主他现在闯入决赛，势必会成为前往青苍界最佳的人选之一。这青苍界可是一个有去无回的地方，这一点他们这些老家伙们非常清楚。要不咱们几个劝劝家主，不让少主去？罗志简问道。吃坤和素瑶都没有意见，唯独大长老赤霄在听到这话后立刻表示反对。少主是人，难道白明和云奇就不是人了吗？为了我灵族未来，他们的身上都肩负着重任，如此包庇少主，岂能让其他族人心服？一时间几人相继沉默了。赤霄作为灵胎的大弟子，他心里头是怎么想的，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奈何他说的这些也有道理，即便是素瑶也无力反驳。第二场比赛，白明和薛聪的交手同样很快就分出的胜负。白明万法境后期巅峰的恐怖修为，比云奇还要强上不少，加之白氏一族特殊的金色火焰，威力十分霸道，击败薛聪不过瞬息。决赛即将来临，整个灵族大街小巷津津乐道。一座酒楼中，店小二脚踩着一张长凳，唾沫横飞。这么跟你们说吧，少主他要是不能夺冠，我在门口倒立洗头都行。首先，少主的那尊金鼎铭显示家主给他的神器，可实现绝对防御，一旦旋转起来所形成的风暴，就是火焰也会被隔绝在外。云奇破不了那尊金鼎的防御，换作白明同样不行。届时少主只需在金鼎风暴的庇护下施展出那一招青莲剑诀，白明必败无疑。店小二吆喝的声音很大，吸引外面不少行人顿足聆听，纷纷表示赞同。好巧不巧，白明正好路过此地，在听到店小二的高见后，他的脸色明显不太自然。这个店小二说出了他的心声，那尊金鼎是白明目前最忌惮的东西，如果破不了他的防御，接下来就要迎接那一剑的到来。青莲剑诀一剑开天青莲战那种威力的剑诀，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抵挡。白明黯然垂眸，离开了人群。原本他以为虎榜第一那个怪物不来参赛，本届大赛唯一的对手就只有云奇。可当他看到云奇落败的场面后，他才清醒地认识到，这位从下界归来，自幼被东皇太一讽刺为废物的少主，其实力已经和那位虎榜第一的疯女人不相上下。我能赢吗？白明前行的脚掌就跟惯了铅似的，无比沉重。他到现在已经可以理解，一向心高气傲的东皇云歌为何要在擂台赛最后时刻放弃抵抗，丧失战意了。这样的少主太可怕了，简直无懈可击。就算是他，目前也想不到能赢少主的任何办法。许是苍天都在为白明感到悲伤，不知不觉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雨势渐大，街上只剩下他一个人，淋着滂沱大雨独自前行。渐渐的，白明停下了脚步，眯着眼睛抬头看向暴雨倾盆的景象。他的老祖可是罗刹殿堂排名第3位的邪罗刹白魁，作为白氏后人，他可不想就这样认输。可是不认输又该怎么打才好呢？原来你在这里。这时前方响起了一道熟悉的女声。白明抬起头望着那撑一把竹伞，身穿一袭雪白炼药师长袍信步走来的身影，不由得拧了拧眉心。东皇云歌。东皇云歌是灵族出了名的冰山女神，平日里从不主动与人打招呼，
可今天东皇云歌来到白明面前，美目直视着他，质问：“你想赢吗？”白明：“何意？”东皇云歌从袖中摸出一个紫金小盒，递了过来：“这里是我们东皇老祖亲手炼制的6品爆神丹，只要服用，顷刻间便可提升自身修为最少3个层次。”3个层次？白明脸色惊变，他现在已是万法境后期巅峰，提升3个层次，那不就是大成境中期了吗？东皇云歌神色复杂地看向白明，道：“我家老祖并不喜欢少主，这一点相信你也很清楚吧？”言外之意，东皇太一想要助白明拿下本届大赛的冠军，然后利用白明的选择权将林浩排除在进入清仓界的小队人选之列。白明是个聪明人，他来到这里的意图他已经明白了。6品爆神丹听上去的确诱人，也能让他立于真正的不败之地。但白明将紫金小盒向前一推，委婉谢绝：“抱歉，我白氏一族绝不投机取巧，我也从未想过要针对少主。”东皇云歌诧异地瞪大了眼睛：“那你就心甘情愿让出冠军之位？你应该明白，没有这丹药，你是无论如何也赢不了他的。”白明坦白承认：“赢不了，那就拼尽全力，然后堂堂正正的输掉。”拼尽全力，然后堂堂正正的输掉。东皇云歌从未想过白明会给出这样的回答，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东皇姑娘。”白明这时突然开口。东皇云歌俏脸微凝：“投机取巧是永远不可能成为殿堂罗刹的，你说对吗？”白明拍了拍他的肩膀，淡然离去。片刻间，烛伞落地，东皇云歌的娇躯在暴雨中不停颤抖起来。林浩站在屋檐上，静静地望着这一幕，不由得对白明产生了不小的兴趣。他的梦想是成为殿堂罗刹吗？林浩这一路上也没有用灵力隔绝雨水，淋了一身的雨，他现在轻松了许多。起码林家不是所有人都像东皇太一和林太那般阴险，也有像白明、东皇菲菲这样值得让他今后去关注、去栽培的新秀。这林家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无趣。林浩回到房间，来到衣柜前，找了一套新衣裳放在了床榻边缘，然后将身上湿了的衣物统统吞下。就在这时，榻上的深蓝色幔帐突然被一阵风掀开，在林浩无比错愕的目光下，只见一个蓬头垢面、穿着一身毛皮寿衣、宛若野人的妙龄女子，此刻正坐在他的被褥上面，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女子转过头，视线和林浩隔空对视，望着他那脏兮兮、略显木讷的脸颊，林浩突然一把抓住衣物，闪身到衣柜那边：“你是何人？胆敢闯进我房间来？”林浩手忙脚乱穿着衣服，咻！不料下一刻，女子居然鬼魅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你！林浩愣住了，还没穿的裤子直接掉了下去。女子低头看了一眼，然后从地上将裤子捡了起来，还特意为他撑开，意思是帮他穿上。林浩清秀俊逸的脸庞直接进入红温状态，整个过程，这个女子没有表现出任何羞涩或是难为情的样子，也没有避讳什么男女之别，目光清澈如泉，并不属于天真烂漫那种，而是有些呆在女子的帮助下，林浩成功穿好衣物。他先是来到窗前坐下，自行倒上一杯凉茶，喝口茶压压惊，随后这才无奈地看向女子：“你是什么人？怎么会出现在我的房间里？而且还……”女子好奇歪着脑袋：“还？”林浩：“没什么。”脏兮兮3个字最终没好意思说出口。女子来到他对面坐了下来，用袖子擦了下嘴上的油渍，不以为然道：“听说你很能打，我是来找你打架的。”“找我打架？”林浩惊讶地看向他，这个野丫头是怎么回事？在地族跑到少主的房间里约架？不是。林浩开始重新打量他，年纪似乎和我差不多，脸上因为太脏了，因此看不清容貌到底是好看还是不好看，但身材是不错的，前凸后嗨嗨。林浩取出一个新杯，倒上茶推了过去，保持心平气和：“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此女既然敢出现在这里，就一定是有些本事的。林家这么大，出1、2个不正常的疯丫头也很正常。”“青萌。”女子一口将茶灌了下去，打了个嗝：“我叫青萌。”“青萌，好熟悉的名字。”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青萌目光灼灼地盯着林浩，如同在盯着一具肥美的猎物。“你打算什么时候和我打一架？”“什么时候吗？”林浩还是觉得这个疯丫头有点不太正常。砰！突然，青萌一掌拍在桌子上，愤然起身：“要不就现在吧，我看你状态挺好的，我也挺好的。”咔！咔嚓！桌子瞬间裂成了2半，看得林浩眼皮狂跳。好，看来这一架是非打不可了。好吧，那咱们就找个地方。林浩话音未落，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破风之声。嘘！林浩情急之下，直接带着青萌翻身跳到床榻上，并迅速用被褥盖住了身体。
同时还不忘拉好慢账。你干时想和我打就别说话。林浩一把捂住他的嘴。这时门外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少主在吗？这听上去似乎是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看到青蒙乖巧点头，林浩故作慵懒：谁啊？我是素瑶。女人回应道：三长老。林浩脸色微变，想要起身相迎，可青蒙以为他要跑，直接压在了他的身上。你！林浩目光一滞，青蒙没等他有所反应，就将他两只手直接按在了头顶，露出凶巴巴的样子。怎么不方便见我？素瑶的声音再次响起。不是。林浩错愕地发现此女力气居然大得惊人，一番挣扎无果后只得解释：那个我正在沐浴，不知三长老来找我所为何事？素瑶闻言无奈叹息：好吧，我今日前来只为一件事，那就是希望你不要去青苍界。林浩：为何？素瑶：青苍界乃太初五爪金祖龙陨落之地，作为远古时代的大地强者，他在那里留下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结界，只有30岁以下的人才能进入。林浩：这我知道。素瑶：不，你不知道，从古至今青苍界之中就没有一个人活着出来过。什么？林浩趁青蒙不注意，猛地坐起身来，将他抱住，双手不自觉地搂住他那香软细腰，眉头深皱。前辈，你的意思是青苍界只能进不能出？正是如此。素瑶见他听明白了，直接背过身去，发出一声忧叹：念在和你娘的情分上，我才和你说这么多的。我想你应该知道决赛该怎么做。说着直接化为一束流光，消失在了大雨之中。决赛三长老的意思是让我在决赛故意输给白明，这样一来东皇太一势必会让白明选择其他人陪他一同前往青苍界，因为东皇太一对地顶势在必得，并且绝不会相信我能帮他夺顶。现在可以开始了吗？青蒙满目期待地盯着林浩，他的眼里似乎就只有干架你先起来。不什么不，你先起来。就不。咦？这时青蒙明澈的眼眸突然涌上一抹狐疑。什么东西个我？别碰！林浩一把推开他，迅速飞出窗户。站住，别想逃！青蒙见状，立刻化身一束流光追了出去。二人在大雨天于苍穹之中飞速疾驰，那风丫头的速度快若闪电。即便林浩已经尽全力飞行，但距离还是被越拉越近。这丫头好快的速度！林浩随手拿出一张黄纸，画上了一道极形符贴在胸口。咻！其飞行速度瞬间暴增哦。青蒙看得双目发亮，周身气流开始涌动，也跟着加快了速度。大成境中期。不是吧？在感受到那女子的惊人气息后，林浩面色大变。此女居然是大成境强者。大成境这般年轻青蒙，虎榜第一的青蒙。林浩终于想起了这个名字，没想到他就是大家口中的那位竞技天骄疯子青蒙。轰轰！天空中奔雷万丈，二人你追我赶，很快就来到了一片山峦之间。滂沱暴雨将林中浇灌的一片雾霭翻腾，当林浩双脚踩稳地面时，青蒙也顺势落到了一块巨石上，任风雨凶猛也无法落到二人的身上，皆被气息隔绝于3尺身外。面对虎榜第一强者的上门挑战，林浩也有些热血沸腾，体内天机境后期的灵力波动扑哧喷了出来。天机境，看到林浩的真实修为，青蒙明显有些疑惑，这种修为是如何被族人们称为夺冠第一热门的？我的修为似乎让你很失望。林浩晃了晃胳膊，简单的做了一下热身运动。青蒙就这样站在巨石之上，明眸紧跟林浩的步伐，点了点头，一点不掩饰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好，那就让你对我稍稍期待一下。林浩做完热身运动，突然将双手对于身前，开始飞速结印温阵。刹那间，青色霞光从地面喷出，映照天地。在青色大阵的磅礴阵辉映照下，青蒙明显能感受到自己体内的气息正在快速下降。雷阵。突然，林浩再次变换手印，地面又升起一道巨大的紫色灵阵，足有100丈，使得空气中雷霆之力迅速席卷，夹杂于狂风暴雨之中，噼啪作响。雷霆弥漫于天地之间，让青蒙逐渐对林浩产生了兴致。冰阵。林浩再次发动第3道大阵。这一刻，天地间的温度开始骤然下降，在这冰冷刺骨的寒意笼罩下，雨水迅速化作冰雹，伴随着到处蔓延的雷霆，使得这一方天地犹如人间炼狱。3阵叠加的场面极其壮观震撼，看得青蒙忍不住露出狂喜之色。咻！一把木剑顺势被林浩握于手中。我能感受到你很强，所以我也不会大意的。不错不错，你果然有资格做我的对手。青蒙非常满意，玉手隔空伸出，一把翡翠灵剑顺势而出，剑威浩荡弥漫，余波万里。
大成境的恐怖灵压，配上这强悍无匹的剑士，简直和白明、云奇之流成天壤之别。相比于族内大比的决赛，林浩更期待现在这一战。青蒙才称得上是灵族年轻代第一天骄，实至名归。青蒙手持翡翠剑，落脚之处，坚硬的巨石蔓延出几道裂痕，澎湃的青色灵力如火焰般迅速覆盖住他的身躯。开始吧！轰！整个巨石轰然爆炸，其身影瞬间出现在林浩面前。就在那琉璃剑芒距离自己只有半寸之际，林浩终于有所行动，脚尖在地面轻轻一点，身体如狂风落叶，闪出阵阵残影，几乎是电光石火之间便和青蒙擦身而过。二人的衣服上同时出现了一道破痕，但都没有血迹。青蒙背对着林浩，仰了仰头，手臂猛地一震，几片锋刃悄无声息地划破虚空，从4个不同的方向攻向林浩。锵锵锵锵！林浩闪电般出剑，将4片锋刃尽数抵挡，只用一把木剑就挡了下来。这让青蒙不由得好奇望去，目光定格在他手中的那把木剑上，片刻后感慨道：好厉害的剑，比我的剑还要厉害。识货！林浩嘴角微掀，开始将灵力灌入问道之剑中。青蒙这时再次暴冲而来，林浩直接丢出3声鼎，突然出现的大鼎差一点就砸到青蒙脸上，好在青蒙及时凌空翻身躲了过去。可3声鼎一分为3，再次朝他追击而来。感受着背后3道破风之声，青蒙唇角扬起一抹弧度，一剑刺向林浩的同时，身体保持前倾，砰砰砰向后连踹3脚，直接将3尊金鼎给踹飞了出去。叮！这一剑正中林浩的木剑剑身，爆出金铁脆响，可怕的力道震得林浩踏空向后，一路倒滑出近100尺距离，方才勉强稳住了身形。握着到现在依旧发麻的手掌，林浩不由暗暗感慨自己和对方修为的巨大差距。然而当青蒙再次动身时，林浩一指结印，青蒙前冲的身体突然停滞，他的身上居然开始迅速结冰。你似乎忘记了，你还在我的冰阵之中。林浩抬起手中木剑，高举于头顶，青莲剑诀的起手式已然完成。可就在这时，青蒙突然用力一挣，身上的冰晶瞬间破碎，破碎的冰碴溅得到处都是，其琉璃剑影已经直逼林浩的胸膛。糟了！林浩没想到他力气居然这么大，眼下剑影距离自己的胸口不足寸拳。林浩终于不再有所保留，左眼眼瞳直接化作青色分解。在青蒙不可思议的目光下，他手中的琉璃剑居然开始迅速被分解，化作齑粉。林浩脸色无比凝重，第一时间放弃蓄力，将高举于头顶的问道之剑硬生生劈落下来。青蒙面色大变，猛然一拳迎上，轰！在他那无情的拳罡之下，林浩手中的问道之剑居然直接被打飞了出去。这……林浩低头看了眼右手虎口处裂开的皮肉，大惊失色。我赢了！青蒙一把掐住了林浩的脖子，抡起拳头，拳罡崩天裂地。这一刻，林浩的右眼眼瞳倏地化作绯红色飞跃，林浩右眼的红瞳此刻在青蒙的眼中幻化出无限瞳影，覆盖天地。他只觉得一阵触目眩晕，紧接着就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扯进了诡异的血色世界。这里山河俱碎，天地崩鸣，万物寄来唯有一个个巨大的绯色瞳影在他的面前不停放缩。这时青蒙怔怔地愣在原地，完全动弹不得，眼睛盯着那无限重瞳，甚至不能移开视线。幻术，这是幻术！青蒙牙关紧咬，可他无力挣扎，因为现在无论是他的身体还是意识，在眼前这无尽重瞳的凝视下，都已经不属于自己了。破！当林浩发出一声低吟，青蒙再度回到了现实世界之中，可此时他已然被林浩掐着脖子，狠狠地按在了泥水之中，一手掐脖子，一手持剑，同时用膝盖抵住他的小腹。林浩就这样笑盈盈地盯着他。这一刻，经过雨水冲洗去他脸上的泥垢，林浩终于看清了他的相貌。不染粉黛的一张面孔，有着别具一格的空灵之美，一双明澈的眼眸此刻满是倔强不甘，琼鼻之下那一点红樱薄唇，让人看着忍不住想要一品芳泽。好美！林浩不由自主暗暗感慨，四目相对，仿佛时间都定格在了这一瞬。青蒙的眼神同样彷徨震惊，他说了，刚刚若是以命相搏，在他堕入幻术之际，林浩就会杀了他。虽然知道自己输了，可他并不想亲口说出来，因为他觉得是自己大意了，才中了他的幻术。而且哪有人同时拥有2种瞳力的？这不是耍赖皮吗？青儿，该回来了。就在这时，天地陡然一颤，一道宛若来自于天外的声音震得林浩耳膜嗡鸣。谁？林浩惊愕抬头，放眼望去，凭借混沌神瞳可目及万里，但依旧寻不到那声音的来源。难道此人身在万里之外？那么远的距离，
声音却能传到这里来，这到底是怎样的修为才能做到的事？对方的实力让林浩十分忌惮。老实说，就算是父亲，也未必能做到这种事吧。青蒙这时挣开林浩的手掌，站起身来，有些不甘地看着他，道：“我要回去了，下一次我一定不会再输给你的。”说罢，直接化作一道青霞，眨眼间便消失在了天际。青蒙，林浩双瞳再次恢复乌黑本色，刚刚真的好险，差一点就被他给刺中了。还好混沌神瞳拥有2种极致瞳力，不过能逼他用出混沌神瞳的双瞳力来，这个疯丫头属实是有点实力的。下一次吗？如果我能从青苍界回来，你恐怕再也触及不到我的高度了。万众瞩目的决赛之日终于来了。火爆的看台，长老席方向最上方，除了4大长老之外，林仲和林泰也都来了。在林仲的左侧还端坐着一位身披炼药师长袍的老者，老者银发如瀑，鹤发童颜，穿着一件炼药师长袍，始终保持闭目神闲的模样，胸口佩戴着世间绝无仅有的9品炼药师徽章，俨然就是丹云塔的塔主，3000上界公认的最强炼药师东皇太一。林浩站在擂台上，初次见到东皇太一，对方就给予他一种很不舒适的感觉，直觉告诉他，这个老壁灯将来或成他问道之路的大敌。念至此，林浩也暗暗下定决心，他日如果有机会，他一定要想办法先干掉这个东皇老贼，任何挡在他问道之路上的绊脚石都不能留。少主，少主，少主！现在林浩的呼声已经达到了极致，感受着全场澎湃的呼声，林浩还在思考一个问题。按常理来说，不应该是路人和吃瓜群众一直无脑追捧主角的对手吗？怎么现实和想象的不太一样呢？相比于林浩此刻所表现出的淡定从容，站在他对面的白明压力大极了。族内目前已经没有人看好他了，都认为他不可能赢少主。事实也的确如此，可他不想像东皇云哥那样，面对实力深不可测、几乎不可逾越的少主，就选择放下自己的桀骜，丧失战意，我绝不认输。轰！万法境后期巅峰的磅礴灵压瞬间笼罩住了整个擂台，白明这边的动静瞬间引起全场喝彩，尤其是看台上白氏一族，在看到这一幕后纷纷泪目。白氏一族作为林家极为重要的核心族氏，万古年来他们的先辈们都有着不屈的斗志和顽强的意志，看到白明已经火力全开，看台方向诸位长老们也纷纷点头目录赞许。林浩同样很欣赏白明。3升鼎，林浩潇洒挥袖，3尊金鼎豁然惊现，很快就在他的周身形成了金色的风暴。果然还是那个金鼎，少主只要祭出这件法宝，就一定会立于不败之地的。我就说吧，云骑是怎么输的，白明就会怎么输掉。看台上一片欢呼声，因为林家比武的规则一向如此，因此根本没有人会驳斥少主祭出这等法宝来。何况武道世界，无论法宝亦或是兵器，都应该算作自身实力的一部分，这样的规则也没毛病。那是地品法宝吗？东皇太一见到那金鼎之后，半张着嘴巴惊叹道：地品法宝！林仲和林泰同时望来，余光瞥向林仲那惊讶的表情，东皇太一呵呵笑道：使用法宝本就在规则之内，家主无需演戏。林仲一时无语。东皇太一这话里话外的意思，明显是在说此鼎是他给号的，可他根本就不知道这3升鼎的来历。莫非这是号的问道传承？林仲长舒一口气，望着擂台上儿子的背影，心中无限感慨。问道者一个在族内历史上就不曾出现过的逆天机缘，就这样降临到了号的身上，而且一降临就是2个，这样的恩宠已经不是逆天能形容的了。只要号能熬过来，未来成就必定会在大地之上。即便是老祖。擂台上，白明抬起头来，神色凝重地盯着3升鼎的庇护下气定神闲的林浩。赛前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本届大赛最强的黑马居然会是来自于下界的少主，而且少主的表现是那样的恐怖，简直和那位虎榜第一的疯子不相伯仲。不用有太多顾虑，放手一搏吧。见对方压力似乎有点大，林浩好心提醒。白明点了点头，双手开张，顺势向前一拉，一条金色的火焰直接在虚空中被扯了出来。金色火焰的出现使得场内温度急剧攀升。林浩瞥了一眼那奔腾跳跃的金焰，心想如果拿出混沌黑焰来和他斗火，那可就太欺负他了，索性打消了这个念头，直接将双手对于胸前开始飞速结印。他不打算用那招青莲剑诀。看到林浩的动作，白明有些诧异。青莲剑诀作为少主的最强杀招，在3尊金鼎的庇护下使用出来，不是最稳妥的方式吗？随着林浩飞速结印，地面万道流光开始凝结，不多时便形成了足有100丈的庞大灵阵，
阵中飞沙走石，暴土漫天。如此强大的土阵，简直不像是一位五品阵法师施展出来的。看台的族人们在这一刻纷纷惊呼起立。白明被沙尘暴遮蔽了视线，只能闭上眼睛，用耳聆听。土阵，土牢堂无。林浩的声音在沙尘暴中响起，所有的沙粒在这一刻开始朝白明包围而来，瞬间形成一个巨大的金字塔，将白明彻底包裹在了里面。里面，白明凭借着金色火焰的映照，看清了状况。可火焰对土壁无效，无奈他只好抬手一掌轰去，砰！掌风正中土壁，并没有使土壁破碎。反观这一掌之下，白明竟有些触目眩晕。他这才发现，那些土壁正在源源不断吸收着他体内的灵力。糟了！白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继续被困在这里，他的灵力将被抽干。决赛之前，他苦思冥想，就为了对付林浩的三生鼎，却不成想他居然还会这样的灵阵。修罗之门能衍生出世间万道法门，任何灵阵在林浩手里都可以尽情施展。那是什么灵阵？完全感受不到白明的气息。看台上，东皇菲菲和其他人一样，满脸茫然。自从白明被关在里面，他的气息就与外界隔绝了。对于这等放在上古时期都称得上极为玄妙的大阵，此刻就算林仲和林泰都看不懂。看来想要破除此阵唯一的方法就是强攻。林泰目光微寒，嘴上说的轻松，实则内心对林浩的杀意、忌惮只增不减。他想夺得家主之位，林浩必是他最大的威胁。好在这一战，林浩若胜了，便得按照规矩前往清仓界，这样一来也就省得他亲自动手了。已经过去这么久了，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也不知道白明他怎么样了。薛聪坐在看台上，看得背后有些发凉，难怪祖父告诫他绝不可与少主为敌，否则定会将薛氏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轰隆隆，整个大地在这一刻突然开始剧烈颤动起来。林浩眉头微皱，低头看了一眼脚下，迅速带着三生鼎飞上高空。这一刻，脚下石板直接爆炸开来，只见一道身影直接从地底钻了出来，是白明。白明周身气流异常狂暴，背后一只金翅大鹏正在展翅翱翔。这是你的魂诀？林浩诧异挑眉。不错，金翅大鹏就是我白氏一族的魂诀。白明的背后也顺势生出一双金色的羽翼，浑身上下被金色火焰疯狂包裹，火焰之威震撼天地。没想到他破不了土牢堂屋，居然从地下寻找突破口。按照比武规则，只要没有离开擂台区域便不算落败。不得不说，这白明还是有点小聪明的。少主，我承认你很强，或许就算是青盟也未必会是你的对手，但也正因如此，我才如此兴奋。因为祖父曾说过，唯有和比自己更强的人交手，才能燃起真正的斗志。白明仰天一声咆哮，将双掌猛地对合，瞄准了天空中的林浩。轰！一道金色的冲击波直接贯穿天地。面对如此强悍的攻势，林浩立于三生鼎的绝对庇护之下，就这样静观其变，没有做出任何的动作。然而就在那金色火焰即将轰在三生鼎的金色风暴上时，突然化作大片金色火海，将林浩彻底笼罩。火海漫天，金光璀璨，看得看台族人们心惊肉跳。在恐怖的高温炙烤之下，林浩却没有任何反应。怎么会？看到林浩泰然自若的表现，白明大为震惊。他的大鹏经验可是堪比半神兽本源星焰级别的存在，就算少主再厉害，也不可能会对这种级别的高温无动于衷的赛前，白明就已经想到了这一招，用来对付少主，让他在三生鼎的保护下窒息。可现在他彻底傻了，不止白明看不明白，就是长老席那边一个个也是使劲揉着眼睛，不明白林浩为何能够抵御大鹏经验的炙烤。难道少主的身上还有其他什么抗火法宝？吃坤看得疯狂挠头。罗志简闻言略微沉吟后缓缓摇头。我想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少主的体内同样拥有一种特殊火焰，且其威势并不在大鹏经验之下。啊！几位长老纷纷望来。少主体内？这话或许有点离谱，毕竟罗莎灵族是没有什么火焰传承的。但罗志简给出的解释具备合理性，合乎逻辑。即便是东皇太一和林泰也想不出什么驳斥的理由。场面并未如白明所愿。你究竟是如何做到的？白明震惊不已。林浩脚踏虚空，蓦然垂眸，俊逸的脸庞逐渐露出一抹动容。我本不想用这个欺负你的，不过为了让你更好的理解，还是拿出来让你看看吧。随着林浩手掌抬起，当一簇黑色的火苗宛如跳跃的精灵出现在他的掌心，这一刻整片天地不堪负重，在极致高温的炙烤下开始出现大范围扭曲甚至崩塌的恐怖迹象。天地之间大片虚空开始无限扭曲崩塌，
宛如末世降临的景象，看得林家族人们悻悻抱头的同时，亦对少主林浩产生了深深的敬畏。那火焰是……东皇太一猛然站起身来，仿佛看到了什么极为可怕的东西。林泰在一旁瞧见一向不露声色的东皇太一居然会如此失态，不禁抱拳相问：东皇前辈，莫非您知道此火的来历？其他长老闻言也纷纷望来。面对诸多疑惑的目光，东皇太一没有多说什么，老脸异常阴沉。他心中极为震惊，一股来自于远古的记忆涌上心头，让他此刻胡须都忍不住剧颤。那个家伙不是早在3万年前就已经陨落了吗？为何他的混沌黑焰会出现在林浩的体内？这是邪帝前辈的本源心焰。这时端坐在侧的林仲平静开口，看向儿子的眼神满是欣慰自豪。邪帝。林泰不由得瞪大了眼睛，想起传闻中上古时期那位极为恐怖的大地强者，忍不住切声试问：你说的不会是那个3万年前大闹苍龙地界，使龙族几近灭亡的那位？林仲。正是他。林泰如遭雷击，半张着嘴巴，在听到这个真相后，僵硬地转过视线，再次望向林浩。此子居然得到了那位大地强者的本源传承，这一簇黑色火苗可降为打击漫天惊焰。所谓白氏最引以为傲的大鹏惊焰，在感受到混沌黑焰的力量后，如同狡兔遇雄鹰，瞬间萎靡了下去。白明怔怔地愣在原地，就这样看着漫天金色火海化作乌有，天崩地裂的景象下，只有那簇黑色火苗如火中王者降临世间，带着无尽压迫，让尘世间一切异火皆如宵小。原本体内澎湃的热血也不由自主地被刺灭了。我输了。白明渐渐低下头，不甘道：不是他不想打下去，而是在这种火焰的威压下，身为火系强者的他已经被狠狠地压趴在了地上，根本就反抗不了。这就是混沌黑焰的力量，这就是3万年前横空出世的一代邪帝带给那个时代无与伦比的震撼。3万年前的震撼今日重新降临，只不过他的主人换了一个名字，林浩。看台上一片呆滞的目光比比皆是，少主一路走来带给他们太多的震撼了，这是放眼整个灵族大比的历史长河中都不曾出现过的辉煌。如果硬要拿出一位来比肩少主，恐怕也就只有那位至高无上的林凡老祖了吧。而他们并不知道的是，即便如此，林浩所展露出来的实力也只是冰山一角罢了。地爆天星和森罗万象他还没有用，修罗问道者和罗刹问道者的传承也不仅仅局限于这些，他的未来没有人能够想象。不可议，不可言，不可妄论。我宣布，本届族内大比最后的胜者是少主。执事渐渐回过神来，突然发出一声兴奋的咆哮。这一刻全场沸腾，欢呼声、喝彩声、尖叫声充斥着整个会场内外，瞬间点燃了整个看台。少主刚刚从下界归来，便赢得了最后的族内大比冠军，一步一步用实力震惊了族内所有的人。不只是虎榜强者们皆被其征服，就算是在场的龙榜强者们在这一刻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莫大压力，一不留神恐怕就会被这个极度逆天的年轻少主所超越。全场都在欢呼，因为地族势力一向慕强。可此时长老席方向却一片沉默，很多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无奈。原本罗志简、素瑶他们都认为牺牲少主博一个丹地一个未来实属令人痛惜，但现如今当他们看清楚林浩真正的天赋后，他们改变主意了。这样的少主就不该为族人们牺牲。即便灵族没有丹地，只要将族内全部资源倾注于少主身上，未来在少主的带领下与修罗地族一较高下，胜负也未可料。一时间几位长老的视线全都落到了林仲的身上。林仲乃林家家主，掌控整个灵族，只要他肯改变规矩，就算是东皇太一也不得有异。然而林仲并没有如他们所想的那般去保护林浩，反而站起身来，压制着略微颤抖的声音，令全场肃静。浩儿，按照大比规则，如今你已夺魁，将代表我林家前往青苍古界，为东皇太一寻得传说之中的地顶。你可以在族内年轻一代中选择4个人与你同行，我灵族未来能否诞生一位丹地强者，就全靠你们了。林仲的话音落下，使得现场一片寂静。罗志简和素瑶对视了一眼，二人显然都没想到家主会这样选择。而林泰、林宇等一部分林氏中人在听到家主这一番话后，则是纷纷露出幸灾乐祸的神情。东皇太一这边相对就比较复杂了，一方面他希望林浩进去，这样一来自己就少了个威胁；另一方面他又不希望是林浩带队，因为地顶于他而言诱惑太大了。林浩他是真的信不过。当然在场除了林仲、九阴等极少数的人之外，没人知道
林浩是双神问道者，为了活下去，青苍界他必须去，哪怕三长老素瑶先前好心提醒，告诉了他青苍界只能进不能出的真相，他也一定要去。万众瞩目之下，林浩走下擂台，朝着石阶步步攀行，步履稳健，眼神坚定，果决无惧的性子令林仲既引以为傲，又心如刀绞。很快，林浩便来到了父亲的面前。父亲，我已经做好了前往青苍界的准备，这次行动关乎我族未来，所以具体人选我也早有考量。我要带的人有……等一下。没等林浩把话说完，素瑶突然起身，摇身一闪来到了他的面前，那生气的样子仿佛是在质问，明明都已经告诉你了青苍界去不得，你为何不听劝告？这要是在无人之地，他非打林浩屁股不可。面对无数族人诧异的目光，素瑶压下心头火气，豁然转身，义无反顾将林浩护在了身后，抬起头看向林仲，厉色道：家主大人，青苍界少主他不能去，我也绝不会让他去。今天白天停电了，晚上才更新，万分抱歉。三长老望着眼前这位不惜得罪众人也要维护自己的前辈，林浩心中很是感激。而林泰、东皇太一等人在听到素瑶的话后，脸色也都沉了下来。三长老，注意你的身份。林泰眼中带着杀意，厉色提醒。我什么身份？我身为林家三长老，有责任保护少主，尤其还是一位足以改变我林家未来的少主。素瑶完全不畏惧林泰的威胁之意。见状，大长老赤霄也站起身来。可这是我族大比的规矩，就算是少主也不能破坏，就是我们需要的公正、公平、公开。三长老这般藐视族规，不是要寒族人们的心吗？那些效忠于林泰的族人们纷纷发出质疑，其他人则在观望。素瑶就知道他们会拿规矩来说事儿，不由得轻哼了一声。规矩是人定的，自然也能由人来破，少主的潜力有目共睹，如果让他进入青苍界，将是我族莫大的损失。赤霄目光阴毒地盯着素瑶，随手指向看台方向。素瑶，你不要在这里胡闹，难道你敢说其他族人的命都微不足道吗？少主去不得，其他人就去得。非也非也。一向不喜争斗的罗志简此刻也站起身来，保住少主是为了让更多的族人活下来，因为少主将来一定可以带领我们抵御修罗地族的入侵，一定可以。赤霄忍不住发笑。罗志简，是谁给你的勇气，敢在这里妄下断言？我不过是说了一句实话罢了。罗志简心平气和道，这让在场的族人们大为震惊。要知道，平时他可都是自扫门前雪的，从不参与族内争斗，今天是怎么了？居然会为了少主而卷入这场临时争斗之中。四大长老如今有2位已经向家主提议，如果再有1位站出来，按照规矩，家主就必须慎重考量，采纳他们的建议，这便是4大长老的权限。一时间，大家的目光全都汇集在了4长老赤坤的身上。赤坤是个战斗狂人，只喜欢与人打架，并不擅长唇枪舌战。在看到诸多目光投望而来，他本能地看了一眼家主，期望从他那里得到答案。面对赤坤的求问，林仲脸色凝重，摇了摇头。赤坤立即喝道：我也不同意少主前往青苍界，我不是这个意。林仲瞠目结舌，无比错愕地望向这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匹夫。他的意思是让赤坤反对素瑶的提议，这也能会错意？有了赤坤的支持，素瑶得意地看向赤霄。大长老，现在3人反对少主前往青苍界，还有什么话可说？赤霄睚眦欲裂，胸腔气得翻江倒海。但规矩如此，他也无法改变，包括东皇太一和林泰也不得干预。没想到素瑶和罗志简关键时刻居然会如此维护林浩。林泰摩挲着袖中的手掌，此刻心中对于林浩的杀意已然爆表，此子绝对留不得。这是林泰和东皇太一此刻不谋而合的想法。哪怕林浩现在还很年轻，依然不妨碍这位年轻的少主能够带给他们莫大的威胁。就在林仲不知该怎么办时，林浩突然走过素瑶的身旁。父亲，青苍界我是一定要去的，并且我也一定会带着弟弟回来。浩尔林仲微微一怔，他从不奢望林浩能回来，他只希望他的儿子可以在青苍界好好的活着。林浩，你疯了吗？那是太初金祖龙的陨落之地，驼设下的法则，连大地强者都不能破之，你如何能破？素瑶银牙紧咬，怒斥。林浩平静抬眼，从容抱拳。三长老，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青苍界我有不得不去的理由。不得不去的理由。罗志简听到这话后，错愕地抬起头，这才瞧见家主暗暗朝他点头。原来这一切都是家主和少主商量好的。可是素瑶还要争执，却被罗志简一把拽住。既然少主已经做出了选择，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罗志简说话间，
故意在他的掌心写下了几个字，这让素瑶身躯一颤，不可置信看向对方。林浩走上前来，含笑看向父亲，道：“我要带的4个人，分别是萧炎、宁阮、白明和青蒙。”此话一出，全场寂静无声，无数错愕的目光汇集而来。先不说青蒙作为虎榜第1的疯子，带他去会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单是萧炎和宁阮的选择就已经让族人们无法理解了。浩儿，我知道你和下界来的那几个人关系匪浅，但清仓界绝非善地，相比于他们2人，不如带上云奇和薛聪更为稳妥。林仲劝道：“父亲，你也说了，清仓界乃混乱之地，里面究竟是什么样子，就连咱们地族势力都无法知晓。既然如此，为何不选择潜力更强的人带在身边呢？”林浩反问：“潜力更强？就那个萧炎和宁阮？”林仲是真没看出来，他们2个有什么潜力。当然，林浩也根本不需要他们具备多么惊人的潜力，只要对他忠心就够了。至于实力，有他在，猪都能飞升，何况是人。林浩做事果决，素来不听人劝，林仲也看得出来，当即叹道：“好吧，但有一点你需要有心理准备，青蒙，你不一定能带得走。不试试又怎么知道结果呢？”林浩从来不喜欢做没有挑战的事，而且那个青蒙力气大的惊人，别看他表面上是大成境中期的修为，按林浩预测，就算是神游境强者来了，单拼蛮力的话，恐怕也不会在他手中讨到什么便宜。那我现在就带你去找他吧。林仲站起身来，随后转目看向云奇所在的方向。云奇，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如果青蒙那边实在是请不动，你就接替他的位置，陪浩去往清仓界。是，家主大人。云奇恭敬领命，并神色复杂望向少主。赛前他就做好了前往清仓界的准备，却不成想自己乃虎榜第3强者，居然会落选。眼看林仲父子2人即将御空离去，东皇太一这时突然站起身来：“等一下！”林仲踏着虚空，在听到东皇太一的呼喊后，疑惑回头：“东皇前辈，你有何赐教？”东皇太一，我……没等他把话说出来，林浩突然抢先一步，平静说道：“我想东皇塔主是在担心，这4人之中，一个是桀骜不驯的白氏天骄，一个是不受百控的疯子，另外2个又是少主的亲信。一旦让他们夺得地顶，即便能找到离开清仓界的方法，恐怕也不会将之送到我这里来。我猜的，对吗？”林浩的话全中了，这让东皇太一等人如遭雷击。天赋如此恐怖的少主，居然还有这般心性。运筹帷幄，权掌陈心这种人，若是自家晚生，怕是做梦都要笑醒。可他偏偏是陈俊然的儿子，可恨，可恨啊！东皇太一将眼中杀意尽数收敛，呵呵笑道：“少主说笑了，我是觉得青蒙你是请不动的，倒不如让云哥陪你一同前往清仓界，他是炼药师，应该能帮得上你。我自己本身就是5品炼药师，何须他来相助？”林浩含笑反问：“什么？既是阵法师，同时又是炼药师？”全场瞬间一片哗然，这根本就不可能！东皇太一怒然喝道：“世上怎么会有人能双修特殊职业呢？他活了数万年，压根儿就没听说过这种逆天之事。唉，我先走了，东皇塔主珍重。”林浩随意摆了摆手，在父亲的陪同下飞出了天际。看台这边无数呆滞的目光比比皆是，少主真的能单阵双修吗？应该是故意气东皇太一才这么胡说八道的吧，一定是这样。罗刹地界桃仙村，我这个二弟为人鲁莽，性格孤僻，可他却是我灵族1000年来天赋第1人。当年他本有望像祖父那般成为第9位殿堂罗刹，可惜因为一件事，他和父亲不欢而散，最终离开林家，来到了这个世外桃源隐居。青蒙自幼便在他身边长大，如果你想要带青蒙前往清仓界，就得说服他，但很难。提及自己这个传说中的二弟，林仲也很无奈。二叔林图当年是因为何事而放弃殿堂罗刹的位置的？林浩还是很好奇，毕竟殿堂罗刹可是林家人人向往的，怎么可能说放弃就放弃呢？哎，这件事以后再和你说吧。总之，你需明白一点，他是一个不通世故之人，你千万不可以激怒他。林家1000年来就2位强者曾打上过罗刹殿堂，第一个是他的夫人陈俊然，第二个便是他这个脾气怪痞的弟弟林图。桃仙村乡间小路，随处可见盛开的桃花，十里飘香的绝美景象，看得林浩赏心悦目。如果等他无敌于上界，届时找一个这样的仙境隐居，也不失为一个更好的选择。很快，他们就来到了一栋茅草屋前。茅草屋略显简陋，很难想象里面住着一位地族传奇。院子里，青蒙穿着一袭青色衣裙，正在那儿弯腰洗头。在听到脚步声后，他下意识抬头张望。是你？
看到林浩，青蒙目露炙热的窘光，仿佛随时都要跑过来，要求和他再打一架。林仲来到院中，摸了摸他的头，然后回身叮嘱：“浩儿，你就先别进去了，先让我一个人试试吧。”说着，直接推门走进了草屋。就在这时，青蒙原地一个起跳，直接倒挂在了屋檐下，然后用力一甩头发，干了。林浩看到那青色的裙子也跟着翻了下来，露出不可直视的妙极风景，当即保持君子风度，果断移开了视线。这疯丫头！青蒙并不懂何谓男女有别，也不知道啥叫走光，轻盈落地后，径直跑到了林浩面前，一双星瞳明眸泛着期待的神采。你是来找我打架的吗？我已经想到要怎么对付你那个同树了。林浩，你该不会是想要闭上眼睛吧？青蒙，正是。瞧见他满脸兴奋的模样，林浩平静说道：“我的飞跃可不是闭上眼睛就能抵御的啊，闭眼都不行，那要如何破你那一招？”青蒙有点郁闷。林浩，总之很难。飞跃的幻术不是通过视觉来发动的，而是通过气。当然，这个秘密别说他不告诉青蒙，就算是告诉他，他一样没有办法抵御。如果混沌神瞳是那么好破的，当年那位邪帝前辈也不会连修罗地界的陈道玄都不放在眼里了。邪帝的陨落着实令人惋惜，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林浩也很想弄清楚。毕竟他答应郭邪帝一定会帮他报仇。再加上陈道玄所统领的修罗殿乃是目前上界公认的最强势力，同为地族，哪怕林浩不去找他的麻烦，他也一定会找上林家的，将触手伸到林颖的身上来，就是最好的证据。砰！突然茅草屋内传出一声闷响，紧接着林浩就错愕地瞧见父亲捂着一只眼睛走了出来。哎，咱们回去吧，青蒙是带不走了。林仲无奈叹息，他就想去和林图讲道理，就被打了个乌眼青。林浩愣在原地，望着那跟在父亲身后从茅草屋内走出来的中年男人，眼皮忍不住狂跳。连家主都敢打这家伙，果然很危险。你就是林浩？林图魁梧的身躯站在屋檐下，就像一只泰坦巨兽似的，极具压迫感。如果换做其他人，此刻怕是早就恭恭敬敬上前应声了，搞不好还要磕一个。但林浩不会那样做，因为他明白，像林图这样的强者，一定看不上卑躬屈膝之徒。索性赌一把，直接一把拉住父亲，并面向林图厉色质问：“我爹是你打的？”浩儿！林仲吓了一跳，急忙冲他摇头，示意他不要招惹林图。在林家，除了林凡老祖和殿堂罗刹外，无论东皇太一还是林泰，都不敢来招惹林图，甚至对他避之不及。然林浩依旧保持冷漠，还有点小怒的样子。于情，我爹是你大哥，兄长如父；于理，我爹是林家家主，你是不是应该为自己的鲁莽道一声歉呢？林图眼瞳闪过一丝血红，浑身戾气暴涌。你让我道歉？林图活到现在就只遇到过一个让他道歉的人，那就是他的父亲毒罗沙林寒，也是8位殿堂罗刹中唯一的灵性之人。除此之外，他就没遇到过敢在他面前这么狂的。眼看林图步步逼近，林仲脸色微变，迅速将儿子护至身后。大哥，你不过圣王初期的修为，还是不要在我面前班门弄斧的好。林图的话威胁之意甚浓，顷刻间便让林仲汗流浃背。确实，二弟的实力已经足以比肩殿堂罗刹了，远非他或是东皇太一之流可以相及。但林仲突然一个瞬步来到了他的面前，紧绷的脸庞强挤出一抹难看的笑容。浩儿他刚刚自下界历练归来，尚不知族内诸事，你又何必要跟一个孩子一般见识呢？林图，滚开！林仲，你！林图丝毫不给他留任何情面。就在他打算动手之际，林浩突然喝道：“如果你想掌控魂诀的力量，现在就跟我爹道歉。”你说什么？林图不由得停下了脚步。他已步入圣境，无可厚非，但他却是圣境强者中唯一不会开启魂诀的人。林图皱了皱眉，连东皇太一都做不到的事，你能帮我？要知道，当年他为了向东皇太一寻求开启魂诀的方法，差点毁了整个丹云塔，到最后还是火罗刹薛豪下凡平息了这场干戈。东皇太一不行，那是因为他的眼界就在那里。他不行，不代表我不行。林浩坚定的语气容不得林图质疑。林仲此刻也忍不住狂喜，一把按住了儿子的双肩。浩儿，你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有办法帮你二叔开启魂诀？林图可是修罗地界极为忌惮的存在，如果他能够开启魂诀，实力必然更上一层楼，这可是灵族莫大的喜讯啊！面对父亲的追问，林浩平静说道：“二叔体内煞气太重，而且这种煞气并非来自于所修炼的功法，依我看，应该是他的血脉变异所致。”林仲愣住了。浩儿说的不错，的确如此。林图，你是如何知道的？
林浩，我如何知道？你无需多问，我只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道歉或是永远无法开启魂诀，你自己选。哈哈哈哈！林图突然仰头大笑起来。好小子，你是第一个敢这么威胁我的人。林浩耸了耸肩，毫不在意。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杀了我，然后背负骂名离开林家。只不过这样一来，你在祖父的眼中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了。林图，当年他的确是和父亲发生过争执，甚至交过手，那是因为他觉得不公平，他只想为自己也为爱妻讨回一个公道。与其说林浩在逼他低头道歉，何不说当年他也在逼他的父亲认错。今日的林浩像极了当年的他，看到林浩桀骜不驯的模样，他心中也在追问自己当年都没有做到的事，如果换作是他，又能否做得到呢？林图深吸了一口气，身上的戾气瞬间消散。你可知你的祖父是怎样一个人？大哥，父亲是我林氏唯一的殿堂罗刹，他的为人咱们不可非议啊。林仲急道。那是因为你太窝囊，对他唯命是从，不然得话，大嫂当年又怎会被逐出林家？林图愤怒呵斥，瞬间让林仲愣在原地，哑口无言。林图随手指向林浩，喝道：他可比你有骨气多了，如果将来林家能落到他的手中，那一定是咱们林家之大幸。二叔居然提到了母亲林浩，双目微眯。这时林图缓和了一下暴躁的情绪，再次将目光落到了林浩的身上。说说看，你如何能帮到我？林浩也不废话，反手一抬，一本金光绽放的古籍顺势出现在了他的手中。此功法名为九星霸体诀，最适合霸道之人修炼，有了它，你不仅可以开启魂诀，实力还能突飞猛进，未来就算超越那些殿堂罗刹也不是不可能。林浩直接就将古籍隔空丢了出去。林图一把将之抓住，展开细看，果然上面所记载的东西非常适合他的体质去修炼。林图也震惊了，他万万没想到一个如此年轻的侄儿居然能拥有这等高深莫测的功法。此功法毫不客气地说，即便放眼整个林家，也寻不出能与之比肩的存在。林图深吸了一口气，终于是亲眼在林浩的身上看到了不可想象的未来，当即面向林仲抱拳喝道：大哥，之前是我错了，不该和你动手，你若不爽就打回来吧，我绝不还手。林仲啊，一时有点懵，脑子都转不过弯来了。浩居然真的让二弟向自己认错了。还有，青蒙必须和我走，只因他是人与龙的孩子，普天之下恐怕也只有我才能带给他真正的未来。林浩再次说道。这……林图错愕地望向林仲，林仲疯狂摇头，意思他的身份他半个字都没有向儿子透露。龙族皆来自于苍龙地界，青蒙的事如果节外生枝，极有可能会引发苍龙地界的不满，甚至影响两大地族联合抵抗修罗殿的决心。林图神色无比严肃。侄儿，此事关系甚大，你可明白？林浩明白。青蒙的身份在他上一次和他交手时使用混沌神瞳的时候就看清楚了，只不过有一点令他费解。林浩，我能知道他体内龙的血脉是什么龙吗？林图和林仲对视了一眼。林仲，这个就连我们也不清楚，似乎目前苍龙地界所有的龙族血脉都和他的不太一样。未知林浩素来对未知的东西极感兴趣，当即点头。也好，那就让我一点点去探究吧。青蒙，我们走。林浩直接转过身去。青蒙还在树上荡悠悠，听到这话后一脸狐疑。去哪？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喜欢。林浩的声音隔空传来。青蒙先是有些忌惮地看了一眼林图，在看到他点头首肯后，这才兴奋地追了上去。林仲同样踏上了虚空，目视二弟的身影在视线中越来越小，心中对于浩儿的表现无尽感慨。浩儿，你的未来或许会是3000上界古往今来任何一位帝者都无法比肩的吧。2个月后，林浩一行人在林仲的亲自带领下，终于来到了天之渊。距离炼到顶的干枯只剩下半年左右的时间了。林仲忧心忡忡，将一枚青色令牌交到了林浩手中。这是罗刹帝令，万年前父亲也曾派人前往青苍界，只要你拿着这枚令牌，并将魂力注入其中，便可感应到同样持有令牌之人的方位。我相信经过万年的时间，他们一定在青苍界立稳了脚跟，届时他们的所在便是你的根基。各方势力对于青苍古界都充满了好奇。万古年间，3大地族、7大圣地以及其他各方势力均派出可靠的强者前往青苍古界。历经时光蹉跎，岁月沧桑，这些势力的强者们在青苍界繁衍生息，暗流激涌，如今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外界的人全然不知。里面一定会有修罗地族的强者。浩儿，你要知道，修罗地族无论强者的数量还是质量，都远在咱们灵族之上，所以等进入青苍界，你切不可大意，
第一时间要先去找到族人们，然后再从长计议。林仲依依不舍地拉着林浩的手，再三叮嘱，生怕他在清仓界遭遇什么不测。影子6人众此刻分别把守不同的方位，以确保家主绝对安全。九阴那边也不忘偷瞄了少主一眼，因为这一别恐怕就是永别了。林浩没有过多的言语，毕竟这只是名义上的父亲，而非真正生养他的亲爹。相比之下，他心中没有多么伤感，而且他也不相信凭借双神问道者的传承，他能被永远困在这清仓古界之中。走了。林浩一个手势，萧炎、宁阮、白明、青蒙4人瞬间跟上他的脚步，一起冲进了天之渊的巨大漩涡。望着儿子的身影终于消失在了天之渊，林仲含泪抬头，仿佛在对什么人诉说着心声。如果将来我们与修罗地族不可避免，必有一战，或许让浩进入清仓界是最好的选择。俊然，你若在我身边，也定会支持我的抉择，对吗？这里就是清仓界。5人站在一片远古大森林之中，感受着这里极为充沛的灵气，不禁有些惊讶。这里的天地灵气，其充沛程度居然丝毫不逊色于罗刹地界。如此宝地，若非因为有太初金祖龙的法则限制，恐怕早就沦为地族地界了。这里灵力太充沛了，看来生活在这清仓界的强者，实力也绝对不容小觑。少主，咱们还是先去找先辈们吧，或许他们会知道地顶的下落。白明还不知道林浩进来的目的是为了猎杀问道者。林浩点了点头，拿出罗刹地令，将一缕魂力注入其中。地令瞬间被青色霞光所包裹，不多时，那些璀璨的金光就化作一道箭矢，指向某一个方向。这玩意还挺先进。看到箭矢指引方向，林浩不由笑道：先进。4人好奇望来，没什么，咱们动身吧。林浩身形一动，瞬间带着4人朝箭矢指引的方向飞驰而去。这一路上，偌大的原始森林居然看不到半只妖兽的影子，有的也只是一些飞禽走兽，不免让林浩等人心生疑惑，为什么会没有妖兽呢？萧炎背着玄铁重尺跟在林浩身后，十分诧异。按理说，这等天地灵气足够将飞禽走兽孕育出灵智来，继而诞生各种各样的妖兽了。刚来到清仓古界，就遇到这么离奇的事。这方世界似乎处处都透着诡异。经过1个多时辰的高速奔驰，他们终于是在黄昏时分来到了一片富饶的州地。街道上行人湍急，车马如龙，人们穿着的服装尽显当地之繁荣昌盛的景象。在这里，一切都是未知的，所幸繁花似锦的熙攘环境方便了林浩他们可以暗中调查。宁阮，你怎么了？脸色看上去那么差。青蒙背着小手凑到宁阮面前，宁阮俏脸苍白，不知作何解释。一旁林浩淡淡说道，他和萧炎刚服用了100余枚丹药，气色差也是正常的。100余枚丹药？白明闻言不禁大惊，少主在说什么胡话呢？一个人怎么可能一下子服用上百枚丹药？少主口误了，一定是。不是。宁阮脸颊绯红，捂着小腹，有点难以启齿。女孩子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不舒服。林浩，白明，什么意思啊？林浩，别问，原来是癸水来了，难怪。林浩低头看了下手里罗刹地令上面的箭矢，方向一直是在前方，可距离到底有多远尚不清楚。算了，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林浩带着几人走进了一家客栈。客栈里，一位瞎眼先生正坐在桌前夸夸其谈。这一次魔宗妖女放言称，圣如山庄问道者临，苍龙入室，天下大乱。依我看，什么问道者之谈，不过是他迷惑人心之手段。他真正的目的是想让儒门大乱，从而祸乱我灵州，将我灵州所有正道宗门一网打尽。问道者临。林浩瞬间停下了脚步，好奇望去，一群人围在瞎眼先生身旁，人群中热议声接踵而至。魔宗妖女素来阴险狡诈，诡计多端，但愿这一次儒门能挺过这一场浩劫吧。是啊，儒门可是咱们灵州的正派翘楚，儒门若倒，咱们灵州也将沦为人间地狱了。那天杀的妖女，她怎么不去死呢？上天开开眼，来一道天雷劈死她吧。萧炎走上前去，点了点一个大叔的肩膀，待对方回过身来，这才相问，敢问你们口中的圣如山庄是？中年男人愣住了，一副看天外来客的样子。你连儒门圣地都不知道？萧炎谦逊解释，哼，在下来自远乡深山，对这世间诸事不甚了解，让大叔你见笑了。中年男人点了点头，山里人啊，难怪了，这圣如山庄乃儒门2圣所创，万年间守护着咱们灵州，可谓是咱们灵州最强的势力，即便是放在整个5朝，那也绝对称得上前30的存在。由2圣所创，圣级强者。萧炎震惊地看向林浩，不是吧？一个圣地势力在5朝，居然只排名地等等。5朝？萧炎疑惑地看向对方。
中年男人顿时一拍脑门，也不知道你是从哪个大山里跑出来的孩子，怎么什么也不知道啊？五朝就是咱们青苍界的王朝，乃四大仙宗之一武皇殿所扶持，凡日月所照，山河所至，皆为五朝王土，包括你自幼生活的深山，这下明白了吗？萧炎再次抱拳，多谢大叔告知。也就是说，青苍界只有一个王朝，那便是这五朝，而五朝的背后是什么四大仙宗之一武皇殿。林浩将宁软安顿好，让白明和青蒙留下来负责照看他，自己则是带着萧炎离开了客栈，继续去寻找族人们的踪迹。如今的萧炎服用大量丹药，并将灵魂出卖给林浩，修为已晋升至半步御法境。数九寒冬，街道上人来人往，有人素裙青衣，有人棉袍裘袄，通过衣着就可辨别一个人是凡人还是武者。诸如林浩和萧炎在这冷冽的寒冬，锦绣华服，风度翩翩，单薄的服饰一看就是习武之人，但二人这一路走来，倒是吸引了不少人顿足观望。形形色色的路人就跟看猴一样，目光虽没有什么恶意，却让二人很不舒适。林兄，咱们不会已经被人发现了吧？萧炎凑近林浩身旁，小声提醒。林浩没有说什么，继续前行，保持泰然。娘，你快看，那两个大哥哥长得那么好，居然还敢出门。这时，一个小女孩手里攥着串冰糖葫芦，站在一家民宅门口，指向林浩二人喊道。林浩旋即停下了脚步，随后一个妇人跑了出来，看到林浩和萧炎后，同样有些惊讶。林浩实在忍不了了，索性径直上前询问：这位大婶，不知我们这样上街有何不妥吗？大婶神色复杂：二位公子是外地来的吧？林浩点头。大婶，这就难怪了，我劝你们两个还是早些回家去吧，这天就要黑了，你们穿成这样在外面很不安全的。林浩，萧炎好奇皱眉，为何这么说？大婶，二位公子有所不知，咱们灵州有一位采花女贼，专采年轻俊秀的男子，天只要黑了，这但凡相貌堂堂的年轻男子就不敢出门了。女采花贼？林浩和萧炎相视一怔，男采花贼经常出没，害全城女子夜间不敢出行的，他们听过。女采花贼害一州之地的男子不敢出门，这简直到反天罡，太逆天了点。原来是这样。林浩弄清楚真相后，谦逊抱拳，多谢大婶提醒。说罢，带着萧炎径直离去。随着二人一路前行，林浩错愕地发现罗刹地令的剑矢愈发躁动起来。当其威势已经难以控制时，二人终于停下了脚步。眼前是一座气派的宗门，孤山一座，傲然立于城中，圣如山庄。抬头看了一眼门楣上龙飞凤舞四个大字，林浩灵目微眯。与此同时，门前两位穿着朴素的护卫也开始警惕了起来。二位是？其中一名护卫厉色询问，并不由自主捏住腰间剑柄。林浩淡淡的看了一眼他这动作，道：敢问贵庄主人可是姓林？不是。那护卫凶目相向，快说，你们两个顿足于此，意欲何为？不是。林浩眉头一竖，袖中剑实已然改变方向，指向此庄，也就是说，祖父于万年前派遣至青苍界的族人们就住在这里。可这护卫怎会矢口否认呢？难道说是先辈们遇到了什么麻烦，故意隐姓埋名？林浩似乎嗅到了一丝不祥的意味。那我可以见一见贵庄庄主吗？护卫上下打量，笑话，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想见我家庄主？啪！林浩直接反手一巴掌招呼了过去，打得那护卫原地转了数圈，应声倒地。另外一人吓了一大跳，急忙拔剑大喊：来人，快来人啊，魔宗妖人现身了！魔宗妖人？萧炎眼皮狂跳，不是，这圣如山庄的人是怎么回事？这么不讲道理，还乱扣帽子呼呀呀的人影很快就冲了出来，将林浩二人团团包围。这些人见风所向，令林浩莫名火大。我只说一遍，我并不是什么魔宗妖人，此番前来，我只想见一见你们庄主。林浩保持克制，冷冷说道：将这两个妖人拿下。岂料这些人完全不讲理，一时间所有人同时出剑。林浩脚掌猛地往地上一踏，砰，地面瞬间暴土飞扬，所有入门弟子全都被突然爆发的灼热气浪掀翻了出去。啊啊！惨叫声乍然响起，引不少路人遥遥张望。少主，萧炎拉住林浩手腕，冲他摇了摇头。如果这圣如山庄真是有两位圣境强者坐镇，那他们初来乍到就在这里大打出手，着实不智。萧炎行事谨慎惯了，但林浩没那么好的脾气，况且在这青苍界，他可以毫无保留动用修罗之力，就算遇到不可力敌的对手，他也还有一招金蝉脱壳呢。走，跟我进去看看。林浩直接走进了圣如山庄，萧炎见劝不住，也只好跟了上去。快看，有两个年轻人硬闯圣如山庄，难道他们是？
那魔宗妖女唐敏派来的。不过2个人就敢硬闯，他们怕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之间，一辆马车驶来，马车停靠在路边，随着车帘被掀开，一张绝美容颜清视可见。玉儿，去听听外面发生了何事。女子温柔的声音随之响起。是。婢女玉儿立刻下车，片刻后归来汇报。回小姐，他们说刚刚这里有2个年轻人硬闯圣如山庄，好像是魔宗妖女的手下。女子略微沉默，方才笑言，他们不可能是魔宗之人。玉儿颇为好奇，小姐何以断定？女子平静的声音再次响起。魔宗妖女若想派人强势镇压圣如山庄，又怎会散播消息，说什么问道者灵呢？我想，这2人应该是冲所谓的问道者来的。圣如山庄内，不少弟子都被林浩打翻在了地上，但林浩已经留守，并未伤及他们要害。一路来到主殿之前，10余名老者灵力冲天，这些人都是天机境强者，与林浩修为相当。为首的是一名素衣女子，女子妆容清丽，肤如凝脂，一张俏脸扬着难以言喻的倨傲。2个人就敢硬闯我圣如山庄，你们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清冷的声音带着无上倨傲，轻蔑隔空传来。林浩嘴角微掀，淡然抬眼，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你就知道了。我当然知道，在灵州，我圣如山庄就是天，就是地，就是灵州生灵万物的庇护者。即便你们是魔宗妖人，想来这里找事，那也得掂量掂量自己是什么分量。小丫头年纪不大，脾气不小。林浩饶有兴致，看着她身上跳跃的灵力波动，只有天机境初期的程度，不禁笑问：那你就过来掂量掂量，我是何分量？来就来，怕你啊！女子身形一动，直扑林浩而来。念慈，不可大意。后面长老见状，骇然失色。就在女子刺来的剑影即将触碰到林浩胸膛时，林浩闪电般一把抓来，直接将剑抓在了手中。徒手！女子大为一惊，错愕抬眼。下一刻，林浩抬起手，食指弯曲对准她的脑门，啪一弹，劲气涌动，瞬间将女子弹了个人仰马翻。啊！女子疼得从地上爬起来，捂住红了的脑门，眼中闪动着泪光，怒骂：一个大男人跟女人动手，你他妈真下头！下头！林浩眉头一挑，男人就该有风度，哪怕比武切磋也不能打女人。你皱什么眉头？我说你下头，你敢反驳吗？女子倒是理直气壮起来了。先前她刺来的这一剑明显是奔着杀林浩来的，这可不像比武切磋该有的样子。哎，女人果然只会无理取闹。林浩摇了摇头，我无理取闹？呵呵。女子笑了，好，我无理取闹，我蛮不讲理，是我侮辱你人格了，那你来打我啊，有本事你再打我一次。他直接退到了那些老头身后，看自己打不过，准备打算让长老们动手。行，如你所愿。林浩信步向前行去，萧炎在后面看着，这种时候他实在上不去场，因为他才初入半步域法境。毫不客气地说，在场这些儒门高手，任何一人都不是他现在所能应付的。林浩行走间，体内天机境后期的灵力波动，如影随形。没想到此子居然年纪轻轻就有这般修为，一众老者先是一怔，但很快都冷静了下来。就算他天机境后期又如何？这么多天机境的长老，如果连他都拿不下，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出去混？上！给我拿下这个狂妄自大的魔宗妖人！女子愤然抬手指去，刹那间10余道天机境气息澎湃而起，伴随着那些老者齐冲而来，身后气势如海浪般向林浩狠狠拍了过来。面对这些儒门长老们的攻势，林浩脚下微顿，随手取出一把木剑，向前轻描淡写一扫，砰砰砰砰，老者们手中的剑当场折断，所产生的剑势余威更是将他们直接掀飞了出去。望着长老们相继落地，女子整个人都傻了，眼看林浩就这样走了过来，她打着哆嗦向后退去，并出言威胁：我告诉你，我可是李孝廉的孙女，你敢伤我半分，我祖父定不会饶了你。他这不说还好，这话说出来，林浩还真就不得不打他了。咻！林浩瞬间出现在他面前，砰一拳直接砸进了他的胸口，势大力沉的劲道让女子双目血突，一口鲜血便喷了出来。女子再也支撑不下，抓着林浩的衣服缓缓瘫软了下去。林浩就这样俯视着她，淡淡说道：我最恨的就是别人拿话威胁我，记住了吗？女子此刻已经被打得有点失聪，眼神都变得空洞了。还有，武道世界应遵循男女平等，当你拿剑刺向我时，你就不该再奢求性别上的特权。林浩颇有耐心教导，随后直接一脚踹脸，女子当场横飞进了大殿。后面那些围成半弧的儒门弟子们齐齐一颤，前方10余名长老也是汗流浃背，每一个人的眼中都充斥着深深的忌惮。自从我来到这里，
你们就一口一个魔宗妖人，栽赃我，辱骂我，不分敌我，是非难辨。若非我想弄清楚一件事，你们觉得自己还有命活吗？林浩的话音充斥着整个大殿内外，余音袅袅。其中一位长老擦去嘴角血渍，质问：那你想弄清楚什么事？林浩，我想知道，你们儒门可是林氏中人所创？林氏？众长老一头雾水。那人稍稍整理了一下衣袍，道：我儒门乃是由二圣所创，师祖和师伯祖皆姓孔，并非姓林。林浩双目一眯，圣境强者。此话一出，众人再次懵逼了。老者疑惑不解，敢问何为圣境强者？林浩、萧炎。老者直言：师祖和师伯祖才智杰出，品德高尚，素以庇护天下苍生为己任，此为圣贤。林浩，圣贤的圣。老者，不然呢？好，搞了半天，二圣是指二位圣贤。就说嘛，连父亲那样的地族族长都只是一位圣王境初期强者，而在整个灵族，普通的圣境强者也能跻身为4大长老。清仓界一个排名前30的势力，又怎么可能会拥有圣境强者嘛？圣境强者凌驾于天道之上，又不是烂大街的白菜。终于搞清楚了这所谓的二圣，林浩继续问道：那你儒门之中姓林者有多少？几个老头面面相觑，一个没有。什么？林浩不由得瞪大了眼睛。罗刹帝令的指引明明就在这儒门之内，怎么可能一个林氏先辈都没有？不对，他们没有说实话。庄主。这时后面的弟子们突然齐声喝道，长老们也相继躬身。林浩和萧炎顺势望去，只见在2位鹤发童颜的老者陪伴下，一名风度翩然的白衣青年正在向这边走来。青年的出现使得林浩袖中的罗刹帝令剧烈震荡。林浩没想到这圣如山庄的庄主居然如此年轻，不过其气势倒是不俗看样子。另一块罗刹帝令就在他的身上。二位来我圣如山庄，这般行事，意欲何为？年轻的庄主止步，目视长老们浑身是伤，明显有些生气。林浩感受着罗刹帝令的躁动，几乎已经可以断定另一块帝令就在他的身上。不知庄主尊姓大名？萧炎走上前来，抱拳相问。他们居然不知道庄主的名字。青年身后的二老面面相觑。鄙人穆晨舟，不知二位是？白衣青年同样抱拳。穆林浩眼神微变。林浩。林浩淡淡回应，打量着对方，直接开门见山：你的身上是否有一块青色令牌？这……穆晨舟闻言骇然失色。身后2位老者似乎也大吃了一惊，显然他们都知道罗刹帝令。然穆晨舟回想起师父之前交代的事，若有人问起罗刹帝令的事，便矢口否认，当即说道：没有，真的没有。林浩显然不信。这时李念慈自殿内捂着胸口，艰难的扶门走了出来。庄主，这人一定是魔宗妖人，不可放过他。穆晨舟闻言沉默不语。身后一位老者在瞧见自己的宝贝孙女被打成这样后，当场震怒：小子，你敢烧我孙女！老者正要上前给孙女出气，却被穆晨舟拦了下来。穆晨舟就这样盯着林浩，沉默半晌，似是在思考着什么。你们离开这里吧，这儿没有你们想要的令牌。半晌后，他终于开口：庄主居然要放他们走！李念慈不甘咆哮：庄主，他们是魔宗妖人，如果就这么放他们离去，天下人会如何看我们？他们不是魔宗的。岂料穆晨舟直接替林浩和萧炎开罪：魔宗妖人不可能不知道我的名字。李念慈，可这若是他们故意装出来的呢？穆晨舟手一抬，语气坚定：无需多言，我自有定夺。今日之事，我可以既往不咎，希望你们2个好自为之，莫要再来这里。穆晨舟挥了挥衣袖。庄主反常的表现让庄内众人一脸茫然。然而林浩来都来了，又怎么可能空手而归？罗刹帝令乃我灵族之物，你若不想和我扯上关系，便将它交出来吧。林浩伸出手来。穆晨舟，我说过了，这里没有你要的东西。二人四目相对，轰！澎湃气息瞬间拔地而起。相比于林浩的气息，穆晨舟周身的灵力风暴明显更强，已然达到了万法境中期。可即便如此，他这修为也就和云奇不分伯仲而已，这种程度还不足以威胁到林浩。此时的林浩气息上处于劣势，却如同一位强者在俯瞰着弱者。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不要试图挑战我的耐性。穆晨舟，天机境威胁万法境。穆晨舟想不明白这个人何以如此自信。庄主。这时其身后一位老者开口劝道：那魔宗妖女盯上咱们，费尽心机在外散播问道者的谣言，无非就是想要那枚令牌。既然这个人想要，不如就将令牌交给他，
也好避免咱们被卷入一场腥风血雨之中啊。令牌乃恩师赐我之物，岂能拱手让人？沐尘舟厉喝道。林浩淡然抬眼，如此说来，你是承认罗刹地令就在你的身上了？沐尘舟，是又如何？林浩不知道那所谓的魔宗为何执意要争夺一块公族人相认的地令，旋即心平气和道：我想你的师傅应该姓林吧？不错，他的师傅叫林啸。突然一道女子的声音响起，众人闻声望去，当见到一名衣着华丽的俏美女子带着个高大魁梧的护卫走过来时，所有庄内弟子皆躬身行礼，见过迦南郡主。人们眼中带着恭敬，望着迎面走来的女子，沐尘舟一时有些恼火。小妹，你怎么可以随意说出我恩师的名字？迦南郡主名叫穆苏，是青州穆王府的千金，同时也是沐尘舟的亲妹妹。她来到沐尘舟面前抱怨道：哥，你好歹也是我王府世子，当年听命于林啸接替这圣如山庄庄主之位也就罢了，如今还要为了他留下的一块狗屁令牌而被卷入这风波之中呢，值得吗？沐尘舟义正言辞：恩师待我恩重如山，他的吩咐我无有不从，你不要在这里胡闹，退下。哥，穆苏愤愤跺脚。沐尘舟豁然拔剑指向林浩：我不管你是什么人，莫说是你，就算唐敏来了，我也绝不会交出令牌，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林啸，念叨着这个名字，林浩总算是知道这枚地令之前的拥有者是叫什么名字了。看来林家先辈果然还在青苍界，而眼前这人身为林啸的弟子，为保护地令不惜卷入血雨纷争，足见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林浩赞许般点了点头：行，我今日可以放过你，但你想过没有，这烫手的山芋你真的有能力保护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沐尘舟字字铿锵：勇气可嘉。林浩拍了拍手，转身给萧炎递了个眼色，二人直接离去。咦，他们就这么走了？穆苏看得有些懵，沐尘舟也有些疑惑，不明白他为何突然不要地令了。随后厉色看向妹妹，训斥道：现在魔宗妖人随时都可能进犯我圣如山庄，这种时候你跑到这里来做什么？快回家去，干嘛一见面就凶我？我才不走呢。穆苏挽住兄长的胳膊，撒着娇：哥，我是带人来帮你的。沐尘舟闻言看向那魁梧的男人，就凭常威。穆苏，当然不是他了，李光也来了。李光，听到这个名字，众人大喜。李光可是青州第一剑，穆王爷手下最强之人，如他也来了，那说不定他们还真能和魔宗妖人一较高下。林兄，为何不再追问下去？萧炎行出圣如山庄，好奇询问。面对满街围观群众，指指点点，林浩视若无物。那个魔宗似乎来头不小，依我看，圣如山庄根本就应付不了，到时候那位林啸前辈必然会现身相救。原来是这样，林兄高见。萧炎缓缓点头。当然，能否找到林家先辈，其实对我而言也没那么重要，我真正期待的还是那句预言：圣如山庄，问道者临，苍龙入室，天下大乱。快看啊，那两个人居然出来了，能够硬闯圣如山庄还安然无恙地走出来，可见他们的实力不一般啊。吃瓜群众还在猜测这两个年轻人究竟是什么身份，刚刚在山庄之中发生了什么。很快林浩和萧炎就消失在了他们的视线中。回到客栈，宁软喝着热乎的红糖水，在听到所谓圣者居然是圣贤之者的意思，不由得掩嘴失笑。这么说来，这圣如山庄也没什么本事嘛？倒也不能这样说。林浩推开竹窗，望向外面的夜色，至少那个沐尘舟的天赋还不错，已经可以和云奇相媲美了。什么？白明震惊不已，区区青苍界居然有能和云奇相媲美的天才，不过也仅此而已。林浩淡然一笑，沐尘舟也好，林啸也罢，都不重要。今日他之所以临时决定放弃地令，离开圣如山庄，就是因为他突然觉得所谓问道者临的预言似乎和圣如山庄的沐尘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然如此，那他就要看一看问道者是否真的会出现。翌日，林浩硬闯圣如山庄的事很快就在灵州地界传开了，一时间对于他的身份众说纷纭，其中最多的一个说法就是认定他为魔宗妖人，去往圣如山庄就是项目庄主下战书的。为了了解这魔宗究竟是什么来头，林浩特意将店小二单独叫到了房间。店小二刚进来，就听到后面房门砰然被关，窗户也是关着的，一前一后被两个男人盯着。此一幕害小二急忙背靠墙壁，护住了关键部位。二位客官，小人真不喜欢男人，而且小人有痔疮。林浩想什么呢？咣，不由分说将一袋零食拍在了桌子上。跟我说说这魔宗具体实力如何？
魔宗。店小二悻悻上前，先是拆开钱袋看了一眼，当看到里面居然满满的都是中品零食后，他就跟见到了亲爹似的，立刻收好钱袋，露出满面恭维。魔宗是天下邪派之翘楚，与北天一、南琼华并立于世，史称三绝顶。魔宗的人素来心狠手辣，作恶多端，因此大家提及魔宗中人都称他们为妖人。至于说其实力吗？我只知道魔宗宗主名叫唐萧，被誉为万恶之源，而他手下有7大高手，史称7大天魔，其中前6位从未现身过，只有第7天魔方兴和近100年来灭了几个正道宗门，名声大噪。而7大天魔之下，那就属4大恶神最为声名远扬了。再下来就是那妖女唐敏了，此女阴险狡诈，诡计多端，虽为一介女流之辈，却极善谋划布局。此番问道者灵的传闻就是她故意放出来的。店小二的一番话，林浩记下了几个重点。被誉为万恶之源的男人，7大天魔，4大恶神，还有个善于布局的女儿。林浩坐在桌前笑问：你刚刚说那个第7天魔方兴和和圣如山庄的2圣相比，孰弱孰强？那肯定方兴和更强啊。林公子，这么跟你说吧，就算是4大恶神中任何一人来了，整个圣如山庄恐怕也招惹不起。林浩，照你这么说，圣如山庄与魔宗相抗衡，岂不是以卵击石？店小二，谁说不是呢？你没看到现在咱们灵州的商贾大户都开始陆续搬迁了吗？哎，被魔宗妖女盯上，儒门怕是离灭亡不远了。林浩和萧炎对视了一眼，没想到圣如山庄和魔宗之间的差距竟如此悬殊。可是讲道理，不应该啊。圣如山庄的背后是灵校，那不就是灵族吗？一个地族势力安插在清仓界的强者，难道还应付不了那个魔宗？魔宗不会是修罗地族的势力吧？那个2位公子要没别的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店小二捂着屁股点头哈腰逃离了房间。林兄，看来咱们刚来到清仓界就赶上了一场恶战。萧炎苦笑道：恶战就恶战，对于一位炼魂师而言，恶战越多，灵魂越多，这是好事。林浩从袖中取出2本手抄书籍，交给了萧炎。你和宁阮这几天好好修炼，争取赶在灵州大战之前成为炼魂师。炼魂师。萧炎回想起那从天而降的血色棺木，瞬间狂喜起身。林兄，你肯教我们如何成为炼魂师？林浩动容点头。炼魂师可谓是修罗地族最强悍的能力，通过吞噬比自己更强之人的灵魂体，便能在瞬间快速破境，提升修为。这简直就是逆天的力量。但想要成为炼魂师的前提是体内必须要有修罗之力，所以林浩才让他们2个将灵魂出卖给自己，从而获得噬魂。当然了，林浩自己也是有一点私心的，毕竟炼魂师太逆天了，萧炎和宁阮要不出卖自己的灵魂，他也不会轻易教他们，免得日后无法控制他们，再成为自己的威胁，得不偿失。并且他也相信，像炼魂师这样有被天道的特殊职业，即便是在修罗地族之中，能够有幸修炼的也一定是凤毛麟角。谁是林浩？给老子滚出来！突然整个大地陡然一颤，冷不防这么一嗓子震得林浩有些耳鸣。谁啊？我操！林浩起身推开竹窗，只见街上一个虎背熊腰的壮汉正骑着赤焰独角兽，手持一把凤翅鎏金镗，威风凛凛，好似天将下凡。壮汉提起凤翅鎏金镗，对准林浩：你就是林浩？林浩，是我。壮汉冷哼了一声：就是你昨天硬闯圣如山庄，项目庄主下战书的。则林浩笑目微眯，看样子你是想趁此机会借我扬名。心中所期被一语揭穿，这让壮汉好没面子，瞬间老脸通红。别胡说八道，老子只是想要斩了你这个细皮嫩肉的小白脸，并借此机会重创一下魔宗妖人的士气。老子这叫替天行道。替天行道，懂吗？说的这么冠冕堂皇，林浩懒得理他，在无数路人的举望下漫不经心地挽了挽手。行了，要打就打，不用找这么多理由。好一个能言善辩的小白脸，看老子捅你1万个透明窟窿，让你瞧瞧老子的厉害。男人直接从马背上一跃而起，抡起手中凤翅鎏金镗于头顶高速旋转，不由分说就朝林浩这边劈了过来。整个过程那叫一个帅。林浩淡淡的瞥了一眼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随手捏下窗台上一片花瓣，屈指轻弹，咻，花瓣一闪即逝，伴随着凤翅鎏金镗当空被折断成2截，男人的眉心扑地溅出鲜红的血浪，整个身子也跟着掉落到了街上。男人惨死街头的画面使得街上响起了无数道吸冷气的声音，他们纷纷抬头望向2楼那俊逸清秀的年轻面孔，每一个人的眼中都写满了敬畏。不作死就不会死。林浩摇了摇头，关上了窗户，想拿他当名扬灵州的垫脚石，只能说他选错对手了。深夜，星河璀璨，
因为女采花贼经常出没的缘故，使得灵州夜晚的街道上只有一些形形色色的老人家出行。神秘莫测的修罗领域，林浩盘膝于地上，全神贯注凝视着眼前的修罗之门，上面各种图案不停变换，随他心境的变化而变换。炉鼎圣体若为女子，回水来时所带来的痛楚要胜过寻常女子100倍，怪不得宁软气色这么差。林浩无奈地站起身来，双掌微抬，2团黑色的火焰瞬间出现在了他的掌心。趴在不远处酣睡正香的大黑狗，在感受到这股不凡的火焰威压后，慵懒地睁开眼，仅看了一眼便再度闭上了。现在林浩已经掌握了各系灵阵，他发现自己拥有混沌黑焰，可重点修炼火系方面的灵阵。这样一来，搭配混沌黑焰便可产生毁天灭地之威，其威势不容小觑。小黑子这是狗嘴一张，你的命还有6个月，再找不到问道者，你将成为炼道鼎最完美的祭品。林浩不可置否，但直觉告诉他，清仓界一定有问道者，而且距离问道者的出现应该已经不远了。突然，林浩神色大变，神识立刻归位。房间中，林浩猛然睁开双眼，迅速穿好鞋子来到窗前，一把推开了竹窗。与此同时，隔壁房间的窗户也被推开了，是白明。好强的气！林浩和白明不约而同望向圣如山庄的方向。就在刚刚，他们感受到了一股极强的气息。当他们冲出客栈时，已经陆续有强者自睡梦中惊醒，纷纷跳到了各处屋檐上。这一刻，灵州无数的强者们都在屏住呼吸，震惊遥望。那个气息究竟是什么境界？宁软也跑了出来，明明相隔那么远的距离，可此刻他连呼吸都觉得异常压抑，实在难以想象，若是那道恐怖气息的主人就在此地，又将会是怎样的压迫感？难道魔宗强者这么快就动手了吗？萧炎半张着嘴，已然被那道可怕的气息震慑住了。他和宁软都还没成为炼魂师呢，若是这种时候，灵州正邪大战就打响了，他们将帮不上林浩任何的忙。唯有青蒙还在房间里呼呼大睡，没心没肺。白明神色凝重地来到林浩面前，少主，那气息的强度明显已经超越了大成境，恐怕真的是魔宗强者夜袭圣如山庄，咱们要怎么做才好呢？超越大成境的气息神游境强者吗？林浩脸色略显凝重，在这里他凡事只能靠自己，地族势力的出身将不会带给他任何帮助。如果对方真的是神游境强者，就算是他也没有100%的胜算了。一位神游境强者的出现，瞬间炸出了灵州无数强者。没过多久，各处屋檐上便已强者林立，大家的目光全都在一个方向，那就是圣如山庄。可等了半天，那边也没有爆发战斗。白明不禁有些疑惑，一位神游境大能突然降临，不会是魔宗的4恶神之一吧？愚蠢！突然，一道声音自上方响起，使得林浩等人抬头望去，只见一位身披棕色大氅、面容阴柔、衣着华贵的青年正在屋檐上居高临下俯视着大家。青年周围有4位血衣蒙面的女子，手里提着花篮，时不时抓一把花洒下来。这一幕看得林浩莫名熟悉，就好像在哪里见到过一样。那服饰是仙翼门的人。片刻，街上有一人惊骇失色。听到仙翼门这个名头后，大家明显都开始恐惧起来，纷纷向后退去，将客栈门前让出一片宽敞。青年目光直视白明，如是蝼蚁。刚刚那道气息是孔怀的，圣如山庄2圣之一孔怀。这个名字这2天林浩已如雷贯耳。作为儒门2圣之一，孔怀和他的师兄孔玉一样，神龙剑手不见尾。今日归来，故意当着全州强者的面试放出灵压，估计也是想告诉魔宗探子，他孔怀回来了。林浩明白了一切，只要魔宗强者尚未入侵，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去修炼。就在他打算带着几人回到客栈时，那高高在上的青年突然凌空一跃，在漫天花瓣的散落中轻盈落地，正巧挡住了宁软的去路。这人一脸病态的苍白，身为一个男人，还抹着浓厚的妆容，看得他顿觉恶心。有事？青年深施一礼，在下仙翼门史泰温，不知这位仙子方名。天啊，他居然是仙翼门2公子史泰温。仙翼门可是青州地界最强的邪派势力，他跑到咱们灵州来干什么？恐怕是想对圣如山庄不利。人们的热议声传入林浩耳中，林浩完全不以为然。史泰温似乎极为自信，完全无视宁软身边这3个男人，自顾自从袖中摸出了一颗巨大的深海夜明珠。湛蓝的流光照亮了这条街，引无数人惊奇观望。夜明珠一向为价值不菲的至宝，像这么大一颗夜明珠更是价值连城，不可估量，尤其对女子有着极为致命的诱惑。史泰温手托着夜明珠撑于宁软面前，姑娘真是仙女下凡，
令石某一眼难忘。恰逢今夜良辰美景，不知石某可有荣幸请姑娘小酌几杯，看看月色？谁要陪你看月色？宁阮果断回绝，俏脸满是厌恶之色。宁阮长成什么样子，林浩清楚，像他这样的神仙颜值、完美比例身材，招惹点麻烦什么的也很正常。索性来到他面前，将其护在了身后。史泰温眉头微竖，你什么意思啊？啪！不料林浩直接拍掉了对方手上的夜明珠，眼看着夜明珠滚落到地上，相距很近的那些吃瓜群众看得眼睛都红了，心里好想捡起来就跑，但理智告诉他们，敢抢仙一门二公子的夜明珠，那和作死没有什么区别。史泰温怔怔地望着地上的夜明珠，万万没想到眼前这个小子居然敢对自己做出这么无礼的举动。当抬起头来时，一双眼眸已然赤红。我数3个数，给我捡起来。那个人真的疯了，居然敢招惹史二少，难道他没听说过仙一门吗？开玩笑，这个世上怎么会有人没听过仙一门呢？我跟你们说，他就是故意的。故意的？没错，他就是那位魔宗强者林浩。什么？他就是硬闯圣如山庄项目庄主下战书的那位。人们窃窃私语的声音如蜂群嗡鸣，响彻整条街。史泰温根本就听不到他们具体在议论些什么，他只知道从他出生起就没有谁敢在他的面前这般放肆。1，史泰温开始数道。闻言，林浩也不想他那么麻烦，索性替他数。2、3，然后呢？史泰温，找死！轰！天机境初期的灵力风暴在这一瞬间便自史泰温的脚下席卷开来，恐怖的灵压害那些吃瓜群众慌忙后退。这边的动静也吸引了各处屋顶那些强者，纷纷错愕望来。在看到史泰温身上的服饰居然印有一个仙字时，所有人面色大变，不免对林浩投去同情的目光。史泰温脚下石板寸寸皲裂，只见他闪电般一拳砸出，林浩紧抬起手，五指如山，砰的一声将那打来的拳头稳稳抓住。什么？史泰温大惊失色。下一刻，林浩用力向下一压，撕心剧痛令史泰温当场跪地，场面一片死寂，落针可闻。无数惊讶的目光汇集而来。二少爷，上面那4个蒙面女子纷纷拔剑跳了下来。滚！林浩随手一巴掌过去，直接4声脆响，他们脚掌还没落地就被当空山飞了出去，一个个摔落到人群之中，晕了过去。林浩冷眸睥睨，看着这个跪在地上面目极度狰狞的家伙，笑问：现在换我数到3，你若不磕头，后果自负。你敢威胁我？你知不知道我是仙一门的史泰温？面对史泰温的无能狂吠，林浩恍若未闻，平静的声音肃然响起。1，听得这个字，史泰温本能地打了个哆嗦。2，尽管林浩此刻面带天官赐福的笑容，但其平静的声音却有着无法言喻的威慑。眼看对方即将念出3来，史泰温心一横，直接将脑门磕在了地上，并咬牙切齿大喊：我错了！林浩真的逼史泰温磕头道歉了，人们彻底看傻了眼。那可是史泰温啊，史家二公子。完了，他摊上大事儿了。为了避免被牵连，那些人开始渐渐散去。史泰温就这样叩首在林浩的面前，羞愧地闭着眼睛，浑身都在颤抖着。一个什么狗屁仙一门的二公子，就敢来招惹地族势力的少主，即便这里与外界隔绝，林浩也不是他这种货色可以侮辱的。不错，林浩露出满意的笑容，带着几人回了客栈。空旷的街上就只剩下史泰温一个人和4个晕厥在地的贴身侍女。他不过就是感受到了孔怀那无与伦比的强大气息，特意出来看个热闹。他不过就是看到一个美若天仙的女子，就想着去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他做错了什么？为何要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遭遇这等奇耻大辱？你给我等着！等着！史泰温怒发冲冠，冲客栈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咆哮，吼完这一嗓子，撒腿就跑，生怕那个小子听到声音再出来，那就跑不掉了。圣如山庄大殿之中，孔怀先是让所有长老全部退下，只单独留下了穆陈州一人。陈州，既然现在有人想要那枚罗刹帝令，你为何不给他？显然他已经知道林浩来过。穆陈州无奈地看向孔怀，道：罗刹帝令是师父交给我的东西，没有他老人家的允许，我不可以将帝令交给一个陌生人。孔怀知道他一向信守承诺，可是现在唐敏那个丫头如此大肆宣扬问道者灵，显然是冲这枚令牌来的。老实说，即便是我师兄回来，凭我入门也无法与魔宗相抗衡。数万年了，魔宗在五朝无法无天，甚至还曾劫杀过天一寺的高僧和琼华派的高人。表面上他们是五朝排名第3的势力，可实际上他们又是天一琼华于无物。即便是武帝，
背后有武皇殿这样的恐怖存在为他撑腰，多年来对于魔宗的种种行径也是无可奈何。这样的魔宗只能用深不可测来形容，又怎是圣如山庄能对付得了的呢？孔前辈，您曾说过正邪不两立，道业不偏安，现在全天下的人都在看着咱们，如果咱们就这样不战而降，以后还有谁敢与魔宗相抗衡？沐尘舟话锋一转，何况那个林浩究竟和魔宗有没有关系，目前尚不得知。一旦罗刹帝令落到妖女唐明手中，我还有什么颜面再见师傅他老人家？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李念慈的声音：“孔老、庄主，东周武家的人来了，说是要助咱们一臂之力。”东周武家，孔怀闻言激动起身，哈哈，想不到东周第一世家居然会向咱们施以援手，有他们相助，咱们可就多了很多胜算了。快有请！孔怀听闻此等喜讯，乐不可支。要知道，论实力，东周武家可是要在圣如山庄之上啊。然沐尘舟却一把拦住了他：“孔老，您可别忘了，问道者是指存在于传说之中的强者，天骄中的天骄。”孔怀微微一怔：“你的意思是？”沐尘舟神色微凝：“现在咱们不止要防范魔宗强者入侵，就是名门正派也要提防。”一晃又过了数日，萧炎和宁阮先后成为了炼魂师，拥有炼魂师的力量，接下来只需要静待时机，吞噬比自己更强之人的灵魂，便可获得逆天的晋升速度。清晨，客栈，白明正在为林浩说明圣如山庄那边的状况。目前已经有大大小小30几个正道势力住进了圣如山庄，其中最惹人瞩目的当属东周武家。据说这武家盘踞东周数千年，与武朝皇室关系匪浅，他们突然现身于灵州，极有可能就是武帝的意思。听得白明这话，林浩喝了一口野鸡汤，不咸不淡道：“问道者为问道而生，天生与大道亲近，就算是这武朝的皇帝也不会错过这样的机缘。”距离问道者灵的预言似乎已经越来越接近了。林浩心里头也很期待，第一个猎物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对了，怎么没看到青萌姐？他人呢？宁阮好奇道：“他早上说要出去买点红豆糕吃，估计很快就会回来，不必担心。”萧炎沉吟道：“红豆糕？”听到这话，白明震惊不已，他从来不吃红豆糕啊！坏了！林浩拍案而起。圣如山庄，原本静谧雅致的别院，此刻一片喧嚣。入门弟子们已经将这里团团围住，一个个看向那站在假山上面无比嚣张的青衣女子，眼中充满忌惮。青萌一手薅着一位长老的头发，无聊地将目光落到了不远处那位素袍老者的身上。“我叫青萌，今天过来就是专程来找你打架的，你到底打不打？”青萌，孔怀雪眉深皱，从未听过这个名字。大胆，我们孔老何许人也，岂能和你一个黄毛丫头比试？要打架，老夫奉陪。二长老李笑莲身形一动，瞬间出现在青萌的面前，其干枯大手直接撕裂虚空，对青萌的脸抓了过去。滚开！青萌一脚闪电般踹中对方腹部，可怕的力道将李笑莲当场踹飞了出去。祖父！刚跑到这里的李念慈看到自己的祖父从头顶飞了出去，急忙掉头追去，场面一片震撼。李笑莲那可是大成境强者，居然敌不过这丫头一招，她究竟是何方神圣？沐尘舟从弟子人群中走来，面向青萌抱了抱拳：“这位姑娘，你今日到此究竟所为何事？可否明言？”青萌傲慢叉腰：“我不是说了吗？是我来找那个老头子打架的。”找我打架？孔怀完全听不懂，其他人也是一脸茫然。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疯丫头？年纪轻轻的，居然要找孔老打架？他到底知不知道孔老是什么身份？沐尘舟也无法理解，不过还是保持谦谦君子的风度，拂袖抱拳：“姑娘，孔老德高望重，是不可能和你打架的。你不妨道明来意，有什么事咱们可以商量。”沐尘舟看得出来，此女实力深不可测，同为大成境强者，李笑莲老前辈居然敌不过她一招，而且一位大成境修为的年轻女子，这可不是开玩笑的。然青萌就是要来打架的，对于沐尘舟的话，他听不进去一点。如果你不跟我打，那我就拆了你这圣如山庄。孔怀。这时山庄内各方势力的宾客们也都闻讯赶来，看到这里居然有人要挑战孔老，武家少主武金红不免有些疑惑，他是什么人？魔宗的吗？不清楚。一位武家长老茫然摇头，魔宗强者素来行事嚣张，无惧天下任何势力，此女这行事风格看着倒是有点像。丫头想挑战我们孔老，你还不够资格，在下莫不凡，不如就由我来领教阁下的高招吧。一袭黑色劲衣背着巨大剑匣的中年男子从宾客之间走了出来，剑神卓不凡。太好了，有卓大侠出手，拿下这妖女根本就不在话下。
我听说卓大侠3岁练剑，13剑道大成，16岁就已经在泉州地界无敌。宾客们正激烈讨论着，不料卓不凡刚冲出去，刺出的青光古剑就被青蒙徒手掰断。啪！下一刻，青蒙反手一个大耳刮，卓不凡的身影直接如同流星一般，在所有人错愕的目光下飞向天际。天啊！武金红遥望着那道飞向天边的凄惨身影，表情无比僵恶。一时间，全场鸦雀无声，唯有孔怀面不改色，闲庭信步自小亭中走了出来。孔怀手里拿着鱼食，撒向水中，望着那些红色锦鲤过来疯抢，淡然抬眼：“姑娘，你是魔宗妖女唐敏派来的吧？”“什么狗屁魔宗，和我有什么关系？”青蒙毫不在意。他居然敢骂魔宗，如此他不是魔宗的人。既然你与魔宗毫无瓜葛，那你为何这般？孔怀雪眉深凝，颇为疑惑。唉，青蒙发出一声无奈的忧叹：“你这个老登，到底要我说几次才会懂啊？我说了，我是来找你打架的。”孔怀活了500多年，还从未遇到过这么有趣的小丫头，索性点了点头，缓缓自袖袍中伸出一只手来：“那就请姑娘出手吧。”孔老居然接受了他的挑战，在场宾客们看得热血沸腾。孔老何许人也？入门一向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可谓门生弟子遍布天下。而孔老作为儒门2位创始人之一，在这灵州地界更是泰山北斗般的存在，乃是他能挑战的。这小姑娘简直不知天高地厚。人们相继退出别院，都等着看这个嚣张的疯丫头待会儿怎么被孔老修理。青蒙一双秋水明眸将孔怀牢牢锁定，跃跃欲试。咻！突然其身影冲至孔怀面前，随着青蒙一拳轰出，孔怀满脸笑容，抬起手掌，砰！拳掌交汇，恐怖的飓风肆虐着周遭池塘，炸起冲天水浪。青蒙错愕抬头，这一拳好似打在了一面坚不可摧的墙壁上，力量不俗。这是孔怀给予他的褒奖。青蒙俏脸阴沉，体内大成境中期的灵力波动，这一刻终于全面爆发。密集如雨的凶猛拳风直朝孔怀狠狠砸去，盛如山庄，地面不停晃动，四周墙壁蔓延出细微的裂痕，震荡的屋檐仿佛随时都有可能倾塌。人们惊愕地望着那道倩影自虚空中迅如闪电，飞速穿梭。对于青蒙所展现出来的强大实力，即便是武家的长老们也不免大为震惊。那女孩究竟是什么来头，居然有这等实力？武金红作为武家少主，自问见识过这天底下不少绝世天骄，可似乎那些天骄和眼前的青衣女子相比，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尽管到目前为止，孔怀前辈一直站在原地，仅用一只手就轻松挡下了青蒙所有的攻势，但这依然不妨碍青蒙的表现足以震慑住在场的每一个人。她不会就是那魔宗妖女唐敏吧？不知何人这时突然喊道，一句话吓傻了众人。魔宗妖女，世间女子为绝世天骄者，的确以唐敏最为盛名。可是她真的敢一个人跑到圣如山庄来吗？就不怕死？天地无限崩颤，孔怀始终保持一只手抵挡青蒙的攻势，这让青蒙有些恼火。可恶，居然敢小看我！青蒙脚踏地面，向后急滑，突然攥紧双拳，浑身开始蓄力，强大的灵力覆盖住他那窈窕的身躯。片刻间，随着青蒙一拳击出，眼前虚空都被打出一个十分明显的空间凹槽。孔老看到这惊悚的一幕，沐晨舟大为震惊。面对空间气浪中无匹的拳风迎面而来，孔怀蓦然抬眼，仍然选择用一只手去抵挡。轰！拳风正中其掌心，整座石桥瞬间化作齑粉，伴随着水浪和红色的锦鲤被炸上高空。自孔怀身后，那座小亭也跟着倒塌了下去，一圈可怕的能量涟漪随之荡漾开来，身上衣袍呼啦作响。孔怀保持平静，含笑抬眼，深不可测的实力看得青蒙目瞪口呆。神游境，青蒙咬牙切齿，以前灵图就不让他和神游境强者交手，导致他对于这一境界的人一无所知。如今终于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亲手确定神游境强者的强大。面对孔怀，不得不说他几乎找不到任何能赢他的可能。小姑娘，单论力量，你的实力已经在大成境之中堪称无敌，我相信世间能培育出你这等天骄的势力并不多。孔怀言外之意还是想知道他的出身。青蒙握着火热的拳头，周身气流狂涌，一头乌黑的3000青丝也随着灼热的灵风向上掀飞。孔怀这时表情终于出现了变化，因为就在这一瞬间，他似乎感受到这小姑娘的气息发生了变化。哥，迦南郡主这时也跑了过来。沐晨舟冲他摇了摇头，现在这种场面，任何人都不敢轻易迈进院子，因为稍有不慎就会被殃及，
甚至当场报废。青蒙的身上开始出现暗红色的诡异流光，如粘稠的血液笼罩着他。他的气真的发生了巨变。孔怀此刻眼神也变了，不再像之前那样轻松。青蒙。就在这时，一道身影突然从天而降，打断了青蒙的蓄力。是他。迦南郡主望着那俊逸清秀的面孔，不由得美目大睁。林浩，你不要阻止我，我今天非跟他分出个胜负不可。青蒙倔强道。林浩，他就是先前硬闯圣如山庄的林浩。人们得知来者的身份，瞬间哗然一片。孔怀也不免将好奇的目光投望到了林浩的身上，看着这个如此年轻的小辈有恃无恐地落到院子里，心中也是倍感诧异。因为他似乎发现这个年轻人或许并不比眼前的小姑娘弱。青蒙，你不是买红豆糕去了吗？怎么买到圣如山庄来了？林浩信步向青蒙行去。青蒙撇了撇嘴，你都知道我说谎了，还问？说谎没问题，但你不要忘了当初二叔跟你说过什么，他让你凡事都听我的。林浩来到了他的面前，四目相对。青蒙身上戾气暴涨，反正他现在又不在。林浩，这丫头。林浩右眼眼瞳猛然化作血色。飞跃，心中一声轻念，青蒙直接被扯进了一片诡异的虚空。在那里有着无数的巨大重瞳在用不可遏制的力量盯着他，而现实中青蒙则是瞪着眼睛，身上的气息一瞬间就萎靡了下去，整个身子也随之倾倒进了林浩的怀中。发生了什么？他对他做了什么？众人看得一脸懵逼。因林浩背对着众人，大家都没有看到他眼瞳的色变。林浩将失去意识的青蒙往肩上一扛，背对着孔怀道：孔老前辈，今日是他胡闹，你无需放在心上。你……孔怀正欲开口，不料林浩脚下一踏，直接化作一束流光飞出了天际。走了。迦南郡主看得有点茫然，不得不说那家伙看起来有点小帅啊。孔怀这边内心泛起了惊涛骇浪，这两个孩子究竟是什么势力的强者？看着真不像魔宗的，可不是魔宗的又能是哪一方派来的呢？目的在何呢？看来一切谜团，只有等林啸回来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臭丫头，我叫你不听话。林浩啪的一下打在青蒙的屁股上，还好他及时赶来，不然继续打下去青蒙必输无疑。那可是神游境强者，即便是他也不敢说自己现在100%能赢孔怀，何况是这疯丫头。本来想静观其变，现在可好，直接成众矢之的了。算了，无所鸟味。目光环视那些屋檐上林立的身影，林浩索性也不在意了，带着青蒙很快就飞回了客栈。当他的幼童再次恢复乌黑本色，青蒙也终于从飞跃虚空中逃了出来。啊！青蒙恢复意识后，第一时间捂着屁股跳了一下。青蒙姐，你咋了？宁软眼中带着大大的疑惑。青蒙回过头，四处张望了一下，挠了挠头。我也不知道，好像有谁打我。随后怒视林浩，你又用那个瞳力欺负我，如果我不阻止你，任你继续和那孔怀打下去，后果你应该清楚。林浩的话让青蒙瞬间沉默了下来，他从未想过神游境强者可以强到那种境地，仅一只手便让他束手无策。只能说领土保护他保护得太好了，从未让他体验过什么叫做挫败感。可就在今年，他向后败给了林浩和孔怀，内心的失落可想而知。青蒙低着头一语不发，连早饭都没有吃，径直上楼去了。宁软扯了扯林浩的衣角，刚刚在圣如山庄到底发生了什么？没什么。林浩淡然一笑，这就是他想要的结果。一个青蒙，一个白明，都是他看中的人才，但他们两个太骄傲了，必须挫一下他们的锐气，这样才能让他们两个心甘情愿出卖自己的灵魂，成为他手下的得力干将。林浩一个人行走在街道上，感受着这灵州的风土人情，难得清闲。自从成为双神问道者，他就一直在没命的修炼，为的就是能够在时限之内猎杀问道者活下去。现在问道者的预言已然降临灵州，就是不知道是真是假。林浩也很好奇，所谓的问道者灵究竟会以怎样的方式降临圣如山庄，又或者问道者本身就在圣如山庄之内，不知不觉间林浩再次来到了圣如山庄门前。是那个林浩，快去通知庄主，林浩又来了。门前弟子看到林浩就跟见了鬼似的，慌不择路地逃进了山庄。林浩其实是想说自己就随便逛逛，不必这么紧张的，可惜人都已经跑了，真是无语。我有这么可怕吗？林浩无奈摇头，这才发现街上不少人都在顿足遥望，即便是那些普通百姓看向他的眼神也满是敬畏，好像都很怕他一样。好，
现在这灵州的人都把我当成魔宗强者了是吧？林浩叹了口气，反正他也不怕麻烦，更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他，无所鸟位。让开，让开！这时，一辆飞驰的马车在街上横冲直撞，不少避之不及的百姓当场被撞飞了出去。马车一溜烟急刹，正巧停在了林浩的面前。车上下来一个虎背熊腰的壮汉，他先是神色复杂地看了一眼林浩，随后便走进了对面的府邸。苏府，林浩看了一眼这门楣，不禁疑惑，能坐落于圣如山庄道对面的府邸，应该也不是一般人吧？但很快，府中就传来一个女人的惨叫声：“不要杀我！不要杀我！小姐她真的不在啊！”女人的声音没了。不多时，空气中就弥漫出了腥鼻的血味。哦，大白天冲进府中大开杀戒。林浩闲来无事，直接走了进去。片刻，沐晨舟就带着一众长老风风火火地冲了出来，可街上并未看到林浩的身影。人呢？李念慈追问道。那守门弟子一脸无辜：我刚刚明明看到他就在这里的啊。苏府，林浩一路走来，看到好几名婢女都惨死在了地上，行至一处院落之外，这才瞧见有一位穿着雪白狐裘的女子轻视绝力，怀中正抱着一只玉兔，面对壮汉的威胁，已经被逼到了墙角。苏老板，我家二少爷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你为什么就不识抬举呢？是把我仙一门不放在眼里吗？仙一门？林浩双目微眯。好啊，原来这货是仙一门的人。女子缩在墙角，俏脸尽显恐惧。我不过就是一个弱女子，手无缚鸡之力，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欺人太甚了？哈哈哈哈！我仙一门行事一向欺人太甚，你又能奈我何呢？壮汉上前捏住女子的下巴，威胁道：“我们二少爷能看得上你，那是你的福气。女人，别给脸不要脸！”女子害怕极了，泪水顺势落了下来。林浩无聊地打了个哈欠，正欲转身离去，身后方向突然响起了女子的呵斥：“你就只会欺负我这样的弱女子？遇到像林浩那么横的，你就怕了？我会怕他？不怕告诉你，那小子得罪了二少爷，已经命不久矣。再过几天，林浩一行人的脑袋就会被挂在南城门下，任何胆敢对我仙一门无礼的家伙都得死。”壮汉的一番话让本来打算离去的林浩立刻停下了脚步，嘴角也随之扬起一抹弧度来。想要杀我？你是认真的吗？林浩笑问。什么人？壮汉豁然转身，当看到那熟悉的背影后，他一眼就看出来，此人是刚刚在街上遇到的那个人。他不认得林浩，但在街上初次见面，敏锐的嗅觉就告诉他，这个人似乎不太好惹。阁下刚刚说了什么？壮汉冷声质问。林浩仰了仰头，我说我就是林浩。林浩？壮汉和女子同时大惊，这个人就是硬闯圣如山庄还打了二少爷的那个林浩。不得不说，林浩这个名字如今已经响彻整个灵州地界，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没想到他居然会出现在这里。壮汉心有余悸，望向那道背影，沉默半晌后躬身抱拳：“哼，林公子误会了，我刚刚不过就是吹了个牛。别，我现在正值兴头，你若认怂，那可就太没意思了。”林浩转过身来，径直朝壮汉走来，明明脸上带着绚丽温和的笑容，可那一双深邃而平静的眸子却看得壮汉背后隐隐发凉。壮汉名叫雄霸，是仙一门出了名的杀手。身为杀手，他对于危险有着非比寻常的敏锐嗅觉，什么人好杀，什么人不好杀，动动鼻子都能闻得出来。眼看林浩越走越近，雄霸情急之下突然一个翻身跃上了墙头。就在他打算逃离此地时，林浩一脚踢向地面，崩碎的石子咻的一下飞出，精准地打在了雄霸的后脑勺上，鲜血迸射而起。雄霸直接发出一声惨嚎，便自墙头上摔了下来。整个过程林浩都没有任何动容，如此深不可测，看得女子一愣一愣的。仙一门的雄霸就被他踢飞一颗石子就给打死了。女子背靠着墙看向林浩，美目近乎呆滞，此人实力简直深不可测。眼看对方就要离去，他急忙追了过来：“公子请留步。”他跑到林浩面前欠身一礼：“小女子苏晴，多谢林公子救命之恩。”温婉如玉的俏丽模样并不能惹林浩半分疼惜，他死于嘴贱：“你不必感激我。”冷漠倨傲，不近人情。见状，苏晴突然跪在了地上，恳请公子救我。林浩心中冷笑，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也不说话。苏晴，仙一门的史泰温盯上了我，想纳我为妾，我不从，他就用强的。雄霸今天过来就是想要将我掳走。林浩，所以呢？苏晴直言，只要你肯护我周全，我愿每个月为你提供300中品灵石作为报酬。苏晴泪目轻抬，楚楚可怜，可林浩依旧无动于衷，
反而说出了一句令苏秦差点破防的话来：“你故意利用雄霸引我来此，应该不只是想要对付仙医门这么简单吧？”这……苏秦俏脸微变，他万万没想到这个林浩居然如此敏锐。不过他还是装作一脸无辜：“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不想解释就无需解释。我可以住到你府上，不过300中品灵石太少了。”听得这话，苏秦试探问道：“那不知公子想要多少？”林浩想了想道：“10万吧。”10万。苏秦脸一黑，十分为难。小女子不过是金银布匹生意的，10万中品灵石，这就是把我卖了也换不出来啊！能不能拿得出来，你自己心中有数。林浩懒得戳穿他，直接朝府外行去。片刻，身后方向传来苏秦的呼喊：“好，10万就10万。”林浩会心一笑，泰然离去。你是说，那个姓苏的女子明明不是凡人，却要装成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引你上钩？客栈中，白明颇为惊讶。林浩绝非见到女人就会上头，打从第一眼见到苏秦，他就发现此女绝不简单，因此一开始他并不想入局。不过后来他改变主意了，他想看看这苏秦故意布局引他入局究竟意欲何为。10万中品灵石，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张口就答应了下来。有点意思。那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要搬到苏府去吗？白明问道。对，苏府就在圣如山庄对面，住进苏宅，但凡圣如山庄有半点动静，咱们都可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收拾收拾，准备动身吧。林浩做事一向雷厉风行，从不犹豫。很快他就带着几人来到了苏府。苏秦为他们5人安排了5间上好的客房，同时将10万中品灵石交到了林浩的手中。这么多灵石足以顶得上一个宗门1000年的积累。从他阔绰的出手，林浩不难看出，这个外表柔弱可欺的丫头一定大有来头。苏府府邸不小，下人却只有寥寥几人。到了夜晚，整个府宅显得格外安静，廊中风灯摇曳不止，好似幽魂在凄厉飘荡。苏秦端坐在木源华背椅上，玉手托着下巴，美目顾盼，望着窗外璀璨明亮的漫天星斗，似笑非笑。在窗前廊下，管家沉默，剑眉星目，锦衣华丽，此刻灵眉间疑惑交缠。小姐，10万灵石请他过来，是不是有点奢侈？苏秦坐姿不动，凤眸闪动着莫名狡黠。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舍不得相公套不到女流氓。10万中品灵石看似不菲，可若是能利用它挖出儒门背后深藏的秘密，你觉得这10万灵石值不值呢？陈管家微微一怔，就凭他不过就是一个天机境后期的小子，即便身边有一位大成境的疯丫头，也不至于挖出儒门死守1000年的秘密吧。苏秦面露浅笑，抬起手只冲他勾了勾。陈管家顺势将脸凑了过来，苏秦一把掐住他的脸，左右拧动，气吐幽兰。沉默，你可真笨。陈管家脸颊一红，喉咙不可觉察滚动着，不敢直视眼前这张绝美的容颜。苏秦松开手，原本温柔可人的俏脸瞬间霸气侧漏，一双凤目之中透着阴狠毒辣。吩咐下去，除掉孔瑜，我要送圣如山庄一份大礼。是。陈管家躬身一礼，缓缓退出了别院。夜风微凉，苏秦眯着眼睛看向那皎洁的月色。林浩，你如此特别，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清晨，林浩缓缓睁开眼，经过一夜的修行，他的修为终于晋升到了天机境后期巅峰，距离万法境已然不远。修罗血脉可让他疯狂吸纳天地灵力，据为己用。道体地胎可令体内的灵力加速沉淀，防止破境太快，致使气海空虚。不得不说，这尊身体简直就是极品，就连虚虚都顶风刺10丈开外。前世他哪里经历过这么爽的事？早上，苏秦在大殿中置备了极其丰盛的早宴，款待林浩几人。见青蒙迟迟未来，苏秦不免有点好奇，青蒙姑娘还没起来吗？不用理她。林浩开始动筷。青蒙经过和孔怀一战，明显已深受打击，待时机成熟，林浩再找他谈谈，让他心甘情愿将灵魂卖给他。不过白明就觉察到少主的目光，时不时瞄来。白明好奇皱眉，心想少主最近为何老是偷偷看我？难道是有什么深意？小姐，出事了。突然，陈管家步履如风闯进了大殿，众人相继抬头。陈管家先是神色复杂地看了一眼林浩，这才说道：李孝廉被杀了。李孝廉？苏秦挑了挑眉，凶手是何人？陈管家愤愤攥拳，不清楚，他是在圣如山庄中被毒杀的。毒杀？林浩和萧炎相视一怔，什么人居然敢跑到圣如山庄去下毒？而且那李孝廉乃是大成境的强者，普通的毒丹也根本就不可能毒死他吧。
这件事有点蹊跷，为了调查真相，穆辰舟现已派人去请夏城主了。陈管家道。苏秦同样有些疑惑，能在圣如山庄毒杀李孝廉前辈，可见对方一定不简单。夏满奎不过3品炼药师，他如何能查明真相？陈管家，没办法，咱们灵州最强的炼药师就是夏城主，估计穆辰舟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至于能否查出真凶，那就要看天意了。我们去看看吧。林浩这时放下了碗筷。圣如山庄本就因为魔宗妖女的预言备受瞩目，如今二长老李孝廉惨死于庄内，更是引起外界高度重视。此时大殿之前，广场上聚满了人，一袭白莲铺在李孝廉的尸身上，无数儒门弟子怅然泪下。一定是林浩，他先后2次向咱们挑衅，现在又毒杀我祖父，他就是魔宗妖女的走狗。李念慈梨花带雨的小脸尽是狰狞，听得他这歇斯底里的咆哮，穆辰舟满目悲怆。念慈，在真相没有水落石出之前，不可恶意给他人强加罪名。我哪有强加罪名？他当初硬闯山庄，有目共睹，事后又派那个女人过来向孔老发起挑战，一再挑衅，难道还不够明显吗？我祖父若不是他毒杀的，我吃屎都行。李念慈发疯般咆哮着，惹得众正道宾客面面相觑。儒门中人一向儒雅，可这姑娘说话未免也太粗鲁了点。念慈，退下！大长老王守之见他居然敢和庄主发疯，立即呵斥。无妨。穆辰舟无奈地走上前来，半蹲下来，望着李孝廉脸上清晰可见的绿色毒斑，不由得眉心深拧。迦南郡主穆苏站在他身旁，十分好奇。按理说，一般的毒丹是不可能对一位大成境强者造成致命伤害的。是啊，穆辰舟无力叹息。二长老不仅被毒杀了，而且现场没有任何挣扎的迹象。世间用毒高手能在瞬间将一位大成境强者毒杀的，他目前只能想到一人，那便是魔宗4恶神之一的毒神。这件事肯定是魔宗干的。说得不错，只是魔宗的人居然敢跑到庄内下毒杀人，他们简直是我等如无物啊！那些正道宾客们也纷纷感慨。当然，在看到李孝廉的死相后，他们心中更多的是恐惧。若非问道者这3个字对于各大宗门的诱惑都太大了，恐怕此刻早就有人打退堂鼓了。武金红深吸了一口气，来到了穆辰舟身旁。穆兄，你可查出那林浩的底细了？会不会就是魔宗毒神呢？不会。穆辰舟摇了摇头。虽然我还不知道他的底细，但魔宗4恶神名震天下，绝不会是他那样的修为。也是。大家相继点头认可穆庄主的说法，唯有李念慈眼睛通红，每次听到林浩2字都恨不得杀了他。报！这时一名弟子匆匆跑来，与远处一个滑跪，直接滑到了穆辰舟的面前，双膝在地面都没出火星子了，看得穆辰舟眼皮狂跳。发生了何事？那弟子慌忙抬眼，禀庄主，林浩他们来了。什么？林浩？众人大惊失色，纷纷向远处望去。不多时，就瞧见林浩一行人风风火火地走了过来。林浩，你还我祖父命来！李念慈看到他，愤然拔剑，如恶狗扑食般。好在穆辰舟眼疾手快，一步顺闪，随手一掌拍进他胸口，强行将他震退，并神色复杂地看向苏晴。苏姑娘，你怎么和他们在一起？此事说来话长，穆庄主，我听闻李老前辈被人毒杀，可是真的？苏晴十分担忧，演技一如既往。作为老邻居，儒门出事，他自然要来看看。穆辰舟叹息道：唉。众人顺势来到那白席之前，看到李孝廉脸上的绿色毒斑后，陈管家双目微眯，林浩则是皱了皱眉头。林浩的到来引无数人警惕观望，毕竟他是不是魔宗妖人，到现在尚不能确定，但他的嫌疑肯定是有的。毕竟他和青蒙先后大闹圣如山庄，这可都是有目共睹的啊。看到李孝廉惨死的样子，苏晴捂着嘴，泪水在眼中打转。小姐，陈管家急忙扶稳了她。苏晴哭着说道：李老前辈一生刚正不阿，嫉恶如仇，想不到一夜之间竟遭此横祸，究竟是何人这般歹毒啊？悲伤的气氛渲染开来，引诸多儒门子弟泪目。李念慈捂着生疼的胸口，猛然抬手指向林浩，凶手近在咫尺，你居然和他混在一起！苏晴，我现在严重怀疑，你究竟是不是魔宗奸细？我……苏晴无辜地指向自己的鼻子。穆辰舟厉色呵斥：念慈，我说过了，在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不可冤枉他人。庄主，我祖父现在都被人害死了，你还要维护他，究竟是为什么？你不要再被迷失心智了好不好？请你冷静地想一想，正常人会跑到咱们这里来找孔老打架吗？那不就是挑衅吗？现在他公然毒杀我祖父，
不就是在告诉天下人，我如门在他们魔宗的眼中不过尔尔吗？李念慈情绪极其崩溃，已经顾不得其他了，望着这个乱咬人的疯女人，萧炎平静道：这位姑娘，东西可以乱吃，但话不能乱说，林兄若想杀她，根本就不需要下毒。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在蔑视我祖父吗？我杀了你们！李念慈，注意分寸！沐尘舟再次一掌拍他胸口，将他击退。如门是绝对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的，就算要拿下林浩等人，也必须查出他下毒的证据来。城主大人到。这时，一声高昂的呼喝瞬间吸引全场瞩目。在人们期待的目光下，只见一位身穿官袍的中年男子，神色凝重地从人群之中走了出来。夏城主，您可算来了！沐尘舟快步相迎。夏满魁作为灵州最强的炼药师，是现在圣如山庄想要查出真凶唯一的希望。沐庄主，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啊？看到李孝廉的尸体，夏满魁老泪纵横，但心中却尤为震惊，因为那样的毒斑他从未见过。哎，夏城主，劳烦您帮忙看看二长老他究竟所中何毒。好，夏满魁故作镇定，上前仔细观摩，所有人都在期待着他能给出答案。李老前辈所中之毒，依我看，夏满魁手抚山阳湖，眼珠转了转，突然说道：应该是魔宗的毒神所为。此话一出，众人哗然一片。毒神？真的是魔宗毒神所为？魔宗连毒神都来了，那咱们不就都成了板上鱼肉，任人宰割了吗？这问道者就算是能够出现，我也不想争取了，我先走了。我也走了，告辞。告辞。听到毒神这个极度恐怖的名号，一时间不少所谓的正道之人都开始卸下伪善的面具，纷纷向沐尘舟请辞。片刻的功夫，30多个前来驰援的正派势力，除了迦南郡主之外，就只剩下一个东周武家了。毒神降临，浩劫将至。如门，看来真的是要大难临头了。无尽恐惧涌上每一个人的心头。夏满魁这时突然惊疑了一声：哎，怎么了？沐尘舟皱眉道。夏满魁将白脸猛地一掀，只见李孝廉的尸体腹部居然整体塌陷了下去，里面一股恶臭味极其刺鼻，看得人触目惊心。这是化尸枯骨丹。片刻，夏满魁大惊失色，何为化尸枯骨丹？众人一头雾水。夏满魁仿佛受到了不小的惊吓，急忙向后退去，拉开相对安全的距离，捂住口鼻，支支吾吾。沐庄主，这化尸枯骨丹乃魔宗毒神所用之奇毒，此毒可通过融化尸体的血肉来产生有毒的气体，一旦吸入毒气者，7日内必然丧失理智，化作尸奴，见人就咬啊！什么？沐尘舟骇然失色，其他人全都慌了，纷纷向后退去，包括李念慈在内，此刻都不敢再靠近祖父的尸体。那怎么办？沐尘舟急道。夏满魁沉色直言，为今之计，只有将李老前辈的尸体火化，并将其骨埋于荒郊，方可避免毒性蔓延。毒神相传是魔宗4恶神中修为最弱的一个，但他却能够凭借用毒而跻身4恶神之列，可见他用毒的手段是有多么可怕。听得夏满魁这话，沐尘舟只得叫来几名弟子，吩咐他们将李孝廉的尸体火化。可就在他们即将点火时，林浩站了出来。你干什么？正打算浇火油的儒门弟子满脸疑惑。林浩站在李孝廉的尸身前，淡然道：这不过就是令尸体溃烂的毒丹，并不会引发什么尸毒。此话一出，夏满魁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林浩，你是要利用我祖父的尸体，让我圣如山庄成为尸山血海吗？李念慈到现在还咬着林浩不放，无理取闹的女人，林浩这一路走来见得多了，也懒得理会。夏城主是吧？林浩瞥了一眼那神色慌张的夏满魁，饶有兴致。你说这叫化尸枯骨丹，那你可曾知道它是由什么材料炼制而成的？啊！夏满魁没想到他会问出这么荒唐的问题来，心想这连他都不知道，这小子就能知道了。为了自己的名誉，夏满魁开始胡诌起来。不就是毒龙草、泻雨精搭配曼陀罗汁，再以魔宗特殊丹方炼制而成的吗？不愧是夏城主，一眼就能看出这毒丹的炼制材料。那当然了，夏城主可是3品炼药大师，他的眼界又岂是区一个林浩能比的？林浩，这叫什么？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哈哈哈哈！讥笑声此起彼伏。苏晴尴尬上前，及时扯了扯林浩的衣袖。不要说了，夏城主乃3品炼药大师，放眼整个灵州都无人能出其右。3品大师，看来这灵州地界的炼药师档次很低。林浩无奈摇头。你说什么？所有人都愣住了。他是在哗众取宠吗？居然敢质疑夏城主的炼药术！夏满魁抱着双臂在一旁阴阳怪气道：行啊，
那你说说看，李老前辈究竟是中了什么毒？我说过了，这不过是一枚令尸体腐烂的丹药而已，名为化尸丹。林浩的话当场让夏满奎震惊了，这的确是化尸丹，并没有什么枯骨二字，可他是如何知道的？夏满奎此番前来可是受人所命，不敢有半分差池。面对林浩给出的答案，他突然捧腹大笑起来，哈哈，明明就是化尸枯骨丹，你却说它叫化尸丹。好好好，如果木庄主愿意信你，那就别火花了。7日后一旦圣如山庄有人尸变，到时候你要负全责。二人各执一词，但显然夏满奎的话更有说服力，毕竟他声名远扬，而林浩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尸变故意制造恐慌，继而令外界正道人士不敢再向儒门施以援手，好让儒门彻底陷入孤立无援的窘境，这就是你的目的吧？林浩笑问道。夏满奎怒不可遏，你简直一派胡言。说罢回身面向穆晨舟抱了抱拳，既然木庄主请来了这么一位大师，那就容许我先行告辞了。哎，夏城主，我没这个意思。看到夏满奎怒气冲冲离去，穆晨舟立刻给大长老使了个眼色，让他追上去好生解释一下。事情闹成这样，穆晨舟也很无语。林浩，你到底想怎样？难道我不愿将罗刹地令交给你，你就要将我圣如山庄搅得天翻地覆吗？林浩，宁阮实在听不下去了，你这人还真是有眼无珠，真正的炼药大师近在咫尺，你视若无睹，反而为一个3品炼药师的离去而心生愧疚，你眼睛是长屁股上了吗？穆晨舟，姑娘你，少主，我们走，这种地方我片刻也待不下去了。宁阮挽住林浩的胳膊，哼道。林浩点了点头，带着几人扬长而去。天，你们刚刚听到他说了什么吗？真正的炼药大师，难道是在说那个林浩？哈哈哈哈！儒门满堂哄笑，这简直就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他当自己是谁啊？还敢跟夏城主争大师的称号，真是不要个碧脸了。回到苏府，宁阮一口气连闷了3杯凉茶，气到腿软。他们真该死啊！要不是儒门有可能和林家先辈有关系，咱们才不管他们呢。萧炎闻言，一把捂住了他的嘴，并警惕地看向门窗。嘘，小心隔墙有耳。住在苏府，不得不防。尤其他今天也发现了，苏秦在劝少主不要说下去时，明显是不想让少主揭穿夏满奎的谎言。少主说的对，这个女人真的不简单。宁阮真的要气死了。少主是什么人啊？他可是屡次创造奇迹的人，奇迹发生在他的身上如同常态。别说区区一枚毒丹了，少主就是当场生出个孩子来，他都不会觉得意外。好了，少主有自己的打算，咱们只需听命行事就好。萧炎哭笑不得。另外一处房间中，陈管家关上房门后，脸色异常凝重。小姐，今天真的好险。是啊。苏秦坐在梳妆台前，描着眉，想不到他居然还是炼药师。不过他毕竟没什么名气，就算他能戳穿夏满奎的谎言，也不会有人相信他的。陈管家，话虽如此，可我总觉得这个林浩或许会成为咱们计划中不可控的变数，要不咱们还是将他除掉吧。苏秦略微沉默，摇了摇头。林浩的目的是罗刹地令，而他和林啸同样都姓林，我们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引他一步步追查下去。陈管家，您是说他和林啸有关系？苏秦，一定是这样。傍晚时分，苏秦还在院子里看着账本，不多时，一名婢女上前汇报：小姐，木庄主来了，带他过来吧。苏秦淡淡说道。是。很快，穆晨舟就来到了别院，望着夕阳余晖下那美丽端庄的倩影，穆晨舟醉眼迷离，竟不舍得上前打扰他。片刻，苏秦将账本一合，含笑抬眼：穆大哥，来都来了，还站在外面干什么？穆晨舟尴尬挠头，走了进来。今天不是我不愿意相信林浩，实在是……不用解释，我明白。苏秦示意他坐下来。穆晨舟坐到石桌对面，将2个食指缭绕在一起。那个林浩他怎么会住在你的府上？苏秦闻言略显无奈。还不是因为仙翼门。穆晨舟，仙翼门。苏秦撇着嘴，仙翼门的史泰温不知道抽了哪门子邪风，非要纳我为妾。什么？穆晨舟拍案而起，怒不可遏。自从苏秦3年前搬到这里，他就对他一见倾心。尽管这份心意他迟迟没有勇气说出来，但这3年来他对苏秦的关照可谓无微不至，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对苏秦是怎样的感情。听到这事儿，穆晨舟罕见的露出厌恶之色。史泰温在青州为非作歹也就算了，如今居然还敢把主意打到你的身上。你放心，只要有我在一天，任何人都不可以伤害你。苏秦闻言扑哧一笑：傻瓜，你现在面对的压力不比我小，还是不要分神的好。至于我这边，林浩答应了会保护我的，
有他在，我相信史泰温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沐尘周闻之一怔，心中莫名酸楚。你好像很信任他。苏秦认真点头。若不是他，我可能早就被仙翼门的人掳走了。是吗？看到他如此信任林浩，沐尘周复杂抬眼。那你清楚他是什么人吗？他……苏秦稍作思考，仿佛小女子动了情一般，露出沉浸在幸福中的模样。他为人正派、直率，有担当，有远见，天赋惊世，又聪明绝顶。总之，他是一个值得信赖和依靠的男子。沐尘周听得目瞪口呆，万万没想到林浩在他眼中竟是这般完美无瑕，一时心中酸楚加倍，如喝了10年老陈醋，酸得冒泡。好，既然你如此信任他，那我也不便多说什么。总之，我会和他一起保护你，绝不让仙翼门的人再动你半分。沐尘周绷着脸径直离去，那样子就跟生闷气了一样。目送他的身影消失在视线尽头，苏秦把玩着耳边垂落的3000青丝，莞尔一笑。都说这世间女子最爱争风吃醋，男子不也一样？夜里，林浩正盘膝修炼，突然外面传来细微的破风之声，让他一瞬间猛地睁开了双眼。紧接着他就看到了一个黑影站在了窗外。咻！竹窗乍然破开一个口子，面对迎面袭来的飞镖，林浩随手将之抓住。看到那黑影一闪即逝，林浩立刻破窗而出，追了上去。夜色下，两道身影一前一后在屋檐上急速飞驰，犹如2道银色的闪电，互不相让。不到1炷香的功夫，他们2个就来到了一片荒郊野岭之间。山岭中野狗的叫声余音袅袅。眼前之人虽穿着夜行衣，背对着林浩，但林浩还是一眼就看穿了他的身份。木庄主放着好好的如门门主不当，改行当刺客了。林浩含笑打趣。沐尘周豁然转身，提起手中剑锋，直指林浩，说：“你接近苏秦究竟是何目的？”苏秦，林浩，与其说我接近他，何不说是他接近我？沐尘周，笑话。林浩看明白了，这货大半夜的引他过来，就是为了苏秦这个女人，不由得失望摇头。先前我还觉得你天赋不错，是个可造之才，没想到你居然为了一个女人。少跟我说这些废话。林浩，你不是一直都想要罗刹地令吗？现在地令就在这里，有本事你就来拿。沐尘周说着，将那青色的地令直接从怀中掏了出来，这倒是把林浩给逗笑了。林浩，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沐尘周，什么意思啊？林浩漫不经心，掸了掸袍肩，不屑道：“将罗刹地令留在你身上，是我刻意而为之，并非是我没能力抢，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狂妄！沐尘周脚掌向前一踏，体内万法镜中期的灵压瞬间笼罩住了整片山岭。岭中黑鸦群飞而起，群狼匍匐在地。面对这可怕的灵力波动，仿佛天地都开始为之变色。沐尘周能如此年轻就继任如门门主之位，靠的可是真本事。看到对方认真了，林浩含笑点头：“好吧，那就让我看看这5朝的绝世天骄究竟是什么成色。”说罢，脚下天机境后期巅峰的气息也跟着翻涌了起来。微风拂面，2人眼神焦灼，突然各自动身，如2颗彗星狠狠相撞。山岭之间，狂暴的飓风肆虐着周遭天地。当沐尘周看清对方竟仅用一把木剑就挡下了他的全力一击，脸色瞬间暴沉。什么？木剑？很吃惊吗？林浩随手一挥，磅礴剑气瞬间将沐尘周震退，脚下踏着地面，踩出阵阵火花。当沐尘周站稳身形时，鞋底都磨破了。他不敢置信，自己身为万法境中期强者，居然被一个天机境的家伙震退。到现在，握剑的手还触电似的发麻。林浩手持木剑，立于原地，眸波平静如一潭清泉。被小看了。沐尘周咬了咬牙，脚下猛地一踏，剑芒飞逝，直逼林浩要害。林浩颈向旁迈出一道残影，轻易避开，同时一掌拍在沐尘周的肩上，可怕的力道当场将沐尘周拍得翻滚了数圈，应声落地。沐尘周趴在地上，完全震惊，手拍地面，腾空而起。不料林浩凌空一跃，一脚踩在他背部，再次将他踏翻。脚踩着沐尘周，如同踩踏一只奋力挣扎的泥鳅。下一刻，林浩手中的木剑已经抵在了他的颈下。输了，我就这样输了。沐尘周不敢置信，眼睛瞪得像铜铃。身为如门门主，世间绝无仅有的超级天骄，他居然在林浩的手中走不出一个回合。开玩笑的吧？林浩俯视着他，声音有些冷漠。就你这点三脚猫的本事，莫说是我，就是云奇也能轻松灭你。沐尘周微微一怔，云奇是谁？林浩，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沐尘周黯然失色，这话的意思是说
他连一个微不足道的人都不如吗？这就是林浩的眼界吗？明明他只有天机境后期巅峰的修为，为何会强成这个样子？这等实力简直恐怖。沐尘舟败了，在和林浩交手之后，他一败涂地。就这样任林浩踩着他的背脊，完全陷入了沉默。林浩见他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弱小，缓缓抬起脚，并将问道之剑收入囊中，负手看向远州，淡然说道：林啸，他在什么地方？沐尘舟眼神一寒，恩师一向神龙见首不见尾，你是不可能找得到他的，死了这条心吧。林浩嘴角一勾，到现在你还认为是会害他？沐尘舟愤然抬头，难道不是吗？林浩懒得和他解释，问出了第二个问题：你们儒门是不是知道问道者的下落？问道者，沐尘舟有些茫然，那不过就是魔宗妖女故意散播的谣言，相传问道者乃大道之子，天生道源无尽，那等传说又怎么可能轻易就能见到？的确，林浩自从成为了问道者，就深刻地认识到问道者的道源以及传承究竟有多么恐怖，简直就是开挂的人生。不过世间这么多问道者，父亲却一点消息都没有。若说这得天独厚的青苍界不是问道者们首选的藏身之地，林浩自己都不会相信。算了，林啸也好，问道者也罢，我会找到他们的。至于你，真别把你和儒门当回事儿。区区儒门，林浩还看不上，他要干翻的是这苍穹。轰！突然地面为之一颤，二人同时朝圣庐山庄方向望去，那里竟弥漫起大片火光。坏了！沐尘舟连忙从地上爬了起来，惊望着那冲天烈火照亮了大片区域，身形一动，便和林浩一起朝着那个方向飞驰而去。林州，这个夜晚注定了不会安宁。火海蔓延之势，使得无数人从睡梦中惊醒，不少强者再次云集于各处屋檐上，呈遥望之势。当林浩和沐尘舟赶回来时，发现火海之地并非儒门，而是儒门对面的苏府。苏晴，沐尘舟半张着嘴，见到府中有丫鬟跑了出来，急忙拽住他询问，到底发生了何事？丫鬟蓬头垢面，吓了一跳，看清来者相貌，这才哭诉：是仙一门，仙一门的人掳走了我们小姐。什么？沐尘舟骇然失色，那他们往哪个方向去了？丫鬟泣不成声，我也不知道，白明公子他们追了上去。这……沐尘舟回身看向儒门的人，上前询问，可就是连他们也没有看到苏晴被掳走。现场一片混乱，苏府火光冲天，儒门这边大批弟子拎着水桶冲到苏府救火，沐尘舟已然乱了方寸，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仙一门，好一个仙一门！你们若敢伤害苏晴，我定要你们全宗覆灭！沐尘舟愤怒咆哮着，在苏晴生死不明的情形下，他彻底陷入疯狂，赤红的双瞳再也没有身为儒门门主该有的那一份儒雅。这一幕落入迦南郡主眼中，让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兄长才好。传令下去，全城搜索，就是掘地3尺也一定要把苏晴找到。沐尘舟终于绷不住了，破泪大吼。看到他为爱癫狂的样子，林浩无奈摇头，哭有什么用？无能狂怒又有什么用？林浩将双手对于身前，开始结印，地面诡异的灵光迅速凝结。当一道金色灵阵于林浩脚下升起，在场的所有人都彻底看傻了眼。阵法师，他既是炼药师又是阵法师吗？儒门大长老王守之惊得胡子都歪了，世间哪有人能同时双修2种特殊法门的？不可能啊，这简直闻所未闻。灼热的灵风自金色大阵中冉冉升腾，一缕缕纯金色流光于虚空中交织缠绕，很快就朝着一个方向飞驰而去。在那边啊！林浩动容一笑，身形缓缓升空，突然朝那道金光飞了过去。他在白明他们4个人的身上分别留下过魂印，通过追踪阵法可辨识他们的方位。这样做也是为了保证他们4个人的安全。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了用场。见此情景，沐尘舟恍然回神，也跟着追了上去。庄主，大长老王守之骇然失色，正欲出手阻止，却被穆苏拦了下来。郡主，王守之一脸茫然。穆苏抿嘴浅笑，仙一门是不敢动兄长的，要知道他不只是你们儒门的门主，更是我穆王府的世子。月辉倾泻而下，为灵州大地披上了一层银色的面纱。隐隐绰绰的月影之下，林浩如一道闪电飞速疾驰，不多时就来到了一片繁华的街巷。此刻白明4人正被100余道仙一门弟子围困，眼前是灵州著名的风尘之地万香楼，楼上的姑娘们穿得花枝招展，都在2楼阳台看着热闹。在瞧见又有一个帅哥从天而降后，他们的眼神都变得炽热了起来。少主，你来了。白明指向眼前万香楼道，苏晴被他们带到里面去了。
林浩点了点头，你就是林浩。这时，一位白衣男子自万香楼中走来，此人相貌和那史泰温极为神似，但气质却远非史泰温可以相及。林浩闻言淡然望去，你是何人？我是仙翼门少主史泰贤。白衣青年的话差点让林浩笑场。史泰温，史泰贤，这史家的人是会起名字的。林浩突然好奇，你娘是不是叫史真香？此话一出，史泰贤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他生平最痛恨的就是别人拿他的名字开玩笑，玩归玩，闹归闹，得有个度。史泰贤啪的打了个直响，周遭屋檐上瞬间出现了无数弓弩手，那些人手中的弩箭皆缠绕着灼热的灵光，一看就都是灵气，瞬间落入众矢之地。宁软俏脸一片惨白，然林浩、青蒙、白明、萧炎四个人却保持平静泰然，丝毫不惧。史泰贤，快放了苏晴姑娘，不然我要你的命！沐晨舟这时终于追了过来，刚落地就拔剑指向史泰贤，他的手都在颤抖。可见苏晴被掳已经让他方寸大乱。沐晨舟，史泰贤双臂环胸，不屑冷哼，身为儒门门主，却甘愿当一个女人身边的舔狗。沐晨舟，你不觉得自己很没有格局吗？格局和苏晴姑娘相比，一文不值。沐晨舟怒发冲冠，一剑刺向史泰贤，不料有道身影突然出现，一掌便拍在了他的胸口。噗！沐晨舟遭到重创，哇的吐出一大口血，整个身子如断线风筝般倒飞而去，一头撞进对面茶馆，再无动静。眼前突然出现的中年男子，相貌不过40-50岁的样子，头发却已花白，一看就是不懂节制，未老先衰。爹，你来了。史泰贤笑言道。不多时，沐晨舟艰难地从茶馆中爬了出来，在看到那满头白发的中年男人后，咬牙切齿道：仙翼门门主史全痴。哈哈哈哈！听到这个名字，林浩彻底绷不住了。史全痴余光一瞥，随后看向沐晨舟，冷笑道：原来是沐庄主啊，刚刚没看清，出手重了些，还望沐庄主不要介意啊。沐晨舟挣扎着擦去嘴角血渍，少跟我在这阴阳怪气，识相的就赶紧将苏晴交出来，否则我灭了你仙翼门。你说苏晴啊，他现在恐怕正在里面和温儿快活呢。史全痴的一番话令沐晨舟当场破防。他敢？史泰贤走了过来，别说敢不敢的，都这么久了，说不定我那弟弟已经开始第二次了。混账！沐晨舟想要冲过去，可严重的伤势使得他没跑出去2步就趴在了地上。看到他像死狗一样浑身剧颤，史泰贤半蹲下来，有些同情。哎，自己心爱的女子此刻正被别的男人一次又一次的占有，这种滋味一定很不好受吧？可你又能做什么呢？你们儒门得罪了魔宗，现在自身都难保了，你还拿什么去青州灭我仙翼门啊？史泰贤阴翳讥笑，宁软神色复杂，望向林浩。苏晴就这么被欺负了，他真的无动于衷吗？原本宁软还以为林浩入住苏府多多少少是因为苏晴的美貌和聪明，但现在看来，他似乎天生就是一个无情的男人，什么美色在他面前也阻止不了他的问道之路。眼看沐晨舟趴在地上，哭得鼻涕泡都冒出来了，史泰贤忍不住大笑起来，哈哈哈，这就是灵州的绝世天骄沐晨舟吗？看着也不过如此啊。林浩，我求你救救苏晴，只要你肯救她，我就告诉你恩师的下落。沐晨舟突然闭着眼睛大喊。林浩默然俯视着他，保持沉默，深不见底的眸子寒流闪过。他，史泰贤手持折扇，随手抵在林浩的下巴上，讥笑道：他现在都自身难保了，你还指望他能？话至一半，史泰贤突然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林浩抓着他的手，将那食指掰到一个恐怖的弧度，心平气和到装逼也要看清楚对手。我和他可不一样啊！疼疼的！史泰贤疼的面容扭曲，应声跪地。如此一幕，惊出在场仙一门弟子们一身冷汗。混小子，快放开弦儿，不然我杀了你！史全痴面色大变，万万没想到自己都亲临现场了，这个林浩居然还敢如此放肆！杀我！林浩抬起头笑问：你是认真的吗？我……眼看儿子的手指就要断了，史全痴纵然杀心大起，也不敢轻举妄动，只能故意释放出自己的灵压。当那磅礴到令天地崩裂的气息彻底弥漫于整个街巷，白明等人煞然色变。大成境后期，史全痴磅礴的灵压笼罩着这一方天地，令所有人骇然失色。不得不说，这位仙翼门门主的实力极其恐怖，至少对白明来说，骄傲如他也自认敌不过史全痴一招。然林浩依旧面不改色，
平静的目光直视着史全吃，淡淡说道：“跪下。”你……史全吃浑身一颤，仙一门弟子们也全都看傻了眼，这小子居然要门主给他下跪！就在史全吃不知所措之际，被林浩控制住的史太贤突然发疯似的咆哮起来：“爹，不要管我，快拿下他们！他们就是冲苏晴来的，我要让他们亲眼看看苏晴是怎么被弟弟摧残的。等他们看到踏上血水相融，苏晴惨叫不止的样子，再杀了他们，我要让他们走在黄泉路上都不得心安。”史太贤面目极度狰狞扭曲，心中对于林浩的恨意已然达到了极致。苏晴已经废了，你们的下场将会比他更……嘎嘣！林浩突然掰断了他的食指，剧痛让史太贤当场惨嚎起来。贤儿！史全吃怒指林浩：“你竟敢！”林浩捏住史太贤的中指，笑问：“跪还是不跪？”史全吃憋得老脸通红，仙一门那些人也全都吓傻了眼，没有一个敢轻举妄动。嘎嘣！又是一根手指被折断，史太贤已经疼得在地上乱蹬。好好，你别再伤害贤儿了，我跪，我跪。史全吃实在心疼儿子，只好忍着屈辱，艰难地跪在了林浩的面前。仙一门的门主真的跪下了，跪在了林浩的面前。楼上那些看热闹的风尘女子，此刻也全都捂着嘴，不敢吭声。面对林浩俯视蝼蚁的眼神，史全吃牵强陪笑：“呵呵，现在可以放了贤儿了吗？”嘎嘎嘎！林浩突然连续掰断史太贤右手仅剩的3根手指，然后在史全吃大为震惊的目光下，将那5根断指用力一拧，当场拧成了麻花。撕心裂肺的断指之痛让史太贤眼皮一翻，应声倒地。“我杀了你！”史全吃勃然大怒，猛然起身，一拳砸向林浩面门。见状，青蒙摇身一闪，将林浩护在了身后，二人双拳隔空相撞。砰！在史全吃不可思议的视线中，自己的右臂肌肤血肉寸寸崩碎，骨头直接炸了个满天飞。噗！血雾喷涌，史全吃整个右臂化作乌有。史全吃痛苦地捂着断臂，踉跄后退。所有人齐齐一颤，这个女人是怪物吗？居然一拳就打碎了门主的手臂。仙一门无论弟子还是长老，现在都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逃。趁着史全吃痛苦哀嚎，林浩突然一步瞬闪，噗呲一剑，当场斩下了他的双腿。触目惊心的画面看得人们毛骨悚然。一时间，那些手持弓弩的仙一门弟子们好似热锅上的蚂蚁，纷纷丢下手中弓弩，撒腿就跑。眨眼的功夫就都逃得无影无踪了。萧炎，这个赏给你了。林浩瞥了一眼那晕死过去的史太贤，淡淡说道：“少主此话何意？”白明好奇皱眉。是。萧炎来到史太贤面前，缓缓拿起背后的玄铁重尺，棒一下砸碎了史太贤的脑袋，同时将玄铁重尺往地上一杵，开始飞速结印。不多时，夜空中亮起了一个红色的光点，一具血色棺木从天而降。这一刻，灵州不少强者都感受到了这边的变故，纷纷惊愕望来。那是什么？穆苏跳到屋顶，震惊地望向那从天而降的红点，凝色质问。不多时，孔怀也出现在了他的身旁。即便是孔怀，也从未见过炼魂师的力量，他只是隐隐感觉到了一股极致邪恶的气息正在那边悄然滋生。当血色棺木悬浮于离地3尺的距离，萧炎手应变化间，史太贤的灵魂体直接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强行扯进了棺木之中。砰！棺盖合上，开始自燃。萧炎趁势盘膝于地上，开始静心打坐。白明和青蒙惊目圆瞪，随后二人便无比错愕地瞧见萧炎的气息正在迅速向上攀升。御法境初期，御法境中期，御法境后期，御法境后期巅峰。白明猛地倒吸了一口冷气，完全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其实史太贤的修为已经达到了天机境后期巅峰，按理说萧炎吸收他的灵魂不该就提升这么点才对。林浩目光死死盯着萧炎，片刻后得到了答案，看来是体质差距。萧炎的体质并没有他的道体地胎这么彪悍，因此在吸纳灵魂体后所得到的收效也远不足以拿来和他相比。御法境后期巅峰，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刚刚那血色棺木是什么东西？白明看的背后隐隐发凉，哪怕是在罗刹地族，也没有任何一种法门能与这血棺吸魂的法门相媲美。而且他萧炎现在的气息十分沉稳，并不像利用什么秘法短暂使修为获得提升。林浩低头看了一眼这4只少了其3的史全吃，嘴角扬起一抹嗜血弧度，手持木剑，噗，灌进了对方的天灵盖。这一刻，林浩也开始结印，又一具血色棺木从天而降。
随着史全之的灵魂被强行扯进棺木之中，棺木开始自燃。半部万法境，万法境初期，万法境中期，万法境后期，万法境后期，巅峰半部大成境。我的天！沐晨舟惊望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幕，整个人瞬间呆若木鸡。开玩笑的吧？林浩居然用那口红棺将自己的修为强行从天机境提升至半部大成境。半部大成境。此刻，林浩周身气流异常澎湃，与空气摩擦，呲呲作响。林浩尝试着握了握拳头，周遭虚空都开始出现扭曲的迹象。这就是大成境的力量吗？林浩仿佛在自言自语。现在的他，不止让白明和沐晨舟望尘莫及，就算是青蒙，也被他这突然暴涨的可怕力量深深震慑。林浩活动了一下胳膊，噼啪作响，顺势将目光落到了万香楼。走吧，进去看看。林浩刚迈出脚步，沐晨舟就连滚带爬，抢先他一步冲了进去。苏晴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林浩很清楚，看似柔弱，实则聪明绝顶，实力也不凡。他甚至怀疑，或许苏晴就是魔宗妖女唐敏。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又怎么可能会被史泰温欺负呢？这也是林浩之所以到现在都不急的理由。沐晨舟冲进万香楼后，经询问，直接来到了2楼一处雅间，砰一脚踹开了房门。苏晴看到苏晴蜷缩在角落里，披头散发，满脸泪痕，沐晨舟万分心疼。但很快他就看到了史泰温躺在地上，身为男人最要命的地方一片血红。我不是有意的，我真的不是有意的。苏晴一边哭一边摇头，手里握着把剪刀，止不住的颤抖着。年前爆更，话不多说，提前给书友大大们拜个早年。我不是有意的，我看到他扑了过来，然后我就抓住衣柜里的剪刀，我就剪掉了他的。苏晴描绘着整个过程，眼泪止不住的往下落。看到他这个样子，沐晨舟心都碎了。是我不好，是我意气用事，将林浩约到了郊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仙翼门也不会有可乘之机。沐晨舟一把抱住了他，陷入深深的自责。这时林浩几人也走了进来，苏晴连忙推开沐晨舟，低头呢喃，所幸他并没有得逞。沐晨舟擦去他脸上的泪水，如果苏晴真的被玷污，那他将难辞其咎。宁软，这个给你。林浩默然道。好。宁软走上前来，从袖中摸出一把匕首，扑哧一刀抹了史泰温的脖子，随后盘膝而坐，开始结印。又是这招。青蒙金木圆瞪。很快一尊红棺直接撞破屋顶，落到了史泰温的尸身之上。只见史泰温的灵魂体发出凄厉哀嚎，被吸进了棺木之中，待血棺燃起诡异的幽冥之焰。宁软的气息也开始发生，巨变归虚境中期，归虚境后期，归虚境后期巅峰，半步破虚境，破虚境初期。最终在苏晴不可思议的目光下，宁软的修为定格在了破虚境初期，且气息状态极为沉稳，仿佛已在这个境界沉淀多年。他这是怎么回事？苏晴美目大睁，不敢置信。恭喜！见宁软缓缓起身，萧炎含蓄道。宁软闻言，脸颊微温。我这点修为根本就不够看。萧炎，不急，来日方长。炼魂师想要变强，只需狩猎比自己更强的人即可。有林浩在，他和宁软根本就不缺猎物。当然，这种狩猎方式的前提是猎物不能比林浩更强。既然没事了，我们就回去吧。林浩瞥了苏晴一眼，便转身离去。冷漠的态度落入苏晴的眼中，让他脸色显得有些不太自然。穆庄主真的是冤枉啊！我们万香楼做的是正经生意，和那仙翼门没有半分关系，还请您明鉴。万香楼大堂，其他宾客均已离席，老板沈万香带着一众风尘女子跪在地上，奢望沐晨舟能够放他们一马。沐晨舟来到沈万香的面前，冷声质问：那为何史泰温会选择来到这里？这史二公子一直都是我们这儿的贵客，他突然抱着个姑娘进来，我也曾上去询问，可史二公子非但没有什么解释，还赏了我一巴掌。你看我这脸到现在都还肿着呢。沈万香跪着爬到沐晨舟面前，含泪抬眸，低领的衣裳，饱满浑圆的画面，一片雪白，看得沐晨舟小脸通红，立刻扭过头去。穆庄主，我沈万香虽是风尘女子，可也懂得何为大义。前年闹蝗灾，我开仓放粮，救济灾民，这城主大人也是知道的。行了，别哭了。沐晨舟懒得和这种女人纠缠下去。仙翼门现已不复存在，你好自为之吧。说着带着苏晴就朝外走去。就这么放过他了？白明有些懵，不管怎样也得上点手段，严刑拷打一番吧。所以啊，这个沐晨舟没什么出息。林浩无奈摇头，反正也不关他的事。可就在他们几人走出万香楼时，一道穿着黑衣长袍的身影却是宛如死神般从天而降，拦住了他们的去路。黑袍男子脸上戴着白色的面具，因此看不清他是何相貌。
不过从他那阴冷的眼神便不难看出，此人定是来者不善。沐尘周下意识将苏晴护在了身后，警惕地看向黑袍男子，抱拳道：“阁下是何人？”黑袍男子冷冽的目光一扫苏晴：“世人皆称我为毒神。”沙哑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隔空传来，令得包括林浩在内所有人面色巨变。这个人就是魔宗的毒神。林浩将一只手背在身后，比了个手势见状，萧炎立刻心领神会，带着凝软向后退去。毒神突然降临此地，意欲何为？看他的眼神一直在盯着苏晴，虎视眈眈，这倒是让林浩有些疑惑了。莫非苏晴真的不是唐冕？毒神是你毒杀的二长老？沐尘周厉色道。毒神仰了仰头，谁知道呢？突然地面一股奇异的绿色浓雾向这边飘荡而来。见此情景，沐尘周连忙将苏晴拦腰抱起，跳到了屋檐上。与此同时，白明等人也相继后撤，可林浩依旧站在原地，纹丝不动。少主！白明急忙大喊。片刻间，绿色毒雾就将林浩的身影吞噬在了其中。少主他为何不撤？白明不懂。毒神在青苍界拥有着极其响亮的名号，可见他的实力一定不容小觑。少主是不是托大了？对此，青蒙也不太理解。而毒神此时同样被林浩的举动所震惊，他的毒雾就算是大成境强者不慎沾上一点也得化作脓水。林浩居然不逃，毒神搞不懂这个小子究竟是怎么回事。闭目感知，突然发现毒雾中那道气息并未减弱。他不怕我的毒？毒神震惊了。单论用毒的本领，青苍界他认第二，就没人敢认第一。没想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居然能够免疫他亲自调制的毒雾。好小子，难怪初到灵州就声名大噪，果然有些本事。你是来找我的吗？林浩闲庭信步走在绿色的毒雾之中，盯着前方那道隐隐绰绰的身影，笑问。毒神摇了摇头，不是。闻言，林浩停下了脚步。既然不是来找他的，那他也不必多管闲事了。而且通过感知，他发现这个毒神的修为只有万法境中期，比他还要低。这种修为根本就不配做他的猎物。沐尘周，小心！青蒙这时冲沐尘周那边大喊道。沐尘周微微一怔，回过头来，这才发现身后方向不知何时竟已弥漫出大片毒雾，四面八方的毒雾如蒸笼般迅速压了过来，眼看逃无可逃。情急之下，沐尘周只好屏住呼吸，并将苏晴紧紧抱住，用胸膛埋住他的脸，以此来护他周全。滔天毒雾汹涌的在街巷之中席卷，沐尘周和苏晴被吞没的那一刻，宁软看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完了！宁软愣在原地，看到不远处的毒雾在毒神的控制之下并未朝他们这边蔓延，可见毒神的目标不是苏晴就是沐尘周。而先前他曾见识过那李笑莲惨死的画面，连大成境强者都能被轻易毒杀，可见毒神的毒多么可怕。现在林浩没有下达任何命令，白明这边也不敢轻举妄动，只能静静观望。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那片街巷宛如被混沌笼罩，密不透光。也不知道少主他现在怎么样了。白明死死攥着拳头，很是担忧。他和东皇太一不同，在经历过和林浩的决赛之战后，他清楚地认识到少主能给林家带来怎样的未来。尤其来到了青苍界，亲眼目睹少主那诡异的血观法门，他几乎可以断定，有少主在，林家总有一天会彻底击败修罗地界。少主没事，你不必担心。萧炎这时走了过来。林浩既然主动留在毒雾之中，就证明他有办法应对。他认识的林浩就没吃过一点亏，这一次也一样。四人就这样站在毒雾外面，不知不觉已经等了半个多时辰了，里面一点动静也没有。突然，上方虚空为之一颤，四人顺势抬眼，只见一位素袍老者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那里。孔怀。青蒙看到来者，眼中涌现些许不甘。孔怀，他就是儒门二圣之一的孔怀吗？白明能感受到此老者的气息异常强悍，神游境，名副其实。孔怀老眼凝视着脚下的大片毒雾，转目看了一眼青蒙四人，随后袖袍隔空一挥，下方虚空几近崩塌，所有毒雾瞬间被掀翻至苍穹之上。源源不断的毒雾宛如一道绿色的瀑布，飞流之上3000尺，看得众人目瞪口呆。当画面逐渐清晰，林浩此刻正坐在屋檐上，沉默如常。而另外一处屋檐，沐尘周和苏晴已经倒在了那里。小周，孔怀老脸阴沉，一步瞬闪出现在那里，看到沐尘周浑身布满黑色冰霜，连他也不敢轻易触碰他。李笑莲的死历历在目，对于毒神的用毒手段，孔怀也十分忌惮，可惜毒神早已消失不见。孔怀略微沉吟，只得转目向林浩讨教。
林小友，不知刚刚这里发生了何事？林浩此刻正在观察沐晨舟和苏晴的状况，在确定二人尚有呼吸后，淡然说道：“是魔宗毒神将我们3个困在了这里。”果然是毒神，这种危险人物真的来到灵州了。孔怀望着林浩安然无事的样子，其实很想问，为何他能够免疫毒神的奇毒？不过到嘴边的话还是被他生咽了下去，因为这个林浩太诡异了，而且看样子似乎真的和那毒神没什么关系，不然的话毒神都跑了，他又怎么会留在这里呢？孔怀将干枯的老手自袖中探出，掐着硬诀，2道灵光顺势拖着沐晨舟和苏晴的身体飞了起来。林小友，不知可否请你陪老夫一同回去，看看他们2个的状况。孔怀身为神游境强者，实力通天彻地，此刻对林浩说话却是恭恭敬敬，丝毫不敢有任何怠慢。看到命悬一线的沐晨舟，他的心都要碎了。如果自己无法救治小舟，那林浩将是唯一的希望。看到老头这么诚恳，林浩耸了耸肩，好吧，勉为其难答应了下来。圣庐山庄灯火通明，苏府那边的大火已经被扑灭了，而圣庐山庄的大殿此刻广场上聚满了人。庄主被毒神用毒所伤，命在旦夕，每一个人的眼中都泪水焦灼。沐晨舟作为儒门第13代门主，被誉为历代门主之中天赋最高的一个，他承载的是儒门的希望和未来。可他今日居然为了一个女子而孤身涉险，这多少让一些儒门弟子感到心寒。为庄主感到不值也不至。夏城主此时已经赶了过来，看到沐晨舟和苏晴脸上都蒙上了黑色的冰霜，他并没有直接用手去触碰，而是小心翼翼用银针测了一下，银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瞬间变成了黑色，看得夏满魁头皮发麻。这是剧毒啊！庄主他不会也像二长老那样？住口！庄主一定不会有事的。长老们站在大殿之中，相距较远的位置，一个个抹泪长叹，唯有穆苏一人坐在地上，就在沐晨舟的身旁。哥，是我不该放你去的，都是我不好，求求你快点醒过来吧，不然我真的没办法向父王交代。穆苏陷入深深的自责，若不是他阻止王守之，兄长也不会遭遇毒神，也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然而夏满魁发现他们2人虽身中奇毒，可目前呼吸尚在，并没有像李孝廉那样瞬间毙命，可见此毒虽强，侵入5脏6腑的速度却是极其缓慢的，或许有破解之法。夏城主，他们还有得救吗？孔怀老眼含泪上前问道。沐晨舟可是儒门的未来和希望啊，如果真的死于毒神之手，他是绝不会放过那个家伙的。夏满魁没有说话，直接从储物戒中取出了一尊青色炉鼎，然后将银针放到鼎中。就在他打算生火时，林浩突然开口：“你是想让这大殿中的人一起陪葬吗？”夏满魁，你说什么？众人面面相觑，也都不明白林浩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林浩走了过来，指着沐晨舟身上的黑色冰霜道：“难道你就没发现吗？此寒毒中夹杂着冰魄寒泉的力量，一旦遇火蒸发，将会产生大量毒物，届时大殿之内除了我之外，将无一幸免。”此话一出，殿内顿时哗然一片。冰魄寒泉，夏满魁老脸一抖。冰魄寒泉遇火蒸腾，产生雾气，的确是常理。可是夏满魁当场笑了：“呵呵，我当你有什么本事呢？原来是个半吊子的炼药师。老头，你说谁半吊子？我看你才是半吊子，你全家都是吊死鬼！”宁阮当场炸毛，他早就看夏满魁不爽了。你粗鲁！夏满魁碍于林浩的可怕实力，也不敢还嘴，只得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本书籍，然后迅速翻到一页，将之呈于孔怀面前。孔老，请看。大殿内众人的目光全都汇集在了孔怀的身上。孔怀接过古籍，徐徐念道：“冰魄寒泉位于地心深处，乃天下奇毒。经冰魄寒泉所炼制毒丹，一旦发作，便会在人的身体表面形成一层粉红色的毒晶冰霜。粉红色可庄主和苏姑娘身上的冰霜，明显是黑色的啊！”众人纷纷开始热议，熙熙攘攘，如苍蝇般闹人。夏满魁趾高气昂，不屑地瞥向林浩：“年轻人，不要以为懂一点炼药术就可以在这里指手画脚，事关儒门门主的性命，出了差池，你担当得起吗？”“是啊，夏城主说的对，这可不是儿戏啊！此事关乎我儒门未来，林浩，你还是别乱说话了。还好今日夏城主在这里，不然庄主的命就真的要不保了。”人们七言八语都在质疑林浩的说辞。林浩平静抬眼，笑问：“诸位言下之意是让我离开这里了？这人是孔老带回来的，他们自然不敢逐客。”孔怀老脸阴晴变幻，眼看证据就在手中，可心里头还是对林浩抱有一丝期望，当即笑问：“哼，
林小友说笑了，老夫今日请你来，自然带着诚意，不知对于夏城主的说法，你有何见解？孔怀还算是个长眼睛的人，分得清好赖。林浩来到沐晨舟的面前，弯下腰，直接在人们震惊的视线中，用手捏下他眉心的一片冰晶，然后朝夏满葵走去。见状，夏满葵连连后退，眼中带着恐惧。你要干什么？你别过来！林浩，别慌，我只是想让你看个明白。夏满葵，还看得明白？证据都摆在这里了，你还嘴硬？你要是能证明这毒种真的带有冰魄寒泉，我吃屎都行。夏满葵非常笃定，书上的内容不会错，因为这本书可是帝都寻大师的杰作。然而，在听到他这豪言后，林浩瞬间来了兴致。吃屎，这可是你说的？夏满葵信心满满。是我说的，但若是你无法证明，那就请你离开这里，不要耽误我救人。好，林浩当场应下了赌约。穆苏疑惑地望着林浩和夏满葵，都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他缓缓站起身来，也想看看到底谁说的才是对的，事关他兄长的生死，他也不想找一个庸医为兄长救治。林浩捏住黑色的冰晶，面向夏满葵猛地一捏，冰晶直接破碎成渣，化作零星粉末飘零到了地上。然而这些粉末之中明显有粉红色的残渣，这让夏满葵当场愣住了。青鳞独角兽的魔核具有极强的腐蚀性，在和冰魄灵泉熔炼的过程中，就会在冰晶表面镀上一层黑色。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看不懂，你还敢说自己是个炼药师？林浩的一番话让夏满葵羞到老脸通红，几乎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是真的忽略了青灵魔核的腐蚀性。经林浩这么一说，才恍然大悟。现在从夏满葵那难看的脸色，就不难看出林浩说的才是对的。这毒种就是有冰魄寒泉的成分下，满葵额头开始渗出大片冷汗。若非林浩出手制止，恐怕就连他也要被弥漫出来的毒物给毒死了。好阴险的手段！夏满葵耷拉着脑袋，满眼恐惧。毒神居然想用这种方法，将包括孔老在内的所有人一网打尽，这就是魔宗强者的狠辣，简直丧心病狂。夏满葵低下头，感慨道：“是我疏忽了，多谢林公子救命之恩。”林浩嘴角一勾：“孔老，茅厕在哪个方向？”啊！夏满葵错愕抬头，其他人也都用怪异的神色看向林浩。难道林浩还真要让夏城主吃屎不成？王守之和夏城主素有交情，见到此刻夏城主陷入窘境，急忙走了出来。林小友，刚刚夏城主言语上多有冒失，还望您不要当真啊。是啊，我那都是气话，如果是我赢了，我肯定也不会让你吃的。夏满葵拂袖擦着额头冷汗，悻悻陪笑。抱歉，我还真就当真了。林浩面露浅笑，丝毫不给他们二人情面，这让夏满葵有些骑虎难下了。怎么说，他也是一城之主，而且还是这灵州地界公认的最强炼药师。如果今日因为炼药方面的赌约而当众吃屎，那他以后还有何颜面再出去见人？吃是绝对不可能吃的。眼看林浩不讲人情世故，夏满葵只得怒甩衣袖。好，算你厉害。说罢转身就要离去，可去路早已经被萧炎给堵住了。你想去哪儿？萧炎笑问。夏满葵眼皮一跳，干什么？我大半夜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救人的，难不成你们还真要逼我吃屎不成？王守之同样苦心相劝。是啊，夏城主是好心前来，若是让他在这里遭到这样的折辱，那我们圣如山庄也再没脸见外人了。那你们就准备给沐晨舟收尸吧。林浩才不管谁有没有脸去见人呢，没有那个胆就别来打那个赌，玩不起的人他也瞧不上。宁阮这时将店门直接推开，并冲那些目瞪口呆的如门中人笑颜一展。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普天之下能救你们庄主的就2个人。2个？王守之悻悻抱拳，一个是林小友，另一个是……笨，当然是毒神喽。宁阮一句话差点让王守之当场破防。眼看林浩就要离去，王守之急忙追了过来，一步横跨拦在了门前。怎么想用强的？林浩晃了晃胳膊，不介意在这里教训一下如门。王守之放下身段，尴尬陪笑。岂敢，我就是请您念在和苏秦姑娘的交情上救救他们。我和苏秦有交情吗？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不知道？林浩觉得好笑，他和苏秦不过是交易10万中品灵石，甘愿入局的交易，何来交情2字啊？这……王守之愣在原地，青蒙突然一掌将他推开。随后林浩5人便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大殿。林浩来到殿外，眼看都3更天了，外面的空气还不错，看来这苏府是没法住了，要不咱们去山里打点野味。听得林浩的提议，萧炎表示赞同。好啊，正好我储物戒里还有不少美酒。
喝酒吃肉看日出，倒也不错。宁阮冲萧炎眨了一下眼睛。大殿内外一片茫然。殿内是所有人都没想到，林浩完全不讲人情世故，非要逼下城主当众吃屎。殿外那些不明所以的儒门弟子们则是好奇，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何他们5个出来了？长老们都在探头张望，且脸上表情好像都有点不太对劲。当然，现在最尴尬的人还是夏满奎。他哪里晓得，林浩这个毛头小子居然在炼药术方面的常识了解远胜于他。吃，他以后没脸见人；不吃，如果因此而害死了木庄主，那他也将再无颜面立足于灵州。真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面对林浩提出的条件，孔怀纵然想救沐尘州的性命，也不可能用那样的方式羞辱夏城主。毕竟夏城主是来救人的。孔怀身为儒门2圣，被世人尊敬，道德感不允许他那样做。他只是舍不得小周这么好的孩子，如此大好年华就要不幸夭折。想着想着，孔怀便痛苦地仰起头，含泪闭上了眼睛。孔老！一位长老见状急得大喊，可孔怀依旧不为所动。对于他这份气节，林浩倒是欣赏，不过他说出的话绝不能反悔。只要这下满奎不吃人，他就不救。林浩的脚下闪烁起淡淡荧光。且慢！穆苏突然跑了出来，他面向林浩恭敬抱拳，只要夏满奎肯吃，你就能救我兄长，对吗？郡主你……夏满奎一时瞠目结舌。林浩点了点头。穆苏这时豁然转身，吩咐道：常威去茅厕，请夏城主吃夜宵。别啊，还请郡主饶过我。夏满奎闻言扑通跪地，含泪抬头。大殿内的儒门长老们也全都看傻了眼。穆苏雪眸凝视着夏满奎，凝色道：我饶你，那谁饶我兄长？若非是你擅下赌约，林浩又怎么会袖手旁观？说错了话就要认，挨打就要立正。如果你还是个男人，就给我吃。我……夏满奎慌了，因为穆苏并非儒门中人，他为了救他的兄长，是绝不会惯着他的。完了！夏满奎抬头望着广场上那么多儒门弟子怪异的眼神，已然不知所措。这要是真吃了，他以后还怎么做人啊？而且那玩意也吃不下去啊！念至此，夏满奎心中一狠，猛地向上一跃，不料刚跃上屋顶，一把快剑就直接抵在了他的颈下。哦！看到那突然出现的青衣剑客，身法如此诡异，林浩笑目微眯。此人便是青州第一剑客李光，同时也是穆王爷手下最强之人。下去！李光威胁道。不近人情的冰冷声音和林浩如出一辙，吓得夏满奎只能乖乖落地。不多时，常威那边就带着一敲难以描绘的污浊之物来到了这边。看到那一大坨橘黄色的蓬蓬头，夏满奎直接跪在了地上，止不住的莲藕。他们这是要干什么？不会是要让夏城主把那个吃下去吧？广场上儒门弟子们大眼瞪小眼，都被眼前这一幕给惊呆了。很快他们就看到李光压住夏满奎的脑袋，直接将他的脸给糊在了铁锹上。这一刻不少弟子都恶心的背过身去，画面太美，不敢直视。夏满奎满脸焦黄，含泪抬头，目光望向林浩时，眼神几乎喷出火焰来。这笔账他记下了，但凡一息尚存，他都要将这样的屈辱千倍万倍的还给林浩。夏满奎终于为自己的言语付出了不可描述的代价。待他离去，林浩5人这才重新回到了大殿之中。此时沐尘舟和苏晴脸上的冰霜更严重了，他们的呼吸也变得越来越虚弱。穆苏抓住林浩的衣袖，苦苦哀求：林公子，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兄长，大恩大德，我穆王府没齿难忘。区区小毒而已，何足挂齿。林浩挪开他那冰凉白皙的小手，随后当着众人的面直接取出一尊炉鼎，然后又取来几种材料。这些材料放在青苍界都很稀有，可这都是他临行前父亲偷偷塞给他的，根本就用不完。宁阮在一旁为他打下手，拿着托盘将材料一一摆放整齐。这时林浩将手掌按在了鼎壁上，呼哧一声，鼎内豁然升起了金黄色的火焰。望着那火焰的颜色和寻常火焰无异，白明心中暗暗诧异，不应该是黑色火焰才对吗？当初林浩那混沌黑焰仅一小簇，就让他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异火界的王者。不过想来也是，那么恐怖的火焰一旦出现，恐怕材料刚倒进去，顷刻间就会化作乌有，那还怎么炼丹呢？跳跃的火焰1分2， 2分4， 4分8，在林浩的操控下是那样的完美。8分火，这……孔怀使劲揉了揉眼睛，对于眼前的情景已经无法理解。要知道帝都那位荀大师极限也不过才6分火，可林浩居然能操控8分火，他这究竟是什么绝世妖孽啊？不得不说，
和林浩相比，沐晨舟的天赋完全就不值得一提了。这孩子太可怕了！看到林浩如此娴熟的操火术，店内一众长老皆瞠目结舌。先拿什么材料？宁软端着托盘，好奇问道。岂料下一刻，林浩直接拿起整个托盘，将所有的药材全都倒了进去。卧槽！萧炎都忍不住爆粗口了。不是，这干啥？炒菜呢？全场懵逼，集体懵逼。炼药都是要讲究过程的，任何一个单方都是有顺序的往鼎中注入材料，哪有倾盆倒进去的道理？林浩这匪夷所思的炼药方法彻底让萧炎大开眼界，仿佛药老先前教过他的东西在这一刻都被打破了。他很想见识一下少主究竟要如何炼药。这种破天荒式的炼药手法已然打破了炼药师的基本认知，恐怕就算是那位高高在上的东皇太一也未必就能做到这么逆天的事吧。熊熊火焰自炉鼎之中翻滚升腾，人们震惊地围在一旁，没过多久就闻到了一股奇异的药香。成丹。林浩瞬间将火焰熄灭，手掌猛地一拍鼎壁，2枚丹药顺势自鼎口飞出，最后精准地落到了他的手中。当他摊开手，掌心2枚丹药色泽光亮，丹香浓郁，且还伴有数道雪白的丹纹。绝品丹药！萧炎整个人都傻了，这么快就成丹了，而且还是绝品品质的丹药！天啊！在炼药方面，他自认不输给同龄中任何一人，但此时此刻和少主相比，他自己简直就是一个小丑。这是绝品品质的丹药！穆苏激动地望着他掌心的2枚丹药，完全不敢置信。这个林浩在炼丹方面的天赋竟是恐怖如斯。大殿之内倒吸冷气的声音此起彼伏，每一个人望向林浩的眼神都写满了震惊。太可怕了！武道天赋惊世骇俗，炼丹天赋惊世骇俗，同时他还是一位阵法师。这种逆天级别的绝世天骄，纵观整个岁月长河，又有几人呢？现在林浩已经让在场的所有人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他未来不可限量，不可言，不可议，不可妄论。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的是，这其实也不过只是林浩所展现的冰山一角而已。他要是把所有的东西都亮出来，恐怕武朝的那位女帝都得快马加鞭过来，想方设法把他纳入宫中，没日没夜往死里宠。林浩来到沐晨舟和苏秦的面前，将2枚丹药先后喂给他们。丹药入腹，二人脸上的冰霜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融化。不多时，沐晨舟便疲惫地睁开了双眼。看到他终于醒了过来，所有入门中人都忍不住喜极而泣，纷纷跪在了地上。多谢林公子出手相救。殿内回荡着诸位长老们的感激声，使得殿外弟子们也一时间陷入癫狂。小舟哥，孔怀和穆苏同时围上前去。沐晨舟面色依旧苍白，但显然毒素已清。他怔怔地望着二人，脑子一时还有些失聪。我这是……哥，你被毒神所伤，若非是林公子亲自为你炼制了解毒丹，你可能早就魂归星河了。穆苏抹着眼睛哭诉：是你救了我。沐晨舟神色复杂，望向林浩。林浩点了点头。沐晨舟深吸了一口气，突然想到了什么，他急忙转过身去，这才瞧见苏晴也在疲惫之中缓缓睁开了星眸睡眼。苏姑娘。沐晨舟看到他也醒了过来，顿时大喜，直接面向林浩重重叩首：林兄救命大恩，我沐晨舟无以为报。小事一桩。林浩从容笑道。可就在这时，苏晴突然面色大变，扑哧一口鲜血就吐了出来。苏姑娘。沐晨舟见状大为震惊。林兄，他这是怎么了？林浩也有些震惊了。不应该啊，他炼制的解毒丹绝对不会出问题的，怎么会吐血呢？让我看看。林浩将苏晴扶稳，让她坐好，然后将2指搭在了她的脉搏上。可是号脉的过程中，林浩却错愕地发现，这个丫头居然是自断肺腑，她这是何意？林浩眉头微皱，明明他体内的毒都已经解了。面对林浩的疑惑，苏晴扭过头来，偷偷冲他使了个眼色，随后直接瘫软在了沐晨舟的怀里。这可把沐晨舟给吓坏了。身为一门之主，他居然哭着朝林浩哀求：林兄，快帮我看看他这是怎么了，他怎么会吐血呢？林浩，戳穿还是不戳穿？想了一瞬，还是决定先不戳穿了，看看这个谋划许久的女人到底想要干什么。苏晴依偎在沐晨舟的怀里，死死抓着他胸前衣衫，有气无力道：穆大哥，不要责怪他，他已经尽力了。不，他一定还有办法的。林浩，你一定还有办法救他的，对不对？沐晨舟不愿相信这个事实，他无法接受苏晴离他而去。看到沐晨舟伤心欲绝，苏晴美眸深处闪过一丝狡黠，抬起手轻轻擦拭他脸上的泪水。不要哭，我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还有好多话想对你说，能不能抱我去你的房间？
不，不！沐尘舟痛断肝肠，突然扭头吐出一大口血，脸色也跟着苍白了下来。看着二人依依不舍、情比金坚的场面，穆苏直接背过身去，捂住嘴，尽量不让自己哭出声来。不管怎样，至少兄长已经脱离危险，这就够了。对他而言，够了。苏晴现在装的就跟病入膏肓，随时都有可能撒手人寰似的。沐尘舟拗不过他，最后只好听他的话，抱着他走出了大殿。期间，林浩故意拍了拍他的肩膀，表面以示安慰，实则悄无声息将一道符箓留在了他的身上。目送二人离去，林浩舒展了一下筋骨，面对儒门上下一片感激，欣然接受。痛断肝肠吗？宁软捂着胸口，偷偷瞄了一眼林浩。他多么希望林浩也能像沐尘舟对待苏晴那样珍惜他、呵护他。可惜，他也明白，林浩是一个做大事的人，他绝不可能将儿女情长放在首位。真不知道将来会有怎样的女子能够有幸陪伴在他的身旁，一定会羡煞世人吧。苏府现在已被烧成一片废墟，就连陈管家都下落不明。为表谢意，孔怀特意安排弟子给林浩5人准备了上好的客房，待孔怀离去，林浩这才将白明他们交到了房间来。少主，你是还有什么打算吗？白明将房门关好，看向林浩的眼神多出一份浓浓敬意。地族林家本就是一个用实力说话的地方，跟在林浩身边久了，白明难免不被他的魅力所折服。没什么，带你们看一场戏。林浩坐到桌前，从袖中摸出一张黄符，在上面划过奇异的流光，刹那间金光自黄符中绽放开来，宛如海市蜃楼的影像，直接投放在了黄符上方。这是……白明不由得瞪大了眼睛。画面中，苏晴躺在床榻上，奄奄一息。穆大哥，我就要死了，在我临死之前，你能否告诉我，你们儒门背负1000年的秘密究竟是什么？话不多说，存稿全部奉上，提前给诸位书友大大们拜个早年。房间中，苏晴痴痴地望着沐尘舟，似乎迫切地想要知道这个答案。沐尘舟不懂，你为何要打听这个？苏晴有气无力，拉着他的手。因为我心疼你，我知道儒门现在面临魔宗的威胁，都是因为那个秘密，而我又无法替你分担什么，至少在我临死之前，让我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秘密，让你可以义无反顾，不惜与魔宗为敌。告诉我，好不好？苏晴泪目青苔，满眼的执着。沐尘舟低下头，没有说话。难道你不愿意相信我吗？我就要死了，难道在我临死之前都没有资格陪你一起承担吗？苏晴哭得好伤心，那种临死之前的绝望、无奈，时刻冲击着沐尘舟的理智。整个过程，林浩这边也都鸦雀无声。好，是我自作多情，穆大哥，余生珍重。苏晴渐渐地闭上了眼睛。这一刻，沐尘舟终于开口了：“是陛下。”苏晴怔怔抬眼：“陛下。”沐尘舟点了点头：“我们儒门死守的秘密，就是陛下。”房间陷入了沉默。苏晴艰难地爬起来，依偎在沐尘舟的怀里，香软入怀。可沐尘舟无心享受。苏姑娘，你知道吗？从我第一眼见到你时就喜欢上你了。我知道，所以我才能确定你可以被我利用。噗呲，一把匕首被狠狠地扎进沐尘舟的胸口。沐尘舟目光呆滞，不可置信地低下头来，这才瞧见苏晴那一脸狰狞的笑容。苏姑娘，你……砰！苏晴一脚将他踹到了地上，倨傲地俯视着他，如是蝼蚁。你们儒门的人都很有气节，这一点不得不令我佩服。只可惜你太愚蠢了。你到底是谁？沐尘舟捂着胸口趴在地上大吼，而苏晴完全没有理会，径直走到房门之前，推开了房门。门外，孔怀等人诧异地望着他，安然无恙地走了出来。再定睛一看，发现沐尘舟居然躺在地上，一个个面色豁然惊变。这时，一道身影突然从天而降，此人戴着面具，在落到苏晴身边后，便将他拦腰抱起，直接飞上了天空。想逃！孔怀愤怒大喝，一步瞬闪出现在他的面前，大手一挥就拍向对方。砰！二人双掌相撞。面具男虽然只有万法境中期的修为，却稳战如钟，反而是神游境初期的孔怀被震得一路踏空倒滑。这一幕惊呆了在场所有的人。孔怀错愕地看向自己掌心，当看到掌心那迅速蔓延的绿色毒斑后，老眼涌现惊惧之色。你是毒神？面具男冷冷一笑，低头看向怀中的苏晴。小姐，儒门的秘密得到了。苏晴应道。小姐，毒神管她叫小姐。她不是苏晴，她是唐敏。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真相，可碍于毒神的可怕实力，深不见底，其他人根本不敢贸然冲上去。老头，
你中了我的催心掌，以命不久矣。这便是和我魔宗为敌的下场。毒神摘下面具，俨然就是那苏府的陈管家陈默。陈默就是毒神。孔怀完全不敢相信这个事实，眼看陈默带着苏秦飞出天际，孔怀死死攥着拳头，突然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老夫今日就是死，一定要杀了你们！轰！强大的神幽境气息排山倒海般笼罩住了整片天空，使得天地都为之一颤。下一刻，其身影已然化作飞驰而去的流光，眨眼间便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之中。孔老！大长老王守之见状，也急忙追了上去。武家这边，武惊鸿也带着几位长老跟上了王守之的脚步。看着一道道身影相继消失在夜色下，整个儒门乱成一团。穆苏不顾一切冲进兄长的房间，将他抱在怀中。哥你怎么样了？你不要吓我！望着穆晨周胸口大片鲜红，穆苏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看到其他儒门弟子也都进来了，穆苏愤怒呵斥：快去请林浩，快啊！是。那几名儒门弟子急忙飞奔而去。房间里就只剩下穆苏和穆晨周两个人。穆晨周被刺中的要害正是心口处，他知道自己已经无力回天了，此刻只能凭借着顽强的意志死死抓住妹妹的手。看到他不断是在尝试张嘴，穆苏已经泣不成声。哥，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刚刚穆晨周艰难哽咽。刚刚我是骗他的。穆苏微微一怔。穆晨周含泪说道：儒门真正的秘密其实是……穆苏附耳过来，是天一四。说完最后一个字，穆晨周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看到这位年轻的儒门门主以这样的方式死去，白明不免摇手叹息。唉，看来他并不傻。萧炎在一旁笑道：是啊。林浩点了点头。从苏秦佯装临死之际向他询问儒门的秘密起，正常人就应该有这样的判断。穆晨周并未因为爱情而出卖儒门，也算死得其所。听得外面的破风之声，林浩从袖中摸出一枚丹药递给了宁阮：将这个交给他们吧。宁阮一愣：穆晨周不是已经死了吗？难道你还有起死回生的能力？怎么可能？林浩被他这话给气笑了。他是死了，可咱们要装出一副不知情的样子，明白吗？明白了。宁阮秒懂，迅速走出房间，将丹药交给了外面的人。可就在这时，白明突然指向蜃楼画面：少主，你快看，他在干什么呢？林浩顺势望来，只见画面中穆苏从腰间取出一个白玉小瓶，将瓶口对准穆晨周的尸体，略微倾斜，当粉红色的粉末自瓶中落下。穆晨周的尸体很快就开始腐烂了。那是宁阮回来，看到这恐怖的一幕，一时吓得语无伦次。穆苏就这样静静地看着穆晨周化作一滩血水，妆容精致的俏脸没有半点悲伤。傻哥哥，苏秦不过就是我调教出来的一个贴身丫鬟而已，真正的唐敏是我呀。此话一出林浩，苏秦不过是一个丫鬟家男郡主，才是真正的唐敏。画面中，穆苏缓缓扯下脸上的人皮面具，终于露出本来容貌。那张稚气未脱的小脸，轻如冰莲，同时又蕴含着淡淡的妩媚，可谓纯净与妩媚的矛盾集合。双眸流转，神韵内敛，明明看不出半点争强好胜之意，却又给人一种野心十足的错觉。他就是唐敏，一个只手搅乱五朝的存在。怔怔地望着那张美轮美奂的倾世容颜，林浩一时有些恍神。今天可真是小刀辣屁股，开眼了。一片山野之间，孔怀和陈默斗得天昏地暗。明明境界上，孔怀已至神游境初期，而陈默只有区区万法境中期，可二人每次对碰，陈默都能占据上风，这简直匪夷所思。苏秦负手立于一块巨石上，静静地观赏着这场旷世之战，脸上洋溢着笑容。相信小姐那边应该已经得手了吧？苏秦喃喃自语。小姐的聪明才智，举世无双，想骗过穆晨周并非难事。孔老，我们来助你。武家几位长老这时自天边飞来，一个个爆发出磅礴的能量波动，也跟着加入了战圈。场面呈焦灼姿势，面对众人围攻，沉默且战且退。苏秦和武惊鸿都站在圈外，彼此对视。突然，天空中大片绿色毒雾开始蔓延，有几名武家长老撤退不及，直接被毒雾沾染，身上迅速出现了蔓延的毒斑。啊！二叔、三叔，看到两位长老从高空坠落，武惊鸿大惊失色。就在这时，苏秦突然朝他冲了过来，感受到苏秦半步万法境的修为，武惊鸿面色凝重，急忙拔剑挥斩。二人同为半步万法境，一时斗得难分难舍。一直潜伏于灵州地界，其他势力的强者们此刻也都被吸引了过来，看到毒神一人，便将孔怀等人压制住了。那些强者们也不敢出手相助，
只能作为旁观者继续看下去。苏秦愤然一剑将武惊鸿击退，随手将头发竖起。武惊鸿，你不好好在东周待着，跑到这里来做什么吗？是嫌你武家的人都命长了吗？武惊鸿闻之，厉色回应：我武家世受皇恩，自然要为陛下分忧。苏秦笑了：好一个为陛下分忧，你口中所谓的陛下，也不过就是武皇殿养的一条狗而已。你我都该明白，清仓界真正的女帝是掌天者，掌天者那不过是传说而已。我更愿意相信我自己的眼睛。武惊鸿顺势将剑束于身前，足有半丈的剑池很快就出现在了他的脚下。看到那剑意轰鸣的剑池，苏秦下意识向后退了数步。这是武家的玄影剑诀。苏秦明显有些忌惮。玄影剑诀，排山倒海。武惊鸿一剑击出，剑池中的剑雨直接呈浪涛之势，朝苏秦那边狠狠袭去。滔天剑势，威力惊人。沉默淡淡的瞥了一眼陷入绝境的苏秦，眼中闪过一丝笑意，并未出手相救。噗噗噗噗噗，滔天剑雨就这样硬生生轰穿了苏秦的身体。到最后，苏秦绝望的眼神定格在沉默的身上，到死他都不敢相信自己与毒神前辈相伴多年，居然会被他视作弃子。太好了，吴少杀了妖女唐敏，这可真是为天下除一大害了。观望者们兴奋地手舞足蹈。反正杀唐敏的是武惊鸿，就算真的惹上了大麻烦，倒霉的也只会是东周武家，和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天空中毒雾弥漫成海洋之势，覆盖整个苍穹。在墨绿色的毒雾之间，武家长老们已经相继坠落，毒发身亡，就只剩下孔怀一位老朽还在苦苦支撑。世人皆云毒神修为是四恶神中最弱的一个，可孔怀面对毒神沉默，依旧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老家伙，你还在坚持什么？沉默的声音兀地自孔怀身旁响起。孔怀双目已盲，只能奋力向旁挥拳，但打到的只是沉默留下的一道残影。沉默出现在他身后，背对着孔怀，仰了仰头。儒门鼎鼎大名的孔老，没想到竟也这么不堪一击。面对孔怀转身一掌，沉默再次闪动身影，来到了苍穹之上。这个老家伙现在已毒入肺腑，无药可救了。但同时还有大批强者朝这边赶来，黑压压的身影一眼望不到尽头。可见自从问道者灵的传闻出现，究竟是有多少势力盯着儒门？小姐那边应该已经得到真正的答案了吧？沉默目视圣如山庄的方向，嘴角扬起一抹笑意。眼看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这一方天地之间，其中甚至还有几道气息连他都不敢小觑。沉默突然看向那武惊鸿，喝道：东周武家杀我少主，辱我魔宗，必亡。说罢直接朝着天边飞去。他走了。武惊鸿终于松了口气。面对强大的毒神，他带来的长老们已经尽数陨落，毒雾徐徐散去。孔怀已然立于虚空，只是他现在的样子披头散发，七窍流血，仿佛看不见听不到也闻不到，仅凭儒门的信念屹立不倒。孔老，武惊鸿想要上前，却被一位长者及时制止。前辈您是？看到对方身上的服饰，武惊鸿倍感惊讶。凌音阁，凌音阁乃玄州最强宗门，无论实力还是底蕴都比武家更强。没想到连凌音阁强者都来了，看来魔宗妖女散布的谣言真的吸引了不少老牌势力。长者手抚白须，默默地看着孔怀的背影，不由得惋惜道：可惜了，一代儒家大贤就此陨落。什么？待武惊鸿定睛望去，那道屹立如泰山般苍老的身影终于在所有人震撼的目光下于高空掉了下去，坠入深山，再无气息可闻。这是一个让儒门极为悲痛的日子，门主穆辰舟以及孔老相继死于魔宗之手，唯有郡主穆苏林威站出来主持大局。郡主，老朽恳请您做我们儒门的门主吧。王守之含泪跪地，发出恳求。其余儒门弟子皆跪了下来。不行，我不过一介女流之辈，才疏学浅，更无远见，这我万万担当不起啊。林浩等人站在人群中，望着那唐敏佯装推辞的样子，不禁感慨，这个女人简直就是把儒门乃至天下人都玩弄于股掌之中啊。郡主就是唐敏，这个真相到目前为止只有林浩5人知晓，但唐敏本人却不知情。为了了解他接下来打算做什么，林浩并没有戳穿他。面对郡主再三推辞，王守之白发颓然，仿佛一夜之间就苍老了许多。眼下魔宗妖女对我儒门虎视眈眈，就算为了儒门，为了你哥哥的信念，也请你继任门主之位，带领我们度过这个难关。恳请郡主继任门主之位，带领我们渡过难关。儒门众弟子均含泪抬手。郡主推辞不得，只能勉为其难应了下来。让我做这个门主也可以，但我把话说在前头，我这个门主只是代理门主，等风波过去了，
我会在门中亲自选择一人作为我兄长的继承人。太好了，郡主，您终于答应了。王守之热泪盈眶，带着大家相继叩拜。期间，穆苏转目瞟向林浩那边，看到他们5个也在看热闹，不由得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如门出了这么大的事，孔瑜还是没有回来。无神游进强者坐镇，继续困守山庄，只能是螳臂当车，自不量力我意，即刻启程前往北周，并将此消息散布出去。一方面可以寻找孔圣的下落，另一方面也可吸引魔宗的视线，还灵州以太平。大殿中，穆苏坐于庄主之位，信誓旦旦。王守之略微一怔，敢问郡主，您是要亲自前往北周？是的，孔圣先前就是去了北周，而如今兄长不幸离世，这枚罗刹帝令就在我的手中，即便我不知其中玄机，相信只要我带着他离开灵州，魔宗那些家伙也会跟着我离开的，这也是保全你们最好的方式。穆苏一番话，顿时让殿内长老们热泪盈眶。郡主真是义薄云天啊，居然为了保全我们，独自一人面对魔宗。可这太危险了，如果郡主有个什么闪失，咱们如何向穆王爷交代啊？王守之这时自告奋勇，站起身来，面向穆苏躬身一拜：老朽不才，愿与郡主大人同行。穆苏，王前辈，您该明白此行十分凶险，还有我们也可以陪你一起去北周。突然一道声音自殿外传来，众人闻声望去，只见5道身影相继走来。为首的林浩换上了一身锦绣华服，本就俊逸出尘的容貌更显尊贵。穆苏盯着林浩笑问：林公子也愿与我一同前往？不错。林浩淡然点头，他相信自己现在一定是这妖女眼中至关重要的一枚棋子。我以谋者入局，不过分吧？如果能有诸位相助，那真是再好不过了。此恩此情，我如门永不敢忘。穆苏立刻起身，躬身一礼：如门永不敢忘。其他长老齐喝如雷。对了，林浩环视了一圈大殿，问道：那个5家少主呢？王守之闻言，老脸浮现一抹苦色。5少主已经离开这里了，5家长老尽数陨落于毒神之手。武金红自然也不敢孤身一人继续留在这里，生死关头，可以理解。林浩含笑点头：既然如此，那咱们现在就动身吧。现在？穆苏一脸惊讶，怎么感觉他好像比我还心急？现在。林浩随手从腰间拿出一沓黄符，道：这是画一符，能够让咱们在不消耗灵力的前提下赶路，而且飞行速度远非一般的飞行坐骑可以相及。符？穆苏拧了拧眉心，你是符咒师？其他人也纷纷错愕望来。炼药师、阵法师、符咒师，3修？不可能吧？面对穆苏的发问，林浩淡然一笑：算是吧。卧槽，他还真承认了。这一刻，所有人的眼睛都瞪成了铜铃，他们看林浩如同在看一个怪物，一个在清仓界的历史长河中就未曾出现过的妖孽。穆苏此行不只有王守之和林浩5人相助，同时身边还有护卫常威和青州第一剑李光这9个人，阵容也算空前强大了。他们聚在一起，普通的宗门势力根本就不敢过来碰瓷。有华一福相助，9人仅用了7天不到的时间就赶到了北周。北周作为5朝最北端的州地，冬日里北风烟雪，皑皑山峦，一眼望去美如画卷。而他们9人走在这样的寒冬腊月，身上所穿服饰却尽显单薄，尤其穆苏裙子很短，将笔直的双腿完美显衬。从衣着上就不难看出他们9人都是修士。世人皆云北天一，南琼华，二者之下是魔宗。天一寺作为万古不息的佛门圣地，一直都被誉为除4大仙门之外5朝最强的势力。等到了天一寺，咱们就不用再害怕魔宗强者的威胁了。穆苏走在熙攘的大街上，冲冰凉的双手，哈了一口气，道：正常来说，天一寺是不会收留女子的，可他不一样，他是郡主，相信到时候以郡主的身份来寻求天一寺的庇护，哪怕是玄慈方丈，应该也不会拒绝。天一寺、琼华派、魔宗佛道。魔萧炎皱了皱眉头：郡主，不知那4大仙门又是何方势力？到目前为止，他们对4大仙门都还不太了解，只听说5朝就是其中之一，武皇殿扶持起来的。穆苏放慢脚步，和萧炎并肩而行。4大仙门一直存在于传说之中，究竟是真的还是什么人编造出来的，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啊，我听到的版本是蓬莱仙岛、永夜宫、蜀山、武皇殿。说到这时，穆苏突然一本正经盯着萧炎，而且传闻在4大仙门之上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势力，一直主宰着咱们整个清仓界。萧炎主宰清仓界的势力？穆苏，我就是听说的。那个势力叫星辰阁，而星辰阁的阁主楚落红便是咱们清仓界的掌天者，也是咱们清仓界唯一的神明。噗哈哈哈！
听到这，青蒙突然忍不住大笑起来。这个世上哪有什么神明啊？林浩，有啊！众人瞬间停下了脚步，纷纷错愕望来。林浩不着痕迹摸了摸鼻尖，打趣道：“神其实也是人，只因他做了别人都做不到的事，变成了神。”切！几人同时翻了个白眼，没想到一向严肃的林浩居然也有开玩笑的时候。不过，清仓界的掌天者倒是有点意思，能够在这个方势力潜伏的清仓界掌控天下，想必对方一定出身3大地族吧？卖奴隶了，便宜的奴隶，男奴80，女奴30，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前方一个男人吆喝的声音瞬间吸引了林浩等人的目光。在架起的高台上有着10几个铁笼，每一个铁笼中都关着一个奴隶，他们的身上破衣漏搜，血迹斑斑，每个人都带着铁链，眼神中透着无助迷茫。郡主，陛下不是早就下了严令，不允许再卖奴隶了吗？看到那些囚笼中的人，王守之雪眉深皱。穆苏耐心回应，这些都是丰都的奴隶，丰都是一个极度混乱的地方，即便是在这北周也不受周营府所管辖。原来是这样。看到那些奴隶凄惨的样子，王守之有点心疼，本意是想把他们买下来再还他们自由，可当他看到郡主漠然地从人群后面走过，压根儿就没有要帮那些奴隶的打算。他想了想，还是放弃了。要不咱们帮帮他们吧。宁阮突然停下脚步，林浩恍若未闻，继续前行。白明沉色道：“咱们很快就要到天一寺了，在此之前切莫节外生枝。”经他这么一提醒，王守之恍然大悟，难怪郡主不多管闲事，原来是担心这是魔宗设下的圈套。可宁阮不理解，穆苏就是唐敏，这些奴隶不可能是魔宗派来的杀手，为什么少主还是对他们不理不睬呢？少主，宁阮望着林浩的背影，想要叫住他。少管闲事。林浩只说了4个字，便不再多言。几人消失在街道尽头，那些笼中的奴隶们这才将独怨的目光望了过去。林浩他们距离天一寺已经不远了，可刚走过一个街角，眼前就有个胖子手里拿着沾血的皮鞭，狠狠地抽打自己的夫人。你这个贱人，老子不过就让你去买个酒，你唧唧歪歪跟我磨叽什么？女人疼得龇牙咧嘴，跪在他脚下苦苦哀求：“夫君，咱们家里就剩这么点零食了，儿子大病初愈，咱们得给他补补身子，小孩子如果落下病根，那可是一生的痛苦啊！”滚！他娘的，该他河里死，井里死不了，赶紧把零食给我拿出来，不然老子今天就打死你！啪！啊！啪啪啪！啊啊！这里围满了人。对于那个男人的做法，很多人都只敢在心中怒骂，却不敢当面说出来。而此时，青蒙一双明眸已然喷火。就在他打算出手教训一下那个男人时，一只大手突然拉住了他。林浩！青蒙错愕回头，林浩淡淡的瞥了一眼那2人，默然道：“和我们无关。”什么叫无关？他一个大男人只会欺负女人和孩子，算什么能耐？青蒙气得胸前乱颤。林浩无奈走到他身旁，附耳道：“看看那女人右手虎口。”青蒙定睛一看，这才发现女人右手虎口居然有一层薄茧。那是……青蒙脸色微变。林浩，那是常年使用重兵器留下的痕迹，萧炎是用玄铁重齿的，这一点他最是明白。不错，萧炎首肯。觉察到林浩几人打量的目光，拿着鞭子的胖子明显有些迟疑，仿佛是在纠结着什么现状。林浩径直走了出来，干脆将话挑明：“如果你们2个不想让我们顺利到达天一寺，现在就请动手吧。”女人和胖子同时大惊失色。等了一会儿，见他们还是没有出手，林浩有些无聊，耸了耸肩：“怎么不偷袭就没有勇气向我出手吗？”一语中的，2人脸色更难看了。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个林浩居然心思如此缜密，一眼就看穿了他们心中的担忧。既然不敢出手，那就失陪了。林浩嘴角微掀，带着身后8人扬长而去。来到山间小路上，郡主的护卫常威这才忍不住骂了起来：“魔宗的人真够怂的，一路上都想埋伏咱们，发现咱们不上套，又不敢攻上来。要我说，他们就是一群怂包软蛋，欺负儒门也就算了，遇到咱们穆王府，他们只能认怂。低调一点，这样你才能活得更久。”听到他辱骂魔宗，穆苏面露浅笑，淡淡说道：“我有什么可低调的？本来就是啊，咱们9人之中最能打的就属李光了，他们在害怕什么？不就是在害怕李光吗？”李光作为穆王府中的第一高手，修为和孔怀一样，都是神游境初期，但不同的是，孔怀已经老了，而李光才刚到中年。无论见到造诣还是体力状态，李光都完胜孔怀。常威能有此想法，
也是认为对手如果是李光的话，就算是那毒神沉默也不会有什么胜算。只是他忽略了一点，沉默只是魔宗4恶神中实力最弱的一个。快看，那就是天一寺了。郡主抬手指向不远处的山门，笑言道：如门不过是5朝排名30的势力，而天一寺作为佛门圣地却是排名第1。刚踏足这片天地，林浩就能清楚地感受到一道道极其强大且隐晦的气息就在那山顶，可见天一寺绝对可以代表清仓界的强宗水准。天一寺也不知玄慈方丈能否知道孔圣的下落。唉，王守之叹息间，前方山上突然冲下来大批僧侣，他们手持金铁长棍，瞬间便将林浩一行9人给围了起来。感受到这些人眼中的杀意，林浩等人都有些疑惑。穆苏及时上前抱拳说道：我是迦南郡主，此番前来是想见玄慈方丈的。果然是你，给我拿下！那浓眉大眼的领头老僧突然下了命令，所有僧人挥舞着金铁长棍朝林浩一行人狠狠地砸了过来。见状，穆苏急忙后撤，躲到了李光身旁。看到那排山倒海的金色棍影自四面八方毫无死角呼啸而来，他心中不由得大惊。什么情况？难道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排山倒海的棍影伴随着风雷一鸣呼啸而来，连虚空都被压出明显扭曲的碎痕。这些武僧无一例外全都是万法境强者，然面对他们的合力一击，李光仅向前迈出一步都不需要出手，恐怖的风暴便将那些武僧连人带棍全给掀飞至100丈高空。轰！神游境初期的灵力波动顷刻间弥漫于山门之前，引得这方天地剧烈颤动。李光目光冷锐地凝视着那带头老僧，默然说道：敢公然对郡主出手，莫非你天一寺想要造反不成？笑话，造反的是穆王府。岂料老僧一嗓子吼出来，令得李光等人面色巨变。李光，你说什么？白眉老僧，贫僧说的还不够明白吗？穆王意图谋反，人神共愤，现已被龙城大将军带兵诛杀，同时陛下也已经昭告天下，诛杀反贼一家，一个不留。这……穆苏惊讶地看向对方。穆王谋反，王府被灭，不应该啊！以他对穆王的了解，那家伙对陆武帝可谓忠心耿耿，所以他才杀了迦南郡主，并取代他的身份，目的就是方便接下来的行动。可这好端端的穆王府怎么就被灭了呢？不对，你说谎，我爹绝不会谋反，你这妖僧简直信口雌黄！穆苏愤然呵斥。阿弥陀佛！一名青年自山上走来，此人素衣长袍，墨发如瀑，明显是佛门代发修行的俗家弟子。然而就在他出现的瞬间，灵浩识海深处那尊沉寂许久的炼道鼎终于开始剧烈震荡起来。趴在修罗之门前的狗弟也忍不住站了起来。问道者，他是问道者林浩强，忍着心中的激动，目不斜视盯着那迎面走来的素袍青年。万万想不到，问道者居然就在这天一寺中。圣如山庄，问道者灵。这预言是真的。圣如山庄死守1000年的秘密就是天一寺，这是穆辰舟临死之前亲口向妖女交代的。刚来这里，不成想就遇到了传说中的问道者。此刻林浩生怕自己管理不好表情，故意轻咳了2声，低下头去。问道者出现了，太好了，只要宰了他，我就可以为自己续命了。韩立，你来的正好，眼前这名女子就是迦南郡主。白眉老僧指向穆苏。迦南郡主。韩立上下打量了一番，手持佛印，淡淡说道：我佛慈悲，为避免王府余孽祸乱天下，还请郡主放下抵抗。笑话，我们郡主乃千金之躯，岂容你再次冒犯？李光愤然拔剑，以雷霆之势瞬闪至韩立面前，一剑击出，所刺中的居然只是韩立留下的一道残影，这怎么可能？李光错愕回头，此刻韩立居然已经出现在了穆苏等人之间。惊望着这个突然出现的家伙，青蒙本能的一拳砸了上去，砰！不料竟被韩立一手抓住，然后随手一甩，青蒙就错愕的被甩飞了出去。什么？白明几人大惊失色，他居然能将青蒙随手丢出去，这人的力量未免也太惊人了。韩立无视众人，来到穆苏面前，用最温和的语气说着最致命的威胁：你是主动放弃抵抗，还是打算要我先斩断你的4肢，再将你扛上山去？穆苏俏脸极度阴沉，面对这个实力深不见底的韩立，他深知自己不可能逃出他的手掌心。此人好强，萧炎护着宁软，不停向后退。地面在这一刻开始剧烈摇晃起来，震得大雪纷飞。轰！当那磅礴到令人窒息的气息自韩立的体内爆发开来，原本打算背后偷袭的李光也不由自主地打消了这个念头。神游境中期，李光半张着嘴巴，不敢相信，此人年纪轻轻，修为居然已经达到了神游境中期，
此等实力简直逆天。原来这世上不止林浩一个妖孽。韩立也是，你还在犹豫什么？是在奢望他们救你吗？没用的，在我面前你逃不掉。韩立将大手抬起，落向木苏。在神游境中期的凌压之下，木苏俏脸苍白如纸，浑身剧烈颤抖，一点力气都提不上来。不是吧，我真的要被他掳上山去？就在木苏绝望之际，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韩立凝视着眼前这个突然出现的小子，有些好奇。你是林浩？林浩从袖中摸出什么东西，猛地向前一掷。三声鼎，嗡！三尊金鼎突然出现在二人之间。韩立眉头微皱，抬掌就拍在了鼎壁上，三尊金鼎当场被拍飞。但同时，林浩也带着木苏与他拉开了相对安全的距离。少主，望着少主居然敢向神游境中期强者出手，白明心乱如麻。这个韩立的实力太可怕了，简直深不可测。少主修为虽然已经突破至半步大成境，但和他的差距还是很大。你叫韩立是吧？林浩饶有兴致打量着他，那眼神就好像是一个猎人在打量着一只肥美的猎物，看得韩立很不舒适。韩立，阁下不过区半步大成境，也想在我面前班门弄斧不成？林浩余光瞥了一眼山上方向，随后面不改色。班门弄斧什么的也要打过才知道吧？韩立，好，那就如你所愿。正当他要抬起手，林浩突然打断了他。这里是你的主场，就算输了，你也有山上的老家伙们庇护，不是吗？韩立抬起的手直接僵在了半空中，听得林浩这话不由得眉头一竖。那你想怎样？找个地方，我和你好好练练。林浩缓缓升空，见状，其他几人也跟上了他的步伐。韩立愣在原地，没想到有生之年居然会接到一个半步大成境的垃圾的挑战，这简直惹他发笑。身为问道者，他无视同境界之下所有的人，更别说是一个修为比他还低的小鬼了。好，我奉。韩立刚说出三个字来，就错愕地瞧见王守之暗暗朝他使了个眼色，什么意思？不让我去？为何？入门之所以存在于清仓界，就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王守之那个眼神分明是在告诉他不可以跟林浩走。难道说林浩在外面早已经布置好了埋伏？韩立耐负于身后的手掌握了又握，几番纠结挣扎，最终还是选择相信王守之并没有追上去。这倒是让林浩有些意外了。问道者一定获得了非比寻常的神族传承，怎么会这么怂？我觉得你们还是都留下来吧，要打在这儿打，我陪你打个够。韩立猛然将手掌对准林浩一行人。见状，林浩不由得想笑，讥讽道：我当你有什么本事，原来只会依靠天一寺的长辈们在这里狐假虎威。面对这赤裸裸的嘲讽，韩立完全就不上套。呵，激将法对我没用，是吗？那你就试着留下我们吧。林浩手掌一挥，三尊金鼎再次飞到了他的面前。刚才韩立就发现了这金色鼎炉貌似有点古怪，不过也仅此而已。下来吧。韩立手掌猛地一握，白明等人只觉得周身虚空都开始塌陷了下去。面对韩立这么可怕的强者，连虎榜第一的青蒙都不是他一河之江，更别说他们了，简直强得让人窒息。可是眼看虚空之力即将压趴众人，林浩突然结动手印，神秘的金色光辉迅速笼罩住了八人。下一刻，他们的身影直接消失在了这片天地之间。阵法师，韩立脸色暴沉，大意了。他没想到此子居然是阵法师，而且还会移动空间的灵阵。放眼望去，再无踪迹，就只剩下李光一个人在他身后。韩立死死攥着拳头，终于清醒地认识到，那个叫林浩的小子似乎也有点与众不同。渐渐的也能理解为何王守之要暗示他不可以跟林浩离开天一寺的范围了。李光还没有离开呢。八人出现在一片山峦之间，木苏心急如焚。金蝉脱壳所能覆盖的范围很小，他只能自求多福了。林浩也不想在天一寺的山门前和韩立过多纠缠，毕竟天一寺作为五朝第一势力，山上那三道强悍到深不见底的气息可不是闹着玩的。不过他已经知道了问道者的存在，将其猎杀只是时间的问题。林浩心情极好，看到前方正好有个山洞，笑言道：咱们去那边喝酒吧。喝酒？好啊。萧炎双目一亮，立马表示赞成。宁阮无奈摇头，完全搞不懂男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喝酒。木苏作为魔宗妖女，尽管和李光没什么感情，但此刻她为了不惹人怀疑，也只能佯作一副心急如焚的样子，站在这里遥遥地望向天边。小姐，李光他可能回不来了。常威看到他这么伤心，上前劝慰，不是可能，是一定。王守之叹了口气，
以韩立的本事，想要杀李光简直易如反掌。穆苏应了一声，继续保持虚伪的倔强站在这里，像望夫石一般一动不动。山洞里，林浩、萧炎和白明各取出一坛酒，捧坛喝。刚刚真的吓死我了，差一点就被那个韩立给抓住了。宁阮想起来刚刚周围虚空扭动的景象，还忍不住背后发凉。那倒不至于，林浩忌惮的是山上的那3道气息，绝非韩立。韩立虽是问道者，实力非凡，但也未必就能挡得住他全部的底牌。真要豁出去跟他干上一架，林浩反而认为自己有更大的胜算。青蒙似乎又遭受到了不小的打击，自从他进了山洞，就一直卷缩在角落里，像个受气包似的，一语不发。萧炎拿起酒坛和林浩碰了一下，一饮而尽。说起来，穆王府居然会在这种时候造反，少主，这件事你相信吗？林浩闻言动容一笑，不相信，这其中一定是有人从中作梗，不想让他们去往天一寺得其庇护。只不过林浩看了一眼山洞外面，脸色逐渐严肃了起来。现在连他都着了道，看样子一定还有其他势力在盯着咱们。对于林浩的判断，萧炎不可置否。来找麻烦的人越多越好，反正他们都是咱们的食物。白明、青蒙那一招血关吸魂之法，让他们两个心中无比羡慕，只是碍于暂时和林浩关系还不够亲近，就一直没好意思张口向他讨教。尤其青蒙，先有孔怀，后有韩立，2位神游境的大能已经让他感受到了自己实力的不足。只能说他以前被领土保护得太好了，这人啊，要是没经历过风雨，又怎么可能会见得到彩虹呢？少主，咱们接下来要怎么做？我怎么感觉你对那个韩立好像有点……萧炎神色复杂，看向林浩。林浩，不急，还有5个月的时间。5个月？萧炎和宁阮在这一刻同时一惊。还有5个月的时间，这不是少主狩猎其他问道者的最后时限吗？难道说那个韩立就是问道者？没想到来到青苍界，这么快就找到了问道者的下落。萧炎倒还好，刻意让自己保持平静，但宁阮就有点压不住嘴角了。一想到少主能够安然无恙的活下去，他就有点激动。5个月？什么5个月？白明有些疑惑。萧炎故作淡然，没什么，少主的意思是接下来唐敏一定会有所行动，因此咱们不需要做什么，只需看他做什么，然后再随机应变即可。白明心里默默怒骂，姓萧的臭小鬼，你当我是傻逼吗？天一寺山门之前，韩立脚踩着李光的背脊，如踏蝼蚁。我佛慈悲，只要你肯带我去找郡主，我便饶你一命。李光没有说什么，只是转过头盯着东方天空，满是血痕的脸庞带着一抹释怀。惨败给韩立，于他而言已经算不得什么了，只要小姐活着，一切都好。王爷，当年您的知遇之恩，我李光没齿难忘今日，属下就下去陪您。想死可没这么容易。贪狼。韩立缓缓抬起手，轻念间，其掌心虚空中突然跳出一头由墨色能量凝聚成型的狼。贪狼的眼睛死死盯着趴在地上的李光。突然，四面八方空间被黑色区域切割，当足有100丈的黑色方形区域出现在这片天地之间，被吞噬其中的李光也再无气息可寻。小黑子，你说那个韩立究竟会是哪一股神族的问道者呢？修罗之门前，林浩看着炼道鼎中已经快要干枯的血迹，好奇问道。老子是吞噬古帝，不要叫我小黑子！大黑狗暴怒咆哮，吼声震荡着虚空，不停变色。林浩捂着耳朵，被震得一阵头晕耳鸣。我说，你能不能别这么大嗓门，吓坏了我？你们修罗神族的至尊问道者就没了。大黑狗略微沉默后改口道：那从今天起，你就叫我狗弟吧。狗弟！哈哈哈哈！林浩不禁捧腹大笑，他还以为这个家伙能想出什么牛逼带闪电的炫酷名字来。没想到文化还不如他。大黑狗老脸一红，面容浮现人性化的羞耻。嗨嗨，你到底想不想让老夫回答你那个问题了？林浩，想。大黑狗抖了抖身子，迈着悠哉的步子绕着炼道鼎，徐徐说道：我观此子气息，应该是魂族的问道者。魂族？林浩愣住了。8大古神族不是说萧族、魂族、炎族均已被灭了吗？这可是林浩记忆中父亲跟他说过的话，应该不会错吧？大黑狗瞥了他一眼，道：的确如此，但就算古神魂族被灭，也不代表在上界没有他们的幸存者，或许这个韩立就是魂族的幸存者。魂族幸存者苟活于青苍界中，一定是肩负着振兴魂族的使命，让你说的我都不好意思去杀他了。大黑狗，你们人类就是虚伪，明明心里想要，嘴上还不承认。林浩，我这就是感慨一下而已。放过韩立？不可能的，
从他成为修罗神族的至尊问道者起，他就明白自己注定踏上了一条不归路。修罗族的问道之路就是自私自利，不择手段，管他什么正道邪道，老子修的可是无情道。对了，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林浩这时好奇地看向大黑狗。萧族、魂族和炎族是你们修罗神族灭的吗？大黑狗凝视着林浩，略微沉吟，方才咧嘴怪笑起来。如果老夫否认，你会相信吗？信。林浩果断回应。大黑狗不由皱眉。为何？林浩，因为你就是我问道之路的指路明灯，如果连你都不信，这世上还有何人值得我相信？铿锵的回应斩钉截铁，令大黑狗一时目光有些呆滞。修罗神族向来都是独行者，自私自利是修罗一脉亘古不变的传承，没有谁会轻易相信谁。大黑狗沉默了，没有再说什么，来到修罗之门下，趴在地上，安逸地闭上了眼睛。期间，驼石不时睁开眼，瞧见林浩又开始了森罗万象的苦修，嘴角不自觉地扬起一抹弧度。这个至尊问道者果然和其他修罗问道者不太一样。夜里，山洞外面的寒风极其冷冽，一片峡谷之间，木苏一袭单薄的青色衣裙迎风而立，寒风并不能让他感觉到丝毫寒意，但此刻他那充斥着空灵之色的双眸却是布满焦急。不知等了多久，一道身影突然从远处飞来，瞬间就落到了他的面前。沉默，查出来了吗？木苏焦急上前，一把抓住他的手。沉默略显腼腆，并没有抽回手掌。查出来了，是赵淑仪干的。混账！木苏愤怒不已。赵淑仪乃魔宗四恶神之一，被世人敬称为枪神。没想到王府被灭，自己沦为众矢之的，险些遭到天一寺强者抓捕，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居然是他。小姐，长久以来赵淑仪他们三个一直都不服您，可这一次他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我觉得咱们有必要和宗主大人说一声，他这可是以下犯上之罪，不可饶恕。四恶神中唯一对他忠心的沉默恶狠狠道。可这话木苏不知该作何回应。从他记事起，父亲就对他爱搭不理，不管他为魔宗做过多少事，立过多少功，在父亲的眼中都没有他这个女儿，就好像他不是唐萧亲生的似的，连我爹都不想承认我，难道还指望着其他人尊重我吗？木苏自嘲一笑。可这一次他是要让你落入天一寺之手，还要被皇室通缉，这是以下犯上。沉默急道。木苏美眸尽是失落。没用的，就算说了，爹爹他也不会为我做主，哪怕训斥他一顿，也不过就是装装样子，何必呢？这件事传回魔宗，只会让那些看不起他的人更轻视他，看他的笑话。木苏早就不对那位冷漠的父亲抱有任何期待了。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凭你我之力，根本就无法和天一寺的高僧相抗衡。沉默神色复杂地望着他。木苏深吸了一口气，转目看向山洞方向，声音中透着倔强。不是还有他们吗？他们？沉默眉头微皱。你是说那个林浩？木苏。沉默。他是很特别，可他还远远不够。够与不够，不是你说了算的。我已经决定要将未来压在他的身上了。如果你真的对我忠心，就听从我的安排。是。沉默黯然垂眸，不再质疑。去吧，给我盯紧赵淑仪，若是有什么动静，第一时间回来向我汇报。是。沉默依依不舍地望着木苏，眼中充满了担忧。木苏还不走？沉默握了握拳头，直接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了远山之间。就在木苏转身离去之际，他并不知道自己在这里说过的话早已经通过蜃楼景象传递到了林浩的修罗领域之中。望着他的身影渐行渐远，林浩嘴角一扬起一抹弧度。天一寺后山有片菜园，四季常青，纷飞的鹅毛大雪落进这片区域，顷刻间便会被蒸发成虚无。菜地里一个老和尚刚扭下一根黄瓜，就瞧见韩立自远处走来，顿时没了心情，咬了口黄瓜，就将之扔到苍穹之上，打算回屋。师父！韩立急忙加快步伐。老和尚额头青筋猛跳，背对着他默然道：你已被逐出师门，还回来做什么？韩立冷笑了一声，随后单膝跪地，满目敬意。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无论到什么时候，您都是我的授业恩师。既然你还认我这个师父，那你为何还要抓那李光？老和尚怒然咆哮。眼前的布衣老僧便是天一寺的三大神僧之一，玄念大师。面对师父的质问，韩立眼珠转了转，笑言道：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师父您啊。为了我？玄念大师疑惑地转过身来，看向这个素来阴险歹毒的弟子，完全听不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知道师父您不想和皇室有什么交集，可这一次弟子真的是为了您才不得不抓他的。说起来，玄念大师年轻时
那也是玉树临风，潇洒倜傥，被当时很多富家千金美誉，一枝梨花压海棠。后来他遇到了微服私访的皇帝陆雪瑶，一位是陌上人如玉，公子是无双的绝世美男子，一位是风华绝代，权掌天下的至尊女帝。二人一见倾心，很快便坠入了爱河。可是当他跟着这位统治五朝数千年之久的女帝回到凤都城时，却发现自己仿佛是走进了一个金丝牢笼。皇城就是一个金碧辉煌的囚笼，人一旦进去了，就再也没有任何自由可言。这并非是他所期望的生活，哪怕陆雪瑶只独宠他一人，他也不想再被像金丝雀一样圈养于皇城牢笼之中。一天夜里，二人大吵了一番，陆武帝为了打消他想要离开的念头，居然在一夜之间杀光了他所有的亲朋。这种近乎变态的占有欲简直让他觉得后怕，他完全想不到自己心爱的女人居然这般疯狂。玄念大师一怒之下就怒了一下，随后开始绝食。不止如此，他还背着陆武帝偷偷吞服了大量的养颜丹。养颜丹，女子服用可护肤养颜，但男子服用将会日渐剃须，久而久之他不行了。陆武帝得知真相后，终于意识到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变了质，不再如初见般美好。最终他放他离开了凤都，那是他第一次放下身为帝王该有的骄傲。可是玄念大师已经没了父母双亲、亲朋好友，重回故土的他一夜白头，最终来到天仪寺，削发为僧，遁入佛门，整日在后山种菜，不问世事。师傅，我关嘉南郡主身边有一人，名为林浩，乃3世净彻之人，只要将他献祭给佛陀大阵，您就能拥有至高无上的力量，届时你便可推翻五朝的统治，为您的父母亲人报仇雪恨了。韩立含泪抬手，字字铿锵。玄念大师没有说话，就这样静静地望着他。突然拂袖一巴掌直接扇在了他的脸上，韩立被打得有点猛，错愕地扭过头来，嘴角挂着溢出的鲜血。师傅，你……玄念大师，你是要行篡逆之事吗？韩立，只要是能助师傅您报的大仇，就算让我下地狱我也心甘情愿。玄念大师，愚蠢，身为佛门弟子却不知放下恩怨，以后不要再来这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说完这话，玄念大师便回草屋去了。师傅，韩立叩首于地，听得不远处房门砰地关上，眼中闪过丝丝杀意。老东西，父母之仇都不报，你还是个人吗？像你这样的窝囊废，活该被那个皇帝杀光全家。韩立其实是想要得到佛陀大阵，没想到这老东西竟如此不识抬举。好，韩立咬了咬牙，拭去嘴角血渍，狰狞着站起身来。既然这个老东西靠不住，那他就要用自己的方式得到佛陀大阵。为了重振魂族，他可以付出一切，亦可以负尽天下人。林浩带着众人买下了一间四合院，虽然这里因为曾经离奇的死过很多人，导致已经很久没人居住了，但经过一番收拾后，环境倒还不错。而且这里相距天仪寺并不算远，方便关注韩立的动向。只要这货敢离开天仪寺的控制范围，林浩便可将其猎杀。填补炼道鼎之中的问道者精血现在官府已经下通告了，还画上了我的画像，所以接下来我可能不会再轻易出门了。穆苏将罗刹帝令交到林浩手中，俏脸十分严肃。兄长在临死之前拼尽最后余力嘱托我，这罗刹帝令的秘密就藏在天仪寺中。林浩，你愿意帮我去查一查吗？林浩淡淡的瞥了一眼这枚帝令，眼神全无兴致。我为何要帮你？穆苏美目微转，难道你忘记了吗？那个妖女唐敏可是说什么圣如山庄，问道者灵。林浩当场打断了他，问道者灵不灵的和我有什么关系？穆苏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你别装，问道者可是能够逆天改命，改变世间格局的，你出现在灵州不就是因为这个吗？不然你去圣如山庄抢令牌干什么？穆苏到现在依然不知道林浩的真实动机，以为他和其他人一样都是想要将问道者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奈何林浩只是想为了活下去狩猎问道者而已。而且他现在已经确定问道者就是韩立。将一切掌控于掌心的林浩望着满脸茫然的小妖女，漫不经心用手指轻点着桌面。问道者的传闻已经害如门孔老和门主相继陨落，我可不想惹上这样的麻烦。穆苏怒目圆瞪，那你还陪我来北周？林浩，如果我说我来北周并不是因为问道者，你会信吗？鬼扯，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穆苏愤然拍桌。林浩心中打趣，不信就对了。穆苏努力平复了一下心情，重新露出甜美的笑容。那你说说看，究竟要我答应你什么，你才肯帮我？因为枪神赵淑仪的相逼，他是真的走投无路了，不然也不会来找林浩。堂堂魔宗千金大小姐，居然还要求人。
林浩站起身来，无聊地打了个哈欠。无论你答应我什么，我都不可能帮你，因为你所能提供的条件，我一个都看不上。30万灵石。穆苏见他要走，急忙喊道，可林浩仍无动于衷。50万。穆苏急道。眼看林浩已然不为所动，穆苏立刻跑到他身旁。100万。中品灵石。100万中品灵石已经是天价了，但林浩来自上界地族，同时自身又是5品炼药师，根本就不缺灵石。我说过了，你开的条件我不稀罕。林浩绕过他，给了他一个冷漠的背影，而后就听到身后的脚步声如影随形。当林浩来到茅厕时，穆苏也寸步不离，跟在他的身后。林浩有些无语，我要如厕。穆苏扬着下巴，毫不在意。那你如啊？林浩懒得理会，走进了茅厕。傍晚时分，饭桌上穆苏2只眼睛直勾勾盯着林浩，就跟狼盯着兔子一样，目不转睛，毫不掩饰看得桌前众人一脸茫然。尤其吃过晚饭，林浩回房歇息，穆苏居然也跟了进去。不知道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宁阮秀眉深蹙，他这是怎么了？为何寸步不离地缠着少主？白明半张着嘴巴，看得有点懵。不知道。林浩本来还好奇，他开不出值得让他心动的条件，接下来会如何做？没想到居然是这样。深夜，林浩躺在被窝里，一睁眼就瞧见穆苏坐在榻边，两眼珠子瞪得发亮。天色已晚，你回去吧。我不回去。可就算你赖在这里，我也不可能帮你。那我不管，反正你不帮我，我就跟着你。林浩实在无语，扭头睡去。这个郡主居然在少主房间里待了一夜，也不知道他们2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宁阮走在大街上，闷闷不乐。一想到郡主对林浩突然表现出来的种种恬不知耻的行径，他这心里头就堵得慌。少主修的可是无情道，怎么可能会喜欢上你这个臭狐狸精？你还是早点被天一寺的高僧抓走吧。哼！宁阮恼火地踢着地上的石子。可就在这时，一辆马车从身旁驶过，他突然停下了脚步，好似自掀开的车帘中看到了某张熟悉的面孔。那是……宁阮错愕回头，快步跟去，一直跟到荒郊，这才发现那辆马车居然是奔天一寺的方向去的，连忙原路折返，跑回四合院将这件事告诉了大家。你是说，你看到夏满奎去了天一寺？萧炎问道。就是他。宁阮记得那张令人厌恶的脸，绝对错不了。夏满奎看来这位夏城主还挺记仇的。林浩坐在石桌前，淡然持杯，抿了一口热茶。夏满奎上一次在儒门因为打赌的事当众斥使，心里一定很不服气。萧炎，如果我所料不错，他一定是去煽风点火去了。林浩淡然落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随后便带着跟屁虫穆苏回屋去了。夏满奎那边来到天一寺，直接道明来意，面见玄慈方丈。西客堂面对慈眉善目、实力深不可测的玄慈方丈，夏满奎先是将林浩等人故意抹黑了一番，随后从袖中取出了5张画像，交给了玄慈方丈。这上面就是他们5个人的画像。自从他们到了灵州，儒门就乱了，不止木庄主死了，就连孔老都死在了毒神的手上。而后他们相助穆苏顺利继承了儒门门主之位。我想这5个人极有可能就是魔宗强者，和那毒神乃一丘之貉。穆苏应该也已经投靠魔宗了。夏满奎说完这些话，西客房内几名高僧面面相觑，皆神色复杂，望向方丈。玄慈方丈手持5张画像，如持烫手的山芋，眼中虽然有些抵触，但还是保持和善宁和的笑容。哼，夏城主舟车劳顿，着实辛苦，不如先在碧寺休息几日吧。好，多谢玄慈方丈。夏满奎低下头，面向玄慈方丈躬身一拜，心想有天下第一的天一寺亲自出手，看他们几个还往哪儿逃。待下满奎随引路小僧离去。堂内韩立这才开口，方丈，如今有夏城主作证，穆苏一行人和魔宗妖人暗通款曲，也就成了事实，咱们只需将他们拿下，便可为陛下立下大功了。你要立功干什么？难不成你还想去朝上为官？脾气火爆的达摩院首座苦荷出言质问。韩立闻言立马露出谦卑笑容，苦荷师兄说的哪里话，为陛下排忧解难，为天下人扫除祸害，这不也是我天一寺的职责之所在吗？苦荷傲然抬手淡淡说道，我佛门职责是度天下苦难人，并不是为陛下建功，希望你能区分清楚。韩立因意抱拳，苦荷师兄教训的是。苦荷转身看向方丈，眼下穆苏一行人背负着关于问道者传言的秘密，无论陛下还是其他势力，但凡参与进来的，所求的目的应该都是这个，所以我觉得这种时候咱们更应该明哲保身，万万不可牵扯其中啊。苦荷师弟说的极是。罗汉堂首座苦智在一旁抚须附和，
玄慈方丈点了点头，问道者：“这3个字就足以引天下争锋，不计代价。的确是个烫手的山芋。”玄慈方丈一把将5张画卷握成灰烬，拿起杵在身旁的禅杖，下令道：“即日起，任何关于穆苏一行人的事都不得参与，违令者逐下山去。”是。众高僧相继领命，唯有韩立心中的怒意已如火烧之势。离开西客堂，韩立回到自己所住的别院，将寺内几个心腹弟子叫了过来。这苦荷真是清高，有功都不立，这样下去，陛下迟早会将咱们天一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一名舔狗弟子骂骂咧咧，韩立深吸了一口气，眼神愈发毒怨了起来。所以，让这种有眼无珠的家伙掌管天一寺，着实不智。舔狗弟子，那怎么办？要不咱们下山去抓住穆苏，将他押送到凤都，交给陛下？不。韩立手一抬，冷笑道：“有些事不一定非要咱们亲自出马。这样，慧明，我现在写一封书信，你带我转交给丰都那边。只要丰都肯出手，穆苏那群人便插翅难逃。”四合院林浩的房间中，穆苏正在为大家科普北周的势力。在北周，除了天一寺之外，还有一个势力不得不重视，那就是北面的丰都。丰都在万年前又名无名鬼域，是由黄泉老祖一手创立，传至如今的罗尼长手中，已经传了73代。作为一个万古传承的势力，他们的底蕴和实力都是不容小觑的。就连陆武帝都对丰都礼让3分，武朝颁布的种种法令，丰都都不在限制之内。穆苏之所以能耐心的为林浩等人科普丰都，就是因为在刚刚，林浩实在受不了他整日黏着自己，便告诉了他，他们是刚刚来到青苍界的，对这里的一切都还不熟悉。至于为什么来，林浩没有说实话，只说是被人追杀，不得已而来到了这里。穆苏对于他说的话将信将疑，但就目前的局势而言，和林浩合作是他唯一的办法。那这个丰都城在武朝势力中排名多少？萧炎好奇问道。穆苏，第4，也就是说，丰都的实力屈居于魔宗之下了。穆苏，当然，如果你们想要了解青苍界更多的信息，有一个东西，我想你们一定很感兴趣，那就是琼华派山门前的石碑，上面清楚记载了天下10大强者的排名。林浩淡然品茶，说来听听。穆苏，首先是咱们武朝那位至高无上的皇帝陆雪瑶，他在齐云金榜的排名是第10位。林浩，什么修为？穆苏，据说是主宰境吧。主宰境。林浩和白明震惊对视。主宰境，那已经能够触碰到天道之力了，居然才仅排在第10位。看来这青苍界果然是藏龙卧虎，不可小觑。第9位就是天一寺的玄慈方丈，第8位是魔宗的第3天魔南宫明，第7位是琼华派掌门叶千珏。林浩，叶。穆苏一眼看穿他心中所想，坦言道：“不错，道门翘楚琼华就是7大圣地之一，玄武圣地的势力。”林浩，小师妹背后的圣地势力吗？没想到世人皆云秦氏双柱，北天一，南琼华。这个南琼华居然就是玄武圣界安插在青苍界的势力。林浩嘴角微掀，目露浓浓期待，继续说：“穆苏，排在齐云金榜上第6名的强者是天一寺的玄苦大师。”白明闻之皱眉，这个玄苦大师比玄慈方丈实力还强。穆苏点头，他是镇守藏经阁的高僧，在3大神僧中排名首位，亦是天一寺的最强者。白明不太理解，天下第一势力的最强者才仅排名武朝10大强者第6位，那前5位都是无门无派吗？穆苏闻言掩嘴一笑，所谓坊间传闻并非真相，排在齐云金榜第5位的就是魔宗第2天魔初安。魔宗。穆苏继续道，第4位是魔宗第1天魔离业，又是魔宗。穆苏。第3位便是魔宗宗主唐萧。林浩几人全都愣住了。也就是说，魔宗只是在坊间传闻中实力不如天一寺和琼华派，而事实上他们才是真正的世间最强。穆苏。排在第2位的那个人名叫谢万钧，此人究竟是何门派，无人知晓。而排在第1位的乃是武朝皇室的守护神梵天，他久居深宫，庇护皇朝，同样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是何相貌。但值得一提的是，他一定是武皇殿安排在人间的至强者，目的就是帮助陆武帝权掌天下。林浩和穆苏合作，就是要他时刻为自己解析青苍界的种种。穆苏说到做到，作为魔宗妖女，她知道的也确实远比坊间知道的多。林浩如今已经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看到他浑身颤抖不止，穆苏抿嘴浅笑，不用怕，只要你肯助我一臂之力，日后我便会助你在青苍界立足。怕？林浩抬起头，难掩心中喜色。
猛地起身，张狂桀骜之气尽显。一个小小的清仓界居然拥有这么强悍的底蕴，而且在那个梵天之上还有4大仙门和一个神秘强悍的星辰阁，这如何能不让我兴奋？兴奋！穆苏看怪物一般看向林浩。每一个进入清仓界的人，在真切地了解到清仓界的恐怖底蕴后，都只想苟一世安稳。可他这个样子，怎么感觉他好像是要争天下啊？疯了吧？这种事，就算是我爹都不敢奢望。林浩平日里虽然狂傲，但一直都保持温和儒雅的气质。如今突然张狂大笑起来，如此疯狂的样子，简直让穆苏大跌眼镜。这人若不是个疯子，那就一定是个变态。总之，好不正常。穆苏收回心绪，一脸严肃。你现在已经了解到了清仓界以及北周的情况，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帮我？林浩推开窗户，看向外面阴霾的天色，缓缓抬起手，一片雪花落到掌心，顷刻融化。和你心中的想法应该一致。和我？穆苏没想到他居然会这么说，美目微转，随后露出甜甜傻傻的笑容。我要是知道就不问你了，我现在被人冤枉，父王又……没等他眼睛红起来，林浩直接打断他的演技。守株待兔。穆苏能选择在这里住下来，一定也是这个目的。他想看林浩到底有多大的能耐。林浩呢，自然也乐意入局，相互试探，慢慢玩嘛。反正清仓界有那么多的强者，这就相当于一个资源极其丰厚的天然宝藏。对于一位炼魂师而言，这是最佳狩猎之地。林浩相信，在这样得天独厚的试炼之地生活下去，用不了多久，他就可以超越族内那些修炼了千年万年的老家伙们。无敌之路已然不远。林浩这时将目光落到对面墙壁上，不自觉地皱起眉头。那片湖为何没有结冰呢？湖？哪有湖？众人一头雾水，唯有穆苏倍感惊讶，因为在那个方向的确有一片诡异的湖，名为归心湖，即便是在数9寒冬也不会结冰，而且那片湖中可是他是如何看到那么远的？何况还有这么多房屋建筑挡着，又是如此遥远的距离，这不太可能。八木苏金木圆瞪，娇躯止不住轻轻颤抖，仿佛看到了什么极为不可思议的奇景。林浩目视归心湖所在的方向，略微沉吟。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少主还会吟诗。宁软趴在桌前，听得津津有味，而穆苏则是在疑惑，他这首诗究竟是什么意思？归心湖上有一艘花船，沉默就在那里。他突然提及归心湖，莫非他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怀着种种疑惑的穆苏根本就不知道林浩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他真的只是单纯的被人追杀，跑到清仓界来，然后想在这里立足吗？他现在持怀疑的态度。夜里，月影藏住一角，整个北周呈现一片寂静。穆苏躺在房间里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猛然坐起身来，一想到赵淑仪的所作所为，就恨得牙痒痒。因为父亲的态度，他在魔宗是不被人尊重，但至少还没有人敢像赵淑仪这般将他逼上绝路。贱人，迟早有一天，我要把你煲了煲汤喝。穆苏几番深呼吸，平复了一下心情，随后开始盘膝而坐，周身气流逐渐化为黑色，绕着他的身体徐徐转动。这样的状态也不知持续了多久。突然，穆苏猛地睁开双眼，感受到外面的动静后，他第一时间拿起踏边佩剑，穿好鞋子来到了门前。透过门缝望着院子里的皑皑雪景，穆苏十分谨慎，可是等了半天，他也没有发现什么异状，这才推开房门走了出来。难道刚刚是错觉？穆苏偏着头，有些疑惑。空荡荡的院子，除了他之外，一个鬼影都看不到。可他刚刚明明感觉到了某种异样的声音啊，真是奇怪。穆苏心中一番嘀咕，正欲转身回屋，他突然感受到了什么，抬起头定睛一看，只见一个青衣男子此刻正悠哉地坐在屋顶，笑盈盈地盯着他。这一刻，穆苏急忙握稳手中佩剑，警惕地向后退去。迦南郡主，好久不见。屋顶上的男人神态略显不羁，言语间充斥着莫名挑衅的意味。这个人是谁？穆苏根本不清楚，因为他本就不是穆苏，只是杀了郡主，取代了他身份的唐敏。但屋顶上的男人显然还不知道这事，他饶有兴致地打量着穆苏，眼神极致贪婪。当初你说你为何要拒绝我呢？如果你肯嫁给我，穆王府说不定也能幸免于难，而你也不会落得今天这般下场。你怎么不说话？是已经后悔了吗？面对男人的挑衅，穆苏一语不发，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接他的话极有可能会被察觉出破绽，唯有保持沉默才是最好的选择。男人缓缓起身，舒展了一下胳膊，而后略带无奈。可惜啊，这个世上没有如果，现在有人出了大价钱买你的命，
也只能忍痛斩杀意中人了。男人手指轻抬，瞄准穆苏，指尖突然射出一道贯穿虚空的灵光。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守之突然破窗而出，迅速挡在穆苏身前，手中剑影祭出的瞬间，其剑身便被射来的光束打断。伴随着断剑自视线中飞出，王守之左肩直接被洞穿了一个口子，血洞之后，连带着穆苏的左肩也被当场贯穿。噗！包括二人身后方向的墙壁都被这一束光给贯穿了。二人同时捂住左肩，震惊抬眼，半步神游境。王守之惊望着屋顶上傲然而立的青衣男子，被其可怕的修为和指法深深震惊。拈花神指，青衣男子拍了拍手，区区一个圣如山庄的无名小卒，居然还能认得我的拈花神指，不错不错。拈花神指他是丰都四小亲疏之一段庚。终于得知对方身份，穆苏捂着血流不止的香肩，愤恨咬牙。段庚，你们丰都强者不是一向无法无天吗？怎么现在也想当朝廷的走狗了？段庚毫不在意。我说过了，有人出大价钱买你的项上人头。穆苏，不还是那狗皇帝吗？段庚耸了耸肩，是与不是并不重要。说着，他再度抬起手，将指尖瞄准穆苏。段庚的拈花神指威力极为惊人，根本就不是穆苏和王守之所能抗衡的。这就是四小亲疏的实力，其中任何一位都足以比肩人间大能。王守之望着段庚的指尖已经开始凝聚灵光，他急忙冲林浩的房间大喊：林公子，快来救郡主！砰砰砰，几个房间的人先后破门而出。在看到屋顶上那个男人后，白明等人瞬间被其强悍的气息所震慑，半步神游境。这白明大为震惊，在这样恐怖的灵压之下，他连呼吸都觉得异常沉重。此人如此年轻，修为就能达到这步田地，他究竟是何方神圣？随着林浩推开房门，也跟着走了出来。段庚环视院中几人，不屑轻笑。画像上的人都齐了，看来这5条杂鱼就是助你夺得儒门门主的人了。杂鱼？林浩闻言挑眉望向对方。画像？萧炎脸色微变。我明白了，这就是夏满魁前往天一寺的目的。你是天一寺的人？段庚偏过头，极其轻蔑的眼神，好似在看一条小小的泥鳅。天一寺？不要拿我和那群老秃驴相提并论，我可没那么善良。段庚突然调转指锋，对准萧炎，小心，他是丰都的四小亲疏段庚，他的拈花神指。王守之那边正喊着，一道能量匹链已经自段庚指尖飙射而出。整个过程，萧炎等人没有任何的反应，就连林浩即便是看清了那一道光束，猝不及防之下，身体也没来得及做出应对。噗，一束光就这样毫无征兆地贯穿了萧炎的胸膛。萧炎噗呲一口鲜血喷出，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直接跪在了地上。萧炎！片刻，院子里响起了宁软的惊呼声。青蒙这边正欲动身，却被林浩一把拦住了。目光望着萧炎挣扎着趴在地上，奄奄一息的样子，林浩面色极度狰狞。随后自储物戒中取出一枚带有丹纹的疗伤丹药，放到了青蒙的手中，给萧炎服下。林浩默然说道：段庚觉查到那枚丹药居然是带有丹纹的五品丹药，当即脸色微变。小子，这丹药你是从哪里得到的？青苍界的炼丹术较之外界肯定是远远不如的，毕竟炼药师极少会被什么势力派到青苍界这种只能进不能出的鬼地方来，除非是因为特殊原因不得不进来躲避仇家的，这种除外。但显然林浩目前所炼制的丹药已经足以令段庚这等强者为之觊觎了。段庚如今看到这么精纯的五品丹药，如获至宝，但林浩并没有理他，而是先看着青蒙将疗伤丹药给萧炎服下。萧炎服用了这枚丹药，体内生机明显开始恢复，如此迅猛的效果简直让段庚大开眼界。这种丹药若是能找到炼制它的大师，将其吸纳到丰都城来，城主大人一定会重重奖赏我的。段庚难掩眼中兴奋之色，急忙追问：快说，这丹药究竟是哪位大师炼制出来的？大师？林浩蓦然抬眼，以我目前的炼丹术，还不足以称得上大师二字。你说什么？这枚带有丹纹的五品丹药是你炼制的？段庚闻言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王守之和穆苏在后面也是满眼骇然。林公子，不知您可否赐郡主一枚丹药？他的伤势很重。王守之强忍着剧痛陪笑道。林浩余光一瞥，发现自王守之的左肩伤口处流转着淡淡的黑烟，可见那个段庚的拈花神指乃是一门毒功。林浩，你自己就没事吗？王守之苦笑强称，我还行，只要能让郡主脱离危险，我儒门上下定然感激，倒是忠心耿耿的一个人。林浩面露欣慰，他很欣赏忠心的人，
索性直接取出2枚丹药来，交给了对方。没想到他随手拿出的就是带有丹纹的5品丹药，事实就摆在眼前，已经容不得段庚去怀疑了。段庚激动地望着林浩，一改口吻：“小子，你愿不愿意来我丰都，做我丰都城的首席炼药师？你觉得呢？”林浩默然看向对方，眼中杀意凛然。萧炎是他的下属，亦是他的兄弟，伤他的兄弟，那可是要付出代价的。段庚也知道他现在心中有气，不免笑言道：“实不相瞒，我是受人所托，才到这里来猎杀你们的。但若是你肯投靠我丰都，我不仅会饶过你们的性命，还会将那个委托人的脑袋摘下来送给你。只是有一点。”段庚话锋一转，迦南郡主如今是陆武帝通缉的要犯，就算是我丰都城，也不愿意庇护这尊瘟神。林浩闻言含笑打趣：“郡主，他说你是瘟神呢？”穆苏服下丹药，感受着体内澎湃的药效，迅速修复着他那严重的伤势，俏脸写满震惊。不过随后眼神就暗淡了下来。瘟神就瘟神吧，反正现在谁和我走得近，都会被牵连。这是他的心里话。相比于迦南郡主的身份，其实他本身才是真正的瘟神。明明贵为魔宗少主，却在魔宗备受冷眼和嘲笑。现在就连手下都开始设计陷害他，巴不得他落入天一寺高僧们的手中，而且还完全打破了他的全盘计划，让他从主动陷入被动的局面，不得不向这个尚不熟悉的林浩求援。一切的一切，都因为他就是个瘟神。放眼整个魔宗，愿意亲近他的人不足5指之数。林浩目光直视着真情流露的穆苏，略微沉默，便重新将视线落到了段庚的身上。武道世界也好，平民百姓也罢，抱怨从来都不是改变人生的手段。与其抱怨，不如让别人抱怨。穆苏怔怔抬眸，与其抱怨，不如让别人抱怨，哈哈哈哈！说得好。段庚开怀大笑，十分欣赏林浩这一番言论。小子，我们丰都的人一向无法无天，从来不受气。如果你肯跟我去丰都，我就答应放过你的同伴。呱噪！林浩脚下灵风一闪，澎湃的气息瞬间荡漾开来。半步大成境，感受到他的灵力波动，段庚动容道：“这种修为，在我面前毫无意义。你好像很自信。”林浩的身体很快悬空，与段庚平齐。不如这样吧，咱们找个地方比试一下，如果10息之内我不能杀你，我就自愿加入你丰都城。少主，林浩，没想到他居然说出这么离谱的话，一时间院内众人皆惊。要知道，对方可是半步神游境强者，修为已十分接近孔老了。林浩纵然天赋惊艳，想要胜他也没什么可能，更别说10息之内杀他这种话了。10息之内杀我？你是认真的吗？段庚同样错愕，仿佛被冒犯到了。一个半步大成境的小子说要在10息之内杀他，这种事若是传回丰都，必然要让他成为全丰都城的笑谈。丰都可是这个世上最混乱的地方，自私、扭曲、黑暗等等人性丑陋的一面暴露无遗。段庚能够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并跻身为赫赫威名的4小亲书，可见他的实力有多么强悍。段庚笑了，笑得那样轻蔑。10息之内杀我，如果你不是炼药师，现在你已经是个死人了。好吧，既然你大言不惭，想要和我交手，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我们丰都强者的实力。段庚摇身一闪，直接化为一束流光，飞向天际。见状，林浩也跟了上去。少主，萧炎捂着胸口，剧烈咳嗽着。一路走来，他从来不担心少主会输给谁，可这个段庚真的不一样。先不说他的修为已经达到了恐怖的半步神游境，单是那一手拈花神指就不是少主能应付得来的。那种惊人的速度，极致的破坏力，即便是祭出3声鼎也很难挡得下来。青蒙、白明，你们快去帮助少主！萧炎急道。然而二人却愣在原地，齐齐地望着天边的方向，目不转睛，恍若未闻。这里不用你们看着，快去啊！萧炎怒道。白明这时转过视线，不甘心地解释，他们2人的战斗已经远远超出我和青蒙所能参与的范畴了。白明不想承认，但事实就是摆在眼前。青苍界的强者同样很强，面对段庚，他和青蒙根本就敌不过对方一招。青蒙死死攥着拳头，一向骄傲的心境在经历过连续的打击下，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刻，他想变强，迫不及待的想要变强，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手段，他都在所不惜。雷云密布的天空，降下半步神游境的强悍威压，笼罩着整片天地，摇摇欲裂。在这天崩地裂的景象中，不少北周强者闻风而来，只是天一寺那边暂时还没有什么动静。在空旷的峡谷之间，段庚望着那正在做热身运动的林浩，有些无奈道：别白费功夫了，你是不可能赢我的，
不如现在就和我去丰都，免得天一寺那边的人过来，到时候你就走不了了。林浩摇晃着胳膊，笑问：你这么说，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雇你来对付我们的就是天一寺的人呢？江湖规矩，无可奉告。段庚双臂环胸，很有耐心等在相距几十丈开外的地方。说实话，如果不是吸收了仙一门门主的灵魂体，林浩面对段庚这种实力的强者，还真就没多大胜算。但现在他已经步入半步大成境，可谓彻底脱胎换骨了。只要天一寺那边没有人过来打扰，他就可以尽情地享受这一战。越来越多的北周强者闻讯赶来，密布于两崖之巅，朝下观望。那不是段庚吗？他对面的是什么人？居然敢挑战四小青书！四小青书能在丰都那种混乱之地闯出名声，无论实力还是心性，都不是一般强者能比的。看来那小子是装逼踢到铁板上了。人们都在看着热闹，毕竟自从四小青书成名于丰都城，就没有人挑战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哪怕段庚是四小青书中实力垫底的存在，拉到外面去也足以把各大宗门的宗主和老怪物们当泥鳅一样，肆意碾压林浩。做完了热身运动，瞧见段庚仍站在那里，不由得一笑。久等了。话音落下，随手一挥，问道之剑悍然出现在了他的手中，一把木剑。段庚看得眼皮狂跳，仿佛有被冒犯。砰！随着地面炸起一道尘土，林浩的身影瞬间消失在了原地。二人相距数十丈远，以林浩的速度眨眼便至。面对他刺来的剑影，段庚明显有些震惊，立刻做出了反应，向旁迈出一步，显而又显地将这道迅如闪电的剑影躲避开来。一击无果，林浩手中剑锋并没有丝毫停滞，横削而出，带起撕裂虚空的寒光剑气。如此快的变招让段庚完全来不及招架，在其暴退出道残影之际，胸口也跟着被划开了一道浅浅的血痕着。段庚低下头，望着胸前衣衫的斑斑血色，震惊抬眼。一个半步大成境的小子，怎么会有这么惊人的速度？现在就震惊，为时尚早了吧？林浩微微一笑，缓缓抬起手，将手指瞄准了段庚。这是一束流光砰的自林浩指尖爆射而出，速度之快令人咂舌，眨眼间就在段庚的脸上留下了另一道血痕。场面一片惊愕，崖顶无数震撼的目光难以平复。这是我的拈花神指。段庚不敢相信，自己最引以为傲的绝学，居然会被这个小鬼使出来。你管这叫拈花神指吗？林浩耸了耸肩，不以为然。不好意思，我是因为修为不如你，使出来的威力才看似和你相当。段庚，你什么意思啊？林浩动容道。很简单，我的指法远在你之上。林浩并非是在说大话，这套指法乃是他自修罗之门中领悟出来的，世间绝无仅有的指法，一共有36式，因此被林浩赋予了他一个全新的名字——36路天魔指。林浩再次抬起手，瞄准了段庚。刚刚不过是第一式而已，现在是第二式。什么第一式？第二式的？你明明就是偷学了我的拈花神指，休要胡说八道！段庚暴跳如雷。可就在这时，一束流光再次自林浩手中爆射而出，这一次射出来的居然是5发。噗噗噗噗噗，5个血洞顷刻间出现在了段庚的胸前，可怕的贯穿力当场让他跪倒在了地上。一次射出5发拈花神指，这不可能，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到现在，段庚已经不得不怀疑林浩刚刚所言究竟是真是伪了。你刚刚说这不是拈花神指，这是36路天魔指。段庚抬头质问。要看第3式吗？林浩以双指对于眼前，嗖地吹了一口，悠哉自若的模样，完全看不出他有任何紧张的情绪。明明二人的修为差距，他才是弱势的一方。可刚一动手，林浩就展现出了极致恐怖的碾压力，压得段庚跪在地上瑟瑟发抖。那小子未免也太恐怖了吧，居然能在相差一个大境界的前提下，将段庚这等强者玩弄于股掌之中。他到底是什么人啊？我从未听过这世上有如此奇人。他该不会是4大仙门的人吧？不知是谁突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一句话说出来，把两崖之上那些人吓得屁都凉了。4大仙门那可是传说中的仙境之地，有仙级强者坐镇的。如果仙门势力染指凡间，那这北周可就要大变天了。36路天魔指。段庚跪倒在地上，两只手死死抓着地上的泥土，空洞的眼神可以见得他此刻的内心是有多么的震撼，多么的难以接受。拈花神指是他自诩的世间第一指法，如今却被这什么狗屁天魔指吊起来打，这让他怎么能甘心呢？什么梁氏，什么城主大人的提拔，老子不要了！段庚跪在那里，发出一阵近乎癫狂的低笑，
笑得人毛骨悚然。如此一幕不免让林浩有些诧异，这家伙不会这么经不住打击吧？他这才施展了2式而已，还有34式呢。当然，修罗之门中衍生出来的诸多法门，随便一样拿出来都称得上惊世骇俗。这天魔指自然也不是一个小小的拈花神指就能碰瓷的。唉，底牌太多也烦恼，不知该用哪个好。林浩摇手叹息，天地良心，他已经很低调了。可问题是，他手中这些底牌随便掏出一个来，都足以惊世骇俗。好好的一个半步神游境强者，刚交手2招到心就碎了，这能怪我吗？林浩站在原地，清秀稚嫩的脸庞全无胜利过后的喜悦或骄狂，有的只是一抹失望，对段庚的失望。老实说，一开始我就在想，到底是什么样的猎物能够来到我那4合小院中？一个半步神游境强者，其实已经出乎我的意料了。可是你太弱了，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弱小。林浩毫不掩饰对这场战斗的失望。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热身运动都没有必要做了。猎物，他居然把段庚当成了猎物！天啊，这人好疯狂！雅典众人听到这话，骇然失色。能将4小亲书当成猎物的，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同样，段庚在听到这一番话后，也停下了癫狂的低笑。他捂着胸口，艰难地站了起来，看向林浩的眼神逐渐疯狂。小子，你果然有些门道，难怪会让那个人觊觎。不过，把我当成猎物，将是你最愚蠢的决定。段庚猛地抬起手，抢先一步瞄准林浩。砰！一束炽热的流光划破虚空。3声鼎，林浩嘴唇微动。当一尊金鼎凭空出现，正巧挡下了那束流光的撞击，爆起的嗡鸣声使得雅典不少人痛苦地捂住了耳朵，一些实力不济者更是当场应声倒地，七窍流血而亡，挡下了。段庚大惊失色。这时，林浩从袖中摸出了一颗血色珠子坠饰，戴在了颈下。这是他进入清仓界之际，父亲偷塞给他的，说是从殿堂罗刹那里求到的血魔珠。借此机会，他很想看一看这血魔珠究竟有着怎样的威力。戴好血魔珠，林浩倏然将双手对于身前，开始飞速结印，令人眼花缭乱的手印几乎一气呵成。重力阵，林浩话音落下，地面瞬间出现了一道足有100丈的深褐色大阵。处于这灵阵之中的空间重力骤然倍增，段庚惊望着地面上的熠熠阵辉，完全不敢相信这小子居然是丹阵双修的怪物。咻！地面上浓雾卷起，霎时之间，林浩便出现在了段庚的面前。在重力阵中，段庚的反应速度明显变得迟缓了许多，反观林浩作为灵阵的施法者，根本就不受限制。砰！林浩抬起脚，猛地一落，随后攥紧右拳侧放于腰际，开始蓄力。这是他自修罗之门中领悟到的极致拳法，他将之取名为龙拳。难得遇到半步神游境大能，正好可以拿他试招。这又是什么？看到地面碎石崩飞，源源不断的灼热气浪绕着林浩的脚下开始飞旋，段庚能从这金色的气浪中感受到一股霸绝天地的可怕力量。这小子，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恐怖的底牌？你到底是什么人？段庚大吼了一声，并迅速将双臂护在了身前。龙拳，蓄力完成的林浩猛地一拳砸出，天地陡然一颤，一道龙吟声爆彻天际。在人们惊恐的视线中，只见自林浩打出的拳头前方，仿佛有一条虚幻龙影奔腾而过，噗呲一下就贯穿了段庚的身体。龙！段庚哇地吐出一大口血，双目血突，佝偻起来的身形止不住地颤抖着，胸前衣衫尽数破碎，就连胸腔都被震得整体塌陷了进去。眼看他眼中的生机正在迅速褪去，林浩抬起手按在了他的肩上，附耳轻言：“我来自罗刹地界。”罗。段庚不停地吐着血，两个眼睛瞪得跟鹅卵石一样，带着无限恐惧望向林浩。外界地界的人，难怪会强成这个样子。就在段庚露出心满意足的释怀笑容，咽下最后一口气时，林浩突然拿出了一把黑箫，开始吹奏了起来。箫声依旧如恶鬼哀嚎，凄凄惨惨戚戚。夜色下，一道血色棺木从天而降，笔直地落到了林浩的面前。这一刻，林浩手印再动，周遭地面迅速凝聚出八卦大阵，阵中黑色的帷幕逐渐遮蔽住这一片区域，将内外彻底隔绝，包括林浩的气息。而在黑色帷幕之中，当段庚的灵魂体发出歇斯底里的惨叫声，被血色棺木强行吸入其中，棺木顺势开始自燃。与此同时，林浩盘膝而坐，静心运转灵力，体内的气海已被狂涌进来的灵魂力量迅速填充，开始发生惊人的蜕变。大成境初期，大成境中期，大成境后期，大成境后期巅峰。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啊。雅典的人们依旧顿足于此地，遥遥观望峡谷中正方形的黑幕。
自从这诡异的黑幕将林浩和段庚的身影完全吞噬，他们就再也感受不到二人身上的气息了。当然，结果已经显而易见了，段庚根本就不是林浩的对手。只是，按理说他们之间的战斗应该早就结束了，可自从黑幕出现到现在都已经过去快2个时辰了，为何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呢？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很好奇，迫切的想要知道结果。同时，一位身披袈裟、手持禅杖的老僧此刻正立于云海之间，若隐若现的身影宛如神佛降世，他亦在等待着结果。在老僧身后，达摩院首座苦和眼神愈发凝重。方丈师伯，此子刚刚那股力量，修罗之力。玄慈方丈同样目露深深的忌惮。林浩体内既然拥有修罗之力，那就证明他来自于那个势力。可是，那个势力为什么要派他来到凡间呢？对此，就算是玄慈方丈也百思不得其解。还好咱们当初及时阻止了韩立，这才不至于让他酿成大祸。提及那个势力，苦和有些后怕道。二人闲谈间，峡谷中的正方形黑幕终于化作齑粉，随风凋零。可令人意外的是，里面居然连个人影都没有。不是，他人呢？遁地了。苦和惊奇地瞪大了眼睛，居然能在他和方丈师伯的眼皮子地下悄无声息地玩消失术，这小子有点门道啊！如此结果也大为出乎玄慈方丈的意料。阿弥陀佛！玄慈方丈面露赞许般的笑容，随后便转身带着苦和踏上了前往天一寺的归途。